大夏先朝，右丞相府曹家。阳光洒进议事堂内，映射出4道人影。聂耳，为了爹的幸福，你就让出少家主之位，玻璃先到王体吧。听着耳畔传来的声音，曹聂缓缓抬头，目光扫过议事堂内的3人。父亲曹锟的手正搭在他白月光和洁的腰上，叶晨脸上带着讥讽的笑。属于母亲的位置已然被人代替，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，每一针都刻在了他的血肉和灵魂里。曹聂确定他这是重生了。上一世，曹聂被曹锟强行剥离先到王体后，修为在3天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仅剩下的时间里，他再也没有见过曹锟。倒是叶晨经常来羞辱他，还命人把他双腿打断，把他丢进柴房，和旺财过完了一生。曹锟因为和节不理家事，整个曹家被叶晨掌控了都不知道。更讽刺的是，他娘下葬那日，曹锟正陪着和节在10里外的梅山赏花，管家前去叫他时，这位痴情种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，延迟下葬，等小节尽兴了再说。如此情种舔了和节18年，连嘴都没亲过。临死前，叶晨亲自告诉他，疼爱他的娘是被和节害死的。怒急攻心之下，一口气没有喘过来，他直接嘎了。聂儿，一个少家主之位而已，给你弟弟又何妨？你还是我亲儿子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多好。还有你的仙道王体也给你弟弟，毕竟是兄弟，有福同享是应该的。正好给晨儿当做18岁生日礼物，他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曹锟侃侃而谈，手指不断摩挲着腰间的鸳鸯玉佩。这是和节去年送他的生辰礼，玉佩边缘已经被他摸出包浆来，他没有嫌弃，反而很是痴恋。和节轻抚秀发，露出雪白的脖颈，他嫣然一笑。锟哥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曹锟紧紧攥着和节的手，目光真挚有情。没事，聂儿他不会在意。大哥，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要把仙道王体本源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？叶晨这位义子适时上前，面露惊喜，眼底闪过一抹讥讽，腰间的少家主令牌是那么的刺眼。蓝星穿越者不可辱，反派组长选择系统激活成功。面对3人的逼迫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主动剥离仙道王体，奖励软蛋1枚。选择2，强夺家主之位，奖励3个小境界的提升。选择3，复制子承，击杀叶晨，奖励竞技神魔体。请宿主尽快继承家主位置，才能开启家族的模块功能。系统，曹聂的瞳孔骤然收缩，脑海中响起的机械声让他手指微微发颤。他也是有系统的穿越者了。曹聂缓缓抬眸，目光扫过3人这虚伪的面容，最终定格在曹锟身上。为富不仁，就别怪位子不孝了。我拒绝。曹聂的声音很轻，却似一块巨石落入平静的湖面，掀起万丈惊涛。和解的指节捏得泛白叶晨的笑容瞬间凝固。曹锟摩挲着玉佩的手指猛地一颤。逆子！曹锟的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他强压下怒火道：你再说一遍！曹聂负手而立，衣袍无风自动。我拒绝。这一次他的声音铿锵有力。整个议事堂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空气好似都已经凝固。和解的手指掐进了掌心里，叶晨的整张脸变得有些狰狞。曹锟踏出半步，破望境9层的气息弥漫整座议事堂。曹聂依旧云淡风轻，心里默念：系统，我选1、2、3，检测到本系统存在漏洞，正在补丁。补丁成功，以后只能选择其中一个。恭喜宿主选择成功，奖励软蛋1枚，已自动存入系统空间。奖励宿主3个小境界的提升。奖励宿主竞技神魔体。检测到宿主体内存在其他垃圾体质，请尽快剥离，才能融合竞技神魔体。曹聂顿感一股暖流从体内流过，原本破望境3层的修为直接提升到了破望境6层。丹田内温顺的灵力化作奔腾的怒涛，在经脉中奔涌咆哮。27岁的破望境6层，放眼整个大夏先朝根本不存在。如今的他更是可以在曹家排进前5。曹聂盘腿坐下，开始剥离仙道王体。剥离体质无异于在身上动刀子，他只感觉浑身被无数针扎过，疼痛难耐。更为恐怖的是灵魂上的撕裂，比肉身撕裂还要疼痛万倍。想起前世种种，曹聂咬牙坚持，愣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。见曹聂嘴上说着拒绝，已经做出实际行动，曹锟脸上的怒容瞬间化为欣慰。聂儿，你调皮了。何洁掩嘴轻笑，眼底闪过一丝忌惮。锟哥，聂儿真可爱，都学会骗人了。叶晨松了一口气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。大哥，以后我们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为曹家拼出一个辉煌的未来。除了曹聂外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，将这温馨的一幕永远定格。曹聂咬牙坚持了1个时辰，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还在往外冒。
脸色更是惨白无比。噗呲一声，一口鲜血喷出，他缓缓睁开了双眼。仙道王体剥离成功，开始融合禁忌神魔体。刺目的白光从曹孽的皮肤中迸出，在胸前凝聚成一个玄奥的白色光团，隐隐有仙音缭绕。何洁的眼中闪过一丝贪婪。叶晨不受控制地踏出半步，喉咙下意识地滚动了几下。拥有仙道王体的修士，将来有一半的概率突破红尘仙境界。这个境界，整个3000道域都不存在，就算有，也很少。曹孽擦了擦嘴角的鲜血，缓缓起身，手握仙道王体本源，平静地望着三人。曹锟开心地大笑一声：“聂儿，辛苦你了，快把仙道王体给晨儿吧。”曹锟很欣慰，始终是他的儿子，还是听他的话。想到叶晨融合仙道王体后，他就能娶何洁，曹锟心中别提有多么高兴。努力了18年，终于要修成正果了。何洁收敛眼中的贪婪，他笑着对曹孽说：“小孽，没想到你能为了你弟弟做到这种程度，何以很开心。你放心，以后晨儿护你一生一世。”大哥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叶晨激动的双眼泛红，好似真的被感动到了。曹孽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，握着仙道王体的手开始用力。砰的一声，仙道王体当空炸裂，化作的漫天星光映照出3张凝固的面容。何洁浑身剧烈颤抖，曹锟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。叶晨的整张脸已经扭曲得不成人样。曹孽，你还我的仙道王体！叶晨目眦欲裂，浑身灵力暴走，扑向了曹孽。你也配！曹孽的右掌带起音爆声，朝着叶晨的脸上狠狠落下，5道血色沟壑出现在他脸上，牙齿混合着鲜血喷出。叶晨的身影飞出了议事堂，撞坏了堂外的盆栽。曹孽恍惚想起叶晨在他临死前说的话：“你娘临死前连眼睛都没有闭上。”曹孽，你敢伤我儿子，找死！何洁拔剑刺来，寒光掠过曹孽的双眸，他的眼里闪过何洁下药的一幕幕。找死？谁在找死？你妈！曹孽伸出2指轻弹，长剑从何洁手中脱离，钉入了忠孝传家的牌匾上。曹孽再次抬手轻挥，何洁飞出了议事堂，发髻散乱，头上的珠钗碎了一地。不一会儿，何洁搀扶着叶晨踉跄而入，他精心盘起的发髻散落大半，左脸高高肿起，嘴角还挂着血丝。叶晨更惨，整张脸凹陷变形，白袍上满是喷溅的血迹。曹锟！何洁声音间立得破音，染血的指甲直指曹孽：“你儿子要杀我们母子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难道你忘了答应过我什么？”曹锟反应过来，周身爆发出恐怖的气势，整个议事堂摇摇欲坠。他右手泛着青光，向着曹孽狠狠扇去。逆子，还不束手就擒，给你何姨跪下认错！曹孽不躲不闪，眼神如万年不化的寒冰，掠过上一世的一幕幕。孽儿，你忍忍，你弟弟天赋差了些，就是这个男人亲手剥离了他的仙道王体，废除他的少家主之位，让他度过人不为人的10几年时光。这样的亲爹，不要也罢。逆子！父亲，今天儿子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逆子。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自曹孽体内爆发，瞬间将曹锟震退数十步。曹锟身形踉跄，体内气血翻涌，险些摔倒在地。只见曹孽身后浮现出一个直径10丈的漆黑漩涡，转眼便扩张至1000丈大小，盘踞在曹家上空。天地灵气疯狂倒卷，形成肉眼可见的灵力洪流，源源不断地被黑洞吞噬，最终没入曹孽体内。这是归墟异象。曹锟勉强稳住身形，望着眼前这毁天灭地般的场景，瞳孔剧烈收缩，他声音颤抖的喃喃低语：“大夏先朝归墟境强者，不过双10之数，你怎么可能？这个逆子居然要挤入大夏之强者之列！”曹锟目眦欲裂地望着眼前景象，声音中混杂着震惊与不甘。刹那间，曹孽周身爆发出的滔天气势席卷而出，瞬间冲破大夏仙城的禁制结界。那恐怖的威压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千万里疆域，整个大夏仙朝在这一刻为之震颤。大夏子民同时抬头，面露惊惶地望向仙城方向。城中修士纷纷从入定中惊醒。大夏御书房内，大夏皇帝批阅奏折的笔尖突然一顿，龙目抬头，凌厉的目光穿透殿宇，直刺天穹之上那道吞噬天地的黑色漩涡。这是曹家的方向。他猛然起身，玄色龙袍无风自动，一步踏出，已然来到殿外的御阶上，威严的面容惊疑不定。这气息是曹爱卿，不对，记忆涌来。10年前那场震动3大仙朝的天骄之战浮现在眼前，少年独占3大仙朝的天骄，力挽狂澜，让他大夏赢下5座超级灵金矿。是曹孽。大夏皇帝豁然转身，眸底有金光闪过。来人，你指。大夏北方。
北王夏浩的府邸，他正在府邸内闭关修炼。感受到大夏仙城传来的那股恐怖气息时，他那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，射出2道冰冷刺骨的寒光。又是一位归虚境强者，可惜本王即将突破归虚9层，区区归虚1层不值一提。不过若是能让母后说服他加入我北王府，也未尝不可。来人，传令，凌霄仙朝、天眼仙朝、大夏仙朝3分苍茫道域，所有宗门家族势力都臣服在3大仙朝之下。凌霄仙朝皇帝遥望远方传来的气息，面色如霜，凝重无比。该死的大夏居然又冒出一位归虚境强者，这气息难道是当初那位天才？不可能，就算他再怎么天赋异禀，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归虚。来人，速速派遣探子，一定要查出突破归虚的是谁。天眼仙朝，天眼皇帝同样一脸凝重地望向大夏方向，他伫立在御书房外，沉默不语。那愈发沉重的面色充分昭示着他内心的极度不安。速速安排让探子查清是谁在突破归虚，另外暗中传讯凌霄皇帝，就说上次的事可以商量。随着曹孽突破的气息扩散开来，整个苍茫道域暗潮涌动，无数势力的探子涌向了大夏仙城。此时的曹家议事堂内，望着双眼紧闭的曹孽，曹坤显得茫然无措。何洁和叶晨2人瞠目结舌，内心充满惶恐。在这股恐怖的气息面前，他们好似风中残烛，摇摇欲坠。坤哥，曹孽他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何洁和叶晨战战兢兢地望着这一切。曹坤喉咙艰难地滚动了一下，解释道：他正在参悟归虚真意，一旦参悟成功，他就能释放归虚领域，撕裂空间，成为归虚境强者。闻得此言，何洁和叶晨的心中闪过一丝后悔，转瞬之间，一个恶毒的念头在2人心中疯狂生长。坤哥，你若是还想娶我，必须立刻阻止曹孽继续突破。何洁的声音中夹杂着真切的恐惧。归虚境强者在3000道域之中已经是一方霸主，这……曹坤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迟疑。他曹家在苍茫道域屹立10万年之久，从未诞生过一位归虚境强者。一旦曹孽成功突破，他曹家在整个大夏的地位必将如日中天。若是不阻止，他就无法迎娶何洁。义父，我娘可是心心念念要嫁给你，你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放弃这个机会？叶晨心急如焚，连忙蛊惑道：要不是他们修为不够，无法靠近曹孽，他们一定会亲自动手。曹坤的双拳紧紧握起，眼眸中闪过一抹痛苦的挣扎，最终对何洁的深情战胜了一切。曹坤毫不犹豫地向曹孽杀去。就在他要攻到曹孽时，9道人影自堂外闪来，刹那间他们就出现在曹孽身前，联手替曹孽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。曹坤望着突然出现的9人，冷喝一声：大长老、2长老，你们意欲何为？还不速速让开！曹家大长老身形肥胖，一双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。家主，我们还要问你呢，你为何要破坏少家主突破？2长老身形瘦削，他望向曹坤的眼神冰冷刺骨。家主，我曹家自先祖立足以来，从未出现过一位归虚境强者，你如此行事，与毁掉我曹家有何区别？我看这家主之位，你根本不配。其余长老纷纷附和。曹坤，你还是趁早退位吧，如此还能保住些许体面。哼，这18年来，我们对你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。为了这个女人，你竟然帮她养儿子，还让她的儿子成为曹家少家主。曹坤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若是被先祖知道，怕是会气得活过来。曹坤，若是你觉得自己还是曹家人，现在就该杀了他们母子2人。听着几位长老的声声斥责，何洁和叶晨慌了。何洁急忙上前拉住曹坤的手，故作柔弱可怜，苦苦哀求起来：坤哥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言乱语，你快去阻止曹孽，只要成功，我今晚就嫁给你。曹坤闻言喜不自禁，赶忙问道：小杰，这话是真的？你没有骗我？何洁郑重点头，绝无虚言，只要你阻止曹孽突破，最好能废掉他，那我就是你的人。曹坤已经被何洁的这几句话迷得神魂颠倒，他满脑子都是废掉曹孽，与何洁共度春宵的画面。这一幕他可是想了足足有数百年，加上最近的10几年，何洁近在咫尺，他的渴望愈发强烈，于是他凶狠地望向了几位长老。大长老，你们最高不过破望境8层修为，本家主劝你们不要自讨苦吃，快快让开，否则伤了你们，休怪本家主无情。大长老等人眼中满是愤恨，曹家怎么会出这么一个舔狗家主？曹坤，你不要忘记上代家主的遗言，若是你执意要动手，那就从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曹坤，曹孽可是你的亲儿子。面对几人的质问，曹坤满脸煞气：滚开，
就算是亲儿子，敢阻拦我迎娶小杰，也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言罢，曹锟周身的灵气汹涌澎湃，他抬起双掌，向着大长老等人杀去。大长老转头对身边的几人吩咐道：“老九，你留下来为少家主护法，其余人随我一同上。”话音未落，大长老已经冲了出去，其余长老连忙跟上。奈何一层修为一层天，难以跨越。再加上曹锟当年本就是同境界无敌的存在，大长老等人都不是一合之敌，最终被曹锟击飞在地，口吐鲜血不止。哈哈哈哈！聂儿，为了为父的幸福，你还是不要突破的好。曹锟闪身来到曹聂前方，正准备一掌拍下，谁想九长老出现在曹聂身前。曹锟面色如霜，缠绕在手掌的灵力疯狂涌动。老东西，你自己找死，本家主如你所愿。九长老双手急速掐动，一个坚固的防御屏障瞬间成型。有我在，曹锟你休想破坏少家主突破。曹锟已然陷入癫狂，谁若敢阻挠他迎娶和解，唯有死路一条。那就让本家主瞧瞧，你究竟能挡下本家主几掌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九长老被一掌击飞，浑身浴血，倒地不起。曹锟嘴角泛起一抹不屑的冷笑，冷哼一声：“胆敢违背本家主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”言罢，他继续向着曹聂冲去。大长老等人目睹此景，脸色暗淡了下去。曹家属于一流势力，若是能诞生一位归虚境强者，就会晋升为超级势力。运朝有气运，家族和宗门自然也有气运一说。如今看来，还是他曹家的气运不够。就在这掌要落下时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曹聂身上爆发出来，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无形屏障，将曹锟的一掌死死挡在外面。曹锟心中大惊，万万没想到曹聂在突破的生死关头，居然还能布下防御。叶晨见此，急得跳脚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义父，加把劲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何解也在一旁催促：“锟哥，你要是爱我，就必须打断曹聂突破，最好能杀了他。”曹锟深吸一口气，运转全身灵力，再次攻向那道屏障。就在他的攻击要触碰到屏障时，曹聂缓缓睁开了双眼，一丝冰冷的杀意闪过，无形的气浪以曹聂为中心，向着四周扩散出去，瞬间覆盖了整个曹府。曹聂轻轻一挥手，恐怖的力量将曹锟震飞出去。曹锟吐出一口鲜血，脸色变得无比苍白，身上的气息降低了一大截，显然受伤不轻。他抬头望向曹聂时，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。突破了，这就是归虚领域，本家主居然没有一丝反抗之力。何洁和叶晨面如死灰，曹聂突破，他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。大长老等人的脸上洋溢着惊喜的笑容。突破了，突破了，哈哈哈！我曹家以后就是超级势力了。大长老兴奋的手舞足蹈，那一身肥肉也跟着抖动起来。其余长老也差不多，归虚境强者可是拥有8万年寿命，足够让他曹家发展壮大，甚至有机会摆脱大夏仙朝的掌控。曹聂目光如炬，扫视全场，看到一旁倒地不起、昏死过去的九长老，他抬手一挥，一颗疗伤丹药飞出，没入了九长老口中。接着，曹聂打出一道灵力注入九长老体内，为他炼化药力。不一会儿，九长老悠悠转醒。多谢少家主。九长老咳嗽了一声，想要行礼，却被曹聂抬手制止了。曹聂的目光扫过大长老等人，道：“多谢各位为我护法。”领悟归虚真意之前，曹聂就已经做好万全准备。以曹锟的实力，绝对无法破坏他的突破。大长老等人为他护法的事情，他自然知道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几位能为他做到反抗曹锟的地步。与曹锟相比，高下立判，大长老他们才是真正为曹家着想。至于曹锟，用舔狗来形容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，或许舔地一词更为贴切。曹聂扫视全场，霸气的声音传出：“我为家主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”大长老等人相视一眼，同时举手：“我赞成，我也赞成。”9位长老全都赞成。至于曹锟，他面含愤怒的大声道：“我不赞成，我是曹家家主，只有我才有资格任命下一任家主。恭喜宿主强行上位，成为曹家家主。反派组长选择系统功能模块加在中。宿主曹聂，身份曹家家主，修为归虚境一层，体质禁忌神魔体，体质附带血脉，神魔血脉，拥有封魔和狂神2种状态。封魔状态，宿主及子嗣短时间进入封魔状态，战力呈现几何倍增长，无惧疼痛，无惧生死，过后1年内不能进入封魔状态。狂神状态，宿主及子嗣能滴血重生，瞬间恢复到满血状态，仅限于拥有宿主90%血脉的子嗣，90%血脉以下的子嗣能从濒死状态恢复至巅峰状态，
过后1年内不能进入狂神状态。注意，两者在1天内同时开启，事后将会陷入100年以上的沉睡期。天赋：禁忌、下等、中等、上等、王级、皇级、帝级、仙级、圣级、神级、禁忌。模块功能：真实之眼，发展家族。真实之眼能够看穿任何族人的天赋、修为、体质等等，能够看穿不超过自己3个大境界的修士。气运之子等级：气运之子、天命之子、混沌之子、鸿蒙之子。发展家族，提高家族势力等级，可获得丰厚的奖励。家族等级划分：不入流、3流、2流、1流、超级、霸主、不朽。恭喜宿主将曹家从1流势力发展到超级势力，奖励家族功法。范圣真魔功上卷，只能拥有曹家血脉的人修炼。曹孽内心震动，这系统似乎有一点厉害。从了解中得知，他所生的第1位子嗣拥有自己90%的神魔血脉，若是施展神魔血脉附带的封魔效果，战力将会暴涨。至于一个妻妾所生的第2个子嗣，神魔血脉只能继承80%，以此降低。同时，90%神魔血脉的子嗣娶妻生子，诞下的子嗣血脉也会降低。想要实现血脉等级的跨越，比成仙还要困难。就算血脉能够提升，最多只能拥有他90%的血脉天赋。范圣真魔功分为上中下3卷，现在得到的是上卷，足够族人修炼到红尘仙境界。功法5技从低到高依次为黄、玄、地、天、荒、红、咒、雨，细分为上下2品。荒阶下品已经是3000道域最顶级的功法。范圣真魔功上卷可以修炼到红尘仙境界，也就相当于荒阶上品功法，比荒阶下品高上1个等级。大堂之中，曹坤那不甘的咆哮响彻不断，见无人理会他的声音也就慢慢降了下来。曹孽收回思绪，望向了何洁母子。选择1、2已经完成，选择3就差击杀叶晨，继承何洁了。家主、少家主、各位长老，大事不好了！沈家主带着沈云月来退婚了。曹管家从议事堂外跑来，刚进入堂内，他就发现氛围有些不对。大长老站出来道：曹辉，以后曹家没有少家主，只有曹孽这一位家主。曹辉面露疑惑，家主不是曹坤吗？再说了，刚才家主那突破的动静闹得整个大夏仙朝沸沸扬扬，现在怎么是曹孽成为家主了？难道……曹辉仔细观察现场的每一位人，立马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：那突破归虚的不会是少家主曹孽吧？少家主这些年经常闭关，都对少家主的气息感到模糊了，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自己想的这样。有了这个想法后，曹辉连忙对曹孽行了一礼：家主，您的未婚妻来退你的婚了。身为曹家人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曹坤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的混蛋。魏博红颜一笑，花费巨资为何洁这个女人建造了一座极度豪华的庭院，甚至比大夏仙宫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加上曹坤这18年实在寒了他们的心，也就没有太过于在意。毕竟谁当家主都行，就是不能让曹坤这个舔狗当。这一点，整个曹家有99%的人是这样想的。奈何实力不够，不敢站出来表明罢了。退婚，曹孽想到了上一世，沈云月来退婚，一切都和叶晨有关。这家伙不仅夺走了他的少家主之位和仙道王体，还和沈云月串通好，要在今日把婚给退了，以此来羞辱他。在过后的10几年里，两人也没少来侮辱他。整个曹家也只有几人在那10几年里来看过他，还都是偷偷摸摸来的。第一，曹坤不允许；第二，叶晨融合仙道王体后，在曹家越发放肆，加上有曹坤撑腰，整个曹家无人敢违背他的意志。9大长老有心反抗，奈何修为不足，最后同样没有一个好下场，被曹坤废除了修为。由此杀鸡儆猴，整个曹家再也不敢违背叶晨的意志，这也是他掌控曹家的开始。臭女人，本家主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你敢为了叶晨来退本家主的婚约，那就别怪本家主狠心了。让他们进来。曹孽对曹辉吩咐道：走到主位坐下。至于曹坤3人，被他暂时晾在了一旁，待会儿再收拾他们。9大长老纷纷落座。曹坤双拳紧握，面露不甘。他就追求爱情，有什么错？这些老家伙居然一个都不站在他这边，还有这个儿子居然敢夺走自己的家主之位，简直不可饶恕。何洁和叶晨现在是话都不敢说，生怕引起曹孽的注意。是，家主。曹辉退了下去。很快，一声爽朗的大笑自堂外传来。曹老哥，多年不见，恭喜恭喜啊！沈家主没想到来退个婚，居然能赶上曹坤突破，这次必须抱住大腿，以后他沈家在整个大夏仙朝也算有名有姓的大家族了。敢来退曹孽的婚，除了自己女儿和叶晨两情相悦外，
更重要的原因是曹锟也赞同这事，不然他可万万不敢来退这婚的。沈家主刚带着沈云月进入大堂，这一抬头看去，立马发现了不对劲。这主位怎么是别人？还有曹锟怎么站在一旁？这年轻人是谁？婚约是曹聂的爷爷和沈家主的父亲定下的。定下婚约后，曹聂的爷爷不久就撒手人寰了。对于曹聂，沈家主只在其小时候见过，所以对于曹聂不是太熟悉。一旁的沈云月也是在曹聂娘亲没死前见过几次。这些年由于曹聂常年闭关，也不是太熟悉，一时间也想不起来。曹聂望着二人，眼眸微眯。沈家主一袭蓝袍装扮，身形略微壮硕。沈云月一袭白衣，身材高挑，长发飘逸，皮肤白净，五官精致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清新淡雅的气质。一双笔直修长的雪腿自行走间展露出来。检测到气运之女，综合评分91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接受和平退婚，还送出100万灵金作为补偿，奖励傻逼称号1枚，以后呼吸都会呛死。选择2，不接受退婚，输出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末期少年穷，等30年后去灭掉沈家所有人，奖励狗刀秘术。选择3，降服，奖励5等级功法。神魔镇世经系统，我选3，恭喜宿主获得5等级功法。神魔镇世经。曹聂顿感无数黑金色符文冲入了自己的大脑，整整12亿9600万个字符，差点没把他的元神给撑爆。好在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，只感觉一股刺痛从元神上传来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概看了一遍，是专门配合竞技神魔体的修炼功法，修为越高，替换功法的难度就越难。自己拥有竞技神魔体，加上这功法本就和自己的体质相辅相成，想要改换功法不是很难。大堂下方，沈家主和沈云月扫视全场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他们修为弱小，沈家主也才通幽境修为，很难看穿这一切。加上曹聂已经收敛气息，沈家主更加不会想到，刚才突破归虚的是他曹聂。一旁的沈云月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对一旁的沈家主传音道：“爹，主位这个好像就是那个常年闭关的曹聂。”沈家主一惊，传音问：“你确定？”沈云月不着痕迹的颔首：“应该不会错，虽然相貌有些许变化，不过我还是能够确定他就是曹聂。”沈家主皱眉道：“云月，你聪慧伶俐，能看出现在是怎么回事吗？曹家主怎么站在一旁？还有你的小情郎怎么都站在一边？”沈云月摇着头：“我也看不出来，不过这曹聂气息全无，应该已经被剥离了仙道王体。他坐在主位上，估计是少家主之位被废，很是不服，想要坐在这个位置上感受一下家主的威风。曹伯父应该是感觉对他有愧，才让他坐坐。”听到这个很勉强的解释，沈家主将信将疑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或许就是这样，毕竟是亲儿子，闹点脾气很正常。想通一切后，沈家主再次对曹锟抱拳一礼：“曹老哥，恭喜恭喜！”曹锟阴沉个脸，这个沈家主在恭喜什么？恭喜老子家主之位被这个逆子夺去，还是恭喜没能如愿的娶到何姐？沈云月也跟着欠身一礼。云月见过伯父，见过伯母，他这就很聪明。这不，听到这话，曹锟阴沉的脸立马转喜，对身边的何洁示意了一下。何洁的面色更加难看。谁是伯母？老娘还没嫁给曹锟呢。再说了，现在还不知道曹聂会怎么对他们母子二人呢，能开心的起来。至于曹锟的安危，何洁可不担心。曹聂这个逆子还能是父不成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整个大夏仙朝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毕竟这和魔修有何区别？大夏皇帝可是最恨魔修的。见何洁不理两人，曹锟只得回以微笑。家丑不能外扬，他还是知道的。就算家主之位被夺，这也只能自己人知道，况且他也是要面子的，毕竟他还有一个身份，大夏仙朝右丞相。没了家主之位又如何？依仗大夏仙朝右丞相的身份，以及这些年对大夏仙朝的功绩，他一定能求得陛下为自己做主，到时候狠狠教训这个逆子。如此，曹锟想开了，想夺走我的家主之位，没门。这位就是贤侄吧？实不相瞒，我这次带着小女来是准备退婚的。沈家主没觉得曹锟表现得很奇怪，只以为曹锟现在很惭愧，也就没有说话。加上这事是曹锟应允的，他也就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道明来意。沈云月更加直接，特别是在追求爱情面前。曹聂，我们之间虽然有婚约，可你常年闭关，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我们还是解除婚约吧。话音落下，沈云月望向了叶晨，脸上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。退婚，因为叶晨。曹聂似笑非笑地望着叶晨，被这样盯着，叶晨只感觉如芒在背。沈云月收回目光，直截了当道：
我喜欢叶晨，还望你不要不识好歹，最好成全我们。对于曹家的情况，他沈云月也知道一些。曹坤是何洁的舔狗，为此曹坤对叶晨很包容，连自己亲儿子的少家主之位和仙道王体都要给这个义子，可想而知曹坤对叶晨有多么的宠爱，他也就没把曹孽放在心上。退婚吗？还是直说为好？曹孽对一旁的大长老道：大长老，你应该知道我和沈云月的婚书在哪里吧？大长老起身抱拳：家主，在老爷子的房间内，我现在就去取。话落，大长老离开了议事堂。曹孽的爷爷死后，他的房间一直保存着，还有人专门打理。不得不说，曹坤还是很孝顺的，只可惜对他这位儿子是真的下死手掌。沈家主和沈云月皱眉，这曹坤是不是对曹孽太愧疚了，居然让大长老叫对方家主？很快，大长老去而复返，手里还拿着一纸婚书。家主，这是您的婚书。大长老恭敬递上。这个世界实力为尊，他们虽然是曹孽爷爷辈的，可该有的尊重还是必须有。曹孽伸手接过，望向沈云月：退婚正好，本家主也有这个想法。曹孽直接捏碎了婚书，婚书化作碎片落地。沈云月没想到退婚如此容易，这曹孽就如此大度。沈云月刚这样想，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，沈家主和沈云月猝不及防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两人同时抬头望向曹孽，眼中的难以置信都快溢了出来。你没有被废？沈家主惊恐道。这一刻他才发现事情或许并没有自己想的这么简单。沈云月是丹阳境9层修为，他只能感觉这股威压很强，至于有多强却无从得知。在他看来，曹孽还是如同传言一样才破望境3层修为。退婚这事是经过曹坤同意的，如此有这位归虚境强者在，他也不怕了曹孽。我和叶晨两情相悦，况且这事也是你父亲同意的，你就不怕你父亲怪罪于你？曹孽冷冷地望向了曹坤，为了娶到何洁，对方还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曹孽抬手，2道灵力射出，变换成大手，捏住了叶晨和沈家主的脖子。两情相悦，本家主倒想看看你对叶晨到底有多喜欢。两人被灵力大手捏到了大堂中央，整个人悬浮在半空，一张脸被捏得发白发紫。曹孽，你快放了我儿子！何洁向着曹孽冲来，曹孽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去，啪的一声，何洁直接倒飞出去，撞到了远处的柱子上，喷出几口鲜血来。他娘能死，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女人。小杰！曹坤惊呼一声，面含愤怒地冲向曹孽。逆子，那可是你何姨，老子都舍不得打。我娘的死就是因为她，你个舔狗还帮助她说话，真是无药可救。曹孽起身，手中附上灵力，毫不手软地扇在了曹坤脸上。曹坤的身子向后倒去，撞断了几件桌子。这一巴掌是为我娘打的，她死的前一天多么希望再见你一面，你却为了这个贱妇到下葬前都没有来，该打。曹坤刚起身，听到这话，再对上曹孽这冰冷的眼神，一时间自觉有愧，站在原地无法反驳。何洁见到这一幕，被吓得不敢再说话。沈云月站在一旁，绝美的面庞直接凝固住。儿子打老子，这还是头一次见。还有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伯父好像没有反抗之力。心思急转间，他立马想到一个不可能的事实：难道那突破归虚的不是曹坤，是这曹孽？这怎么可能？20几岁的归虚，整个苍茫道域都没有出现过吧？沈云月心里忽然升起一丝后悔。曹孽收回目光，望向了沈云月，他冷笑一声：沈云月，你不是很爱叶晨吗？既然如此，极限2选1，选择叶晨活，我灭你全家；选择你爹活，我就杀了叶晨。叶晨的余光扫向沈云月，口齿不清道：云月，不要选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不要中了他的计。云月，救我！你难道要让沈家消失？沈家主憋着一口气，时断时续地说出这话。沈云月现在十分为难，这一切已经超出他的预料。我数完1、2、3，你要是还不做出选择，这2人，包括你沈家，都从大夏先朝内消失。曹孽不耐烦道。沈云月的面色很难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按照剧情，曹孽现在应该已经被废，他来退婚不过是走个过场，完全不需要曹孽同意。2，曹孽的声音让沈云月一颤，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实力不足。他的底气是曹坤，曹坤没有突破归虚，面对曹孽这位真正的归虚强者，他很无助。云月，相信我，千万不要做出选择。叶晨再一次道。恰巧这时曹孽开口了。3，我选叶晨活。沈云月闭上双眼，悲痛道。曹孽抬手射出一道光芒，洞穿了沈家主的眉心。
连同元神一起覆灭。几滴鲜血飙在了沈云月脸上，把他吓得浑身一颤。沈家主死不瞑目，他的尸体从空中落下，一双眼睛瞪得老大，朝着沈云月的方向。叶晨被放了下来，连连咳嗽了几下。他脸上不仅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，甚至还有一丝悲伤。沈云月睁开双眼，被自己爹那死不瞑目的眼神给吓了一跳。爹！沈云月痛苦地扑到沈家主身上，悲伤地哭泣起来。曹聂扫向左边一位长老，道：二长老，劳烦你跑一趟沈家。是，家主。二长老起身，施了一礼后向着堂外走去。沈云月从悲痛中回神，沈家还有他的大哥大嫂，还有娘亲，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他挡在了二长老前方。不行，我爹已经死了，你们不能再对我沈家下手。二长老冷冷地扫了沈云月一眼，身形一闪，直接消失不见。沈云月见此，直接跪下走到曹聂身前。曹聂，看在我是你未婚妻的份上，饶过我沈家好不好？他磕头如捣蒜，对曹聂磕了好几个。曹聂一把捏住沈云月的脖子，望着这张冷艳的面容，冷笑道：未婚妻？什么未婚妻？我们的婚约不是已经解除了吗？沈云月闻言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曹聂的大手猛然用力，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曹聂另一只手灵力涌动，把何洁吸了过来，直接捏住了他的脖子。该你们了！曹坤见此，怒喝一声：逆子，还不放开你何爷！曹聂冷哼一声，归墟领域释放，恐怖的威压全部释放在曹坤身上。曹坤的动作变得十分缓慢，和没动相差不大。可恶，逆子，你快放开我！曹聂不予理会，望向了叶晨。叶晨惊恐万分，他好似预料到了什么。果然，曹聂接下来的话让他崩溃的退后几步。二弟，人家沈云月可是为了你舍弃了整个沈家，你是否也能为了他让你娘去死呢？来吧，我亲爱的二弟，极限2选1，选你娘，沈云月死；选沈云月，你娘死。叶晨面色苍白，面露痛苦，他体会到了沈云月是什么心情。本家主喊完3、2、1，没有回答，两人都得死。3，曹聂继续道。沈云月心里毫不担心，自己为了叶晨可是舍去了自己亲爹，甚至整个沈家。叶晨也一定能为了自己舍掉自己的亲娘。爱情，你曹聂永远不会懂。何洁慌了，以他对自己这个儿子的了解，他和沈云月活下去的概率各自占据一半。晨儿，杨还要带着你去找你亲爹，你不是一直想着这事吗？何洁紧张地等待起来。叶晨眼中闪过一抹心动，关于自己亲爹这事，只有何洁一个人知道。2，曹聂的话如同催命符，让叶晨不知所措。1，曹聂的话音刚落，叶晨的声音就响起：我选沈云月。何洁满脸的难以置信，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问题了。为了叶晨，她可是甘愿嫁给曹坤。这些年，她为了叶晨付出了多少，叶晨知道的清清楚楚，到头来居然选择了沈云月。何洁的内心无比复杂，恨叶晨没有，哪有亲娘恨自己儿子的？她只恨自己实力不足，恨叶晨的爹为何会让他解毒，解毒后还抛弃了他们母子。沈云月眼中闪过欣喜，可接着就听见叶晨那痛苦的咆哮：死！我选沈云月死！沈云月眼里的笑意瞬间消失，听着叶晨悲痛的叫声，整个人好似失去灵魂一样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，眼里的光迅速暗淡了下去。何洁愣了一下，心中却是一松，果然他还是没有看错自己的儿子。云月，对不起。叶晨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起来。沈云月失去光芒的眼睛轻眨了一下，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。爱情原来是如此的可笑。叶晨身边撕裂开一道空间裂缝，一名灰袍中年从中走出，他手里拿着一个血影罗盘，望着上面的指针指向叶晨，抬手间射来叶晨嘴角的鲜血滴在圆盘上，随即圆盘上出现血脉交融的景象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灰袍中年激动地喊道，当即对着叶晨跪了下去。老奴拜见少主。叶晨被这一幕给吓傻了，撕裂虚空，这是归虚境强者的手段，他居然叫自己少主，会不会太魔幻了？叶晨定了定神，他起身指着自己，不确定地问：您是在叫我？灰袍中年颔首，不错，当年主人身中银毒，幸好遇见了二夫人，两人发生了关系。在离开前，主人已经知道二夫人怀孕，面对仇人的追杀，他不得不离开二夫人，等过段时间回去寻找你们的时候，已经找不到了。为此，主人特意用自己的精血制作了血影罗盘，只为指引我找到你们。血影罗盘只有相隔100万里才能做出提示，刚才血影罗盘有了动静，这才找来。万幸的是，少主你还活着，主人要是知道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
叶晨内心震动，随即涌现出一股强烈的惊喜，他有救了。不过在报仇前，得确认一下自己亲爹的能量有多大。前辈您先起来，您可以和我说说我爹的事情吗？叶晨把灰袍中年扶起，余光瞥了一眼曹聂，眼里闪过一抹得意。灰袍中年起身后，这才道：少主，你爹叫叶璇，是青天道域的域主，也是万雷宗宗主，问道近3层修为，手下能人无数。叶晨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，他的整颗眼珠子都在发光。自己的亲爹居然是如此逆天的大人物，一域之主。他望向被曹聂捏住脖子的何洁，欣喜道：娘，你听见了吗？爹是问道近3层的强者。何洁满脸欣喜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：听到了，娘听到了。何洁得意地望向曹聂，好似在向曹聂炫耀。灰袍中年看到何洁的侧脸，拿出一张画像，仔仔细细地比对起来。是二夫人，真的是二夫人。灰袍中年欣喜道，冰冷的目光射向了曹聂。你身上的气息和刚才突破的气息一样，想来就是你突破的归虚。我命令你立马放了二夫人，并且跪下认错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自废双手双脚。小子，自己动手吧。如若让我动手，可不是废了你这么简单。叶晨擦了擦嘴角的鲜血，意气风发道：曹聂，我操你祖宗，你还不放了我娘？老子可告诉你，我爹是狱主，你敢动我娘试试？还有，把云月也放了，否则我就杀得曹家片甲不留。有灰袍中年这位归虚境强者撑腰，叶晨立马熊了起来。曹聂才突破归虚，绝对不是灰袍中年的对手。叶晨笑得很开心，心情十分舒畅。原来这就是有背景的感觉。何洁望着云淡风轻的曹聂，嘲讽道：曹聂，没想到吧？叶晨的爹是问道境强者，你要是敢动我们母子二人，你曹家都要为此陪葬。曹聂松开了两人，起身背负双手。大长老开启隔绝大阵。见曹聂如此自信，大长老和另外8位长老对视一眼，同时拿出一枚令牌施展起来。很快，曹家就被隔绝起来。外面看曹府还是风平浪静，其实里面已经发生了变化。见曹聂如此模样，灰袍中年冷笑一声：小子，你是不愿意了。曹聂身形一闪，瞬间出现在灰袍中年前方，抬起一巴掌直接扇在对方脸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灰袍中年捂住被扇的脸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他也是归虚境一层，已经突破有数十年，居然没有看清曹聂的动作。小子，你找！啪的一声，灰袍中年另一边又被打了。小子，我要你去死！灰袍中年抬起一拳，周遭空间晃动。为了不波及叶晨等人，他把自己的能量控制在身体四周。本以为自己这拳会将曹聂击伤，谁想拳头碰到曹聂时，直接穿了过去，连一丝鲜血都没有。残影，怎么可能？灰袍中年惊呼道：谁说不可能？耳边传来曹聂那恶魔的低语。灰袍中年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轰去，触及到的还是残影。这就是你的实力！啪的一声，灰袍中年又被呼了一巴掌。曹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灰袍中年状若疯狂，向着身边的影子轰去。他每一次都要慢一步，每打出一拳就要被曹聂呼一耳光，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。四周的人直接看呆了两人同为归虚境一层，为何差距会如此大？特别是叶晨，在他眼里，曹聂忽闪忽现，琢磨不定。灰袍中年就像是一个猴子被曹聂戏耍。忽然，灰袍中年停止了挥动手臂，他难以置信地望向眼前已经停止躲避的曹聂。只见曹聂一手附在身后，一手插进了他的胸膛，捏住了他的心脏和元神。曹聂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：下辈子给人当狗，记住别太猖狂。你敢杀我？你不怕我主人来找你报仇？灰袍中年不甘道。本以为这一趟会很顺利，就算打不赢也会看在他主人的面上，谁想遇见曹聂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。我这个人信奉有仇当场就报，至于以后你也看不见了。曹聂五指骤然收拢，灰袍中年的胸腔传来沉闷的爆裂声，元神和心脏同时炸开的瞬间，他眼中还凝固着难以置信的惊恐。啪嗒，鲜血顺着曹聂骨节分明的手指滴落，在地砖上绽开妖艳的血花。他慢条斯理地抽出染红的手臂，从袖中取出一方血蚕丝帕。二弟，曹聂擦拭着指尖，丝绸拂过指甲时带起细碎的血珠。不如请你父亲过来坐坐。他忽然抬眸，嘴角勾起残忍的弧度。本家主很想看看他能不能从我手里把你救走。叶晨喉结滚动，后背的冷汗早已经浸透衣袍。何洁的指尖深深掐进掌心，刚才的骄纵神色早已经不复存在。曹聂捏着何洁和沈云月向着议事堂外走去。大长老，
把叶晨带上。大长老立马抓起叶晨，跟随曹聂离开了议事堂。身后的曹锟不明所以，怒吼道：“逆子，你要带你何姨去哪里？”他嘶吼着冲破威压，双目充血扑向曹聂。曹聂头也不回，反身一脚，轰！曹锟重重砸在家主座上，檀木宝座应声碎裂。他蜷缩在废墟中，鲜血不断从嘴角涌出，将胸前的衣袍浸透。我怎么不见你这么护着我娘？曹聂冷着脸转身离去。对于曹锟是痛恨到了极点。听雨轩，曹聂所在的居所。走进院子，曹聂捏着二女向着自己的寝居走去，同时对身后的大长老吩咐道：“大长老，你就在院子内看着叶晨，不能让他离开这里。”大长老把叶晨扔到了一旁，回道：“是，家主。”叶晨躺在地上，望着曹聂走向自己的寝居，脸色一变，一股强烈的不安袭来。曹聂，你究竟想要干嘛？曹聂随手布下结界，转身玩味地勾起嘴角。我想干嘛？你是真的不知道？叶晨大怒。曹聂，你不得好死！就在这时，曹锟阴魂不散地跟了过来。逆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说你开条件，只要能放过你何姨，我都答应你。这可是他守了半辈子的人，怎能容忍他人染指？曹聂沉思瞬间，抬手指向了叶晨，想要我放过何洁，你就杀了他。叶晨的内心咯噔了一下，心里涌来一股强烈的不安。他看向曹锟，果然，曹锟正一脸凶光地盯着自己。义父，你不能听他的，我娘是最爱我的，我死了，她不会原谅你的。叶晨害怕了，缓缓向后退去。身为何洁的亲儿子，他比曹聂更加清楚曹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为了他娘，这个疯子什么都能做出来。曹锟目光阴沉地盯着叶晨，眼中的凶光越发汹涌。晨儿，你难道不想要你娘活下去？叶晨的喉咙滚动了一下，额头冒出丝丝冷汗。娘，你快说说义父。叶晨只得向何洁求助。何洁断断续续道：“曹锟，你要是敢杀了我儿，我和你没完。”曹锟望着何洁和叶晨，眼里闪过纠结。曹聂玩味地看着这一切。曹锟心一狠，拿出自己的6品灵刀，一步一步向着叶晨逼近。晨儿，对不起，义父必须在你们之间选择一个。见曹锟如此，何洁嘶吼道：“曹锟，你敢！你要是杀了晨儿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原谅你。小杰，我曹锟只要你活着。”曹锟眼中闪过一抹凶光，刹那间，一抹冰冷的刀芒划过。叶晨只感觉一股寒气直冲天灵盖，他转身就逃。下一刻，刀尖直接从他的心口穿出。叶晨的脚步猛然一顿，一丝鲜血从嘴角溢出，他满脸难以置信地低头看去，那柄刀无情地贯穿了他的心脏。曹锟眼中没有一丝悔意。晨儿，为了你娘活下去，所以你必须死。曹锟手上用力抽出了大刀，叶晨喷出一大口鲜血，倒在了血泊当中。他不甘地望向天空，突然疯笑起来。果然，我就知道，你能为了我娘剥离自己亲儿子的体质，也能为了我娘亲手杀了我。这话一落，叶晨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眼里的光芒迅速暗淡了下去，生机在这一刻悄然流逝。何洁崩溃地挣扎着。晨儿，2行清泪从他脸颊上滑落，他怨恨地盯着曹锟。曹锟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连我儿子你都敢杀？曹锟不理会何洁，而是望向曹聂道：“逆子，叶晨已死，你还不放开你何爷？父亲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”曹聂松开何洁，抬手一指点在何洁的眉心处。何洁的眼神瞬间变得恍惚，一道光幕在2人眼前浮现。曹锟望着这一幕，目眦欲裂，失声痛吼：“逆子，你居然敢强行对你何姨搜魂！他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老子不杀死你！”曹聂不予理会，光幕中出现他搜魂的一切。曹锟的目光随即被其中2道身影吸引，正是何洁和曹聂的娘亲。画面中2人有说有笑，曹聂的娘亲有事离开了一下。何洁偷偷摸摸地拿出一个小药瓶，快速把瓶中的白色药粉倒在了曹聂娘亲的茶里，白色药粉遇水瞬间消失。何洁做完这一切，曹聂的娘亲刚好回来，她毫无防备地喝下了这碗茶。何洁望着这一切，眼神变得无比冰冷。等曹聂的娘亲喝完，何洁的眼神又迅速恢复，一点也看不出歹毒的样子。如此反反复复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何洁都会来找曹聂的娘亲叙旧。曹聂娘亲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让人探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。曹聂一边搜魂，一边看着曹锟的举动，见曹锟只是微微诧异了一下，脸上没有一丝哀伤，曹聂就知道今天这个弑父的名头他是一定要背上了。同时他又为自己的娘亲感到非常不值。在他的记忆中，
自己的娘亲为了曹家尽心尽力。看到曹锟喜欢何洁，还主动让曹锟把何洁娶了。何洁不同意，反而下毒把自己娘亲毒死。光幕中显示，如此投药10几次过后，曹聂的娘亲一病不起，没过几天就去世了。那时候的曹聂才10岁，由此可想，当时的曹聂有多么的伤心。剥离体制后的日子里，身为亲爹的曹锟更是没有来看过他一眼。身为曹家家主，曹聂不相信曹锟不知道他的处境。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来阻止？这一切都已经说明，他们母子2人在曹锟心里什么都不是。曹锟的一生只有他的何洁。重生回来，曹聂要报仇。搜魂结束，光幕缓缓消失，何洁的眼神从恍惚变成了迷茫。曹聂深吸一口气，凝视着曹锟，缓声道：父亲，什么感受？这就是你心爱的女人，她却杀了我娘。曹锟的嘴唇颤抖着，声音沙哑而急促。他是有苦衷的。曹聂的身体不由僵住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缓缓闭上眼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在睁开时，眼底已是一片死寂的平静。这一句话彻底斩断了他们之间最后的血脉牵连。他原以为哪怕只有一瞬，曹锟会流露出一丝悔意，一丝愧疚，可是没有。自始至终，这个男人没有半分对过往的忏悔。曹聂不再犹豫，一把扣住何洁的脖颈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，捏着他大步走向屋内，背影决绝。曹锟目眦欲裂，双掌重重拍在结界上。逆子，你给老子站住！曹聂大笑着踹开房门，进入其中，房门自动关闭。曹聂，老子今天必杀你这个逆子！曹锟怒发冲冠，手中长刀迸发出刺目光芒，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势朝曹聂的居所斩落。轰！万丈刀芒撕裂长空，天地为之震颤。看似摧枯拉朽的一击，在触及结界时连一丝涟漪都没能激起。曹锟指节爆响，浑身真气逆流，双目赤红。逆子，你我不死不休！眼见曹锟还准备动手，大长老连忙挡在了屋子前方。曹锟，你还要执迷不悟不成？曹锟疯狂地冷笑一声，我执迷不悟？你看看这个逆子在干些什么？大长老头也不回道，家主就算再禽兽，可他的心在曹家身上，而你呢？自从何洁到来，这些年我曹家的发展不仅没有前进，还倒退了好几个层次。相较于家主的所作所为，你的做法更加让人看不起。这个世界本就是强者为尊，你既然喜欢何洁，大不了和家主一样，强行霸占即可。你却为了什么狗屁爱情，一直舔着何洁这个妖女？你难道看不出来，她何洁18年来都不让你碰，这不是很明显在吊着你？你身为堂堂曹家家主，大夏先朝右丞相，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。大长老好似找到宣泄的地方，把自己压抑了18年的怒火倾泻而出。要不是曹锟这个舔狗经常跟在何洁身边，他都想暗中除掉何洁。曹锟不仅没有醒悟，反而替何洁解释起来：你个老家伙懂什么？他是因为爱我才吊着我，不然他为什么不吊着你？大长老被这话气得胸腔起起伏伏，肥胖的身躯一颤一颤的。他以为曹锟还有救，谁想已经病入膏肓。你难道就没有看出来，他从头到脚都是在利用你，利用你这棵大树，好保护他们母子2人。曹锟大手一挥，怒吼道：一派胡言，本家主有什么可利用的？倒是你，身为曹家大长老，曹聂这个逆子造反，你不仅不阻止，还帮着他为非作歹。你个老家伙等着，待我禀报陛下，拿回家主之位，有你们几个老东西好受的。话落，曹锟把手中的刀插在地上，浑身灵力波涛汹涌，身上瞬间覆盖了一层璀璨夺目的蓝光。大长老被这股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震得连连后退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惊讶。半步归虚，你居然突破到了半步归虚！曹锟的身形一闪，瞬间出现在大长老身前，抬起一拳向着大长老的胸口狠狠轰去。大长老匆忙反击，奈何自身本就有伤，这一拳直接将他砸飞出去，整个人撞到了身后的防御结界上，顺着防御结界滑落，鲜血狂喷不止。曹锟再次来到大长老身前，将他的身躯高高扔起，一记鞭腿直接把大长老踹飞出去。大长老的身体撞击到院墙上，院墙瞬间被砸出一个大坑。他躺在废墟中，口中咕噜咕噜地冒出鲜血，胸前的大片衣衫已经被鲜血染成了一片猩红。大长老准备站起来阻止曹锟，在尝试几次后都无果。他身上的骨头有60%被曹锟轰碎，内脏更是已经移位，此刻已经没了再战之力。眼见没了阻碍，曹锟面向屋子，双眸中闪烁着惊天杀意，好似要将这苍穹撕裂。这次他势必要将这个逆子碎尸万段。曹锟脚下猛地一跺，整个曹家颤动起来，一道虚幻的蓝色巨影出现在曹锟身后。巨影的相貌
和曹锟毫无二致，那强大的气息让整个曹家族人为之一惊。废墟中的大长老望着这一切，眼神中充满了惊恐，他的声音颤抖着：“这居然是昆山靠！怎么可能？昆山靠除了第一代老祖学会外，自此之后从来没有人学会这招。曹锟现在是半步归虚，若是加上这昆山靠，怕是可以爆发出归虚一层的战力。”大长老的面色复杂至极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曹锟若不是舔狗，绝对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家主，连这种沉寂许久的曹家绝学都能修炼至圆满，这份天赋仅次于曹孽。这对父子若是联手，何愁我曹家不兴？只是可惜了。大长老深深的叹息一声，又是几口鲜血喷涌而出。曹锟巨势完成，双眼中闪烁着蓝光，庞大的蓝色巨影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，狠狠地撞在了防御结界上。整个曹家跟着抖三抖，本以为自己的全力一击能够将这防御结界轰得粉碎，谁想只是泛起一丝涟漪，然后归于无形。曹锟面露不甘，曹孽这个逆子到底瞒着他修炼了什么厉害的功法？撞击在防御结界上时，他能明显的感觉到这防御结界的强大厚重，远超一般归虚所能布下的防御结界。不信邪的曹锟一遍又一遍的攻击防御结界，他今天要是不杀了曹孽，他就不姓曹。眼见久破不了，曹锟眼中闪过一抹决然，一层淡淡的血雾出现在他周身，曹锟的气势暴涨了一大截。废墟中的大长老见此，惊呼一声：“曹锟，燃血秘术你都敢使用，你不想活了？”曹锟突然癫狂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活！连心中明月都护不住，留着这副残躯有何用？”他再无顾忌，疯狂轰击着结界，每一击都带着撕心裂肺的恨意。大长老望着曹锟那慢慢变白的头发以及苍老的面容，知道已经没救了。他不由为曹孽的娘感到惋惜，到头来你爱的人终究还是为了别人付出了生命，而你却从未走进过他的心中。半个时辰后，咔嚓一声，结界破碎。曹锟已经老得不成样子，头发已经全部变白，浑身只剩下一层皮包骨，血肉枯竭到了极点。他刚踏出一步，身子就瘫软了下去。他挣扎着想要站起，一次两次，每一次尝试换来的只有剧烈疼痛和深深的绝望。最终他只能拖着残躯在冰冷的地面上一点点向前爬行，身后刺目的血痕在阳光下泛着鲜红的光。曹锟眸中噙泪，喉间溢出破碎的低喃：“小杰，别怕，我来了。”屋内，曹孽神情冷漠，他迈步向外走去，连一丝怜悯都没有给两人留下。“曹孽，我要杀了你！”一道歇斯底里的尖笑骤然响起。何洁不知何时拿出一柄匕首向他刺来，寒光一闪，刀刃狠狠刺入曹孽的后背，穿透衣袍，就在南前进半分。就这点力气，曹孽转过身来，冰冷地盯着何洁。何洁死死攥着匕首，再次挥动匕首连刺几下，依旧连曹孽的肉身都没有破何矣。曹孽低笑一声，声音十分温柔：“杀人不是这样杀的。”他抬手，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扣，匕首落入手中，寒光一闪，刀刃轻易地划过何洁的咽喉。他的瞳孔紧缩，双手本能地捂住脖子，滚烫的鲜血从指缝间喷涌而出，顺着他的手滴落在地，展开出一朵朵猩红的花。他张了张嘴，怨恨地盯着曹孽，最终他双腿一软，整个人向后栽去。一旁的沈云月逐渐回神，望着倒下去的何洁，浑身一颤，眼里透露出一抹恐惧。吱呀，门开了，曹锟终于爬了进来。所看到的让他无法接受。曹锟怒目圆睁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逆子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曹锟不顾垂死之躯，向着何洁爬去。曹孽眉头皱起，冷漠地看着这一切。曹锟要触摸到何洁时，曹孽挡在了曹锟前方。“逆子，你还不让开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和你何以死在一起！”曹孽怒极反笑，把手中的匕首扔掉，抬起一拳向着曹锟脑袋砸去。轰的一声，整个曹家一颤，曹锟的脑袋直接陷入了地里。“我让你舔，我让你舔，我让你舔！”整整3大拳让曹锟的脑袋完全陷入了地里。曹孽收手，面容有些狰狞，拳头上沾满了鲜血，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。屋外的大长老透过大门看到这一切，不自觉地咽了咽唾沫。这曹孽还真敢弑父，不过想想也就释然了。身为曹家大长老，他可是知道曹孽的娘亲有多么的爱曹锟，这一生都把自己奉献给了曹家，给了曹锟。可到头来，连自己的葬礼，曹锟都没有来看过一眼。站在曹孽的角度去看，这一切就感觉不奇怪了。曹锟抬起一只手，死死抓住曹孽的裤脚，虚弱的声音传来：“逆子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把我和你何以埋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。”曹孽浑身都在颤抖，
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直冲天灵盖。分开埋！曹聂压低声音嘶吼一声。曹锟从地底把脑袋挣脱出来，半边脑袋都已经被砸得稀烂。他凶狠地盯着曹聂，一字一句道：逆子，你敢把我和你合一分开埋，老子下去不打死你娘！我操！曹聂抬起全力一拳轰爆了曹锟的脑袋，鲜血飙在他脸上，让他看去无比狰狞可怖。他的胸腔起起伏伏，足以见得曹聂此刻的愤怒。看到曹锟彻底死去，一股爽感直冲天灵盖。这个死舔狗真他妈会舔！曹聂拖着何洁和曹锟的尸体来到屋外，把两人往地上一扔，对远处的大长老吩咐一声：大长老，把这个死舔狗和我娘合葬在一起，把何洁和叶晨给我烧成灰，给扬了。大长老望着浑身浴血的曹聂，多多少少有点害怕，不过还是硬着头皮答应。遵命，家主。曹聂颔首，又道：若是有人询问，知道该怎么回答吧？大长老点头如捣蒜，肥胖的身躯显得很是滑稽。贼入曹府，欲杀何叶，昆贼激战，不是敌手，逐被杀，聂出手，灭贼人，众老推崇，聂成家。曹聂微微颔首。曹锟这种舔狗，死不足惜。忽然寒光闪烁，曹聂的余光看见沈云月握着一柄长剑刺来。曹聂转过身去，漠然地望着这一切，没有丝毫防御。长剑刺破衣衫，就再也不能前进分毫。无论沈云月如何用力，这剑都没能破掉曹聂的防御。沈云月抬起头来，就见一个巴掌向着自己的脸蛋呼来，清脆的巴掌声响彻整个听雨轩。沈云月直接在空中翻滚几圈才落地，他瘫在地上，顿感脑袋一阵眩晕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眩晕感才消失，他目光恶狠狠地盯着曹聂，半张脸肿了起来，都仿若未觉。你最好杀了我，不然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曹聂付出代价。曹聂邪笑一声，让我付出代价，那我就让你先付出代价。说罢，他一把捏住沈云月的脖子，向着屋内走去。正当他要进入屋内时，曹辉从院外赶来。家主，陛下派人来了，点名要见曹锟家主和您。曹聂瞥向大长老，吩咐道：大长老，你安排一下，本家主要沐浴。话落，关上了房门，带着挣扎的沈云月向着床榻走去。曹辉面色复杂地望向门口已经死去的曹锟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，只有曹家的10几位核心成员知道，毕竟这一切太过于匪夷所思。亲爹要剥离儿子的体质，儿子杀了亲爹，这怎么传出去都对曹家不利。好在他开启了听雨轩的防御大阵，曹锟被曹聂杀死的场面没有人知道，不然这一切可就不好收场了。大长老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大长老费了9牛2虎之力才从废墟中走出，他唉声一叹：走吧，我去把陛下的人给拖住，你亲自去给家主搬桶水来，这里的一切绝对不能泄露出去，等家主出来后再做打算。曹聂刚出听雨轩，就见大长老在这里等着自己。见到曹聂出现，大长老连忙迎了上来：家主，陛下的人带着曹锟死亡的消息回去了，另外陛下想见你一面。曹聂眼睛微眯：见我？大长老解释道：应该是为了家主你突破归墟一事，想要拉拢你。曹聂颔首：行，本家主去会会这位陛下。说罢出了曹府，向着大夏仙宫走去。仙宫禁卫军被提前叮嘱过，曹聂报上姓名，一路畅通的来到了御书房门口。听到曹聂报上姓名，守在门口的一名太监前往里面禀报。很快这名太监就走了出来：曹公子，陛下有请。曹聂微微颔首，迈步进入了御书房内。刚一进来，曹聂的目光就落到了龙椅上的男子身上。天命之女，夏离，修为归墟境9层，天赋黄级，体质冰魄仙体，身份大夏皇帝。整个大夏都知道大夏皇帝是男的，曹聂现在看到的也是。可这位大夏皇帝头顶的面板显示她是一个女人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要是诸王知道大夏皇帝是女儿身，怕是会把这位女帝赶下皇位。大夏有传统，皇位传男不传女。曹聂摇摇头，好似明白了什么。夏丽还是夏离？发现天命之女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将大夏女帝是女儿身的身份泄露出去，奖励10本荒阶下品功法。选择2，装作不知道，奖励虎虎生威丹10枚。选择3，降服，奖励9品造化丹10枚。曹聂内心狂抽一口气，造化丹他听说过，任何人服用后天赋等级都能达到伪王级，每人只可服用1枚。伪王级天赋若是机缘足够，成仙的概率极大。这丹药的丹方失传已久，整个3000道域无人知晓。系统，我选择3，恭喜宿主获得9品造化丹10枚，
已经自动存放在系统空间中。龙椅上的夏黎见曹聂一直盯着自己，立马面露不满。虽说曹聂好似在发呆，这让他更为生气。自己堂堂大夏皇帝，你来见我居然发呆，成何体统？曹聂，你眼中还有没有陛下？让陛下等你这么久，现在见到陛下，为何不跪？一道刺耳的斥责声从左边传来。曹聂从夏黎身上收回目光，望向了此人。一袭大夏太监服饰打扮，相貌十分阴柔。曹聂眼中闪过一抹诧异。气运之子，楚东。修为，通幽境一层。天赋，王级。功法，玄阳真功，荒阶上品。身份，蓝星穿越者，大夏皇帝太监总管。注：是个假太监。下等天赋的上限是丹阳境，中等天赋的上限是破妄境，上等天赋的上限是劫灭境。曹家绝大部分都是中等、下等天赋，唯一的上等天赋就是曹锟这个舔狗。曹家9位长老都是中等偏上的天赋，此生若是没有机缘，也就止步于破妄境。发现气运之子一枚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让对方成为真太监，奖励6品破障丹10枚；选择2，和对方结为异姓兄弟，奖励2品真灵丹10枚；选择3，击杀对方，奖励上品灵脉3条。6品破障丹能让破妄境修士突破一个小境界，当然对破妄境以下的修士也有用，且作用更大。2品真灵丹，曹家一大堆，上品灵脉还算不错，和6品破障丹比起来就要略有不如，加上他曹家有，也就不是太需要。3000道域的货币分为灵石灵晶，100枚灵石等于1枚灵晶。下品、中品灵脉挖出来的基本都是灵石，上品灵脉挖出来的是灵晶，至少10万起步，极品灵脉可遇不可求。整个苍茫道域都没有一条，至少1000万灵晶起步。若是在极品灵脉上方建立聚灵阵，对修炼大大有益。曹家地底就埋有3条上品灵脉。经过分析，曹聂已经有了打算。系统，我选择1。曹聂在内心说：恭喜宿主获得6品破障丹10枚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曹聂抬手凌空一巴掌，直接把楚东山的找不了北。本家主乃是归虚境强者，大夏第1代皇帝曾发布圣令，任何归虚境级以上的强者遇见陛下可不行跪拜之礼。你一个小太监，哪里轮得到你说话？况且陛下都还没有开口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是说你自以为能和大夏第1代皇帝比肩？楚东躺在地上，嘴角一血，脑袋发懵，脸上还有一个红红的巴掌印。他完全没料到曹聂会当着陛下的面动手，在地上挣扎了好几次才爬起来。楚东怒视曹聂，面向夏黎露出委屈的表情来。陛下，还请为我做主。夏黎面色微寒，这个曹聂太大胆了些。曹聂，你当着朕的面打朕的人，有什么要说的？富有磁性的男高音，显然夏黎做足了准备。曹聂抱拳道：自然有。夏黎冷声道：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休怪朕翻脸不认人。曹聂语含杀意道：归虚不可辱，若他不是陛下身边的人，刚才就已经死了。听到这话，楚东气不打一处来，指着曹聂怒斥一声：放肆，明明是你不对陛下行礼。曹聂扬起手掌，又准备扇过去。楚东被吓得往夏黎身边退了退，眼见曹聂又要有动作，夏黎冷声道：你既然已经踏入归虚，自然不用行跪拜之礼。曹聂闻言，这才笑着收回了手掌。不知陛下叫我来有何事？夏黎面露哀伤：你曹家的事情朕已经知道，既然曹锟家主已死，不知道你想不想顶替他的位置，成为大夏右丞相？曹聂笑道：多谢陛下，臣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负陛下隆恩。夏黎很满意，这个曹聂还算识相。大夏疆域内，2流以上的家族宗门势力之主，在大夏都有官职在身，大部分只是挂一个名号。像曹聂这种有实权的，都是破妄境7层以上的势力。如若曹聂不答应，那他就只能暗中除掉曹家。一位归虚境强者，在苍茫道域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。如果放任曹聂离开大夏，或者投靠另外2大贤朝，都将对他大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楚东见曹聂居然成为了大夏右丞相，内心更加不满。不算修为，不算诸王，不算陛下，在地位上，曹聂可以排进大夏前3。在文官当中，曹聂就是当之无愧的第1。虽说有位左丞相和原来的曹锟分庭抗礼，如今的曹聂可不是曹锟。归虚境的修为，文官当中没有任何一人达到见楚东对自己露出不满的眼神。曹聂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：陛下，臣身为大夏右丞相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夏黎淡笑道：但说无妨。见曹聂把目光移向自己，楚东心里一突，这混蛋
想干嘛？陛下，若是仙宫之内混入假太监，这该如何？夏离脱口而出，自然是灭其九族。这话一说完，夏离和楚东的面色齐齐一变。楚东是假太监的事情他自然知道，至于为何不杀，其一，太后在逼迫他让皇后怀上龙种，他一个女的拿什么怀？他已经知道太后在怀疑他的身份，才会如此逼迫他。1个月前，他无意间瞥了楚东一眼，就知道楚东是假太监的身份。这1个月在对楚东的忠心进行考验，若是对他足够忠心，他准备让楚东带他去和皇后共度春宵。谁想刚考验完楚东，他的身份就被曹孽看穿了。其二，太后是北王的生母，当初太后怀上北王的时候，他父皇刚好驾崩，他母后也随之而去。由于他父皇十分喜爱他母后，在他出生后就让他以男儿身份示人。身为长女的他被立为了太子，在父皇和母后的掩饰下，大下无人可知的女儿身。加上如今的他已经成为归墟9层的强者，整个苍茫道域没有人能看穿他。本以为自己在楚东身上施下的术法也不会被人知道，万万没想到会被曹孽一眼看穿。至于曹孽看穿自己，夏离没有怀疑，他身上有件宝物，除非他摘下，不然只有问道境强者才能看穿他。不过他随即想到什么，立马松了一口气，不再为楚东担心。楚东一开始在听到这话时，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，脑袋嗡嗡的，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，望向曹孽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屑。区区归墟境1层的强者也能发现他可不信。曹孽对楚东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，对不住了，老乡。陛下，我一眼就看出楚公公是假太监，还请陛下验明正身，灭他9族。楚东望向曹孽的眼里越发不屑。夏离知道楚东的情况，不再担心，对外面大喊：来人，把楚东带下去验明正身。夏离的话音落下，就有2名禁卫军进来，带着楚东向着殿外走去。在经过曹孽身边时，楚东眼眸微眯，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凶光。想要我成为真太监，没门！几人下去了。不一会儿，2名禁卫军带着楚东走了进来。其中1名禁卫军禀报道：回禀陛下，楚公公是天烟之人，是真太监。楚东闻言，嘴角浮现出一抹得意。龙椅上的夏离松了一口气，差点让曹孽坏了他的计划。若是不让皇后早点怀上，打消太后的疑虑，他这个皇位坐得不安稳。4大王爷可不是吃素的，有探子来报，北王如今的修为已经仅次于他，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，在这个位置坐久了，谁都不想离开。况且他的女儿身一旦被证实，必死无疑。到时候整个大夏，除了他培养的亲信或许会继续跟着他外，其他文官武将肯定不会再站在他这边。加上另外2大仙朝虎视眈眈，他真的很忧心。除非他能突破问道境，以强大的实力改写大夏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。曹相，你的担心有些多余了。夏离冷着脸道，这个曹孽才当上右丞相就和他作对，也不知道让他成为右丞相对不对。不过想想，毕竟是怕楚东祸乱后宫才说出这话，也就释然了。曹孽抱拳道，陛下，臣记得当年就出过一位假太监祸乱后宫的事，这不得不防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请陛下同意让臣亲自探查。夏离一拍案桌，豁然起身，曹相，你过了。虽说他不相信曹孽能探查出来，可不得不防。曹孽始终带着微笑，不慌不忙地开口，陛下，臣也是为了您着想，若是稍有疏忽，对陛下的名声将会造成极大影响，请陛下同意臣的请求。曹孽毫不慌张，除非夏离要和他鱼死网破，不然就一定会同意他亲自探查。楚东原本得意的笑容立马消失，一抹阴郁爬上脸庞。他现在也担心被曹孽发现，心里有点慌。一臣一君对峙良久，夏离握了握拳，最后还是松了开来。如今北王势大，相较于楚东，他更加需要曹孽这位归墟强者的辅助。好，朕就答应你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曹孽笑着道谢，多谢陛下成全。说罢，曹孽笑着对楚东示意，楚公公，请吧。楚东愤怒地转身向着殿外走去，曹孽笑呵呵地跟上。很快，几人来到了不远处的一间偏殿内。楚东愤怒道，曹孽，你等着，今天给我的侮辱，他日百倍偿还。曹孽抬手指了指一旁的长椅子，楚公公，请吧。楚东虽然非常不甘，还是脱下裤子躺在了上面。曹相，怎么样？没有吧？楚东很得意地笑了。曹孽笑而不语，快速抽出身后一名禁卫军的大刀，直接朝着楚东的下体捅去。楚东正想起身，完全没料到曹孽会突然出手，
等他反应过来，一股剧痛自下体传来，还没等他叫出声，曹聂把大刀旋转360度，然后快速抽出，一团血肉被带了出来。刀光闪过，这团肉被切成了成千上万块。至于楚东的下体出现一个深度10厘米的小洞，他疼得在地上打滚，那痛苦的惨叫传遍整个仙宫，很快就被疼晕过去。身后的2名禁卫军吓得收紧双腿，一脸恐惧地望向曹聂。听到声音的夏黎快速走出御书房，来到了这里，刚要进入殿内，就见曹聂走了出来。陛下，微臣的错，楚公公确实是一位真太监。夏黎望向地上被切成上万块的东西，暗自皱眉。他一时间也分不出这东西是不是那东西，跟小肉丁一样，完全看不出。再看看已经昏死过去的楚东，夏黎阴沉着脸，看来楚东已经被切了，自己的计划怎么办？夏黎眼底闪过一丝怒火，若曹聂不是归墟，不是如此年轻的归墟，哪怕只是一位半步归墟，他都要杀了曹聂。他感受到自己的天子威严受到了挑衅，这还只在4王身上感受过，如今又多了一位。曹相，你是真心臣服朕的？曹聂面露严肃道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吗？若是朕要你现在去死呢？夏黎审视着曹聂，曹聂二话不说，抬手吸过另一名禁卫军的大刀，毫不犹豫向着自己的脖子抹去。夏黎眼眸微微一眯，他死死地盯着曹聂，仔细观察曹聂面部及眼神等细微变化。就在这刀距离曹聂的脖子还有 0.1毫米时，夏黎迅速抬手伸出2根手指夹住了大刀，刀刃上出现一丝鲜血。曹相，朕不过是在开玩笑，不要当真。曹聂严肃道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说罢，用力向着自己的脖子抹去。夏黎立马把这刀夺了过来，厉喝一声，够了。见此，曹聂这才作罢，多谢陛下不杀之恩。夏黎无奈地挥了挥手，好了，你下去吧，记住每个月有一次朝会，不要迟到了。曹聂抱拳一礼，微臣告退。曹聂转身离去，面无表情，眼里却是闪过一丝笑意。望着曹聂远去的背影，夏黎的眉头深深皱起，他呢喃着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夏黎回忆起刚才曹聂自刎的那一幕，那拔刀的速度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那眼神是如此的坚定，甚至为了砍掉自己，刀上还附有一层灵力。难道他是真心臣服自己的？直到曹聂消失，夏黎这才收回目光。他一时间也不确定曹聂的话有几分真假。从这一系列来看，曹聂至少是一位良臣，可他要的是忠臣。目光扫过地上的楚东，夏黎对2名禁卫军吩咐道，把他带下去，好生照看。楚东成了真太监，夏黎不准备丢弃。这小子的天赋不错，假以时日必能突破归墟，以后或许能成为他的助理。为了不让2人再见面，还是得让楚东离开自己身边。太后身边刚好缺人，就让他去监视太后吧。想着心中的事情，夏黎转身回到了御书房内。本以为今天会是开心的一天，谁想因为曹聂弄得他的心情时好时坏。好是曹聂为他考虑，坏自然是楚东成为了阉人，他的计划要延迟了。出了宫，曹聂带着笑容回到了曹家。要不是他看出楚东修炼了缩阳神功，还真有可能被他糊弄过去。这系统的真实之眼真不错。曹聂当时看去的确和天烟之人很像，那个地方光滑一片。当晚，曹聂通过真实之眼对曹家进行了大清理，把其他势力派来的探子给全部铲除，同时还有对曹家有异心的族人，曹聂毫不手软，全都除掉。曹家3万多人，有200多人被铲除，其中包括100多名丫鬟奴才，剩下的全是对曹家有2心的族人。这些人要么是被其他势力用金钱策反的，要么本身对曹家持有不满之心。探子的人数能有如此之多，得益于曹锟这18年的不作为。何洁没来之前，曹家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家族凝聚力强。自从何洁来后，曹锟就疏忽了对曹家的管理，这才让其他势力乘虚而入。次日一早，曹锟逝去的消息被曹聂让人传了出去，在大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昨天那道异象，绝大部分人都以为是曹锟突破了归墟，在听说是曹聂突破归墟时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就在这消息传出的1个时辰后，大夏仙宫内发布了曹聂任命大夏右丞相的诏书，再次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对曹聂突破归墟有怀疑的势力看到这份诏书，纷纷打消了怀疑。大夏右丞相一职可以说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大夏皇帝怎么可能让一位修为弱小的人来担任？大夏左丞相府王家主王峰听到这道消息后，愤怒地一拍桌子，可恶，本相努力了18年才让曹锟在朝堂上没有多少话语权，现在因为他的死去，
曹孽成为右丞相，还是归须修为，这些年的努力怕是要付诸东流。如此想着，王峰的内心极度不甘。本来在朝堂上是曹锟压制他，谁想因为一个女人对朝堂上的事情逐渐疏远，这就给了他可乘之机。这18年里，他付出了莫大心血，如今因为曹孽突破，他以前的努力绝对要化为乌有。心思急转间，王峰对外面大喊：“来人！”很快，王府管家进入了堂内。家主，你立刻传讯给皇后身边的小翠，让她告诉皇后，一定要尽快怀上陛下的孩子，这样我王家在大夏的地位才能稳固。是，家主，我这就去办。望着管家离去的背影，王峰开始思索起来。当今皇后正是他的女儿，长相自然没得说。至今嫁入仙宫已经有1年，肚子还是没有动静。上次一句从自己女儿那里得知，陛下日夜操劳国事，没有时间行房，这话谁信？加上最近北王联系过他，让他不得不怀疑北王信中和他说的一切。若是如此，自己是否要投靠北王？如若消息是假，自己又该如何？王峰默默起身，走出大堂，深邃的目光遥望北方。或许本家主事该决定了。接下来的1连7日，曹锟的葬礼大办特办，头七的日子和他娘合葬。至于何洁和叶晨，早就烧成灰给扬了，现在估计都飘出苍茫道域了。第8日，一位位达官显贵上门祝贺，曹孽热情接待，这些礼品白要不要对他没用，可对曹家的其他人一定有用。第9日，曹孽召集9大长老在议事堂进行长老会，曹孽坐在首座的位置，中间安排了一张长桌，左边5位长老，右边4位长老。相信各位都好奇本家主教你们来干嘛。曹孽直入主题，从系统空间中拿出一本功法和2个小药瓶，放在眼前的桌子上。这2个药瓶，一个装着造化丹，一个装着破障丹。9大长老闻言，眼中没有惊喜，而是怀疑，是深深的怀疑。以他们的了解，破障丹属于6品丹药，整个苍茫道域只有3位6品炼丹师，分属于3大仙朝。破障丹这种6品顶级丹药，一般的6品丹皇可炼制不出来。至于造化丹这种属于传说中的丹药，他们根本是一点也不信。见一众长老如此，曹孽望向右边第2位长老：“3长老，我记得你是炼丹师吧？”3长老曹峰，曹孽对他的印象还算深刻，毕竟修炼离不开丹药。家主，只可惜老朽一直处于5品丹王境界，始终没有成为6品丹皇，不然我曹家就能多出更多的破望境强者。曹峰一阵叹息，丹王境界已经困扰了他几百年，无论他怎么炼制，连最基础的6品丹药都炼制不出。曹孽微微一笑，把眼前的2个药瓶推了过去。3长老，你是炼丹师，应该能看出这是什么。曹峰好奇地接过，看了曹孽一眼，不明白对方打什么哑谜，不过还是听话地打开其中一个药瓶。下一刻，一股浓郁的丹香充斥着整个议事堂，正要飘出议事堂时，被一个阵法给拦了下来。众长老下意识地猛吸一口，只感觉体内的灵力翻涌不断，有股突破的冲动。3长老曹峰的双眼瞪得滚圆，喉咙不自觉地咽了又咽。其他长老终于明白这件事情的不简单。大长老曹健不确定地问：“老3，不会真是破障丹吧？”见曹峰还处于呆滞状态，2长老曹安也问：“老3，大哥问你话呢。”曹峰傻愣愣地抬起头来，眨巴眼，这才注意到除了曹孽外，所有人都期待地盯着自己。曹峰深深地望了一眼曹孽，这才道：“不会错，我有幸看过破障丹丹方的一角，在这丹香中，我闻出了那几味药材的气味。”所有人都望向了曹孽，虽然好奇，却是一致的没问来路。活了这么多年，他们知道什么该问，什么不该问。老3，你再看看另一个药瓶，是不是家主说的造化丹？曹健反应过来，急切地问。曹峰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慢慢地打开了最后一个瓶子。见曹峰的眉头紧蹙，众长老心里一叹，果然家主不懂炼丹，应该是弄错了。不过有破障丹也不错，至少他们每个人都能突破一个小境界，他曹家的实力也能更上一层楼。就在一众长老心里有些失落时，曹峰的声音响起了：“不是我。”见曹峰扭扭捏捏的样子，曹健气不打一处来：“老3，你结巴什么？”曹峰看向众人，尴尬一笑：“我看不穿这丹药，不确定这丹药是不是造化丹，不过这丹药气息内敛，一丝丹香都没有泄露出来，必定是7品以上的丹药。”见众长老一阵惊疑不定，曹孽解释道：“各位长老不用怀疑，这丹药就是给你们的，你们每人分1颗，剩下的1颗留给我，至于是不是，待会你们拿去炼化就知道。另外，这本范圣真魔功以后就是我们曹家的主修功法，只有上卷，不过也足够修炼到红尘仙境界。你们找个时间把功法传下去，并且一定要叮嘱每一位族人，不可随意胡言。”
这本功法没有等级，还只有上卷，一般人还真看不出品阶。曹聂也不太担心泄露出去，加上该清理的都已经清理，更加多了一层保障。就算泄露出去，没有曹家的血脉也修炼不了。九大长老盯着2瓶丹药和曹聂手里的功法，有点怀疑人生。从这语气来看，那颗看不出的丹药还真是传说中的造化丹。一想到自己能吞服造化丹，众长老就一阵激动。一旦服下，他们的天赋都能达到伪王级，此生劫灭境不是问题，机缘足够，有望成仙。加上能修炼到红尘仙的功法，成为劫灭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如此，他们就能跳出大夏仙朝的掌控，走出苍茫道域这个牢笼。众长老如此想着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散去心里的震惊之情。曹聂环视一圈，接着把眼前的功法推给曹健，同时道：大长老，这功法就交给你保管，丢了别怪本家主翻脸不认人。另外，通知全族，每家至少要生10个孩子，生的越多，奖励就越多，每家上限是100个孩子，争取以极快的速度让我曹家的人数达到100万级别。9大长老闻言，面露难色。曹健把功法攥在手里，道：家主，让族人达到10万级别，我们还可以试试。一旦超过10万，家族就没有那么多资源供养这些族人修炼，到时候这些人就会成为家族的负担。况且陛下不允许一个100万级别的大家族出现。曹聂抬手打断了曹健，他自然明白这些。本家主知道这是不可一蹴而就，不过这是必须办起来，资源不足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另外，我会重新给各位分配一个你们以后的职责，包括家族资源的分配等等。至于其他，你们无需担心，做好手中的事情就好。曹聂准备在曹家建立贡献点制度，贡献越多，得到的资源也就越多。曹健之所以觉得曹家养不起10万族人，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，说白了就是入不敷出。一些族人什么都不做，就能得到一定的资源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必须实行贡献制度，确保曹家有天赋的人快速崛起。见曹聂一意孤行，9大长老对世间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。年轻真好，我们都听家主的。众长老异口同声道。如今看来，完全不用担心曹聂的能力，有魄力，有决心，有野心，敢于打破规则，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家主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就先下去突破修为，正好借助这次突破，把身上的伤恢复一下。等你们出关后，我会让曹辉把你们以后的职责交给到你们手中。族人多了起来，管理模式需要改变，这些后面都会交给你们去完成。9大长老见曹聂说完，这才一人拿着1颗造化丹和破障丹离去。曹聂望着眼前还剩下的2颗丹药，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3000道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：10万族人为小家，100万族人为大家，1000万族人为小族，1亿族人为大族。这就是家族2字的由来。他曹聂要把曹家发展为1亿族人的大族，甚至是10亿100亿的超级大族。苍茫道域外，拥有破望境修士的家族一般都是数百万族人的大家，可惜身处苍茫道域，3大仙朝对家族宗门设下了限制，家族最多不能超过100万族人，宗门弟子最多不能超过20万，以至于苍茫道域上百亿人口出现成千上万的不入流势力和3流势力。收起桌上的2颗丹药，曹聂回到了听雨轩，住习惯了，曹聂就没有搬，只是让人修了一下。刚进入院子，就见沈云月走过来关心道：夫君，这段时间忙累了吧？要不歇歇？对于沈云月的心思，曹聂当然知道，不过他可不担心。他一个公主抱，把沈云月抱着向屋内走去。这些天夫君冷落你了，现在有时间，正好可以增进一下感情。沈云月一双玉臂自然而然地搭在曹聂肩上，他把头靠在曹聂那结实的胸膛上，一双脸颊绯红一片。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讨好曹聂，真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又有些害怕。曹聂没有给沈云月胡思乱想的机会，大战一触即发。1个时辰后，曹聂丢下沈云月，来到了练功房内，准备把功法转换过来。神魔镇世经，神魔同修，需要平衡魔性和神性，神性主创造，魔性主毁灭，一共28重，修炼至巅峰可一念创世，一念灭世。首先，凝聚神香和魔相。第1重，神香凝练神元星辰，引动星辰之力入体；魔香吞噬魔煞星辰，强化肉身。此后肉身无垢，百毒不侵。外界随着曹聂开始修炼，天地失色，日月无光。察觉到宿主开始修炼神魔镇世经，主动屏蔽修炼异象，天地瞬间恢复平静。这一瞬间的天地失色，还是让一些大能注意到，可惜无法探查来源。一金一黑2道星辰之光被曹聂引入体内，这一切无人发觉。第2重，神像化作星河，吸纳天地灵气，
魔像化作深渊，吞噬万物精华。3000道域之外，2具神魔象身开始演变为星河与深渊，吞噬四周的一切物质。第3重，神像演变金丹，照耀神魂。魔像化为血丹，吞噬生机。第4重，神音纯净，可元神出窍；魔音暴烈，可夺舍他人。第5重，神香可沟通9天神界，魔像可召唤9幽魔物。第6重，神眼可窥破一切幻术，魔瞳可直视生灵弱点。第7重，神像领悟神之领域，魔像领悟魔之领域。半个月后，曹孽已经把体内的全部灵力转换成了神魔之力。神魔阵是经修炼到了第7层，领悟了神魔领域，加上归虚领域，同境界下根本无敌手。识海深处，曹孽的元神旁边出现一金一红2道模糊不清的身影，是他凝练的神香和魔像。曹孽控制着神香和魔像开始向元神靠近，两香接触元神的瞬间直接交融了进去，两香之力汇聚在元神的额头中心，凝聚出一个金红交融的神魔印记。神像魔像和元神交融，让曹孽的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黑色的头发变成了金红交织的2种颜色，富有层次感。长发无风自动，肆意飘扬，额间浮现神魔印记，一股恐怖的气息自曹孽体内爆发。归虚2层突破，曹孽缓缓睁开了双眸，左眼金光，右眼红光，一闪而逝，他的双眼恢复了正常的颜色。曹孽起身打量着自己现在的形象，微微意外。金红交织的发丝，额间的神魔印记，加上一袭枣红色的锦袍，给人一种十分妖异的感觉，好强的感觉。曹孽握了握拳，感觉到体内那奔腾的神魔之力，一脸激动。现在的他对上灰袍中年，哪怕不还手，对方都给不了他多少伤害。同境界下，他完全可以做到碾压。也不知道9大长老他们突破没有。曹孽起身向着练功房外走去。院子内，沈云月坐在凉亭内怔怔出神，他双手紧握茶杯，手背上清晰可见的血管脉络，眼里闪过一丝挣扎。你在干嘛？曹孽那突然的声音把沈云月拉回了现实。他紧握茶杯的手一松，抬头望向对面走来的曹孽，愣了一下。修炼半个月，怎么形象都变了，似乎比以前看起来更加禽兽了些。夫君，你修炼完了？沈云月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。曹孽微微点头，突破归虚2层了。沈云月脸上的笑容一僵，迅速恢复正常。他放下手中茶杯，从茶台上拿起一个茶杯，给曹孽倒上恭喜夫君，夫君请用茶。他可不相信曹孽这话，半个多月前才突破归虚，岂会这么快再次突破一个小境界？以他这些天的了解，推算出曹孽想要再次突破，至少需要半年以上。曹孽站在对面，上下打量着沈云月。本家主还是喜欢你反抗的一面，你现在温顺的像是一只猫，让本家主感觉很无趣。沈云月面色有点难看。夫君说笑了，女人都是慕强的，能依附在夫君这等强者身边，是我沈云月的荣幸。曹孽心中冷笑，这个女人还真会忍。不多时，曹孽出了听雨轩，把曹建9人聚集在了议事堂内。9人全都突破，身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。大长老曹建如今是破望境9层修为，2长老曹安、3长老曹峰是破望境8层修为，4长老曹谷、5长老曹魏、6长老曹武是破望境7层修为，7长老曹仪、8长老曹奋、9长老曹雷是破望境6层修为。9大长老面露感激，起身朝曹孽行了一礼，多谢家主赏赐。曹孽压了压手，示意众人坐下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9大长老相视间，把这份恩情牢牢记在了心里。他们9人的天赋全都达到伪王级，以后成为劫灭境大能不是问题。次日一早，大夏金銮殿内，一众文官武将见到曹孽，免不了一番客套话，曹孽都一一应付了过去。不远处，一名黝黑中年看到众星捧月的曹孽，很不是滋味。这本该属于他的，就因为曹孽突破归虚，成为大夏右丞相，让他这位左丞相以前所做的努力都成为了笑话。王相，这曹孽就是走了狗屎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没必要和这人一般见识。站在王峰身旁的一名文官想要拍马屁，迎来的却是王峰那恶狠狠的眼神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锐阴柔的声音响起：陛下到。文官和武将迅速站成2列站好，曹孽在文官队伍的右侧守卫，王峰在文官队伍的左侧守卫。看着云淡风轻的曹孽，王峰已经下定决心弄他。夏离走上玉台，落座龙椅，目光瞬间被曹孽的形象给吸引。在微微惊讶之后，他便收回了目光。群臣跪拜，臣等拜见陛下。除了曹孽和2名归虚境武将外，其余人纷纷跪拜。夏离那威严的声音传入每一位大臣耳中：平身。
谢陛下。群臣起身，夏黎环视一圈，这才道：诸位爱卿，天眼仙朝的太子于半年后大婚，需要派遣一位使者前往，你们谁能代表我大夏仙朝去送上一份贺礼？夏黎说完，期待地等待一众大臣踊跃报名。三大仙朝还没上升到开战的时候，处于和平时期，相互之间也有往来。群臣开始议论，谁都没有站出来自荐，这可不是好事，搞不好回来的时候会死在半路。检测到气运之子灵颜即将大婚，请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一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奖励中品灵脉10条；选择二，主动请缨前往天眼仙朝，奖励5等级武技，9节焚天灭道掌；选择三，夏黎若是要你前往，直接拒绝，奖励天阶下品武技大巴掌。系统，我选择二，恭喜宿主获得9节焚天灭道掌。9节焚天灭道掌一共9981重，每多增加1重，爆发的威力将会呈现几何倍增长，修炼到圆满，更是可以一巴掌呼死天道。就在曹聂熟悉9节焚天灭道掌时，王峰的心思立马活跃起来。曹聂的突破对两大仙朝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，若是他去，两大仙朝的皇帝会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？肯定不会。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王峰站出来拱手道：陛下，臣以为曹。陛下，臣愿意前往，请陛下允许。曹聂强行打断了王峰的话。王峰本想怒斥曹聂不懂礼数，在回味曹聂所言后，直接选择闭嘴。他嘴角泛起一抹冷笑，正合我意。夏黎沉默了。本来曹聂就没有在他的考虑当中，若是去了，两大仙朝一定会动手，这是100%的。以往有这类的事情，他都是派遣一位修为弱小的大臣前往，这些人去基本都能活着回来。曹聂去，他估计回来的希望不大。王峰见夏黎犹豫，强压下不爽道：陛下，天眼仙朝的太子大婚，这是非同寻常，若是我们派遣一位修为弱小的人前往，未免显得我大夏不重视。既然曹相有意前往，还请陛下同意。王峰说完，眼神示意其中几位文官。文官甲站出来道：陛下，臣以为王相说的有理，理当派遣一位修为强大的大臣前往，才能彰显我大夏的重视。文官乙：臣附议。文官丙：臣也附议。听着身后传来的几道附和声，王峰心里冷笑，曹聂死了，他就又能回到从前了。曹聂瞥了王峰一眼，默默地把这个老小子给记住了。见夏黎还在犹豫，曹聂再次主动请缨，请陛下同意臣前往。夏黎还在犹豫，见曹聂再次请缨，也只得答应。朕准了。夏黎心中其实很不甘，大夏有一半的归虚境强者听他差遣，另一半效忠四王，这一半连2位数都没有。况且曹聂还是如此的年轻，损失了他真的舍不得。好在距离天眼太子成婚还远，后面再想办法让别人去。有了这个想法后，夏黎继续说着下一件事情。半天过去，这场朝会终于落幕。刚出金銮殿，王峰带着几名文官就凑了过来。曹聂，你爹不是我的对手，你也不是，好好享受剩下的半年时光吧。去了天眼，能不能回来就不好说了。王峰有意嘲讽曹聂，连这种危险的事情都敢接，本来以为还要费自己一番功夫才能让陛下同意，没想曹聂这个愣头青急于立功，自己主动请缨，这是他没有料到的。曹聂微微一笑，多谢王相关心，本相送你一程吧。说着抬起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王峰只感觉自己的脸上一疼，眼前的景物瞬间消失在眼中。这一巴掌直接吸引了还没有走远的大臣注意，众臣张大了嘴巴，在金銮殿前动手，这是有多大的胆子？本以为曹聂会被禁卫军抓起来，谁想两旁的禁卫军装作没有看见。他们不傻，除非陛下下旨，不然他们不会自讨没趣去招惹一位归虚强者。众臣望着一望无际的天空，纷纷好奇，话说王相真的被一巴掌送回去了。原本跟随王峰的几名大臣见此，一溜烟就跑了。曹聂刚准备走，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了。曹聂，太后要见你。曹聂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看清来人，微微一笑。楚公公，本相说怎么没有在朝堂上看见你，还以为你还在养伤呢，原来是去服侍太后了。楚东眼含怒意，想到了半月前的一幕，对曹聂已经恨到了骨子里。他还没有尝过女人是什么滋味呢，下面就被这个畜生给切了。曹聂，你别得意，你给我的伤害，咱家总有一天会还回来的。楚东愤怒的一挥衣袖，转身离去。曹聂顿感无趣，对于这位老乡，他可是照顾得很，去当太监，他亲自操刀，这份荣耀可不是谁都有的。跟着楚东，曹聂来到了长乐宫外。你在这里等着，咱家进去禀报太后一声。楚东说完，直接进入了长乐宫内。很快，
楚东就走了出来。进去吧。曹聂背负双手，迈步进入了里面。七拐八拐，终于见到了大夏太后姜颜。姜颜身穿细腻的丝绸长裙，裙摆上刺绣着精美的牡丹花，流苏摇曳，华美动人。曹聂收回目光，抱拳一礼：“见过太后。”姜颜打量着曹聂，对四周的宫女挥了挥手：“你们下去吧，哀家有事和曹相商量。”“是，太后。”众宫女欠身一礼，缓缓退出了长乐宫。等宫女都离开了，姜颜抬手间布下了万重隔音结界，防止有人窥探他们讲话。曹聂见此，若有所思：“曹相请坐。”姜颜很是客气地指了指对面的位置。曹聂没有客气，坐在了姜颜对面。想来曹相已经明白，哀家叫你来是为了什么？曹聂佯装不懂，拱手道：“还请太后明示。”姜颜嫣然一笑，仪态万千：“也罢，哀家就直接挑明吧。哀家希望你支持北王夏浩，也就是哀家的亲儿子。”说完这话，姜颜紧紧地盯着曹聂，想看看曹聂是什么反应。曹聂依旧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。气运之子夏浩的母亲邀请你加入北王势力，请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一，誓死效忠夏黎，去夏黎那里举报太后，奖励灵石1000万；选择二，拒绝太后，当作这事没有发生过，奖励天阶下品功法天罡地煞诀；选择三，假装答应，奖励极品灵脉3条。曹聂目光微深，凝视着姜颜。姜颜似有所觉，眼波流转间，原本妩媚的容颜掠过一丝寒意。曹相，哀家手下有春夏秋冬4名极品宫女，你若是答应，可以挑选一位当做你的小妾。说罢，姜颜撤掉了结界，对外面呼喊一声：“春夏秋冬，你们还不进来？”很快，4名国色天香的宫女排成队来到了曹聂前面。还不见过曹相。在姜颜的授意下，4名宫女对曹聂欠身一礼：“奴婢见过曹相。”曹聂打量着4人，长得的确不错，可以和第一世那些女明星比肩，可惜和姜颜比起来就要略逊一筹。曹聂收回目光，若有所思。他若是答应，姜颜此举是让这4人当中的1人监视他了。见曹聂沉默，姜颜面色一沉，这曹聂不会是没有看上吧？曹相，你觉得如何？若是曹相实在喜爱，他们4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小妾。为了得到曹聂的支持，姜颜算是豁出去了。面对4位极品美人，曹聂还能忍得住？曹聂淡笑一声：“多谢太后的厚爱，本相怕是无福消受了。”经过系统检测，这4人的综合评分才80，远远达不到收入后宫的要求。倒是姜颜刚好90，满足系统的要求。姜颜眉头微微皱起，心里十分意外。曹相真的不再想想？也不是不能答应，只是……曹聂望向了4名宫女，姜颜挥了挥手，命令道：“你们下去吧。”是，太后。4人施了一礼后退了下去。等人把门关上，姜颜再次设下了结界：“曹相，有话直说，只要不过分，哀家都答应你。”姜颜下定决心，为了他的儿子，无论是什么要求都答应曹聂。这是怕是有些为难太后了。曹聂故作犹豫的样子，姜颜的好奇心被勾起，他笑着回道：“哀家最不怕的就是为难，曹相请讲。”曹聂伸手盖在了姜颜的手上，温软细腻的触感传来：“不知太后现在愿与我同席共枕否？”姜颜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连自己的手被曹聂把玩都恍若未觉。等他回过神来后，面色一冷：“曹相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些什么？”曹聂爱不释手地把玩着，淡笑一声：“怎么，莫非有些为难太后了？”姜颜这才惊觉自己的手在曹聂手中，脸上迅速闪过一抹红霞。他猛地抽回手，起身一挥衣袖，冷声道：“滚！哀家不想再看到你。”曹聂起身，缓缓向着姜颜逼近：“太后可是说了，只要不为难，你都答应。难道太后要言而无信？这可就寒了本相的心啊！”姜颜面色一冷，这曹聂想要干嘛？他缓缓向后退去，警惕地盯着越来越近的曹聂：“曹相，哀家劝你不要自误，这里是长乐宫，哀家的地方。本相自然知道这里是太后的地盘，可那又怎样？若是太后答应与本相共度春宵，本相就答应你的要求。滚！绝不可能！是吗？太后就不好好想想？曹聂，你再敢得寸进尺，信不信哀家叫人了？”曹聂背负双手，把姜颜朝着内殿逼去。叫人？本相乃是归虚境强者，整个大夏有几个人能威胁到本相？姜颜一步一步地往后退，一颗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特别是曹聂现在的形象，让他有些害怕。你别忘了，仙宫内还有陛下在，若是让他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你觉得自己还有活路可言？曹聂不屑道：“别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你和陛下本就不对付，
若是他知道了，说不定还会看戏呢。绝不可能，为了皇室的威严，他一定会铲除你。曹聂抬手布下了一个结界。现在呢，你觉得他还会知道？不知不觉间，姜岩已经被曹聂逼到了墙角，眼看逃无可逃，姜岩面含煞气地威胁道：曹聂，哀家可是北王的生母，他要是知道你对我不敬，你必死无疑。曹聂一把捏住姜岩的手腕，冷笑一声：北王算什么东西？本相实话和你说吧，本相看上你了，今天你不从也得从，从也得从。说着，曹聂拖着姜岩向着床榻走去。姜岩奋力挣扎，抬起一巴掌向着曹聂扇去。曹聂抬手挡住，反手一巴掌就扇在了姜岩脸上，直接把姜岩扇倒在地。曹聂，你疯了！你信不信哀家和你鱼死网破？姜岩趴在地上，诱惑的身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曹聂蹲下身去，捏住姜岩的脸蛋：本相再问你一次，愿不愿意？哀家宁可死，也绝不背弃先皇。姜岩嘴角溢血，凤眸里闪着寒光。曹聂的掌风再次袭来，姜岩苍白的脸颊上多出3道血痕。现在呢？除非……他咽下喉间的腥甜，话还没说完，又是连续几耳光落到他脸上。臣有的是耐心。曹聂掐住姜岩的下巴，拇指摩挲着他肿胀的唇角。眼看着巴掌又要落来，姜岩颤抖的睫毛下满是屈辱的泪花。停下，哀家愿意。曹聂微微一笑，抚摸姜岩红肿起来的脸蛋，神魔之力涌动，姜岩的容貌很快就恢复过来，脸上还是可以看见淡淡的巴掌印。早知如此，刚才又是何必呢？系统，我选择3。恭喜宿主，奖励极品灵脉3条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大夏边境处，王峰望着身旁立着的界碑，一脸的懵圈。反应过来后，王峰愤怒地咆哮一声：曹聂，本相和你势不两立！吼！一声兽吼从身后传来，王峰转身望去，吓得肝胆俱裂，撒丫子就跑。这气息，龟墟境妖兽，曹聂到底把他拍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半个时辰后，曹聂离去。大夏御书房内，楚东来到了夏离这里。陛下，曹聂离开了。夏离手中拿着一份奏折，听到这话，抬起一张冷峻的面庞来。半个时辰了吧？你说他们谈了什么？楚东沉思后道：估计是太后想要招揽曹聂，交谈了半个时辰。陛下，咱家怀疑曹聂已经投靠北王了，不然绝不可能和太后相处半个时辰，还请陛下处死曹聂，以绝后患。夏离冰冷的眼神看了过去，吓得楚东连忙低下头去。沉默良久，夏离沉声道：朕知道你在为了上次的事情怀恨曹相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下次最好不要提。至于你假太监的身份，按照规矩你已经死了。若不是看楚东的天赋不错，他真的想处死对方。楚东也知道他在夏离这里的价值只剩下不错的天赋，不由垂下头去。陛下说的是，奴才下次不敢了。夏离看不到的地方，楚东的眼里闪过一丝阴郁。伴君如伴虎，这个夏离还是不看重他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曹聂，若他也是龟墟，一定能得到夏离的重用。想明白后，楚东决定放过曹聂一段时间，先把修为提升起来再说。好了，你下去吧，争取得到太后的信任。至于曹聂是否投靠了北王，朕会命人去查。夏离下了逐客令，楚东只得离开。这次也不是毫无收获。夏离要查曹聂，若是曹聂真的投靠了北王，一定经不住查。带着这份小小的喜悦，楚东回到了长乐宫，想办法得到太后的信任。曹聂回到曹府后，叫来了懂阵法的五长老曹魏。吴长老，你的阵法是什么级别？曹魏恭敬回道：回家主，老夫五品阵王。曹聂点点头，带着曹魏来到了曹府的修炼塔底。在曹魏那不可思议的目光下，他拿出了2条极品灵脉。吴长老，我把这2条极品灵脉打入地底，你布置隔绝阵法和聚灵阵法。曹魏咽了咽唾沫，结巴道：这还真是极品灵脉，还是2条。曹魏内心狂震，整个苍茫道域都没有1条极品灵脉，他们家主这里居然有2条，这不是要起飞的节奏。一旦这2条极品灵脉扎根于修炼塔地底，以后每间修炼室的灵气浓度至少会暴涨20倍，他曹家的实力定将迎来短暂的飞涨。曹聂笑而不语，抬手间把2条极品灵脉打入地底。曹魏见状，回过神来，快速布置阵法。曹家原本拥有3条上品灵脉，各占据一个方位，修炼塔就建立在其中1条上品灵脉之上。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修炼塔下方的这条上品灵脉快要枯竭，他正愁着怎么和曹聂说呢。谁想曹聂直接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。2人合力之下，很快就稳定了2条极品灵脉。正在修炼室内修炼的曹家族人感受到四周攀升的灵气，一个个都显得十分激动。现在的他们不能随便进入修炼塔修炼，
按照曹聂的要求，进来修炼需要消耗贡献点，这样才能激活族人修炼的积极性。曹魏把原本的隔绝阵法和聚灵阵法再升级了一下后，跟随曹聂来到了听雨轩。再次看到曹聂手中的极品灵脉时，他直接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。整个苍茫道域都没有的极品灵脉，他们家主居然搞来3条。刚接近听雨轩，两人就发现四周的灵气向着听雨轩内汇聚而去。家主，好像是沈云月在突破阴变境。曹聂点点头，不用管他，我们继续。曹聂如法炮制，把这条极品灵脉打入听雨轩地底。曹魏快速布置阵法，稳固极品灵脉，同时把隔绝阵法和聚灵阵法给升级一下。听雨轩内，沈云月正在突破的紧要关头，这是他冲击阴变境的第18次，若是再不成功，他只能停止突破，等待下次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他四周的灵气疯狂暴涨，全部冲入了他的体内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阴变境的壁垒破了，元婴凝聚成功。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，原本才突破的修为冲到了阴变境2层。这把沈云月激动地睁开了双眼，这才发觉四周的灵气不知何时已经上升了好几个层次。他起身感受到稳固的修为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这就突破了。恰在此时，门开了，曹聂推门而入，他连忙上前挽着曹聂的手臂。夫君，这四周的灵气怎么提升了这么多？曹聂搂住沈云月的杨柳细腰，这是不是你能知道的？现在继续完成没有完成的事情。沈云月疑惑道，什么事情？已经离开的曹魏听到这声音，感叹一声，家主也是，每次办这事也不开启隔绝阵法，听得老夫热血沸腾，不行，得去找小美聚聚。几天后，曹聂把9节焚天灭道掌修炼到第3重，刚出来透透气，就见管家曹回找了过来。家主，红菱小姐回来了，还带回来2个人。曹聂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，上一世红菱就来看过他，是为数不多关心他的人之一，带回来2个人是怎么回事？曹聂垂眉沉思，一些记忆片段划过。他躺在柴房里，气息奄奄，双腿还被人打断，浑身臭烘烘的。红菱不嫌弃他身上的味道，为他疗伤。柴房门口有一位年轻男子，他捂住口鼻，一脸嫌弃地说了一句：师妹，木骸丹可是宗门给你的赏赐，你怎么能给这个废物服用？红菱瞪了年轻男子一眼，师兄，我不允许你说我大哥，都怪叶晨他们母子，把大哥害成这样，还有义父也是，连自己的亲儿子也不管，等我修为提升起来，一定要为大哥讨回公道。年轻男子皱眉道，师妹，你还是不要管这事，听说曹家主已经突破归虚，和我们的师父一个境界，你想要替你这个废物大哥讨回公道，不知道要猴年马月，听师兄的，你干脆送他一程，免得他活着受罪。红菱怒目而视，小北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知不知道大哥小时候特别照顾我，要不是大哥，我少不了被其他人欺负。萧北无奈地把红菱拉了出来，行行行，我爱你还不行吗？你出来，这里臭死了，我来给他包扎伤口。说完，萧北就走进了柴房。这时远处传来一道声音，红菱小姐，家主要见你。红菱转身对萧北嘱咐一声，萧北，你轻点，我去见一下义父，等我回来，你要是没有把大哥的伤治好，我和你没完。萧北无所谓的挥了挥手，行了，你去吧，相信我，没事的。见红菱走了，萧北把手中的纱布一扔，对曹聂没好气道，自己包扎，老子可没心情伺候你这个废物。说着还踢了一下曹聂大腿处的伤口，这把曹聂疼得直在地上打滚。一旁的旺财看到这一幕，对着萧北狂吠起来。萧北气得一脚踢了过去，我操，一条臭狗也敢对老子吼，看老子不打死你。很快旺财变得奄奄一息，他本就是一条反狗，要不是萧北没有下死手，早就死了。萧北，包扎好没？义父要见你。红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萧北正想灭杀旺财的动作被打断，他俯身捡起纱布，迅速替曹聂包扎起来。那动作完全不顾曹聂的死活，几十息才能完成的事情，被他半息就包扎好了。曹聂更是疼得龇牙咧嘴。萧北见此，直接一脚踹在曹聂身上，然后走了出去。红菱，走吧，已经没事了。真的包扎好了，我看看。红菱正想进入柴房一探，直接被萧北拽走了。不用看了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？曹聂望着一旁奄奄一息的旺财，把手腕割开，用他的血液救旺财。这血液蕴含木还丹的药力，正在他体内发挥作用。果然，旺财喝了他的血液后，气息不再微弱，至少不会死了。接下来就是一人一狗相依为命的日子。曹聂能活这么久，少不了旺财去外面偷东西回来给他吃。听雨轩内，曹聂回过神来，望向曹辉道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曹辉道，回家主，红菱小姐去灵堂祭拜曹坤家主去了。
灵堂供奉着曹家自第1代家主以来的所有灵位，一共17位。曹聂是曹家第18代家主。等他祭拜完，你带他来迎客堂找我。是，家主。曹聂已经决定把红玲抢过来。红玲这种好女人，萧北根本不配。她有私心，好女人不辜负，坏女人不浪费。红玲是好女人，沈云月是坏女人，这些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等曹辉离去，曹聂向着冀中的地方赶去。偌大的曹家自然有不能修炼的族人，这些人需要吃饭，就需要堆积木材的柴房。大概过去10几夕时间，曹聂来到了曹府南边的一间柴房外，一出现就看见守在柴房外的旺财，还是记忆中第一次相见的样子，和第一世的五黑犬差不多，浑身漆黑，眯着眼正在睡觉，脖子上还被一个铁链锁着，链子的长度可以让他自由通往柴房里面。似乎是听到了脚步声，旺财睁开了双眼，起身对曹聂狂吠一声，接着立在原地一眨不眨地盯着曹聂。曹聂居然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激动和开心。曹聂疑惑地走了过去，刚靠近旺财的领地范围，旺财就扑了上来，整个脑袋往他身上蹭，尾巴更是摇得飞快，围着曹聂转着圈。曹聂俯下身去，伸手抚摸旺财的头，微微皱眉。这旺财怎么看着和他很熟的样子？系统，旺财不会也和我一样重生回来了吧？曹聂不得不怀疑，上一世第一次和旺财见面时，可是对他叫个不停。旺财这样子，一般只有对主人这样。遇见众生犬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将获得的软蛋给众生犬服下，有机会诞生谛听血脉，奖励炼丹术法，青帝长生丹经上卷。选择2，转身就走，以后你遇到的人全都是忘恩负义之人，奖励废丹10克。选择3，把众生犬带回去做成狗肉火锅，全部吃下，奖励饕餮火锅1盆。系统，我选择1，恭喜宿主获得炼丹术法，青帝长生丹经上卷。曹聂把第一次选择得到的软蛋拿了出来，软蛋呈现乳白色，闪烁着淡淡的白光。曹聂把软蛋往前一送，旺财好似理解了曹聂的意思，张嘴把软蛋吞了下去，接着双眼一翻，直接昏死过去。众生犬正在融合谛听血脉，自动屏蔽血脉诞生时的异象。家主，是你吗？一道疑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曹聂解开锁链，抱起旺财，转身看向来人。见到曹聂的容貌，来人连忙跪拜，拜见家主。曹聂颔首，拿出10万灵石交给对方。旺财我带走了，这些算是给你的补偿。来人望着手里的储物戒，刚想拒绝，可抬头看去，曹聂已经消失不见。远处传来一道很小的声音，以后你就叫黑黄吧。曹家迎客堂内，红绫端坐在木椅上，一袭红色丝裙，领口微微敞开，露出迷人的锁骨，脸蛋清丽，嘴唇红润，眉眼弯弯，眼神勾人，仿佛一眼就能望进人的心里。黑发高高挽成精致的美人髻，满头珠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在她对面坐着一位美妇和一位年轻男子。美妇的皮肤白皙细腻，在阳光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泽，她的身材更是完美，纤细的腰，挺翘的臀，修长的腿，勾勒出迷人的曲线，每一片肌肤都散发着成熟的魅力。年轻男子萧北身着宝蓝长衫，头戴玉冠，黑带束腰，脸上带着一丝傲慢的笑意，透露出他那高傲的内心。眼见曹聂还没来，萧北走到门口看了看，师妹，你这个大哥也是，让我们等了这么久都还没来。红绫皱着眉解释，师兄，我义父才去世，大哥他肯定是有事情在忙，你等等怎么了？萧北无奈，只能在迎客堂内来回走动。一旁的美妇看不过去，她道，北儿，红绫说的不错，才坐下没有几息，你就等不及了，快过来坐下吧。萧北坐到了美妇身边，嘟囔了一句，从来只有别人等我，还没有人能让我萧北等的。察觉到红绫那不善的目光，萧北讪讪一笑，歪过头去。红绫这才作罢。美妇拍了拍萧北的手臂，嘱托道，别忘了这次来的目的，待会红绫大哥来了，你给我客气点。萧北无所谓道，知道了娘，这话你都说了不下50遍，我都听烦了。再说了，红绫大哥要是不答应我和红绫的婚事，我就把我师父搬出来，他曹家还敢拒绝不成？后一句萧北是传音给美妇说的，他乃是玄阴宗大师兄，师父更是玄阴宗宗主归虚境的大能。来之前已经从红绫那里打听到，10年前红绫离开前，曹家家主是破望境9层的强者，算是顶级一流势力，想要和玄阴宗这样的超级势力相比，简直是不值一提。归墟之下皆蝼蚁，曹家家主已死，更加没有困难一说。红绫这位大哥才当上家主之位，面对族内的那些老人，现在怕是应接不暇。这不，他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？估计在求着那些老人来给他镇场子呢。听到传音，美妇不由瞪了萧北一眼，
这个儿子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些过于自信。三人等了没多久，3道人影自堂外走来。萧北看去，一名红袍年轻人，2位老者。萧北耸了耸肩，他还以为红林这位大哥能叫来几位长老镇场子呢，没想才2位。他可是知道曹家有9大长老。曹孽带着大长老曹健和2长老曹安进入堂内，目光瞬间就锁定在红林身上。义妹，10年不见，你倒是越发好看了。面对曹孽的夸赞，红林脸颊微红，他上前挽住曹孽的手臂，仔细打量起曹孽来。大哥，你好像变了许多。曹孽笑着解释，10年时间肯定会变，这不，义妹长得大哥都快认不出来了。曹孽宠溺地在红林挺翘的鼻梁上刮了一下，红林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。以前曹孽也经常这样，10年没见，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自然有些害羞，加上萧北还在一旁看着，红林有些不知所措。萧北看到红林挽着曹孽，本就有些不舒服，再看到2人之间的亲密举动，心里的嫉妒心被勾起。该死的曹孽，他和红林都没有这么亲密过。大哥，接到义父去世的消息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来，奈何相隔几域之地，就算坐船送朕还是慢了，连义父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红林有些惋惜，不管怎么说，曹坤给了他一口饭吃。2人向着守卫走去，曹孽拍着红林的手安慰道：无碍，父亲知道你有这份心就行了，他老人家不会怪你的。曹孽坐到守卫，红林站在身边，2位长老坐在红林原本坐的那一方。对了，大哥，怎么不见轻柔姐？红林忽然问。曹孽眸光闪烁，脑海中闪过一道倩影，他顿了一下，道：闭关了。话落，他把目光投向美妇和萧北，笑着问：这2位是你的朋友？红林脸颊上露出一对小酒窝，介绍道：大哥，这位是姚伯母，这位是姚伯母的儿子萧北，他是我师兄，我们一个师傅。曹孽颔首，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位姚伯母。至于萧北，早就被他晾到了一边。萧北眼中有股熊熊怒火，刚才和他女人做出亲密的举动也就算了，现在还盯着他的娘亲看个不停。就在萧北忍不住要爆发时，红林小心碰了碰曹孽的肩膀，小声道：大哥，你别这样盯着姚伯母看。曹孽收回目光，笑着缓解尴尬：不好意思，看见伯母就想起了我那死去的娘亲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看笑话了。萧北的娘亲恍然大悟，脸色恢复正常：2位不用站着，请坐吧。在曹孽的示意下，母子2人坐回了原位。曹孽拍了拍红林的玉手，指着首座上的其中一个位置：义妹，你也坐吧。红林看了一眼，摇头道：大哥，我站着就行。曹孽佯装不悦道：现在大哥是家主，让谁坐谁就坐。大哥，那个位置是大嫂的，我坐不合适。红林有些为难。曹孽把红林推了过去：一个位置讲究这么多干嘛？听大哥的。红林瞟了曹健和曹安一眼，见2人老神在在，也就放心坐了下去。他心中和萧北的想法差不多，义父去世，大哥肯定镇不住这几位长老，现在没被赶下家主之位，已经是这些长老仁慈。曹孽见此，心中大定，这个位置以后就是红林的。通过真实之眼，曹孽已经看穿红林的一切，其中2个信息让他精神一振：气运之女曹红林，修为阴变境9层，体质不死神凤体，未觉醒，天赋王级，血脉半人半妖，上界凤凰血脉和上界苏族血脉，身份凤凰族族长之女，苏族族长之女，玄阴宗宗主之徒，曹坤一女。根据这些信息，曹孽已经构建出一本1000万字的玄幻小说。红林带萧北来订婚，曹坤不同意。萧北挑战整个曹家年轻一辈的天才萧北赢，曹坤被打脸，不得不答应2人的婚事。借助红林的体质，萧北一路崛起，成为3000道域第1强者，飞升上界。借助红林未来的身份，萧北横扫各路天骄，成为上界大人物。现在知道了这些，曹孽自然不会让萧北如愿。他曹孽也想走捷径，发现气运之女，综合未来评分99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同意让红林和萧北订婚，奖励绿帽子1顶；选择2，不同意2人订婚，奖励天阶上品功法10本；选择3，帮助他觉醒不死神凤体，奖励阴阳无极限。系统，我选3。恭喜宿主获得阴阳无极限，任何人服用都有用，意志不可抗衡。曹家有范圣真魔功这一本功法就够了，差的是武技。阴阳合欢散无极限，无视强者实力，仅凭个人意志不能抵挡，听起来就很不错。众人落座，曹孽开门见山：两位，红林回来祭拜我父亲，不知你2位来我曹家有何事？萧北的娘亲刚想说话，萧北急不可耐地站了出来：曹兄，
我和红菱两情相悦，这次来是想定下婚约，还望曹兄同意。一旦婚约定下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曹兄若是有事要办，大可来太玄道域的玄阴宗找我，只要和玄阴宗有关的事，我萧北一句话就能办到。若是不行，我还能去找我师父，我师父归虚境大能。你曹家有事，加上我和师妹这层关系，我师父穿梭空间，几天就能赶来帮助你曹家。萧北的语气和神态都十分客气，话中意思也是向曹聂表达善意，想要通过这个条件来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。若是仔细琢磨，就会发现每一字都在向曹聂施压。有归虚境强者撑腰，萧北不信曹聂不答应。若是没有他这层关系，曹聂能镇压曹家一众长老。至少在他看来，曹聂为了稳固自己的家主之位，别无选择。面对气运之子萧北的压迫，请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同意两人订婚，奖励绿帽子屋顶；选择2，不同意两人订婚，奖励300万灵金；选择3，用阴阳合欢伞考验萧北，拆散两人，奖励虚空炼气绝上卷。系统，我选择3，恭喜宿主获得虚空炼气绝上卷。虚空炼气诀修炼到圆满，无需顶炉，徒手撕裂空间，引混沌之气炼气。曹聂没把萧北的话放在心上，思考着怎么拿下红菱的情况下考验萧北，让两人的感情分崩离析。很快，曹聂就已经有了想法。他舒缓面容，露出一丝微笑。身为红菱的大哥，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也知道有这么一天要到来。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为了彼此负责，也让我这个大哥放心把红菱交给你。你们两人必须经过我的考验，若是彼此都通过了考验，本家主就答应你们的婚事。若是任何一方不能通过本家主的考验，说明你们在自己的心里没有把对方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感情不坚固，必须分开。红菱，别怪大哥狠心，嫁人是一辈子的事情，选错了后悔莫及。红菱听完，心里暖暖的。来的时候，她还怕自己是义女的身份，曹聂不重视，把她随意嫁出去，换取一些彩礼钱回来。没想当初呵护她的大哥，一如既往的对她好。红菱眼睛红红的，她别过头去，轻轻揉了揉自己的眼睛。萧北望着这一幕，面色变得严肃起来。他本来还看不起曹聂，直到曹聂说出这番话，萧北感觉自己真不是人。他怎么能怀疑曹聂对红菱有想法呢？仔细想想，人家两人根本只有兄妹之情，也是怪他太爱红菱，把任何接触红菱的男人都想象成一个情敌。想通过后，萧北抱拳郑重道：曹兄，你说任何考验，我萧北接了。本来他已经想好，若是曹聂不答应，他就和曹聂立下赌约，挑战曹家年轻一辈的人。同境界下，只要有人能打败他，他就放弃和红菱定下婚约。反之，他打脸曹聂，和红菱顺顺利利地定下婚约。既然萧老弟有如此胆量，本家主就把考验的事宜和你们细讲一下。本家主会把你们关在2个房间内，给你们下春药，同时还会安排一位异性和你们待在一起。本家主会在这位异性身边画一个圈，你们没有忍住踏入这个圈内，就代表你们对彼此的爱不坚定。若是能以自己的意志扛过春药的发作时间，不踏入圈内，本家主就答应你们的婚约。听到这话，红菱和萧北以及萧北的娘亲眉头微皱。萧北疑惑道：曹兄，要是踏入圈内没有扛过春药，和异性发生关系怎么办？他望向了红菱。萧北是担心红菱扛不住，他倒是没什么意见。就算意志扛不住，他还有底牌能消去春药的药性。红菱也看向了萧北，他对自己同样有自信。他也担心萧北没有扛住怎么办。曹聂淡笑一声，指向下方的曹健和曹安：若是你们踏入圈内，在靠近异性前，他们就会出手把异性带走，留你们一个人在屋内，直到药效一过才会放你们出来。放心，红菱是本家主从小看到大的，不会用他的清白开玩笑。红菱放下心来，这个考验听着不靠谱。仔细想想，为了彼此，服下春药后能抵挡住异性的吸引，这一定是非常爱彼此才会扛住春药的摧残。反之，这婚不定也罢。行，我答应。红菱直接答应了下来。萧北陷入了犹豫，第六感告诉他，这事没有这么简单。曹聂的目光落到了萧北的娘亲身上。姓名：瑶瑶，修为：通幽境9层，天赋上等，身份：萧北的娘亲，萧家主母，丈夫萧战。见曹聂望来，瑶瑶思索后开口：曹家主，要不你换一个考验吧，这考验能看出一个人心里有没有对方，只是太不靠谱了。曹聂望向了红菱。红菱，你有信心通过考验吗？红菱郑重点头，我有信心，我听大哥的。红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曹坤虽然是他义父，自收养他后就没怎么来看过他，整天和何洁腻歪在一起。是曹聂经常来找他玩。
让他的童年变得不再残缺。这次订婚之事，他一切都听曹聂的。曹聂又望向萧北，萧老弟，考验还没开始，你就已经退缩，你让本家主怎么把红绫交给你？红绫的心情明显有些低落，他不由怀疑萧北对他的爱是否纯粹，又或者萧北还有其他喜欢的人是他不知道的。所有人都在等萧北的回答。萧北的第六感越来越强烈，心里有个声音让他一定不要答应这事，不然他会后悔一辈子。发现综合评分达到91的瑶瑶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降服，奖励9节练阵术上卷；选择2，答应瑶瑶换一个考验，奖励绿帽子10顶；选择3，不答应瑶瑶的提议，奖励10本天阶上品武技。系统，我选1，恭喜宿主获得9节练阵术上卷。引天雷入体，在经脉中克阵，每突破一层，虚度一次雷劫，可肉身成阵，举手投足间能引动天地之力。还有一个方法，若是你答应，直接跳过考验，和红绫定下婚约。曹聂无奈道。萧北眼前一亮，曹兄，你说什么方法？我萧北都答应。瑶瑶露出欣喜的笑容，看样子曹聂心软了，唯有红绫有些不高兴。大哥，我觉得这个考验就不错。看到萧北犹豫，他就越发想要考验萧北，不然怎么知道萧北是不是真的只爱他一个人？红绫埋怨地望着曹聂，曹聂投去一个安心的眼神，目光转移落到了瑶瑶身上，眼神柔和，情意绵绵。瑶瑶心里慌的一批，这眼神他当初在萧北的父亲身上看到过。夫人，本家主很奇怪，萧老弟来我曹家订婚，为何他父亲不来？瑶瑶和萧北的眼神有些暗淡。100年时间没有命牌留下，他们已经确定不可能还活着。北儿他父亲在100年前就已经失踪，我们派人前往附近几十座道屿，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，后面就放弃了，估计已经不在了。瑶瑶的神色有些哀伤。曹聂面露一喜，目光真挚，不知夫人觉得本家主如何？已经猜到曹聂的想法，瑶瑶没想到曹聂当着他儿子的面如此直白的就说了出来。萧北的父亲大概率已经死亡，他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，没想找其他人。曹聂的话让他有些为难。曹聂继续道，若是夫人同意，红绫和萧北的婚约现在就能定下，正好我们可以一起成婚。夫人别忙着拒绝，见到夫人的第一眼，本家主就感觉惊为天人。夫人不属于人间，像那9天上的仙女。夫人，你相信一见倾心吗？本来我以为你已经嫁为人妻，我们之间不可能，本家主更是不敢向你表露心声。刚才经过一番观察，本家主才冒昧地问你丈夫的事。既然他已经去世，为何不让我来代替他照顾你，照顾萧老弟？瑶瑶的脸颊绯红，这种情话萧北他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，第一次听到，让他无地自容，垂着头不敢去看曹聂。萧北双眼瞪得老大，看了看自己娘亲，再看看还在继续说着情话的曹聂。萧北好似反应过来，怪不得他的第六感老是提醒他，原来曹聂的目的根本不是考验他和红绫，这家伙居然想当他爹，气煞我也。曹兄，我爹只是失踪，还会回来的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萧北警告道。这个混蛋拐来拐去，原来是看上他娘了，怪不得刚才一直盯着他娘看。萧老弟，本家主是真的喜欢你娘，若是你同意，本家主现在就发誓，若是有一句假话，修为停滞不前，出门被乱刀砍死。曹聂又看向瑶瑶道，夫人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曹聂答应你，一定对你呵护有加，绝不让你受委屈。瑶瑶心乱如麻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只得把决定权交给萧北。北儿，你觉得如何？这把萧北给问住了。我的娘啊，你不是该直接拒绝吗？你来问我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有这个想法，拿不定主意，才让我来决定。萧北刚想替瑶瑶拒绝，谁想曹聂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不知所措。萧老弟，还是刚才的话，你同意我娶你娘，我同意你和红绫的婚约，如若不行，一切免谈。红绫期待地望着萧北，萧北家的情况他知道，瑶瑶在萧家过得很艰难，有几大长老和他作对，要不是萧北是玄阴宗的大师兄，有归虚境的师傅，萧家那些长老早就推翻瑶瑶，重新选择一位家主了。大哥真的喜欢伯母，娶过来也未尝不可，刚好可以亲上加亲。萧北犹豫后道，可以，除了我娘外，我们3人都得接受你说的那个考验，若是你没有忍住，你就放过我娘，若是我和红绫都通过了考验，你必须答应我们2人的婚约。瑶瑶不解地看向萧北，他让萧北决定是他不好意思拒绝，没让萧北答应。曹聂要是真的通过考验，那时候他不得真的嫁给曹聂了。北儿，你是不是会错娘的意思了？瑶瑶只得传音问。萧北传音回道，娘，你放心，我怎么会让你嫁给他曹聂？
我不是加了一个条件吗？曹孽和你没有感情基础，加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，一旦服下春药，一定会忍不住。如此，他不仅不能娶你，还必须同意我和红菱的婚约。瑶瑶还是有些担忧，要是他通过考验了怎么办？萧北否定道：绝不可能，就算真的通过了，我也不会答应这事。那你和红菱的事情怎么办？到时候我会传讯给师傅，让他来给曹孽施压，想那曹孽也不会不识好歹。瑶瑶想了想也是，曹孽怎么可能忍得住，于是也就放心下来。这一局他们母子二人一定能赢。曹孽、红菱、萧北分别去了3座练功房。曹孽所在的练功房内，瑶瑶被曹健带了过来。看到曹孽后，他不解地问：曹家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曹孽脸上露出如沐春风的笑：夫人，为了公平起见，防止你不认账，这个异性还得是你来。曹健把瑶瑶带到一个角落，给她周围画了一个圈，然后就离开了。瑶瑶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，她似乎掉入了某种圈套。没给她多想的时间，曹孽拿出一个瓶子递了过去：夫人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瑶瑶瞥了一眼，这种东西她都不知道曹孽为何会有，正常人谁用？她摇头道：我相信曹家主的为人，不会用假的东西来糊弄我。那就好，夫人，本家主要开始了。曹孽露出一抹坏笑：如此极品美妇，不吃下岂不是可惜了？曹孽把瓶子中的一点粉末倒在了嘴里，一抹诡异的香气弥漫开来。只是闻到一点，瑶瑶就感觉心跳加快，脸颊发烫。她暗自皱眉，这到底是什么药？隔着这么远，闻到一点气味都让她有点把控不住。曹孽服下后，像个没事人一样。这药自然是阴阳合欢散，唯独对曹孽没用。夫人，这药服用后3息之内就会发作，持续时间为半个时辰。若是本家主挺过这半个时辰，还望夫人到时候不要反悔。瑶瑶点头答应：这是自然，曹家主若是有如此意志，我嫁给你又何妨？话是这样说，瑶瑶心里可不信。隔着这么远，她都差点失控。曹孽服了这药，100%会失去控制。1息，2息，3息过后，瑶瑶望着一脸平静的曹孽，心中虽然惊讶，还在耐着性子等待起来。曹孽能忍得了1时，还能忍得了半个时辰不成？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直到1刻钟过去，瑶瑶慌了。曹孽如同开始一样，毫无反应，这让他不由怀疑这药的真实性。时间过去3刻钟，瑶瑶双手紧扣，眼底闪过一抹不可置信。夫人，曹孽的声音把低头思考的瑶瑶唤醒。她抬起头望着曹孽，心乱如麻。曹家主，这是等北儿和红菱他们考验完再说。瑶瑶转身就想要离开，曹孽身形如魅，拦在了瑶瑶面前。曹家主，他强自镇定，声音却有些发颤：你若是真心，就该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如此才符合规矩。曹孽低笑一声，忽然逼近：规矩？本家主的话就是规矩。瑶瑶阴沉着脸，没想曹孽如此霸道。夫人想要反悔不成？瑶瑶抿着唇，张了张，正欲开口，一记耳光落在他脸上。本家主最恨言而无信之人。瑶瑶踉跄倒地，青丝散乱，脸上清晰可见的血痕。他彻底怕了，望向门口呼喊：来人！曹孽蹲下身去，捏住瑶瑶的脸蛋：夫人莫不是太天真了？你觉得本家主为何会让你来当这个异性？瑶瑶猛然醒悟，脸色煞白，原来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。曹孽低笑一声：夫人知道就好，那夫人的选择。瑶瑶侧过脸去，纤长的睫毛微微颤动。曹家主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贵为一家之主，若是此事传扬出去……曹孽冷笑一声，修长的手指捏住他的下巴：夫人这是在为我着想，那为什么不再考虑一下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啪！一记耳光在他苍白的脸颊上再次留下红痕。再说一次！曹孽慢条斯理地活动着手腕。瑶瑶擦去唇边血丝，抬眸直视着曹孽：我说不愿意。直到10几巴掌过后，瑶瑶缓缓闭上眼，一滴泪滑落，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半个时辰后，曹孽离开了这里。萧北所在的练功房内，他已经等了1个时辰。就在他有些不耐烦时，二长老曹安带着一位风尘女子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曹孽才给他的阴阳合欢散。不好意思，萧公子，本长老去了一趟宜春楼，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。萧北不想和曹安啰嗦，直接道：把药给我。曹安笑眯眯地把手中的瓶子扔了过去，眯着眼打量着萧北那健硕的身材，一抹斜光一闪而逝。萧北不知道为何，只感觉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他疑惑地望向曹安和这名相貌不错的风尘女子，怎么回事？这两人想要对自己图谋不轨。曹安带着风尘女子来到不远，
在他身边画了一个圈后，对远处的萧北道：“萧公子，可以了。”萧北直接拔出瓶塞，把阴阳合欢散吞了下去。一入口，萧北立马发现不对劲，这药效好像强的有点过分。萧北死死咬牙坚持，转眼就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住，他一眼就锁定住远处的风尘女子，眼中的欲念升腾。不好，月姐姐，快助我把这药力消除掉！萧北在内心大喊。萧北识海深处，一袭白衣，风华绝代的绝美女子浮现，感受到这无孔不入的药力，他双手掐动法诀：“你忍耐一下，我现在就把这药力给你排出体外。”另一边，曹聂在房外看见萧北服用阴阳合欢散后，直接来到了红林这里。推开练功房的门，曹聂走了进去，身后的门自动关上。红林见到曹聂来，十分意外：“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曹聂笑道：“义妹，为了把你放心交出去，大哥亲自来考验你。”萧北这里，他坚持了10几息，终是快坚持不住。萧北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白衣女子收工，萧北识海中的最后一丝清明瞬间被欲念吞噬，他双目赤红，喉间发出一声低吼，将远处的风尘女子拉入怀中。萧北终是踏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曹安不仅没有阻止，还拿出一个留影石，把这一幕给记录了下来。大概记录了半刻钟，曹安收起留影石，他小心翼翼地望向四周，没有察觉到曹聂的气息，向着萧北走去，口中发出瘆人的笑声：“结结结！”萧北识海深处，白衣女子玉颜染霞，纤长的睫毛轻颤着，她强撑着最后一丝清明，瞥向那名风尘女子。不行！她咬唇轻喃，神识扩散出去，感知到曹聂和红灵的气息时，她强行挣脱萧北的识海束缚，冲入红灵体内。红灵的身体突然僵直，眼中闪过一丝清明。白衣女子刚掌控这具身躯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铺天盖地的欲念涌来，将她清醒的意志瞬间吞没。检测到气运之女月无暇的残缺元神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把月无暇强行从红灵体内剥离出来，在她在情欲反噬中魂飞魄散，奖励10柄6品灵气；选择2，放过她，利率帽子10顶；选择3，降服，奖励太初伏符诀上卷。神魔之气自体内激荡开来，曹聂莫名一喜，这是神魔阵势经第8重。当初他把神魔阵势经修炼到了第7重巅峰，本想着还有很长的时间才会突破，没想和红灵修炼能让他的神魔阵势经突破第8重。恰在此时，一股火光自红灵身上涌现，曹聂目露惊喜，不死神凤体要觉醒了。他抬手射出一道法印，将这一切封锁在这间练功房内。系统，我选择3。曹聂在心里默念：恭喜宿主获得太初伏符诀上卷。曹聂设法挡下了红灵觉醒体质时的异象，外界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众生灵望向天穹，擦着脸上凭空冒出来的汗水，疑惑道：这天怎么都红了，还有这气温都飙到5000度来了。修为弱小的修士直接被这恐怖的气温烤死。大夏皇帝夏礼走出御书房，把神识探了出去，探查了大夏地狱3遍，都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。他抬手间打出一道光芒，把整个大夏地狱笼罩，大夏地狱内的温度这才恢复。是陛下出手了，多谢陛下救我一条狗命。天菩萨，陛下太好了。活下来的子民面向大夏仙城方向，跪地感谢夏离出手。另外2大仙朝同样如此，他们这里的温度没有大夏的温度高，也达到了3000度左右。这种诡异的情况覆盖了附近100座道狱，无数强者把神识涌向苍茫道狱，只可惜无功而返。曹聂和红灵所在的练功房内，一团火红色光芒被神魔之气笼罩，火光凝聚成凤凰模样，似要冲出神魔之气的压制。神魔之气交织，凝聚成一头黑白色的神魔之龙，把凤凰给死死缠住，任凭凤凰怎么扑腾，都逃不出神魔之龙的控制。1个时辰后，一切异象都消失不见。月无暇恢复清明，刚冲出红灵体内，就被曹聂抬手抓了过来，问道：尽残缺元神，你能逃去哪里？月无暇瞳孔一缩，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惶恐：你居然已经突破至归虚境3层。曹聂负手而立，眼中寒芒闪烁：本家主给你2个选择，臣服或者死。月无暇浑身一颤：你早就知道我在萧北体内？曹聂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：知道你很难吗？月无暇顿时面红耳赤，连退3步：你怎么会？眼见跳脱不了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：臣服你有什么好处？别忘了我乃是问道境的强者。曹聂不屑道：一个残缺元神，你连归虚境的实力都很难爆发出来，还敢跟本家主谈条件？曹聂手中神魔之气缠绕，开始用力。月无暇大惊失色，自己的残缺元神在被磨灭，
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怎会如此霸道恐怖？你听受，本姑娘臣服你。岳无暇很是无奈，他跟着萧北，怎会遇见这种事？本来第一次被曹聂夺走，他就十分气愤，要不是打不赢，他都把曹聂给杀了。没想反被对方给降服。你放开心神，让本家主种下神魔印。神魔印是神魔阵噬金突破第8重衍生出的手段。神魔印分为神印和魔印，神印能帮助中印之人修炼，提升修炼速度；魔印能掌控中印之人的生死。中印之人一旦死亡，就会被魔印吞噬吸收，成为曹聂突破修为的养料。神魔印有9大主印和10万副印，9大主印多出了一个作用，中印之人的一切本领，身为失印之人的曹聂都会。岳无暇在迟疑过后，只得听话，放开自己的心神。曹聂抬手一指点出，一道复印自他元神中冲出，向着岳无暇的残缺元神冲去。几息过后，曹聂这才收手。岳无暇惊讶地张大嘴巴，不可思议地望着曹聂：“你确定这东西能控制本姑娘？”曹聂笑而不语。魔印被神印包裹，岳无暇自然不知道。进入本家主的识海待着，以后想办法让你恢复肉身，给本家主生几个孩子。岳无暇冷着脸，忽然向着门外逃去。曹聂心念一动，岳无暇就倒在地上，捂住脑袋打滚。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岳无暇惊恐地发现，在他元神深处的那枚金色神印，突然变成了血色的魔印，在吞噬他的残缺元神。曹聂教训了岳无暇一下，这才让魔印隐藏下去。神印继续恢复岳无暇的残缺元神。岳无暇起身，面露惊恐地望着曹聂。如此手段，只有一些魔道修士才会使用。这神魔印给他的感觉极为不简单。神印还能帮助他恢复元神上的伤势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进来吧，曹聂冷冷道。岳无暇叹息一声，冲入曹聂的识海。他这一生都要成为这个人的奴隶了。进入曹聂识海的岳无暇惊讶地发现，在这里恢复元神比在萧北识海内恢复元神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。四周的金色光芒让他十分温暖。再看向另一边的滔天血海，岳无暇缩了缩脖子，不敢靠近半分。那块识海区域给他的感觉和刚才曹聂施展魔印的感觉一样，似乎靠近就会将他吞噬得一干二净。眼看红灵不会很快醒过来，曹聂带着他来到了听雨轩。见曹聂抱着一个女人回来，沈云月心里不是滋味。她现在已经怀孕，看到曹聂如此作为，感觉到了深深的背叛。他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带他来这里？鬼使神差的，沈云月问出了这话。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明明曹聂是他的灭族仇人，他还会为了曹聂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，甚至心底隐隐有些心痛。曹聂瞥了沈云月一眼，继续向着屋子走去。以后她就是曹家主母，你的姐姐。沈云月不甘的大吼：为什么？我才是你的第一个女人，凭什么她是曹家主母？曹聂停下身形，冷着脸看向沈云月：为什么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沈云月，记住你的人生目标，你这一生是为了杀我而活，你最好不要爱上我，不然以后你会很难过，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少，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。沈云月背对的哑口无言，他紧握双拳，内心有那么一丝丝后悔。放下红绫后，曹聂向着院外走去，经过沈云月身边时，叮嘱一声：好好照顾她。沈云月咬着牙蹦出几字：我怀孕了，不是该她照顾我吗？我凭什么照顾她？曹聂停下身形，抬手轻抚沈云月的脸，啪的一声，沈云月应声倒地。因为她是曹家主母，本家主的女人，而你只是一个玩物，玩物就该要有玩物的觉悟。曹聂冷冷地看了沈云月一眼，向着院外走去。沈云月望着曹聂那无情的背影，无助地抽泣起来。曹聂出了听雨轩，向着萧北和曹安所在的练功房走去。这是归虚境强者的气息。曹聂抬头望向萧北和曹安所在的练功房，一步踏出，人已经来到练功房外。他推门而入，就看见倒地吐血的曹安，以及死亡的风尘女子，还有未合拢的虚空裂缝。怎么回事？听到曹聂的声音，曹安急忙指向快要合拢的虚空裂缝家主，有人就走了萧北。曹聂一个闪身来到虚空裂缝前方，抬手间神魔之力涌出，把细小的虚空裂缝扩大。这时瑶瑶刚好找了过来，看到如此惨烈的场景，他担忧地问：曹郎，北儿去哪里了？曹聂安慰道：萧北被人抓走了，本家主现在去救他，你们在这里等着。说罢，曹聂踏入虚空裂缝当中。瑶瑶来到虚空裂缝前方，看着里面缓缓消失的曹聂，想要冲进去又不敢的样子。没有归虚境的修为，踏入虚空唯有一死，除非有归虚境强者保护。虚空内没有方向，曹聂只能凭借仅存的一丝气息向着一个方向追去。某处虚空中，一名灰袍老妪带着一男一女快速奔逃。萧北，你还苍茫道域，居然不来找我？女人身材姣好，
面容清丽脱俗，有些生气地望向面若猪肝的萧北。萧北很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来：“林夕，实在抱歉，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和我娘被抓，要不是有你当初留下来的传讯符，我或许还在曹家，只是我娘还要在曹家受罪。”名为林夕的女子柔声安慰：“不好意思，萧北，林姨她只能带我们2个人。”萧北佯装无所谓道：“没事的，想来曹家也不会把我娘怎么样。放心吧，萧北，大夏存在不了多久了，到时候我们再来曹家一趟，把你娘救出来。”林夕笑着安慰一声，萧北的面色这才舒缓了一些。不好，公主，有人追上来了。老妪的面色凝重无比。萧北和林夕往后看去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没有。会不会是路过的归虚境强者？萧北猜测道。灰袍老妪摇着头，不是，他就是朝我们这个方向来的。就在这时，萧北的眼里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把他吓得亡魂大冒。曹孽，他居然是归虚境强者。林姨，他不会就是你在曹家感应到的那名隐藏强者吧？林夕也看到了，这相貌太年轻了。灰袍老妪点点头，应该就是他。眼看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萧北有些心惊胆战。经过刚才的一路思考，他确定自己被曹孽下套了。这个禽兽一开始还以为是为了他和红绫好，想明白后才知道曹孽的心有多么的歹毒。萧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通过考验，畏罪潜逃吗？太让本家主失望了。红绫可是为你扛过了春药的发作时间，你居然没有扛住，本家主果然没有看错，你根本不喜欢红绫。曹孽那淡淡的声音传来，萧北彻底被激怒，大吼一声：“你放屁！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，根本没有人能扛住那样。”曹孽唇角勾起一抹讥诮：“谁说无人能抗？本家主不就安然无恙？对了，有件喜事告诉你，你娘被本家主的诚意所打动，已经是我的人了。”萧北浑身巨震，却听曹孽继续道：“知道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来找你吗？正是因为你娘太粘人了。”曹孽！萧北双目赤红如血，周身灵力暴涌：“老子和你没完！”曹孽不屑一顾：“凭你这半不通幽境的修为，还是凭你这张嘴会说？”萧北怒目而视，牙齿都快咬碎。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无力感，这个该死的曹孽，怎会是归虚境强者？老天没眼，能让这种畜生突破归虚。灰袍老妪见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下定一个决心：“公主，我送你们走，我留下来拦住他。”林夕摇头道：“林姨，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”灰袍老妪没有说话，抬手把前方的虚空撕裂开来。公主没机会逃走的，她的速度太快了。说罢，灰袍老妪把2人推出了虚空裂缝。林姨，不要！林夕痛苦地大叫一声。和灰袍老妪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灰袍老妪盯着合拢的虚空裂缝，松了一口气。只要虚空裂缝合上，曹孽就再难找到2人处于何方。灰袍老妪刚转过身来，就见曹孽降临在不远处。归虚3层，你是哪方势力的人？天眼还是凌霄？几人的谈话，曹孽听得清清楚楚。能被归虚强者称呼公主，整个苍茫道域只有这2家势力有能力。这位公主地位还不低。灰袍老妪不语，拿出一柄长剑，向着曹孽刺去。曹孽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丝不屑，侧身躲过灰袍老妪的剑，反手一掌拍出，强大的掌力汹涌澎湃，向灰袍老妪席卷而去。灰袍老妪身形一闪，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挡住了这一击。双方的碰撞产生了强烈的气流，周围的虚空都为之震荡。曹孽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神魔之力激荡开来，长剑应声破碎，这掌去势不减，直接洞穿了灰袍老妪的身体。灰袍老妪的元神冲出体外，向远方逃去。曹孽嘴角轻扬，抬手凌空一压，九节焚天灭道掌。一道巨大的黑岩巨掌自虚空深处落来，所过之处虚空震颤。灰袍老妪的元神仰头看去，巨掌在眼中瞬间放大，连惨叫都没能发出，元神就已经被拍碎。虚空中陷入了安静。曹孽看向萧北和灵犀消失的地方，暗自皱眉。虚空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，前一秒撕裂通往的地方和后一秒撕裂通往的地方完全不一样。除非有坐标，就像灰袍老妪一样，直接撕裂空间出现在萧北身边，把他带走。小月月，你在萧北的识海待了那么久，有办法找到他吧？曹孽的识海内传出月无暇那愤怒的声音。曹孽，我叫月无暇，你再敢叫我小月月，本姑娘和你没完。是吗？你现在还没认清现实。曹孽心念一动，识海中传出月无暇的惨叫，眼看月无暇快要坚持不住，曹孽又停止了折磨。小月月，叫声主人来听听。月无暇躺在曹孽的识海中，一脸的生无可恋，自己当初怎么会答应这个混蛋，搞得他现在生死不由己，想死都要经过曹孽的同意。
月无暇想哭，却哭不出来。感受到魔印又有爆发的势头，月无暇连忙回道：“主人，有的，有办法找到萧北，不过需要一点时间。”曹聂沉声道：“需要多久？”月无暇不确定道：“这个看距离越远，需要的时间越长。如果还在苍茫道域，你需要多久才能找到萧北？”主人，半个月至1个月。曹聂颔首：“行，给你1个月时间，1个月后没有找到，你就成为本家主提升元神的养料吧。”是，主人。月无暇有气无力道，才恢复的元神力量又被魔印给吞噬了。曹聂根据留在曹家的气息坐标，很快就回到了曹家。刚从虚空裂缝中走出，瑶瑶就走过来问：“曹郎，怎么样？”曹聂摇着头，叹息一声：“那人修为太强，慢了一步，被他给逃走了。”瑶瑶闻言，身子一软，差点倒了下去。曹聂连忙扶住瑶瑶，把对方拥入怀中，安慰一声：“你放心，萧北现在也算是本家主的儿子，本家主会安排曹家的人寻找。”瑶瑶躺在曹聂怀中，无声抽泣着：“曹郎，你可要把本儿给安全找回来。”曹聂颔首：“你放心，本家主这就安排人去找。二长老，你通知下去，让曹家在苍茫道域的探子查一下萧北的踪迹，一旦发现，速禀报本家主。”遵命，家主。曹安恭敬地应了一声，向着练功房外走去。在经过曹聂身边时，把刘影珠无声无息地交给了曹聂。曹安离去后，曹聂好好安慰了瑶瑶，接着带他向着听雨轩走去。看到曹聂又带回来一个女人，凉亭内的沈云月后，曹牙都快咬碎了。曹聂无视沈云月，对瑶瑶叮嘱一声：“你就暂时住在这里，等萧北找到了再做打算。”瑶瑶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现在只能这样了。”屋子内，曹聂守护在红菱身旁。不久之后，红菱悠悠转醒，看到曹聂后，刚才的记忆袭来，他别过头去，不敢面对曹聂。他居然镇压了大哥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曹聂握着红菱温润的小手，安慰一声：“丫头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人要学会往前看。”红菱的眼睫毛颤了颤，缓缓转过头来，一双勾神夺魄的美眸看了曹聂一眼，又垂了下去。大哥，我会负责的。曹聂微微一笑：“这丫头还挺可爱的。怎么，你不是喜欢萧北吗？”曹聂笑问：“不，经过这次，我发现我真正喜欢的人是大哥你。大哥，你会要红菱吗？”红菱摇着头，期待地盯着曹聂。曹聂紧紧握住红菱的双手，承诺道：“以后你就是曹家主母。”红菱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来，她起身把曹聂死死抱住：“大哥，谢谢你。”不过很快，一丝忧愁出现在红菱脸上，她松开了曹聂，独自哀伤。曹聂自然知道红菱在想些什么，连忙安慰：“你不用自责，萧北心里根本没有你。服下药后，任凭二长老如何打他，他都没有恢复清明，最后还玷污了那名风尘女子。这是当时二长老怕萧北事后不承认留下来的证据，你要不看看？”红菱望着曹聂手里拿出来的刘影珠，脸颊一红。既然是证据，她一个黄花大闺女怎么能看？不对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红菱心里不由一松，她还以为萧北通过了考验，这样的话，她里外不是人。她心里的那一丝负担消失，两人以后谁也不欠谁。那她现在在哪里？我想要正式和她提出分手。她被人抓走了，不知道下落。红菱心里不这样想，觉得是萧北不敢面对她，选择自己离开了。数日后，曹家议事堂内，诸位，本家主这里有一秘术，能帮助你们加快修炼速度。曹聂这话立马吸引了9大长老的目光，他们如今的天赋都已经达到了伪王级，修炼速度较以前提升了10几20倍，这要是还能提升，那他们突破归虚指日可待。家主，什么秘术？难不难学？二长老曹安激动地问。自从服用造化丹后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好了起来，雄风不减当年。曹聂扫了曹安一眼，迅速移开，他怕脏了自己的眼睛。以前只听过二长老曹安有些坏习惯，没想这坏习惯有些让他无言以对。喜欢什么不好，偏偏喜欢男人。要不是曹聂看萧北时不时捂着自己的屁股，他还不会想到这事。不用学。曹聂把神魔主印施展出来，道：“这是神魔印，神印可以帮助你们修炼，魔印可以掌控你们的生死。各位长老以为如何？”曹聂淡然地扫过9人，无一例外，9人顿赶紧被发凉。曹聂这话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，他想要一个完全听话的家族，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。9大长老相互对视一眼，大长老曹健举手赞同：“家主，我愿意。”见到曹聂连自己亲爹都杀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料到曹聂不会放过他。在他看来，自己一把老骨头，天赋不如曹聂，修为和实力也不如曹聂，
被曹孽控制也未尝不可，至少曹孽能全心全意为曹家服务。近看是他的生死被曹孽控制，远看是他控制曹孽壮大曹家。这一波他赚。曹孽紧紧盯着另外8人，他完全可以不把神魔印的坏处说出来，为了看看这9人是如何想的，他还是决定说出来。他要把9大主印给9大长老，这9人几乎每人都掌控有一种能力。大长老曹健的剑道修为超群，已经是剑皇级别剑道修炼等级分为剑徒、剑师、大剑师、剑宗、剑王、剑皇、剑尊、剑圣。剑第2长老曹安就不谈了，听说修炼了邪术，还喜欢男人。3长老曹峰是丹王，4长老曹谷是气王，5长老曹魏是阵王，6长老曹武是符王，7长老曹仪是刀皇，8长老曹奋是剑皇，9长老曹雷是拳皇。一旦给9人种下神魔印，那他将会多出9种能力。若是有人不答应，他曹孽不介意送对方去见曹锟。对上曹孽的眼神，另外8大长老迟疑片刻后相继举手表态：家主，我愿意。家主，我也愿意。8人想开了，他们对曹孽来说完全没有利用价值。曹孽把神魔印的坏处告诉他们，肯定是把他们当作自己人。没有神魔印，就算他们的天赋提升到了伪王级，修炼速度也不会比曹孽快。表面上看是曹孽控制了他们，实际上是他们沾了曹孽的光。曹孽满意的笑了：各位放心，只要你们不做出危害曹家的事情来，本家主永远不会动用魔印取你们的性命。种下神魔印后，不会对你们有丝毫影响，反而还会帮助你们快速修炼。如此，相信不久各位都能突破归虚。听到归虚2字，9人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这是一个无比吸引人的境界。没有突破归虚，他们做传送阵只敢在附近摆座道域游历。突破归虚，3000道域想去就去，不用担心寿命不够的问题，不用担心速度不够的问题。家主，老夫先来吧。曹健激动道。对于神魔印，他是一点也不害怕。曹孽颔首把手中的主印种在了曹健的元神深处，至此曹健的命受他掌控。真的有用，这修炼速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提升了10倍左右。曹健尝试修炼了一下范圣真魔功，激动地望向曹孽：家主，不出1个月我就能突破归虚。按照计划，他还有1年才能突破归虚。现在种下神魔印，加上如今的修炼势，他有把握在1个月内突破归虚。听到这话的其他8位长老激动地望向曹孽：家主，该我了。曹安凑了过来，曹孽再次拿出主印给曹安种下。真的有用，最少2个月，最多3个月，我曹安就能突破归虚。曹安显得激动异常。其他长老一起凑了过来：家主，该我了。曹孽把剩下的主印都拿出来给几人种下。当他们确定能提升修炼速度后，激动得欣喜若狂。有了神魔印，他们的修炼速度可以和王级天赋的妖孽比肩。曹孽压了压手，众人安静下来。神魔印能根据本家主的修为提升你们的修炼速度，现在的提升速度是10倍，等本家主突破问道境，速度可能提升到20、30，甚至是100倍、10000倍。9人起身向曹孽弯腰行礼：多谢家主栽培。曹孽压了压手，继续道：接下来诸位去安排族人来议事堂，本家主要把神魔印都种入他们体内，以此提升我曹家的整体修炼水平。另外，不要告诉神魔印能控制他们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不能遗漏任何一人，才出生的婴儿也必须种下。9人齐声高呼：遵家主令。9人离开了，去安排族人来此种下神魔印，同时还要把外面的族人给叫回来。曹孽嘴角浮现出一抹笑意。神魔印一旦种下，此生都不能剥离。就算诞生一位孩子，无论主印还是副印，都会衍生出一道副印种下。曹家以后出生的孩子不用曹孽操作，他们都归曹孽控制，死后一身修为还会反哺给曹孽。主印能提升10倍修炼速度，副印是主印的1半，能提升5倍修炼速度。神魔印只能控制修为不超过曹孽一个大境界的修士，超过一个大境界很可能会被反噬。1个月后，曹孽把曹家所有人都种下了神魔印，红灵和黑黄除外。黑黄还在蜕变当中，至今未醒。10万副印还剩下6万多。这1个月里，根据统计，有5000左右的族人怀上了孩子，还有族人在为此准备着。9大主印种下后，曹孽发现自己凭空掌控了一些东西，比如炼器、炼丹、阵法等等，好像修炼了很久一样，就这样会了。后面还把得到的虚空炼气诀和青帝长生丹经等功法给了曹峰等人，再次让9人震惊了一次。对曹孽只剩下顶礼膜拜：家主，我要突破了。这天，曹健找了过来：走，去其他道域。曹孽撕裂虚空，
带着曹健向着附近的道域赶去。1天之后，曹聂和曹健回归，曹健赫然已经成为归虚境大能。大长老，你现在的修为想办法隐藏一下，最好不要被宫里的那位知道。曹健激动地点点头，放心吧家主，我懂，我曹家现在需要的是猥琐发育，不能浪。曹聂挥了挥手，曹健带着笑容离开了。第2天，太后身边的太监楚东找了过来，一进门楚东就没有好脾气，曹聂，赶快随我进宫面见太后。曹聂的目光扫了2长老曹安一眼，接着撕裂空间来到仙宫大门前，和禁卫军说明来意后，向着长乐宫走去。楚东见到曹聂，直接撕裂空间走了，气得一挥衣袖离去。出了曹府，楚东向着仙宫走去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身后还跟着一个人。长乐宫内，太后姜颜轻轻挥手，示意宫女们退下。等殿门缓缓合上，她指尖微动，一道无形的结界悄然笼罩内殿。她转身，眸光潋滟，望向静立殿中的曹聂，嘴角微扬。曹相，1个月不见，你倒是沉得住气。话音未落，他已经上前，纤纤玉手攀上他的衣襟，久违的气息让他心神微颤，指尖不自觉地收紧。曹聂低笑一声，顺势揽住他的腰肢，将他横抱朝凤榻走去半个时辰后，姜颜躺在曹聂怀中，青丝散落。曹相，以后下朝多来长乐宫陪陪哀家说说话。曹聂淡淡道，这得看本相心情。姜颜眸光微暗，他身为大夏太后，还要低声相求。他轻叹一声，握着曹聂的手，温柔地按在自己腹部。曹相，感受到了吗？曹聂眼中金光爆闪，辛苦你了。好似想到什么，姜颜眼中的光芒暗淡了下去。这事要是被陛下察觉……曹聂沉吟片刻，道：你对外宣布要闭关突破修为，这样就不会被陛下知道。姜颜叹息一声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曹聂起身整了整衣物，太后，时辰不早，臣该离开了。对了，你把心神放开，让本家主种下神魔印，能提升你的修炼速度，这样对孩子也好。姜颜没有怀疑，放松心神。曹聂指尖泛起暗芒，在他眉心轻轻一点，霎时间，姜颜感觉灵台清明，周身灵力流转都快了许多。姜颜欣喜地盯着曹聂，运转功法吸收灵气的速度居然提升了5倍。走了。曹聂不理会姜颜那震惊的表情，转身离去。距离曹府不远的一个小巷子里，楚东捂着自己的屁股离开了，他的面色阴沉到了极点。到底是谁暗算了他？不要让他知道，不然非把此人千刀万剐不可。一个隐秘的角落，2长老曹安舔了舔嘴唇，一脸的满足，口中吐出2字：极品。数日之后，上晚早朝，曹聂刚从金銮殿内出来，就见左丞相王峰凑了过来。曹聂，你等着，上次把老夫拍出大夏的事情没完，陛下护你，老夫就去皇后那里告你，看你死不死。王峰放下狠话，正想离开，曹聂一个大耳光扇过去，王峰惨叫一声，脑袋带动身体飞出了大夏仙城。四周的官员像是躲瘟疫一样，纷纷远离。回到曹家后，大长老曹健找了过来，家主，有萧北的消息了。曹聂把曹健带到院子里的凉亭内坐下，仔细说说。曹健整理了一下思绪，这才道：家主，你不是让我们注意凌霄仙朝和天眼仙朝吗？就在不久前，传出凌霄仙朝9公主要纳夫婿，我们就查了一下，没想这位9公主要纳的夫婿正是萧北。确定没有查错？没有错，就是萧北。我们让人从凌霄仙城内弄了一份画像，和萧北一模一样。曹聂的嘴角微微勾起，那位公主正好满足系统的要求，还是一位气运之女，得走一遭。他们什么时候成婚？家主，10天后。曹聂估算着大夏到凌霄之间的距离，撕裂虚空，明天就能赶到，有大把的时间做好准备。2长老呢？让他随本家主走一趟。听到曹聂的命令，曹安马不停蹄地找了过来。曹聂直接撕裂空间，带着曹安向着凌霄仙朝赶去。由于是公主招夫婿，只宴请了凌霄仙朝内的势力。次日，两人来到了凌霄仙城的9公主府邸，暗中进入府邸后，打死2个护卫，易容成他们的样子，在9公主府邸待了下来。易容术是曹安的天阶上品，还被曹安修炼到了圆满。因为神魔主印的功劳，曹聂也会。他施展过后，就连问道境都别想发现他。两人带到萧北成婚这天，把9公主府邸都摸了一个通透。整个府邸最强只有破望境5重的一名护卫长，是凌霄皇帝安排保护9公主灵犀的。为了不被暴露，曹聂和曹安没有前往成婚的地方，两人负责保护9公主寝居的安全。9公主是凌霄皇帝最宠爱的公主，白天有很多强者会前来庆贺，就连凌霄皇帝都会来。届时归虚境强者不在少数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两人决定晚上动手。夜晚很快到来，
隔着老远，曹聂和曹安就看见萧北牵着灵犀走来，两人醉眼朦胧地走进了婚房。曹聂和曹安对视一眼，小心翼翼地向着九公主的寝宫走去。至于其他护卫，直接无视。两人一个是归墟境3层的强者，一个是破望境9层的强者，在这个九公主府怕谁？白天那些强者全都离去，现在这里就是他们两人的天下。刚靠近寝房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两人的交谈声。萧北哥哥，半个月后父皇将会开启凌霄秘境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做好准备。凌霄秘境，凌霄秘境是我凌霄仙朝的根基，里面拥有一座凌霄仙池，父皇每100年将会安排人进入里面修炼。灵犀，你也会进去吧？当然，萧北哥哥，你如今在半步通幽境，从里面出来后，一定可以成为真正的通幽境强者。谢谢你，灵犀，要不是你，我或许还在曹家受罪。萧北哥哥见外了，我们如今是夫妻，救你是应该的。灵犀，我们来喝交杯酒吧。等一下，萧北哥哥，我去换件衣服。感应到里面的灵犀离开后，曹聂撕裂空间，带着曹安出现在萧北身边。萧北望着远处帷帐后面映射出来的苗条身影，有些吃了。连曹聂两人出现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，等他反应过来后，已经为时已晚。曹聂一指点在萧北额头，瞬间封印了他的元神和修为以及4感5识。萧北想要呼叫，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，他一脸惊恐地望着曹聂和曹安，这两个混蛋趁他成婚来此为何？萧北哥哥，我来了。帷帐后面走来一道曼妙的身影，萧北欣喜若狂，有救了。曹聂连忙对曹安挥了挥手，曹安迅速抓住萧北进入床底，撕裂空间已经来不及，曹聂动用易容术变成萧北的模样，再把修为压制在半步通幽境。瞥了一眼床底不会有问题后，这才看向脚步声传来的方向，只一眼曹聂就愣住了。灵犀轻解罗裳，一袭绯色轻纱随风摇曳，那纱衣薄如蝉翼，裙摆开合间隐约透出雪白的肌肤。夫君，他朱唇轻启，纤纤玉指撩开纱衣下摆，只见一抹紫色肚兜若隐若现，金线绣着的并蒂莲在烛光下熠熠生辉。他足尖轻点，翩若惊鸿，转身起舞，纱衣翻飞间，雪肌玉骨尽显无疑。萧北哥哥，喜欢吗？人家特意为你准备的哦。灵犀的嗓音带着几分酥软。曹聂身形一致，检测到气运之女灵犀，请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推开灵犀，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放了萧北，奖励10顶绿色帽子。选择2，一巴掌抽到灵犀脸上，大喝一声：贱人，毁我道心，然后一剑捅死对方，奖励荒阶上品功法绝情剑谱。选择3，镇压灵犀，奖励命门真火。绝情剑谱，一本断情绝育的功法，想要修炼至大成，需要斩尽红尘牵绊，灭尽枕边温存。这样的剑谱不要也罢。命门真火融合之后，精力无穷无尽。系统，我选3，命门真火已融合。萧北哥哥，我们先喝交杯酒吧。灵犀的声音比先前软了几分，隐隐透着一丝惬意。他连步轻移，走到桌前，素手微颤地捧起2杯酒，转身递来一杯。萧北哥哥，请。曹聂接过酒杯，交杯酒入喉，酒杯应声落地，晨光透过窗户洒落。萧北眼神空洞，眼中一片死寂。昨夜遭受的屈辱，每一幕都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曹聂起身给床上施了一个结界，起身对床下敲了敲。曹安把萧北推了出来，萧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他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希望，如今只求一死。曹安崇拜地看着曹聂，家主修为精深，实在令属下钦佩。曹聂脸上一黑，抬起一巴掌扇在曹安的后脑勺，他妈的别拿你和本家主比，老子感觉十分膈应。你个畜生喜欢什么不好，非得喜欢萧北这种男的，要不是看你是我曹家人，老子非得一巴掌拍死你不可。曹安尴尬一笑，露出一对整齐的大黄牙，害怕地退了退。能和家主在一间房子内玩，他曹安也不枉此生了。好了，萧北无用，杀了吧。曹聂命令道。曹安从体内唤出一根黑色的旗帜，上面飘扬着一个血色的邪字，挥舞间无数魔气从中飞出，凝聚成一个个骷髅头，发出桀桀桀的阴森笑声，冲入萧北体内。萧北好似被电击一样，身体抽搐个不停，口中发出呜呜呜的惨叫。几息过后，惨叫消失，这些骷髅头裹挟着一道元神冲进黑色旗帜当中。很快，黑色旗帜当中多出了一个骷髅头，地上的萧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曹聂盯着这根黑色旗帜，疑惑地问：这是什么？曹安不着痕迹地收了起来，生怕曹聂抢他的一样。这是我让老四给我炼制的人皇幡，已经被我炼制成为本命灵宝。人皇幡？你确定这魔气森森的旗帜是人皇幡？曹安嘿嘿一笑，家主，一个名字而已，不要在意。
曹聂围着曹安打量起来，没看出来本家主没有成为家主前，你个老小子就已经修炼了魔功，还没有被魔气侵蚀，不错，有几分魔道天赋。家主，那魔功有危害，我已经把功法转成您给的范圣真魔功，这功法才是顶级的魔功，我原来修炼的魔功在这功法面前不值一提。魔功？谁告诉你范圣真魔功是魔功的？面对曹聂这冰冷的眼神，曹安不安地咽了咽唾沫。家主说的对，不是魔功，是佛门功法。曹聂拍着曹安的肩膀，满意的笑了。这老小子上道，范圣真魔功能把灵气转变为魔气和佛气，唯独二长老曹安这个变态，一身的魔气，连一丝佛气都没有。好了，你先回去，本家主还有一点事情要办。曹聂挥手下了逐客令，曹安风一般的逃离这里。自从被曹聂种下神魔印后，每次靠近曹聂，他都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，恨不得远离曹聂108000里。曹聂的神识一直感应到曹安平安离开凌霄仙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他在凌霄仙城内感应到了7、8股归虚境强者的气息，有2人让他忌惮，一个是凌霄皇帝，一个是凌霄国师，一个归虚9层，一个归虚8层。他如今在归虚3层，能越级战斗，奈何没有实战过，不知道具体的实力堪比几层的归虚境强者。以他的估计，至少堪比归虚境6层的强者，甚至更高。曹聂收回神识后，钻入被窝当中，搂着灵犀睡了过去。凌霄秘境曹聂在大夏的时候听过，凌霄秘境是凌霄仙朝的立足之本，这些年过去，里面的宝物已经被凌霄皇室的人洗劫而空。曹聂准备去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淘到什么宝物。身为第一世的蓝星人，他可是知道，若是萧北进入这种秘境，一定能得到了不起的宝物。他虽然不是什么气运之子，奈何他的实力强大，去看看也未尝不可。午时之后，灵犀揉了揉眼睛，这才醒来。回忆起昨晚的疯狂，灵犀望向身边的男人，嘴角泛起一抹甜甜的笑容，痛并快乐着。夫君，该起来了，我们还要去给父皇母后请安。1个时辰后，曹聂收手，灵犀踏着赤足走了2步，虽然没有平日那样轻盈，不过也勉强不会失了仪态。灵犀尝试了一下，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。夫君，走，随我去仙宫。2人洗漱一番后，乘坐马车向着仙宫赶去。经过重重关卡，在灵犀的带领下，终于在御书房见到了凌霄皇帝和凌霄皇后。凌霄皇帝在批阅奏折，凌霄皇后在一旁帮忙研墨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3的苏云霞，请宿主选择。选择1，现在镇压，奖励万古不灭金身。选择2，过后降服，奖励100本天阶下品武技。选择3，现在降服，奖励9死9生9阴9阳神功。曹聂思索了一下，1、3太冒险了，加上如今的曹家更加需要武技。天阶下品对应归虚境，9大长老即将突破归虚，需要相应的武技提升实力。系统选择2，恭喜宿主获得100本天阶下品武技。凌霄皇帝放下奏折，哈哈大笑一声：“丫头，有点来晚了。”灵犀红着脸瞪了曹聂一眼，都怪曹聂，要不是他，一早就该来了。凌霄皇帝目光微凝，敏锐地捕捉到灵犀步履间那抹不可察觉的异样。作为过来人，他瞬间明白其中缘由。视线转向曹聂时，他的眼底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艳羡。这般战绩，他一生只有1次，后面修炼出了岔子，那方面受损远不如以前。儿臣拜见父皇母后。曹聂与灵犀齐齐跪拜，他的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苏云霞的裙摆。今日这一跪，他日一定要这位雍容华贵皇后加倍奉还。小北、小西，平身吧。凌霄皇帝拂袖一挥，一道柔和的灵力将2人托起。谢父皇，谢母后。2人异口同声道。凌霄皇帝沉声道：“小北，还是昨天的话，小西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，切不可做出对不起小西的事情来。”对于萧北，凌霄皇帝十分满意。同境界下，他的那些皇子都不是对手。18皇子这位通幽境1层的修士都败在了萧北手里，一个小境界的跨越，足以看出萧北有成仙之姿。萧北的事情他已经清楚，大夏是谁突破的归虚，他也已经知道，正是当年大夏的那位天骄曹聂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本以为曹聂不会对他造成威胁，谁想短短10年时间就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，如此天才必须铲除。曹聂牵起灵犀的小手，目光柔和，语气十分坚定：“我萧北发誓，这一生只爱灵犀一人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。”灵犀的眼眶都有些红了，他扑进曹聂怀里，小声开口：“萧北哥哥，灵犀也爱你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。”这一幕把凌霄皇帝和苏云霞给看感动了。
两人对视一眼，对曹聂更加满意。哈哈哈哈，好，你能有如此决心，也不枉朕把小溪交给你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吧。是，父皇。灵犀从曹聂怀里挣脱，对凌霄皇帝行了一礼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太监从御书房外走了进来，他来到凌霄皇帝耳边低语了几句。凌霄皇帝的面色变了变，接着对一旁的苏云霞吩咐道：云霞，你带小溪和萧北去御花园走走，等御膳房把吃食做好了，朕命人唤你们。苏云霞嫣然一笑，风情万种，她欠身一礼：是，陛下。走吧。苏云霞对曹聂和灵犀示意了一下，向着殿外走去。曹聂和灵犀连忙跟上。御花园内，苏云霞和灵犀走在前面，两人有说有笑。曹聂保持半步的距离，如同忠诚的护卫，紧随其后。苏云霞身为破望境强者，灵觉何等敏锐，瞬间察觉到身后那道灼热的视线。他耳根微烫，心中暗恼：萧北怎么回事？放着灵犀不看，反盯着他。曹聂立马收回目光，暗自皱眉。没有成为家主前，他连一个女人都没有碰过，一心修炼。自从修炼神魔镇世经后，曹聂越发感觉自己对女人没了抵抗力。系统，怎么回事？本家主有种没有女人活不下去的感觉，是不是功法的原因？系统没回答，曹聂很无奈。以前的他一心修炼，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，现在的他不谈也罢。前方察觉到曹聂的目光移开，苏云霞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母后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灵犀疑惑地问。苏云霞摸了摸脸，十分平静道：有吗？一直都是这样吧。灵犀收回目光，也没有在意。娘，我们去金鱼池喂鱼吧。那走吧。金鱼池占据50亩地，池塘里金鱼占了90%。来到金鱼池边，几人向着池中心的亭子走去。经过一个拐角时，苏云霞一个踩空，她刚准备动用修为，却不想一道身影已经拉住了她。这人自然是曹聂。曹聂手上用力，苏云霞被拉了过来，撞入他怀里。望着近在咫尺的面容，热浪的呼吸，结实的胸膛，苏云霞的一颗心都不平静了。该死的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苏云霞垂着头，思绪纷飞。母后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并排走路有几人的习惯。灵犀愧疚地垂下头去。曹聂盯着眼前这张明艳的容颜，嘴角似笑非笑。苏云霞抬眸，惊觉自己在曹聂怀中，慌忙退开2步。萧北，谢谢了。曹聂一本正经道：应该的，谈不上谢。见曹聂如此正经的模样，苏云霞心底的疑惑打消。曹聂出手的瞬间，那速度有些快了，远不是半步通幽竟能爆发出来的速度。好在不是特别离谱。苏云霞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。丫头，别自责了，母后不怪你。苏云霞把目光转向灵犀，安慰了几句，牵起她的小手，向着远处的亭子走去。母后，没有鱼食了，这些宫女也是，不知道母后和父皇随时会来这里喂鱼吗？灵犀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鱼食，加上刚才的事情，心情有些低落。母后，你和萧北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取鱼食来。没等苏云霞开口喊住，灵犀已经冲了出去。这丫头毛毛躁躁的，这鱼非得喂吗？苏云霞宠溺地笑了笑。庭中一片寂静，曹聂的目光落在苏云霞身上。苏云霞眉心微蹙：萧北，注意分寸。她低声警告，袖间灵力倾荡，将曹聂迫退数步。素手扬起，却在半空被牢牢扣住。曹聂稍一失力，苏云霞跌入怀中。娘娘何必如此绝情？苏云霞挣脱不出，眸色愈冷。萧北，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曹聂唇角微扬，答非所问。你当真忍心让灵犀年纪轻轻就守寡？况且就算这是传入陛下耳中，你觉得太子殿下的储君之位还保得住吗？苏云霞冷笑：荒唐，本宫与陛下数百年的情分，岂会如此经不起考验？是吗？曹聂眼底掠过暗芒。若是我和你有染的消息传出去，陛下是选择相信你，还是选择堵住悠悠众口？到时候牵连的可不止你一人。苏云霞浑身发颤，怒视曹聂。当初怎么没有发现曹聂是这样的人？早知道他绝不会同意两人的婚事。下不为例。苏云霞有些无力，面对背叛这事，任何人都无法原谅，或许是子虚乌有。陛下相信他，凌霄子民会相信吗？到时候陛下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萧北哥哥，我回来了。灵犀从远处跑来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两人的异样。母后，给。灵犀把鱼食递给苏云霞。苏云霞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幸好灵犀回来了，不然曹聂要是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，他真没办法招架。他接过灵犀递过来的鱼食，开始投喂起来，整颗心已经乱成一麻。萧北哥哥，你也来。灵犀没心没肺地拉着曹聂一起。不久，三人身后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：
皇后娘娘、九公主殿下、驸马爷，晚膳准备完毕，陛下已经在养心殿等候。小溪，走吧。苏云霞放下鱼食，急不可耐地拉着灵犀远离这里。曹孽跟在两人身后。养心殿内，凌霄皇帝坐在圆桌的首位，桌上放满了10几道菜以及酒水，一旁还有一男一女。男的俊美，身形匀称，一袭蟒袍衬托出他那高贵的气质；女子一袭霞帔，气质高冷，面貌绝美，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。云霞，快落座，今天我们一家子终于完美的聚在一起了。看到苏云霞走来，凌霄皇帝主动起身，上前牵起苏云霞落座。一男一女起身，面带笑容的呼喊母后。苏云霞看着两人，一脸的和蔼。凌九、凌霜，好久不见了。凌霄皇帝和苏云霞落座后，指着才进来的灵犀和曹孽道：凌九、凌霜，这是萧北，你们的妹夫。灵犀看到凌九两人，欣喜道：大哥大嫂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太子凌九的脸上露出宠溺的笑容来。小溪，大哥有错，我们回来晚了，没能参加你的成婚大典。灵犀笑着摆了摆手：没事，大哥大嫂能回来就行。曹孽适宜的抱拳：见过太子，见过太子妃。凌九的目光落到曹孽身上，面色一冷：萧北，本太子是不同意你和我妹妹在一起的。既然父皇已经考验过你，本太子就相信你能将我妹妹照顾好，不要让父皇母后以及本太子失望，不然别怪我凌霄仙朝翻脸不认人。曹孽冷着脸，针锋相对：放心大哥，谁要是敢伤害小溪，就先从我萧北身上踏过去，哪怕大哥你要伤害他也一样。现场的氛围变得剑拔弩张起来。凌霄皇帝和苏云霞好似没有看见这一幕。曹孽和凌九对视着，突然凌九大笑一声：好，你这个妹夫本太子认了，以后整个凌霄仙朝除了父皇母后外，谁要是敢动你，报本太子凌九的名字。曹孽脸上露出一抹感激的笑：多谢大哥。灵犀望着两人和睦的一面，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。他还担心自己大哥不承认萧北呢，现在看来完全是他多想了。好了，凌九，你一来就给萧北下马威，把朕放在何为适宜的时间，凌霄皇帝下场，让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凌九面向凌霄皇帝和苏云霞，立马收敛刚才的气场，恭敬道：是父皇。凌霄皇帝点点头：好了，都坐吧，今天没有安排满汉全席，全当是一家人聚聚。对于父子二人的演戏，曹孽看在眼里，没有说破，倒是这位太子妃让他有些心动。气运之女，赵灵霜，洛神音。修为，通幽境3层，归虚境1层。天赋，上等，王级。身份，凌霄太子妃，天剑山庄庄主之徒。系统，这是一体双魂。不是，赵灵霜的元神被洛神音的这丝元神封印了，如今在体内看着这一切，无法挣脱，只有等洛神音的这丝元神消失或者离开，赵灵霜的元神才能走出封印，掌管自己的身体。曹孽沉思着，能不被凌霄皇帝发现，看来这位洛神音身上有了不得的宝物帮助他隐蔽。对方占据赵灵霜的身体干嘛？难道是为了进入凌霄秘境？曹孽目前只能想到这个，实在想不通后，曹孽收回思绪，开始和凌霄皇帝和太子凌九畅饮。整个殿内一片欢庆。苏云霞忽然察觉裙摆传来若有似无的触碰，开始还以为是无意的，谁想后面越发明显。她眼波流转，余光恰好捕捉到曹孽的靴尖正若无意地划过她的裙摆，这个发现让她指尖收紧，险些捏碎手中的琉璃盏。这个曹孽简直胆大包天，当着陛下的面还敢如此。苏云霞垂下眼帘，强压下眼里翻涌的怒意。洛神音直快的手微微一顿，从他这个角度刚好把桌下的一幕尽收眼底。他不动声色地抿了口琼浆，识海中响起戏谑的传音：小丫头，你们这家子的关系还真复杂。识海内，赵灵霜的元神气急败坏道：你胡说什么？那分明是不小心碰到的。洛神音轻转着杯盏：看来是我看错了。赵灵霜愤怒道：父皇母后很恩爱，一定是他动用了什么卑鄙手段。洛神音在识海中发出银铃一样的轻笑：你母后不肯声张，肯定有见不得光的把柄在她手中。这事先放一边，你占据我的身体，不磨灭我的元神是什么意思？杀你，姐姐没兴趣。至于目的，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。要不了多久？你想进入凌霄秘境？洛神音笑而不语，切断了和赵灵霜之间的联系。凌霄皇帝举杯和曹孽对饮，浑然未觉桌下的暗流涌动。苏云霞垂着眉，眼里的怒火越发汹涌。酒足饭饱过后，凌霄皇帝和凌九搂着曹孽的肩膀，醉醺醺道：三弟，三妹就交给你照顾了，一定要把她照顾好，听到没？曹孽红着脸，喝得满身酒气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放心，
我一定把小溪照顾到位，不让他受一点委屈。林九拍着曹聂的胸膛，竖起了大拇指。三弟，二哥相信你。曹聂道：多谢二哥相信，已经晚了，那三弟就先走了。凌霄皇帝和林九站在养心殿门口，望着灵犀扶着曹聂离开，两人挥手告别。三弟以后没事常来。曹聂挥了挥手，一定。曹聂走后，凌霄皇帝和林九对视一眼。二弟，大哥，咱们继续喝，继续喝。一旁苏云霞望着两人，摇了摇头，都喝成这样了。这一幕把洛神英看傻了，这凌霄皇帝和他记忆中的皇帝怎么如此不一样？母后，这……苏云霞柔和一笑，解释道：凌霜，你要学会习惯，其实你父皇一开始不是皇帝，他是凌霄仙朝前身大梁仙朝的将军，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反，没想最后被他成功了，后面就建立了现在的凌霄仙朝。洛神英恍然大悟，他就说现在的凌霄皇帝一点皇帝的样子都没有，还和自己儿子女婿称兄道弟，真是一大稀奇。苏云霞望向桌上放着的几壶酒，无奈一叹，喝什么不好，非要喝醉仙酿，连问道境强者都不敢多喝。他们三人倒好，每人喝了一壶。洛神英看着里面还在喝的父子，假装担心道：母后，要不要强行把他们带走？苏云霞想了想，摇头道：不用了，你父皇不擅长治国，这些年精神时常紧绷，就让他放松一下吧。洛神英还是有些担心。母后，真的不用。苏云霞道：走吧，明天就没事了。洛神英和苏云霞离开了养心殿，殿外传来苏云霞的声音：拿本后的令牌，让陛下的亲卫过来，亲自保护陛下的安全，还有通知国师，让他今晚辛苦一下。是，皇后。有禁卫军回应。月色如水，透过纱窗映射进入寝殿内。苏云霞斜倚在软榻上，一袭素纱长裙勾勒出曼妙的身姿，她的指尖轻轻摩挲着素纱长裙，眸光微敛，始终不能入眠。破望境的她已经不需要睡眠，偶尔小憩已经是她的习惯，只是今夜思绪纷乱，难以沉静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曹聂撕裂空间离去，苏云霞怔怔望着那道逐渐合拢的空间裂隙，眼中闪过一抹惊骇欲绝。归墟境强者，这怎么可能？曹聂回到公主府的时候，灵犀还在沉睡。为了万无一失，当时的他可没有客气。曹聂掀开被褥，钻入其中，把少女那温软的身子揽入怀中。睡梦中的灵犀似有察觉，无意识地往曹聂怀里钻了钻，紧紧抱住他的腰身。第三个夜晚，苏云霞望着突然出现在帷帐前的黑影，指尖深深掐进掌心。第四个夜晚，苏云霞望着出现的曹聂，要疯了。第五个夜晚，苏云霞彻底崩溃了。第六个夜晚，当熟悉的身影再次进入帷帐，苏云霞只是翻了个身。第七个夜晚，她对着铜镜细细描眉，突然从镜中看见仙莲进来的身影，她微微一顿，又继续描眉。第八个夜晚，我没来迟吧？刚好。第九个夜晚，你来迟了，路上耽搁了一会儿。第10个夜晚，你还会来吗？你想我来吗？第11个夜晚，你来了，我来了。第12个夜晚，现在还早，你要不多留一会儿？听你的。第13个夜晚，苏云霞身着凤冠霞帔，望着出现的曹聂，眼角藏不住的笑意。我好看吗？好看，有多好看？纵使阅尽万古风华，也不及你刹那回眸。第14个夜晚，苏云霞沐浴后换上了那件珍藏多年的婚服，金线绣制的凤凰在烛光下微微闪烁。她对着铜镜细细整理着衣襟，指尖拂过袖口复杂的纹路。吱呀，她蓦然转身，眼中含笑，在看清来人时瞬间凝结。陛下。她屈膝行礼，脸色恢复正常，眼底闪过一抹慌乱。你怎么来了？凌霄皇帝望着盛装的苏云霞，恍惚间回到了几百年前那个夜晚。朕路过这里，见灯还亮着。他的目光落到衣襟上的那对鸳鸯上，怎么想起穿这身衣裳？苏云霞抚平袖口并不存在的褶皱，刚才整理旧物翻出来的，想着当年的大婚就穿上怀念一下。凌霄皇帝缓步上前，握着苏云霞的玉手，眼中闪过追忆。一转眼数百年过去，云霞，这些年朕亏欠了你。陛下言重了。苏云霞不动声色地抽回玉手，这个曾经让她魂牵梦绕的男人，如今却是如此的厌恶。凌霄皇帝将苏云霞轻轻揽入怀中，望着苏云霞略显苍白的脸色，柔声问：云霞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有些不太好看。苏云霞的身子微不可察地僵了僵。陛下，臣妾只是有些头晕。那让朕看看。凌霄皇帝抬手，掌心凝聚一缕灵力，正欲抓向苏云霞的手腕。陛下，没事。苏云霞连忙闪躲，后背渗出一身冷汗，藏在衣袖下的手不由捏紧衣角。
凌霄皇帝的手顿了顿，几百年夫妻，他怎会察觉不到苏云霞的异常？回想一下，应该是在怪自己冷落了他吧。云霞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就让我们再成婚一次吧。凌霄皇帝的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温柔，他抱起苏云霞，向着床榻走去。不行，不能这样下去。苏云霞垂着眉，思考着对策。凌霄皇帝轻柔地将苏云霞放下，指尖划过她的发丝，眼神炽热的几乎要将她融化。苏云霞的掌心已经被指甲掐出深深的月牙痕，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？就在凌霄皇帝俯身靠近的刹那，苏云霞侧过脸，露出羞怯又为难的神情。陛下，她声音微颤，带着歉意。臣妾今日身子不便，怕扫了你的兴致。凌霄皇帝的动作顿住了，越是他眉头微蹙，眼底闪过一丝失落。苏云霞低垂着眼，不敢直视他的目光，只得轻轻点头，嗯了一声。凌霄皇帝凝视着苏云霞，良久，他深深一叹，指尖抚过苏云霞的脸颊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朕改日再来。苏云霞暗中松了口气，她勉强挤出一抹笑。陛下不如去韩贵妃那里。凌霄皇帝摇了摇头，罢了，朕回御书房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。直到殿门合上的声音传来，苏云霞紧绷的身体终于松懈下来。你来月事了。一道低沉的声音从身侧传来，苏云霞心一紧，猛地转头看去，是曹聂。紧绷的神经立马松懈，他扑进曹聂怀里，双臂紧紧抱住他的腰身，脸颊贴在他的胸膛上，听着沉稳有力的心跳。次日一早，凌霄仙宫后山一处石壁前，聚集了数十人，除了凌霄皇帝的子嗣外，还有达官显贵的后代子孙。凌霄皇帝站在最前方，抬手挥出一道磅礴灵力，击射在前方的石壁上。他口中轻吐晦涩难懂的口诀，双手在眼前掐动，动作连连变换。大概持续了几息时间，凌霄皇帝向前一指，烈喝一声：“凌霄秘境，开！”石壁之上，灵力开始疯狂转动，形成一个通道式的漩涡光门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进去了，至于能吸收多少，全靠你们的本事。凌霄皇帝转身面向身后众人告诫道。凌九牵起赵灵霜的玉手，向着通道里面走去。曹聂和灵犀跟在身后，然后才是其他人。踏上漩涡光门的瞬间，曹聂感觉到一股空间之力作用在他身上，一眨眼就已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是一个祭坛式的圆形石台，脚下是密密麻麻的阵纹，阵纹每闪烁一下就会出现一人。仅仅几息时间，原本的数十人全都进入了这里。仙池在那里，我们走。凌九抬手指向远方唯一一座山峰的顶部，带头向着峰顶飞去。降落在峰顶后，众人看见一个直径100米的圆形仙池，上面冒着白色的雾气，池水呈现乳白色，一副人间仙境的样子。凌九转身对众人嘱咐道：“半个月时间，各位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。”说罢，他对曹聂示意了一下，带着赵灵霜飞入仙池当中。曹聂牵起灵犀的小手，带着他落入距离凌九2人不远的地方，这样也好监视赵灵霜。曹聂刚入池内，就感觉有股柔和的能量在往自己体内钻，奈何能量太小，对他的帮助不大。就算把整个仙池的能量都吸收，都不一定能让他突破。曹聂和灵犀示意了一下，开始装作修炼起来，实则在监视赵灵霜的一举一动。只见赵灵霜和他一样，闭上眼睛开始修炼。上百息过去，众人全都陷入了深度的修炼当中，赵灵霜依旧在修炼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就这样过去了1天时间，所有人都在努力吸收池中的能量，赵灵霜却是动了，他的脑袋慢慢沉入了池底。曹聂嘴角泛起一抹笑容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收敛身上的气息，把脑袋沉了下去。达到归虚境的他，几天几夜都不用呼吸，根本无惧这池水。曹聂跟在赵灵霜身后，向着池子最深处赶去。本以为这池子没有多深，谁想向下飞了半个时辰，都还没有到底。四周的环境漆黑一片，对于归虚境强者来说，任何环境都和白天差不多。就在这时，曹聂看见赵灵霜拐了一个弯，向着一处礁石群飞去。这个位置距离仙池表面大概有上万米，对于通幽境3层的赵灵霜来说，已经有压力，他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。对曹聂来说，这里和外面没有丝毫区别。就这样，他跟着赵灵霜进入狭小的礁石间，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。到了这里，神识探查受阻，赵灵霜更加不可能发现他。对曹聂也有影响，不过影响不大。不一会儿，大概穿越10几个洞穴后，赵灵霜停在一处石壁前方。他抬手抚摸石壁，一个凹槽被他找了出来。赵灵霜的神色一喜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块令牌，放在石壁上的凹槽上面。一股轻微的动静响起，石壁上覆盖的一层淤泥被震落，露出他原本的相貌。在令牌放置的左侧，一个石门显露了出来。轰隆一声，
石门向上抬起，没入石壁的夹缝当中，里面是一个幽暗的长廊，尽头传来一抹金光，透明的光膜把池水和石门内的一切分离开来。赵灵霜往后看了一眼，没有察觉到什么危险，转身踏入石门内。曹聂看着石门，见石门没有落下，也就不急。等赵灵霜消失在那抹金光处，曹聂这才闪身进入石门里面。曹聂来到长廊的尽头，看清了里面的一切，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，里面摆着琳琅满目的宝物，灵石灵晶、功法武技、兵器丹药，一堆很随意的放着。曹聂的目光望向大殿尽头的赵灵霜身上，他站在一个长长的石台前方，石台上摆放着4件物品，中间是一具晶莹剔透的白骨，白骨前方有一本功法，一块黑不溜秋的铁疙瘩，一个盆栽，盆栽里面有一株半米高的小树，树上结着一白一黑2颗果实。恰在此时，一缕血雾自白骨中飘了出来，在赵灵霜眼前凝聚成一位血袍中年。赵灵霜警惕地退后几步，血袍中年见此，声若雷鸣：“2位，你们能来这里，想来已经知道本王的身份。”赵灵霜凝重道：“前辈您能看穿我？”血袍中年哈哈大笑一声：“本王生前乃是问道境大能，岂能看不穿你？”一道白光从赵灵霜体内飞出，在一旁凝聚成一位白衣飘飘的绝美女子。小女子洛神音见过北凉王。白衣女子欠身行了一礼，赵灵霜的身躯摇晃了一下，接着就恢复正常。显然真正的赵灵霜已经掌控了自己的身体。您就是大凉仙朝那位不可一世的北凉王？赵灵霜诧异道，转头又看向洛神音：“你来这里就是为了他？”洛神音没有回话，他的目光落到那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身上：“前辈，这东西可否给我？”血袍中年诧异道：“你眼光不错，一眼就看穿这里最贵重的东西是它。想来你已经看出大殿内的任何东西都有一层禁制笼罩，若是你能通过本王的考验，不仅能得到本王留下来的传承，还有这大殿里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带走，不然就算你的本体来了，也不可能解除这里的禁制。”洛神音之所以没有直接把这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带走，就是因为他解不开上面的禁制。本来他只是来碰碰运气，就分出一丝元神夺了赵灵霜的身体，谁想这里真有他需要的东西。洛神音心里不免有些后悔，早知道让本体来了，就算得到也要依仗赵灵霜带出去，这丫头怕是不会让他如愿。九幽冥铁，通体黝黑，自带森寒煞气，可铸世仙之冰。北凉王，这东西我要了。非常突兀的声音传来，赵灵霜和洛神音同时看向大殿门口，两人惊呼一声：“是你！”曹聂嘴角露出一抹邪笑：“嫂子，你长得也是风韵犹存啊。”赵灵霜脸颊一红，她不由想到那晚曹聂调戏苏云霞的一幕，这个混蛋手里到底攥着苏云霞什么把柄，让对方不敢向凌霄皇帝告密。曹聂行至众人面前，拿起那本功法看了起来：“合欢功。北凉王，你堂堂王爷居然修炼这种东西，本家主没收了。”北凉王看见曹聂轻而易举抹去上面的禁制，面色不禁为之一变：“不可能，你才归虚境3层巅峰，怎么能抹掉本王施展的禁制？”听闻这话，赵灵霜和洛神音惊讶地看着曹聂：“归虚境强者？不对，你不是萧北，父皇调查过萧北的背景，他绝对不会有如此高的修为，你到底是谁？”赵灵霜质问道。曹聂露出一抹和煦的笑容，收起易容术，变回原本的样子：“自我介绍一下，本相曹聂，大夏右丞相。”北凉王和洛神音心里微微有些惊讶，倒没觉得什么。赵灵霜的面色却是阴沉了下去：“你就是当年那个少年，短短10年不见，已经成为归虚境强者。当年那场3大仙朝的交流战，他身为凌霄太子妃，自然也在其中。没想当初那位青涩的少年，成长为他都需要仰望的存在。”赵灵霜很快就发现不对劲的地方，萧北是曹聂伪装的，那真正的萧北去了何方？曹聂，真正的萧北去哪里了？曹聂停在九幽冥铁面前，施展手段开始解开上面的禁制。他早就死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和灵犀成婚的是谁？和灵犀成婚的是萧北，和灵犀共赴云雨的是本相。还别说，你们一家子都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你如何。赵灵霜气得怒骂一声：“登徒子！”很快赵灵霜就反应了过来：“曹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曹聂手上不停道：“什么意思？当然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是说皇后也被你染指了？”曹聂笑而不语，继续破着禁制。一旁的洛神音紧紧盯着九幽冥铁，一旦禁制解开，他就会出手抢夺。北凉王眼里闪过不屑，这上面的禁制最强，其实曹聂能破得了的。不错，挺重的。曹聂破开禁制后，拿起来掂量了一下，估摸着有100万斤重。北凉王直接惊呆了：“你是怎么破的？”
这有什么难的？经过岁月的洗礼，上面的禁制本就已经弱化，本相动用一点点实力，加上一点点正道手段，就这样破了。北凉王惊恐地望着曹孽，他居然遇见了最为恐怖的双修妖孽，看样子正道造诣还不低。曹孽，九幽冥铁你拿去也用不完，不如给我一半如何？知道曹孽拥有归虚境3层的修为后，洛神英原本对曹孽的不屑收了起来。这是比他还要恐怖的妖孽，就算他本体在这里也不是对手。曹孽掂着九幽冥铁，打量着洛神英的绝美身姿。你答应给本相生一个儿子，本相就给你一半。洛神英脸颊一红，这曹孽是没见过女人吗？遇见谁都勾引。呸！登徒子，要不是打不赢曹孽，他早就动手抢夺了。曹孽，给我一半，我天剑山庄欠你一个人情。你连本相都打不赢，本相要你的人情干嘛？我师父可是天剑山庄的庄主，更是一域之主，问道境的强者，你确定不要这个人情？这样吧，你回去让你师娘来和本相谈，谈得拢，本相把整块九幽冥铁给你师娘都行。见曹孽软硬不吃，洛神英直接向着曹孽手中的九幽冥铁抓去。曹孽眼神一冷，挥舞九幽冥铁拍向洛神英。砰的一声，洛神英的这丝元神直接被拍碎，空气中回荡着洛神英那气急败坏的声音。曹孽，你给我等着，不日我天剑山庄就会降临苍茫道域。曹孽收起九幽冥铁。天剑山庄他恰巧听过，好像在南斗道域，距离苍茫道域相隔数百座道域。等他带人来，曹孽的修为不知道突破到了什么地步，还怕他天剑山庄？曹孽来到盆栽面前，眼前赫然浮现果实的信息。白色的果实为阴果，黑色的果实为阳果，男女服用后将会对修为大有益处。曹孽开始施展手段解开禁制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2的赵灵霜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让赵灵霜带你去凌霄皇帝面前认错，奖励10条上品灵脉；选择2，你服下阳果，让赵灵霜服下阴果，镇压对方，奖励逆天阴阳诀；选择3，把得到的九幽冥铁交给赵灵霜，成为他的舔狗，奖励舔到36级。已经有极品灵脉，曹孽还真看不上上品灵脉，舔狗就算了，要也是赵灵霜来舔他。系统，一个人可以同时修炼2本功法，逆天阴阳诀是辅助功法，可以修炼。那好，本相选择2，恭喜宿主获得逆天阴阳诀。北凉王从刚才的震惊中回神，就见曹孽快要解开盆栽上面的禁制，他再也保持不了平静。这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他18岁得到这株阴阳树，直到死之前，阴阳树才结出果实，看着自己一生的努力全被曹孽夺去，他怒发冲冠。小子，还不速速住手！北凉王打出一道元神攻击，冲向曹孽。曹孽不屑一笑：北凉王，你这丝元神连夺舍都做不到，还想用元神攻击我，未免太想天开了。曹孽不管不顾，继续解着禁制。北凉王大惊失色，自己的元神攻击好似石沉大海，一点波澜都没有掀起。好了，收工。曹孽把阴阳树收入系统空间，这宝树可以移植到听雨轩去。见到自己一生的心血不见了，北凉王愤怒道：小子，交出阴阳树和九幽冥铁，这东西属于本王的传承者。曹孽拿出九幽冥铁，缓缓走向北凉王。你不说这事，本相差点忘记了，把你的传承交出来，别逼本相以理服人。北凉王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他还活着时遇见那些前辈挑选传承者，还不是恭恭敬敬的，哪像曹孽一样胆大包天，还敢逼迫他交出传承。想要本王交出传承，除非本王死。那你去死吧。曹孽二话不说，神魔之力覆盖在九幽冥铁上面，抬起就向北凉王的头顶砸去。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力量，北凉王连忙求饶：给你，本王给你。砰的一声，不可一世的北凉王嘎！其实不用你说，本相也知道你的传承在什么地方。曹孽收起九幽冥铁，一掌拍向北凉王的尸骨，尸骨瞬间化作齑粉，一道红色光团出现在尸骨原来的位置。曹孽抬手一吸，把红色光团握入手中，可惜了，流失了大部分能量。曹孽感应了一下，有些惋惜，几百年就已经流失成这样子，强者想要留下传承可真难。灵霜，我这里有颗甜甜的果子，你要不要吃？大殿门口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，赵灵霜咻的一下冲出了大殿。幽暗的长廊上，赵灵霜使出吃奶的劲狂奔，原以为有北凉王吸引曹孽的注意，他能够逃离这里，谁想还是被发现了。看着近在咫尺的石门，赵灵霜一喜，只要出了石门，把令牌摘下，石门就会关闭，就算困不住曹孽，也会给他拖延时间。只要他逃出这里，
向凌霄皇帝拆穿曹孽，他就必死无疑。想象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就在他要踏出石门的前一秒，曹孽的身影如同闪现一样出现在石门前方。凌霜想从归墟境强者手中逃走，你未免想得有点异想天开。谁允许你叫我凌霜的？给我滚开！赵凌霜拿出长剑向曹孽刺去，曹孽侧身躲过，抬起一记鞭腿甩在赵凌霜腹部，锵的一声，长剑从赵凌霜手里脱落，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的娇躯在长廊内闪过，撞进金碧辉煌的大殿内。曹孽抬手一掌拍碎令牌，身后石门轰然落下。大殿当中，赵凌霜看到这一幕，眼里闪过一抹死灰。以他的实力，完全没有能力破开石门的防御。听着从长廊中传来的脚步声，赵凌霜艰难地起身，他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，快速打量四周有没有能逃出去的地方。让他绝望的是，整座大殿封闭，一个能逃的地方都没有。恰在此时，曹孽踏进了大殿当中，手里还拿着因果。凌霜，你把这东西吃了，本相还传你一本绝世功法，让你的修为突飞猛进。赵凌霜往后退去，这东西和那本合欢功放在一起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绝不能吃下去。曹孽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可以带你离开凌霄仙朝，不然等我出去，你必死无疑。曹孽把因果送到赵凌霜身前，认真地问：把它吃了，本相就放过你。不吃。赵凌霜猛地别过脸，发丝甩出一道倔强的弧度。啪！一记清脆的耳光声在寂静中炸开，赵凌霜的脸被扇得偏过去，白皙的肌肤上立刻浮现出鲜红的指痕。曹孽捏着他的下巴，强迫他转回来，冷声询问：吃不吃？赵凌霜怨恨地盯着曹孽，嘴角渗出一丝鲜血，他一字一顿道：不吃。啪！这一巴掌更重，赵凌霜的耳朵嗡嗡作响，眼前一片漆黑。让视线再次聚焦时，他眼里依旧是不屈的眼神。再问最后一次，吃不吃？你聋了吗？赵凌霜忽然笑了，染血的牙齿显得凄凉。我说不吃。啪啪啪，响亮的巴掌声连成一片。赵凌霜的脸颊早就已经红肿不堪，3000发丝散乱，可那双眼睛亮得骇人。当第100次巴掌要落下时，赵凌霜终于崩溃地捂住脸，泪水混着血水砸在地上。你到底要怎样？要杀就杀，折磨我好玩吗？曹孽将那颗泛着幽光的因果放在赵凌霜的唇边，还是刚才的语气：吃不吃？赵凌霜眼含泪水地凝视着曹孽，眼看曹孽那又要抬起的手掌，他终是不堪地点点头：吃，我吃。曹孽微微一笑，抬起的手轻轻揉了揉赵凌霜的脸蛋，这才乖嘛。张嘴。赵凌霜识趣地张开樱桃小嘴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全是委屈，他的内心都崩塌了。他严重怀疑曹孽有病，明明有实力能强行把因果喂给他吃，非要问他吃不吃。曹孽把杨果和北凉王的传承能量拿了出来，直接吞了下去，两者加持之下，应该能让他的修为突破。凌霜，让本相解解渴，如何？温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。赵凌霜的身子摇晃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啪！凌厉的掌风把赵凌霜扇飞出去，重重跌在地上。他蓦然抬手，嘴角溢出一缕嫣红。我有说过不答应吗？他声音嘶哑的几乎破音，眼中含着委屈的泪光。你问都不问就打人。曹孽高举的右手僵在半空，指尖还残留着长乖后的酥麻感。他难得露出尴尬，轻咳一声，摸了摸鼻尖。本相还以为我会宁死不从。赵凌霜气得浑身发抖，染血的唇瓣直打颤。然后你就能理所当然地继续扇耳光。啪！又是一记耳光落下。赵凌霜偏着头僵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停止了。注意你的身份。曹孽捏着赵凌霜的下巴，眼底暗芒涌动。现在你是砧板上的鱼，对本相大呼小叫，不扇你扇谁？赵凌霜死死咬住下嘴唇，委屈的泪水再次涌出。本相问你，愿意？曹孽挑了挑眉，都学会抢答了。他忽然展颜一笑，带着几分少年的明朗。既然你愿意，本相也愿意，那我们就开始修炼吧。第3天，磅礴灵力在两人经脉中奔涌，曹孽周身泛起血金色光芒，赵凌霜被银辉笼罩。气海翻涌间，曹孽突破归墟境4层，赵凌霜连破2境，直达通幽境5层。第16天，曹孽突破归墟境5层，赵凌霜突破通幽境7层。16天的努力，两人终于炼化完因果和阳果的能量，加上北凉王的传承能量，让曹孽突破了2个小境界。曹孽指尖泛起幽芒，一道玄奥符印浮现。赵凌霜凝视着这枚金红双色的印记，眼波微动。这纹路倒是与曹郎额间的印记相仿。神印助修行，魔印长生死。
曹孽指尖轻抬，神魔印映得他瞳孔忽明忽暗。你心中所念，本家主清楚。赵灵霜唇角微扬，缓缓闭眸，任凭狼意。曹孽眸光微动，倒是有些意外。比起当初对苏云霞的耐心解释，眼前人居然如此干脆。他不再多言，修长手指轻点在他眉心，神魔印记化作丝丝缕缕渗入他的元神深处，最终化作一道血晶纹路，隐没不见。好了，曹孽收指。赵灵霜睫毛轻颤，缓缓睁开一双秋波荡漾的美眸。他顿感灵台清明，运转功法，发现体内灵力比往日吸收炼化快了5倍。此印会随我修为精进而变化曹孽指尖抚过他的发梢，等我突破问道境，效果会更好。赵灵霜朱唇轻点曹孽唇角，又若即若离地退开。早知世间有曹郎，何必虚度那些年。曹孽轻笑，若是早相逢，本家主估计看不上你，该起身了。曹孽抚过他肩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意味深长，有些戏码总要留在下回分解。整理好衣衫后，曹孽袖袍一挥，店内的宝物全部收入囊中。30亿灵石，2000万灵晶，3000本功法武技，最高天阶上品是那本合欢功，灵器4000多柄，最低4品灵器，最高7品灵器。这次收获颇丰，曹家的底蕴又能上一层楼。还有一些丹药，品阶不高，适合家族内的子弟修炼。两人再逛一圈，发现没有遗漏后，向着外面走去。至于这座大殿，不算什么宝物，全靠阵法维持。一旦阵法没了能量供给，这座大殿迟早要塌。凌霄仙池畔，雾气缭绕，灵犀双手紧攥着衣角，目光死死盯着平静的可怕的池面。都4个时辰了，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水波荡漾，几道人影从池中飞出。灵犀急忙上前，怎么样，找到萧北没有？来人摇着头，秉九公主，没有。灵九眉头一拧，太子妃呢？回应他的只有此起彼伏的摇头。陆陆续续有人从池中出来，得到的回答依旧是没有。灵犀的手轻轻抚过腹部，眼中泛起一层朦胧的水雾。大哥，若是萧北真的，那我和孩子……灵九望着灵犀憔悴的侧脸，无力一叹。他们找了一天，仙池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，连半点痕迹都没能找到。小希，既然仙池里找不到，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？灵犀那暗淡的眸子突然亮了起来。大哥，萧北一定是先离开了。不等灵九回应，灵犀已经化作流光冲向天际。灵九摇头苦笑，赶忙追了上去。两人刚踏出凌霄秘境，就察觉到气氛有些凝重。10几名身着玄甲的禁卫军把秘境出口围住，寒光凛冽的长矛在阳光下泛着冷芒。灵犀与灵九对视一眼，心中同时一沉。凌霄秘境属于禁地，寻常禁卫军根本无权靠近此地。让他们不安的是，本该在此守候的父皇不见了踪影。于统领，我父皇呢？灵九上前一步，目光射向为首的魁梧将领。对方是归虚境3层的强者，此时却是面色凝重，欲言又止。殿下。于统领抱拳行礼，喉结滚动了几下，终是低声道：陛下在御书房。走。灵九一把拉住灵犀的手腕，化作流光直奔仙宫御书房。于统领的表情不对，朝中怕是出了大事。沿途经过一些地方时，两人发现禁卫军的数量比平时多了几倍，且个个神色戒备。御书房外，四周的宫女太监早已经被清退。灵九和灵犀刚来到不远，就听见凌霄皇帝那痛心疾首的咆哮。为什么？是朕对你不够好吗？灵九和灵犀眼里闪过一抹震惊，好浓郁的杀意。两人急忙向着御书房跑去，他们急需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来到御书房门口后，两人就看见他们的父皇手握长剑，指着跪在地上的苏云霞。云霞，你说啊，朕哪里有一点对不起你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朕？苏云霞闭上眼睛道：陛下，要杀就杀吧，是臣妾对不起你。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？凌霄皇帝双眼通红，眼里除了痛苦还有不解。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让他深爱的女人至死都不愿意说出来。请陛下赐死，臣妾已无颜活在这世上。苏云霞朝凌霄皇帝俯首。凌霄皇帝的内心千刀万剐的痛，到头来苏云霞的脸上是一丝悔恨都没有。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朕就成全你。凌霄皇帝抬起一剑，向着苏云霞的脑袋斩去。御书房外的灵犀和灵九急忙喊道：父皇，不可！灵九动用身法，瞬间出现在凌霄皇帝身边，从后面抱住了他。父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聊聊不行吗？灵犀则是挡在了苏云霞面前。父皇，你为什么要杀母后？灵犀皇帝看向两人，怒喝一声：滚开！你们给朕滚开！灵九死死地抱住凌霄皇帝。父皇，你要杀死母后，总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吧？
父皇，母后就算有错，难道就不能原谅她吗？当初父皇你还是将军的时候，母后就已经嫁给你了。这些年为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，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就算有天大的错误，改过来不就行了？林夕有些不解，母后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错，让父皇如此动怒，甚至不惜要杀了母后？凌霄皇帝眼里闪过一抹痛苦，指着苏云霞道：苏云霞，你告诉两个孩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朕的事情，让两个孩子看看你是有多么的该死。林九和林夕明白过来，从这情况来看，他们的母后应该做了不值得原谅的事情来。母后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不会是另外两大先朝的奸细吧？林夕猜测道。母后，莫非你要毒死父皇？两人诧异地盯着苏云霞，难道真是这样？那就真不值得原谅。苏云霞抬起头来，扫过林九，最终在林夕身上停留了一息。他摇了摇头，陛下，还请赐死臣妾。见苏云霞还是死不悔改，凌霄皇帝彻底暴怒，他直接震开林九，推开林夕，提剑向着苏云霞劈去。想死，朕成全你。林九一个飞扑，立马抱住了凌霄皇帝的大腿。父皇，母后不愿意说，你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吧？为什么非要杀他？是啊，父皇，母后就算有千错万错，她也是你的女人啊。林夕再次挡在了苏云霞身前，凌霄皇帝的心在滴血，殿内死寂，唯有他沉重的呼吸声回荡。你们的母后，他缓缓开口，嗓音沙哑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间挤出。背叛了朕。林夕娇躯一颤，瞳孔骤缩。林九如遭雷击，猛地抬头。父皇，这不可能，母后她……够了！凌霄皇帝眸中布满血丝，一股森寒杀意席卷大殿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。他死死盯着自己的一双儿女，眼底翻涌着痛苦、愤怒，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耻辱。她怀了别人的种，这句话宛如一柄利刃，狠狠刺进他自己的心脏。林九和林夕猛地转头，不可置信地望向苏云霞。记忆中的母后温婉端庄，与父皇恩爱多年。母后，林夕声音发颤，父皇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林九双目赤红，死死盯着苏云霞，嗓音沙哑：娘，你告诉孩儿，这不是真的。殿内空气凝滞，呼吸都变得沉重。苏云霞缓缓抬眸，眼中没有慌乱，只有一种近乎决然的平静。她轻声道：你们父皇没有说错，是我背叛了他。这句话彻底击碎了兄妹二人最后的侥幸。林九松开了凌霄皇帝，茫然地站在一旁。林夕退后几步，失声道：娘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苏云霞抿了抿唇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她总不会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男人吧？好了，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，那就让开，朕要亲自送他走。林九虽然不忍，却没有再拦凌霄皇帝。倒是林夕，他犹豫过后转身对凌霄皇帝道：父皇，母后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当真舍得杀他？一切都是那个男人的错，你把他找出来杀了，原谅母后好不好？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。凌霄皇帝咬牙切齿道：是朕不想原谅他吗？你问问他，朕让他说出是谁，他愣是死也不说。况且他已经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，这让朕如何原谅他？凌霄皇帝不是没有动过恻隐之心，只要苏云霞把那个男人告诉他，再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他可以不杀对方，必须废除修为，在后宫中独自老死过去。这是他给苏云霞最后的容忍。奈何苏云霞铁了心不把那个男人是谁告诉他，连孩子也不愿意打掉，这让他怎么手软？林夕浑身发抖，眼中泪水滚落，却倔强的不肯去擦。娘，你从小教我，女子当守节持贞，要知廉耻。他猛地抬头，泪水划过苍白的脸颊。那你现在做的这些又算什么？苏云霞身形微晃，她张了张口，只吐出几个苍白的字：希儿，有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。那你教我的道理，难道都是笑话吗？林夕突然厉声打断，近乎歇斯底里。他看着眼前陌生的母亲，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苏云霞的唇微微颤抖，眼中闪过一丝痛楚。她刚想说出是曹孽把我害成这样的，可最终她还是将这句话给咽了回去。林夕要是知道真相，估计会承受不了。就在这窒息的沉默中，一道清朗的声音突然从殿外传来：父皇，母后，你们这是……几人望去，只见御书房门口，赵凌霜正疑惑地望着这一切。林九紧绷的神经一松：凌霜，你果然提前出来了。御书房门前，赵凌霜满脸狐疑地看着这一切。他和曹孽出了秘境后就分开了，传音商量好数日后带他们离开，谁想途中听到于统领的传音，要他去御书房一趟，还说林九等人全都在这里。他怀着满腹好奇匆匆赶来，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林九急忙上前牵起赵凌霜的手，
关怀备至道：“林双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和萧北一整天，没想你已经先一步出来了。对了，萧北是不是也先出来了？”赵林双有些抵触林九，他挣脱双手道：“萧北回去了。”林九有些不解，林双这是怎么了？好像对自己有些厌恶。忽然，林九瞥见赵林双的手不由自主地抚摸腹部，他满心狐疑，以前的赵林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。凌霄皇帝见到这个摸腹的动作，脑海中浮现今日发现苏云霞时的情景。当时他也是看到苏云霞在抚摸腹部，心中才升起疑虑。当初苏云霞怀上林九和林夕时，也喜欢抚摸腹部，他就猜测苏云霞是有孕在身。原本心中还很开心的，谁想在探查之后，却发现这个孩子诞生不久，还不足1月。他已经有2个月没有和苏云霞同房，又怎么会有身孕？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幕。谁想在被他识破后，苏云霞竟然直接承认了。眼见赵灵双怀孕，凌霄皇帝的杀意迅速退去。九儿，朕看凌双多半是有身孕了，这动作你母后怀你。话到嘴边，凌霄皇帝硬生生咽下了后半句。他死死盯着苏云霞，眼中的杀意再度喷涌，几近失控。都是2个孩子的娘了，居然还不知羞耻的去和别人勾搭在一起。林九听到这话，激动的跳了起来。林双，你真的怀孕了，快让我看看。林九迫不及待地抓起赵灵双的手腕，开始仔细探查起来。赵灵双的脸色一白，想要挣脱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若是强行挣脱，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心怀不轨。赵灵双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林九粗心大意，不会发现其中的端倪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林九原本激动的面容逐渐变得僵硬，最后整张脸都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。赵灵双无奈的叹息一声，应该是发现了。凌霄皇帝和林夕2人见林九的脸色如此难看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九儿，怎么了？凌霄皇帝满脸疑惑地问。林九紧紧抓住赵灵双的手腕，再次仔细地探查了一遍。当确定这个孩子不是他的骨肉后，他的怒火瞬间爆发。赵灵双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林夕快步走上前来，见到林九浑身微微颤抖，眼中充满滔天怒火，就知道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大嫂，你怀上的孩子难道不是大哥的？赵灵双强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，娇声道：“小希，你可要为嫂子做主啊！是你大哥，他不想认这个孩子。”林夕难以置信地望着林九，满脸的失望。大哥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林九被赵灵双的话气得差点笑出声来。赵灵双，到底是本太子不想认这个孩子，还是这个孩子压根就不是我的？他的话音刚落，全场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。凌霄皇帝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，他带也就罢了，现在连他的儿子也未能幸免。这等丑事若是传扬出去，他们父子2人这辈子都要成为世人的笑柄。林夕自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他的大哥。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？他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啊？赵灵双信誓旦旦道：“放心，这个孩子绝对是你的。”他打死也不能承认，必须先稳住林九。等过些时日，曹孽就会带着他远走高飞。到时候等林九发现，他早就和曹孽离开了。林九气得浑身战栗，他强压怒火道：“这孩子才诞生不久，按照时间推算，你们行房不过半月，本太子和你最近的一次还是1月之前。你说这孩子是我的，谁会相信？”赵灵双辩解道：“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我这属于晚育，晚些时候诞生不是很正常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林九，你是不是有了心上人，所以才想将我一脚踢开？不必大费周章，你只要告诉我那人是谁，我去替你将他娶回来，我还愿意把太子妃之位让出来，哪怕为妾都行，只希望你不要抛弃我们母子2人。”见赵灵双如此言之凿凿，众人不约而同地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林九。莫非这孩子真的是林九的？苏云霞惊得目瞪口呆，他这儿媳也太厉害了吧！他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晚育这个词？晚2个月诞生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吧？见几人纷纷投来目光，面对那充满质疑的眼神，林九顿时怒火中烧。赵灵双，你把本太子当成傻子不成？我们是修士，不是普通人。你肚子里的孩子诞生后，本太子就能感应到有没有我的血脉，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。你居然还想着狡辩！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，你把那人供出来，本太子既往不咎。放过自然不会放过，林九要把那人引出来一起铲除，背叛者不可饶恕。几人闻言，又将目光投向了赵灵双，心中不禁有些钦佩，差点就被赵灵双的巧言令色给误导了。眼见事情已经瞒不住，赵灵双索性打起了感情牌，有没有血缘关系很重要吗？林九，做人不能斤斤计较，毕竟孩子出生后是要叫你一声爹的，你平白无故捡个儿子，这还不开心？那你到底还想怎样？无论如何，他必须平平安安地熬过这几日。
只等曹孽带他离开，一切就完美了。闻得此言，林九气得七窍生烟，抬手一巴掌就要落下。贱人，你背叛了本太子，还有脸抢刺夺理！林夕眼疾手快，迅速抓住林九的手腕。大哥，大嫂如今怀有身孕，就算孩子不是你的，可你们夫妻多年，你也不该动手打人啊！林九怒发冲冠，气急败坏道：林夕，你给我松手！今日本太子一定要将这个贱妇活活打死！赵灵双理直气壮道：林九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要护我一世周全，现在我不过是犯了所有女人都可能会犯的错，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曾经的海誓山盟算什么？算成语吗？你堂堂一个大男人，难道连一点担当都没有？林九激动万分，怒不可遏道：赵灵双，你简直不知羞耻！这世上有哪个女人像你一样不知廉耻的去外面找？林九立马想到什么，声音戛然而止。赵灵双理直气壮地追问：说啊，你怎么不说了？这世上难道只有我一个女人不成？母后就不是女人了？你去问问母后，我们是不是都犯下了女人都会犯的错？你原谅我一次又何妨？连父皇都能原谅母后，你为什么就做不到？林九和凌霄皇帝的脸色一阵白一阵青。苏云霞惊讶得合不拢嘴，她感觉第一次认识赵灵双一样，太厉害了，黑的硬生生被他说成白的，比他不知道要高几个档次。要是他和赵灵双都是凌霄皇帝的女人，绝对要被赵灵双玩死。苏云霞将目光投向凌霄皇帝，苦苦哀求道：陛下，灵双说的不错，我们不过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就高抬贵手，原谅臣妾这一次吧。臣妾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和他有任何往来。凌霄皇帝怒发冲冠，怒喝一声：你给朕住口！若不是看在最后一丝情分上，朕早就将你碎尸万段了。苏云霞被吓得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要是能和曹孽再续前缘，谁愿意去死呢？见林九沉默不语，赵灵双愈发得寸进尺。林九，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，你对我的爱同样如此，既然这事已经发生，为何不让错误继续下去？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好。毕竟他只是得到了我的身体，你既得到了我的身体，又得到了我的心，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？你要学会反向思考，难道不是你绿了他吗？林九和在场所有人的大脑突然宕机了，这好像说的有道理，可为什么总感觉不对劲？苏云霞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无声无息对赵灵双竖起了大拇指。好一个扑啊大师，他远远不如。林九愣了几息，这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。他随即反应过来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怒不可遏。你一句爱我，就能为你所做的一切买单吗？那你还要我怎样？抛开事实不谈，我赵灵双与他人有染却有不妥，可你林九没有尽到男人的责任，就一点错都没有。你噗！林九手指颤抖地指向赵灵双，连连后退，最终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他双眼一翻，直接昏死过去。他堂堂凌霄太子，居然被自己的太子妃如此羞辱，这口气怎么能咽下？报仇，他一定要报仇！大哥，大哥！林夕满脸忧色地喊道。林夕看着赵灵双，这一刻只感觉对方好陌生。大嫂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赵灵双冷笑一声，语气讥讽：事实就是事实，何必遮遮掩掩？你大哥在夫妻之事上力不从心，次次都让我煎熬男人，难道还要我假装无视？林夕不由想到了曹孽，又转向一旁昏沉的林九。曹孽体魄强健，气势迫人，而大哥却念及此处，他忽然意识到，大嫂多年来默默承受，始终未曾背离，想必是真心喜欢大哥。凌霄皇帝望着眼前种种，指尖微颤，身形一晃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来人！他那低沉的声音传出御书房外。不一会儿，几十名禁卫军来到了殿外。陛下！几十名禁卫军恭敬道。凌霄皇帝满脸痛苦地看着苏云霞，将皇后打入天牢，把消息散播出去，就说皇后是大夏先朝安插在朕身边的奸细，于3日后问斩。是，陛下。2名禁卫军上前，压着苏云霞向着天牢走去。苏云霞想到了凌霄皇帝的意图，这分明是要将曹孽引出来，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陛下，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上，你就现在赐死臣妾吧。2名禁卫军停下脚步，看着凌霄皇帝，等待他的示意。凌霄皇帝怒喝一声：带下去，朕要亲自持刀。见此情形，2名禁卫军不敢有丝毫迟疑，强行将苏云霞带离御书房。凌霄皇帝又将目光投向昏死过去的林九，再看向赵灵双，气得浑身战栗。来人，将太子带下去悉心照料，把太子妃关进太子府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他踏出半步。至于他的生死，等太子醒后自行定夺。凌霄皇帝本想将赵灵双直接斩立决，思索过后，还是等林九醒来后自己做定夺。数名禁卫军得令，带着赵灵双和林九离去。
凌霄皇帝颓然倒地，整个人瞬间苍老了许多。灵犀面露悲色，上前关切道：“父皇，你没事吧？”凌霄皇帝眸中泛起水光，声音低哑：“小溪，这是为何？朕与你母后相守数百载，情深不渝，如今却抵不过他一时的新欢。朕只要他说出实情，就可以饶他不死，可他连一个字都不愿意说。难道那人真的比朕还要重要？”灵犀感觉茫然无措，不知道怎么安慰。短短1日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。恰在此时，一道黑影自门口投射而入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去。灵犀喜出望外，扑入来人怀中：“小北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”曹孽诧异地望着凌霄皇帝，那泪眼朦胧的样子全然没有半分皇帝的威严。小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听到于统领的传音后，曹孽慢悠悠地赶了过来。谁想在半路看见苏云霞被押入天牢的一幕，他就已经猜到绝对是苏云霞暴露了。灵犀轻叹一声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全说了出来。曹孽表面上流露出一丝哀伤，实则内心在想办法带他们离开这里。他来到凌霄皇帝面前，安慰道：“父皇，不是你不够好，是母后不懂得珍惜。”凌霄皇帝眼中流露出些许欣慰之色，他没有看错人。萧北，扶朕起来。曹孽赶忙将凌霄皇帝扶起。小溪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朕有些事要和驸马商量。灵犀满心狐疑，到底是什么事？父皇居然要瞒着自己。不过他还是听话，转身离开了御书房。等灵犀走远，凌霄皇帝拉起曹孽的手，来到一旁落座。驸马，坐吧。曹孽佯装惶恐不安。父皇，小婿不敢。凌霄皇帝摆手道：“无妨，你坐下，朕这里没那么多繁文缛节。”曹孽犹豫过后，这才坐到凌霄皇帝对面。萧北，事情你已经知道，你觉得那人会不会现身？凌霄皇帝忧心忡忡地问。这事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根刺，如若不拔除，他咽不下这口气。父皇，既然母后宁死也不愿供出那人，足以见得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。母后很聪明，若是那人对他无情无义，他一定不会护着那人。小婿斗胆揣测，那人一定会来营救母后，届时就可将其一举拿下，让父皇一解心头之恨。曹孽眼中闪过一抹杀机，敢虑他岳父，对方已有取死之道。凌霄皇帝望着曹孽，眼中流出些许满意。这个女婿不仅没有嘲笑他，还对虑他的人表现得如此深恶痛绝，如此良婿得到是他的福气。萧北，朕将这事交由你去办，你可有把握？凌霄皇帝决定好好培养曹孽，让他成为太子凌久的左膀右臂。曹孽暗中窃喜，表面上推辞道：“父皇，这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小婿，况且小婿修为浅薄，若是那人修为高深，小婿有心无力。”凌霄皇帝打断了曹孽，道：“这事朕已经有打算，你只管答应下来就是。”曹孽面露为难，最终化为坚定。既然父皇如此看得起小婿，小婿哪怕豁出去这条命，也要帮助父皇抓住此人。凌霄皇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他这是在考验曹孽。第一次拒绝情有可原，能潜入仙宫内不被发现，此人的修为至少归虚，一般人肯定会拒绝。第二次答应，就代表曹孽不惧危险，为了他凌霄仙朝能做到无惧一死，如此忠心之人，理当大用。你放心，朕会安排于统领和几位归虚境强者，以及10几位破望境强者供你调遣。朕只有一个要求，务必要将那人擒下。曹孽面上一喜，起身保证道：“父皇放心，这人敢侮辱我凌霄皇室，只要他敢来，一定让他插翅难逃。”好，既如此，你去准备一下，这几日就在天牢内待着吧。是父皇，那小婿就先行离开了。凌霄皇帝摆了摆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去吧。”凌霄皇帝本想亲自看守苏云霞的，看看到底是谁敢侮辱他，想了想还是算了，见到苏云霞这个女人，他怕压制不住怒火，直接把对方给斩了，到时候还怎么引出那人？现在只希望曹孽能带人将那人抓住，好让他出这口恶气。望着曹孽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凌霄皇帝想起什么，高声喊道：“萧北！”曹孽闻声止步，转身抱拳道：“父皇还有什么旨意？”凌霄皇帝轻抿双唇，叮嘱一声：“多留一个心眼，不要走上父皇的道路。”曹孽微微一怔，接着反应过来，他的脸上绽放出真挚的笑容：“父皇，我相信小溪，他一定不是那样的人。”凌霄皇帝无声叹息，显然曹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。想当年他又何尝不是如此自信，到头来还不是被苏云霞给背叛了。人性是世间最难揣测的，曹孽能相信灵犀，身为灵犀的父皇，他自然开心，只希望灵犀要经受住诱惑，不要走上他母后的道路，不然他们一家子是真的没脸了。堂堂皇族，上至君王，下至驸马，都遭受此等难堪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绝对会成为苍茫道域的千古奇闻。
曹聂和灵犀回到了公主府邸，把事情和灵犀道明后，开始收拾东西起来。曹聂准备今晚就带走三女，灵犀还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只能用非同的手段带走对方。夜晚，曹聂来到了太子府，准备带走赵灵霜，就见灵九已经从昏睡的状态中醒来。看到曹聂，灵九还以为曹聂是来安慰他的，他命人安排酒菜，拉起曹聂喝着酒来。妹夫，你说说，他赵灵霜凭什么背叛我，还当着父皇的面如此侮辱我？灵九喝得满脸通红，醉眼朦胧，对曹聂述说着内心的痛苦。他和赵灵霜成婚10几载，对赵灵霜可谓是呵护有加，关爱备至，自认为没有亏待过对方，哪怕对方暂时不想要孩子，他也没有逼迫对方。谁想不和他生孩子，倒是和别人生起了孩子。到如今他都不知道赵灵霜肚子里的孩子是哪个杂碎的，要是知道，他非得把那人的头颅做成酒盅，日夜浸泡。曹聂安慰道：大哥，你贵为一国太子，不能这样颓废下去，他赵灵霜根本不爱你，你何不放下他，再找一个呢？灵九猛灌了一口，摇着头道：你不懂，她是第一个让我看一眼就动心的女人，当年为了她，本太子丢下太子的脸面，舔了她10几年才打动她的心，你说本太子怎么能忘记她？可她倒好，居然背叛本太子，妹夫，你说她该不该死？曹聂赞同的点点头，的确该死，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。不行，本太子就要，你懂什么是爱情吗？你不懂。灵九有些喝多了，开始胡言乱语起来。1刻钟后，灵九望着酒壶里面喝完的酒，连忙对外面大喊一声：来人，去把父皇赏赐的醉仙酿弄来，本太子要和妹夫喝到天亮。不久，下人取来醉仙酿。曹聂看了看这酒，立马有了把灵九灌睡过去的打算。不到半刻钟，大半的醉仙酿入了灵九的肚子。此时的灵九已经摇摇欲坠，不到一会儿，他就倒在了桌上。曹聂正准备起身去带赵灵霜离开，谁想刚起身，门就开了，从外面走来一位风情万种、明艳动人的美妇人。曹聂看去，诧异道：你怎么来了？那几名禁卫军呢？来人正是赵灵霜。整个凌霄仙城除了少数几人外，还没有人知道他被禁卫军囚禁的事，就连太子府的丫鬟奴才们都不清楚。赵灵霜眼波微转，瞥了一眼昏睡的灵九，转身投入曹聂怀中。听到你来了，他仙指绕着衣带，声若蚊蝇，我就立马赶过来了。那些禁卫军中了我的迷香，一时半刻醒不来，至于下人，早让我打发走了。既如此，我们走吧。半个时辰后，曹聂和赵灵霜离开了这里。出了太子府，曹聂对赵灵霜叮嘱道：你去找灵犀，把他引出城去打晕，等我来出来带你们撕裂虚空逃走。赵灵霜担忧道：那可是有好几位归虚境强者守护，一旦惊动了灵犀皇帝或者凌霄国师，你能逃出来吗？放心，只要他们晚一点发现，就没有问题。说罢，曹聂带着行李向着天牢赶去，赵灵霜也向着灵犀的公主府走去。天牢内，看见曹聂到来，于统领带着2人迎了上来。驸马，你来了。于统领可不敢怠慢曹聂，让他们听命曹聂行事，足以见得这位驸马在陛下心中的地位。曹聂笑着打招呼：带我去看看皇后，对了，我住的地方就安排在皇后身边的牢房内，这样就算那人来了，本驸马也好给你们报信。于统领犹豫道：驸马，太危险了，要不还是我们来吧，我们已经给你安排了一间舒适的牢房，虽然不如公主府，不过绝对差不到哪里去。曹聂赶忙拒绝：于统领，这次是父皇给我的考验，若是我真的按照你们所说的做了，传到父皇耳朵里去，他会如何想我，坐享其成吗？于统领见曹聂如此决然，点头道：那行吧，驸马请随我来，你们2个给驸马拿一下行李。于统领身后的2人走出，曹聂笑着把行李给他们。驸马，你随我来。在于统领的带领下，2人来到了天牢最深处，这里只有4间牢房，护卫不多，就10几名。为首的2人赫然是归虚境强者，剩下的全是破望境强者。安排2位归虚境1层的强者来监视破望境1层的苏云霞，整个苍茫道域也只有苏云霞有这个待遇了。加上于统领这位归虚境3层的强者，一般归虚境来此，插翅难逃。玄铁牢门前，曹聂驻足凝视，苏云霞一袭素白裘衣跪坐其中，比凤冠霞帔时更添几分惊心动魄。看到曹聂，他的眼波微不可察地漾了一下，而后恢复成古井无波的样子。母后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曹聂声音沉痛。苏云霞无语了，他眸中闪过凶光，冷声道：本宫行事与你何干？说罢，他双目紧闭，不再看曹聂一眼。曹聂失望地摇着头，转身对于统领道：于统领，这里有我就行，你们都是破望境以上的强者，在这里
守着那人就不敢来了。本驸马建议，你们可以隐藏在暗中，每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，这样也好确保我和皇后的安全。同时有我守在这里，只要那人不能把我秒了，就一定能通知你们。于统领想了想，觉得也对。那行，我们隐藏在上一层牢房，每一个时辰派人来巡视一次，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驸马可以摇这个铃铛。曹聂把于统领递来的铃铛收入手中，这个铃铛很有意思，需要灵力才能催动。那行，接下来的3天时间就劳烦驸马了。曹聂颔首，望着于统领带人离去。护卫没有全部撤走，长廊门口还留了2名破望境的强者守着。曹聂走进另一间牢房，刚才他和苏云霞交谈的时候，几名护卫就已经替他安置好了。1个时辰后，一名归虚境强者下来巡视，看见曹聂和苏云霞都在，就安心的离开了。曹聂起身，悄无声息地设下一个结界，撕裂空间来到苏云霞的牢房内。苏云霞见曹聂现身，立即上前挽住他的手臂。曹郎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行了，走吧。曹聂正准备带着他离去，就见苏云霞轻摇他的手臂，语带娇嗔：不如我们待会再走。掌风呼啸而至，苏云霞抚着泛红的面颊，眸中噙泪。你就不能温柔些？曹聂冷着脸，到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？你和凌霄数百年温存，就不值一提。苏云霞将脸埋入曹聂怀里，数百年的朝夕不及于你片刻温存。曹聂无言以对，直接撕裂空间，带着苏云霞离开。凌霄仙城外，一辆马车停靠在一棵大树下，四周无人。突然，旁边的空间撕裂开来，曹聂带着苏云霞从中走出。听到动静，赵灵霜从马车上下来，他正欲上前亲近曹聂，就看见苏云霞也在一旁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同时一怔，空气中弥漫着难言的窘迫。曹聂恍若未觉，径直走向马车，将昏迷的灵犀轻轻抱下。苏云霞轻咳一声，柔声道：赵妹妹。赵灵霜双颊绯红，垂手应道：苏姐姐。曹聂撕裂空间，神魔之力涌出，裹挟着3人踏入虚空。1个时辰后，于统领亲自下来巡视，只一眼他就慌了，他连忙向着御书房赶去。陛下，不好了，皇后和驸马都不见了。御书房内，凌霄皇帝听到这话，手中的茶杯轰然捏碎，他起身怒瞪着进来的于统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还不速速道来？于统领迅速把刚才的事情给说了一遍。听完之后，凌霄皇帝的面色阴沉到了极点，身前的案桌被他一掌劈碎。带朕去天牢。2人来到天牢，关押苏云霞的牢房内，感受着空气中留下的结界气息以及空间波动。凌霄皇帝气得咬牙切齿，该死的萧北，去9公主府邸。来到9公主府邸后，听下人所说，灵犀和赵灵霜出去了。凌霄皇帝回忆起种种，立马得到一个让他吐血的推断，给他和太子戴绿帽的人就是他准备重用的萧北，现在还把他女儿给骗走了。去太子府。来到太子府后，凌霄皇帝在一间厢房内找到了醉过去的灵酒，他上前探查了一遍，见灵酒没事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凌霄皇帝目光微凝，落在案桌的流影石上，他指尖轻点，一缕灵力徐徐注入，霎时间旖旎光影流转，夹杂着令人面红耳热的呢喃细语在静室中悠悠回荡。就在这时，灵酒缓缓苏醒，只一眼，灵酒顿感气血翻涌，眼前一黑，身形晃了晃，仰面倒下。凌霄皇帝一惊，连忙上前扶住灵酒：九儿，你挺重。灵酒瞪大双眼，死死抓住凌霄皇帝的衣袖，断断续续开口：父皇，找到他们，唯我。凌霄皇帝一掌捏碎流影石，玉石粉末从指缝间洒落，他怀中的灵酒七窍渗血，抓着龙袍的手青筋暴起，喉咙里发出虚弱的低语：报仇！传御医，封锁全城。凌霄皇帝的怒喝传遍全城，整座凌霄仙城骤然亮起金色结界，18道头戴黑白面具的黑影从虚空中浮现，正是他亲自培养的死卫。这是他暗中积蓄的力量，除了他和国师外，任何人都不知，全是归虚境，是他准备一统苍茫道域的底气给朕查，凡是与萧北有接触的人，给朕搜魂查。是，陛下。为首的黑影领命退下，怀中昏迷的灵酒突然抽搐起来。九儿！凌霄皇帝慌忙渡入灵力，却见灵酒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。不！感受怀里生机消逝的灵酒，凌霄皇帝抱着对方痛哭起来。苍穹轰鸣，雷鸣传遍天地，凌霄皇帝那恐怖的气息席卷方圆数百万里。无数子民听着凌霄皇帝这悲痛欲绝的声音，全都匍匐在地，身躯颤抖不止。凌霄仙城的街道上闪过一位位黑影，他们每掠过一个地方，都会在一位男子身边停留一会儿，等他们离开，身边的男子就会无力地瘫软下去。强行搜魂之下，
修为太弱的修士承受不住，会灵魂崩灭而亡。这些人就是如此。不久，凌霄仙城外，几名黑影出现在马车旁，为首的黑影把手搭在马儿的脑袋上，3息过后，马儿轰然倒地。黑影感受着一旁撕裂的空间气息，对方身旁的黑影吩咐一声，让整个苍茫道域的探子动起来，立马去查，突破归虚境。且姓曹的到底都有谁？遵命，大人。半个时辰后，这名黑影来到这里。大人，查到了。谁？有几人？回大人，就一个，大夏先朝右丞相曹聂，这是他的画像。黑影双手呈上一卷玉简，其中记载了曹聂的相貌特征和生平事迹。为首的黑影接过玉简，身形消散在原地。凌霄御书房内，凌霄皇帝坐在龙椅上，窗外的阳光折射进来，他那满头青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颜色，转眼化作满头霜雪，整个人看去苍老了几十岁。黑影凭空现在御书房内，他单膝下跪，双手呈上玉简。陛下，已经查到了。凌霄皇帝抬眸轻眨，抬手一吸，玉简落入手中摊开，饱含杀意的眸子一扫，手中的玉简瞬间被他捏成了碎渣。死位何在？凌霄皇帝的声音冰冷刺骨，在御书房内回荡。话音未落，17道黑影自殿内阴影处浮现，单膝跪地，齐声道：死位听令。凌霄皇帝豁然起身，满头双发无风自动，周身杀意凝成实质，御书房的地面在这一刻冻结成冰。随朕前往大夏，让大夏皇帝交出曹贼。18死位同时抬头，面具下的眼眸星红如血。遵旨。虚空撕裂，御书房内的人消失不见，回荡着凌霄皇帝那不容置疑的命令。国师，朝中大事就交给你了。凌霄国师府，一名青衣女子暗自皱眉。一国皇帝跑去别国地界，就为了报仇，太儿细了些。想了想，青衣女子暗中跟了上去。2个时辰后，虚空扭曲，一道漆黑的裂缝裂开，曹聂负手迈出，身后跟着苏云霞、赵凌霜以及神色恍惚的灵犀。出了虚空后，3人身上的神魔之力缓缓消失。这里已经是大夏疆域，远处仙城轮廓巍峨，霞光缭绕，距离此地不过100万里之遥。走！曹聂淡淡开口，抬手间裹挟着3女化作流光，冲向大夏仙城。经过一路的洗脑，灵犀已经不怎么抗拒。就在空间裂缝即将合拢的刹那，一股狂暴的灵力骤然爆发，原本闭合的裂缝被生生撕开，19道身影踏碎虚空而出。为首之人龙袍翻卷，周身黄道之气翻涌不断，正是凌霄皇帝。他双目赤红，手中一柄帝皇之剑绽放出刺目血光，声音震彻天地：曹聂，受死！话音未落，嗖嗖嗖，18道黑影瞬间撕裂长空，直逼前方的曹聂而去。他们身形模糊，好似和黑暗融为一体，唯有手中兵刃泛着森冷寒光，杀意凛然。不远处，曹聂蓦然回首，他目光幽深，遥望一眼那白发如雪的凌霄皇帝，侧身对苏云霞冷声吩咐：带他们走。苏云霞面露忧色：可是带他们走。曹聂声音低沉，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。灵犀正在原地，目光越过万里，死死地盯着凌霄皇帝。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帝王，如今已经满头霜白。灵犀想要停留，却挣脱不了苏云霞的力量，被强行带离这里。面对袭来的18道黑影，曹聂的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，3000发丝逆风狂舞，额间的神魔印记迸发出金红交织的邪光，周身空间因承受不住威压而开始扭曲。18位归虚境，有意思，正好就拿你们试试本家主的极限在哪里。话音未落，曹聂手握9幽冥铁，身影划破空间，冲出了出去。下一瞬，最前方的黑影修士身形骤然僵直，黑白面具下传来骨骼碎裂的脆响，砰！头颅如同西瓜一样轰然炸裂，红白浆液四溅，破碎的面具碎片混着脑浆，在空中划出数十道猩红的抛物线，连元神也没能逃脱，直接轰碎。曹聂缓缓抽回9幽冥铁，上面沾满粘稠的鲜血，一滴鲜血顺着不规则的方向坠落。曹聂舔了舔溅到唇边的鲜血，金红色的瞳孔在血雾中闪烁，对着无头尸体轻声道：第一个。余下17名黑影修士身形骤停，透过黑白面具的眼洞，能清晰看到他们剧烈收缩的瞳孔。归虚境3层的14号居然被秒杀了。结阵！凌霄皇帝的厉喝打破了凝固的空气，17名黑影瞬间散开，脚踏天罡地煞方位。他们手中法诀掐动，一个6角星芒阵法在空中迅速成型，阵纹流转间，天地灵气疯狂汇聚，在阵法上方凝聚成一柄横贯天地的灵气巨剑。曹聂眼神微凝，举起9幽冥铁，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：
区区7品阵法也想击杀本家主，痴心妄想。话音刚落，灵气巨剑轰然斩落，剑锋所过之处，空间扭曲。来得好！曹孽不闪不避，单手举起九幽冥铁，直指苍穹。当，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声响彻云霄，恐怖的冲击波呈环形扩散，下方的山脉瞬间被夷为平地。咔嚓，一道细微的碎裂声突然响起，凌霄皇帝瞳孔骤缩，那柄集合17名归虚境全部灵气的巨剑剑锋居然出现了一丝裂痕，这怎么可能？凌霄皇帝眼里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17人施展的合击阵法爆发的威力已经堪比一般的归虚境9层强者，曹孽居然在其中毫发无损，甚至还略占上风。破！曹孽大喝一声，手中的九幽冥铁迸发出刺目的神魔之力，那柄横贯天地的灵气巨剑轰然炸裂。17名黑影修士齐齐闷哼倒退几步，面具下渗出猩红血线。曹孽乘胜追击，快速连斩3人，最强1名归虚6层。凌霄皇帝气得浑身颤抖，18名归虚境强者，一眨眼就损失4人。曹贼，朕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凌霄皇帝目眦欲裂，手中的帝皇之剑绽放出耀目金光，真龙虚影缠绕剑身，带着毁天灭地之威，直取曹孽咽喉。当，九幽冥铁与帝皇之剑轰然相撞，恐怖的冲击波将方圆1000丈的云层撕得粉碎。两人你来我往，陷入了僵持当中，恐怖的灵气和神魔之气激荡开来。大夏御书房内，夏离执笔的手突然一顿，他蓦然抬手，20道归虚境气息正在100万里疯狂对冲，其中还夹杂着2股令他都心悸的熟悉气息。曹孽，另一人是灵帝，来人！夏离拂袖起身，绣着日月星辰的玄色龙袍无风自动，随朕前往。话音未落，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1000丈高空，足尖轻点，脚下绽开一朵朵由国玉凝聚的金莲，每一步都让方圆100里的云霞为之变色。8道身影如影随形的浮现。陛下！一位将军的脸色突然变色，其中有股气息，分明是曹相。为何这气息给我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？夏离凝望着远方翻涌不断的云层，眸中光芒明灭不定。去了再说。曹孽的强大超乎他的想象倒是其次，他忧心的是灵帝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10几息后，夏离带着身后的人降临这方战场，望着眼前的一幕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天穹染血，曹孽脚踏虚空，手中握着的九幽冥铁正的往下方滴着粘稠的血液，浑身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，最重的伤贯穿整个胸膛，脚下山间浮现8具归虚境的尸体。不远处，凌霄皇帝眼神晦暗，透出浓浓的不甘。那象征95至尊的地冠已经碎裂，白发染血，帝皇之剑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纹。在他身后，10位归虚境强者浑身浴血，脸色惨白，有人失去了大腿，有人失去了手臂，甚至有人只剩下半边残躯，内脏悬挂半空，还在咬牙坚持。就在刚刚，曹孽使出一招极为恐怖的掌法，瞬间带走4名归虚境强者，还把他们打成重伤。夏离在惊讶凌霄仙朝暗中有如此多的归虚境强者，同时也震惊曹孽的实力。面对19位归虚的围攻，居然只是达到半重伤的程度。一瞬间，夏离就有把凌霄留下来的打算。灵帝，你敢踏足朕大夏疆域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永远留下吧。夏离话音未落，身后的8人掠过他身边，把凌霄皇帝等人围了起来。凌霄皇帝阴沉的目光扫视一圈，拳头捏得嘎吱作响。本以为很快就能解决曹孽，谁想一切都超过他的想象。他们联手之下，居然才能和曹孽战个平手。杀朕！夏帝，你够格吗？当年朕和你父皇厮杀的时候，你才出生呢。夏离眸中寒光闪烁。杀不了，那朕可要试试。夏离抬手，正欲下达击杀命令，唰，一道青衣身影出现在战场中央。来人身姿婀娜，面覆轻纱，仅露出的美眸就让四周的灵气为之医治。夏帝且慢！青衣女子素手轻扬，一枚紫玉令牌悬浮空中，其上太虚2字绽放出镇压天地的道韵。灵帝，你杀不得！夏离的手臂僵在半空，瞳孔剧烈收缩。太虚令，太虚令，太虚玄宗准少宗主所持有的令牌。太虚玄宗能在附近上百座道域排进前5，传言拥有问道境9层的恐怖存在。这种强者掌控法则，自创功法，远不是大夏能招惹的。夏离眼波流转，含有不甘，正欲放下抬起的手臂。恰在此时，曹孽那疯狂的声音传入他耳中：陛下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确定要放他们离去？能把夏离拖下水，那再好不过。况且气运之女徐雅宁，修为归虚境8层，体质
纯阴之体。身份：太虚玄宗18位准少宗主之一，凌霄仙朝国师，气运之子秦风的心上人，检测到气运之女徐雅宁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降服，奖励太虚剑体本源；选择2，服从徐雅宁的话，放凌霄皇帝离开，奖励1颗灵石；选择3，跪在夏利面前，求他协助你灭杀凌霄皇帝，降服对方，奖励护膝套1双，让你跪得舒服，跪得安心。系统：选1，恭喜宿主获得太虚剑体本源。夏离指尖微滞，凝望着曹孽胸前翻涌的血肉，那道狰狞的伤口正以诡异的速度愈合，新生的肉芽交织缠绕，他眼底暗芒浮动，似有不甘。徐雅宁纤长的睫毛微微垂下，眼底闪过一抹阴霾。凌霄皇帝的五指缓缓收拢，他盯着曹孽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具没有凉透的尸体。空气停止流动，无形的杀意在空中交织成网，将曹孽牢牢锁住。曹孽恍若未觉，唇角噙着玩世不恭的弧度，眼底掠过一丝锐芒。陛下，为帝者切不可优柔寡断。况且，曹孽指尖抹撒九幽冥铁，目光在徐雅宁身上肆意游走。区区准少宗主而已。夏离眸中寒芒乍现，太虚玄宗的情况在脑海中一闪而过，纤纤玉指凌空划出半道弧光，最终化作决绝的手势。杀！8道身影应声暴起，冰刃出鞘的寒光瞬间撕裂暮色，直逼凌霄皇帝身后的10人而去。徐雅宁的玉箫已经出鞘，周身流转着太虚玄宗的星纹。区区仙朝也敢藐视我太虚玄宗？凌霄皇帝面目狰狞，龙袍无风自动，脑海中不断闪过太子七窍流血的模样，流影石中淫迷的场景。曹孽，还我命来！曹孽眼中燃起战意，侧手对夏离勾起一抹邪笑。王对王，臣对他。夏离会意点头，手中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冰痕。两人同时发力，曹孽直取徐雅宁，九幽冥铁在空中拖曳出诡谲的残影。夏离剑走偏锋，凌厉剑气后发先至，直逼凌霄皇帝要害。四股磅礴气劲在半空轰然相撞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。气浪掀起的狂风卷起满地碎石，战场瞬间被笼罩在漫天晨雾之中。曹孽的身影快速闪现，九幽冥铁化作一道漆黑闪电，直破徐雅宁脑袋。徐雅宁玉箫横挡，星纹流转，周身浮现出一层璀璨的护体光幕。当金铁交鸣之声响彻云霄，徐雅宁被震退数百米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诧。他玉箫一转，音波如潮，化作无数锋锐气刃，铺天盖地袭向曹孽。曹孽咧嘴一笑，收起九幽冥铁，低喝一声：“九劫焚天灭道掌！”曹孽掌心爆发出滔天黑炎，神魔之力交织，化作一道遮天蔽日的掌印，狠狠拍向徐雅宁。轰！掌印所过之处，虚空扭曲，音波气刃纷纷崩碎，不堪一击。徐雅宁瞳孔骤缩，心中警兆大起，立刻催动太虚令，娇喝道：“太虚护体！”一道玄奥符文自太虚令中飞出，化作一面星光屏障，挡在他身前。然而，咔嚓，黑岩掌印摧枯拉朽，星光屏障仅仅支撑一瞬，就轰然碎裂。噗！徐雅宁如遭雷击，娇躯倒飞而出，口中喷出一口鲜血，脸色瞬间苍白。他眼中浮现出一丝惊惧，这一掌的威力居然无限堪比问道境强者的一击，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只有归虚境5层修为。他咬牙低语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话音未落，曹孽指尖浮现神魔印，直接按在徐雅宁眉心。啊！徐雅宁发出一声凄厉惨叫，娇躯剧烈颤抖，他感觉有一股诡异的能量冲入了他的元神当中。仅仅几息过后，徐雅宁的惨叫声戛然而止，他浑身香汗淋漓，瘫软在地，死死盯着曹孽，声音颤抖：“你在我体内种下了什么？”内视之下，他惊骇地发现自己吸收灵气的速度暴涨了5倍，他可不相信这是什么好事。曹孽心念一动，烙印在徐雅宁元神上的神印转变为魔印，开始吞噬他的元神。徐雅宁刚抬起玉箫准备反击，元神就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他痛得蜷缩在地，原本清冷绝艳的容颜因痛苦而扭曲，雪白衣裙沾染尘土，狼狈不堪。曹孽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，唇角勾起一抹邪异的笑：“徐雅宁，只要你不对本家主露出杀意，就不会有事，反而还会助你修炼。若是你不知好歹，魔印会吞噬你的元神，再吞噬你的修为，让你的全部为本家主所用。”与此同时，天际传来凌霄皇帝那歇斯底里的咆哮：“夏离，我凌霄仙朝正式向大夏宣战，不死不休！”话音未落，凌霄皇帝直接自爆肉身，元神带着滔天怨气遁入虚空，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夏离眸光一寒，手中长剑凌空斩落，斩了一个寂寞。有心追杀，奈何凌霄皇帝所爆发的速度，连他都望尘莫及。
他周身龙气翻涌，金色龙影盘旋而起，半部问道境的威压席卷天地。曹聂眼睛微眯，这女人居然已经达到半部问道境，加上大夏国运加持，必定拥有问道境的战力。原本想着把夏离收入房中，现在看来的延后了。远处大夏8名归虚境强者已经解决战斗，那10名黑影本就重伤垂死，杀他们如土狗。夏离收剑而立，凤眸冰冷地望向曹聂，眼底的杀意一闪而逝。曹聂的存在已经深深地威胁到他。想到曹聂刚才所爆发出来的战力，以及凌霄仙朝即将到来的大军，他压下念头，淡淡道：“曹爱卿，御书房议事。”说罢，他转身离去。8名强者扫了曹聂一眼，紧随其后。曹聂抬手一抓，直接将徐雅宁扛在肩上。放开我，你这魔头！徐雅宁虚弱挣扎，曹聂顺手设下一个封印。这娘们修为太强，整个曹家就他镇得住对方，要是他暴起杀人，等他不在，还不得把他全族屠尽。曹聂找到大夏仙城外观战的苏云霞3人。苏云霞见曹聂走近，眼波流转间噙着盈盈笑意。曹郎当真是文武双全呢。赵灵双眸中漾起潋滟光彩，轻移连步上前挽住曹聂手臂，要不让妾身聊表心意。温香软玉隔着衣料传来暖意，青丝间暗香悠悠萦绕不绝。灵犀静静站在一旁，目光复杂，沉默不言。走吧，回家去见你们的大姐。曹聂抬手间裹挟着4女来到了听雨轩。红菱看到灵犀3人的小腹后，嘴角扬起意味深长的笑。成为曹家主母后，红菱担任起了身为主母的责任，那就是让曹家发扬光大，其中一点就是让曹聂的子嗣多多。为此，他对曹聂有多少女人其实并不介意。你们熟悉一下，为夫去一趟御书房。和红菱交代完毕后，曹聂一步踏出，虚空泛起涟漪，转瞬间，他的身影已经来到御书房外的白玉阶前。太监通报后，曹聂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了进去。刚一进来，就见夏离脸上带着一抹哀愁，陛下可是为了凌霄仙朝大军的事情在苦恼。曹聂在盘龙柱前站定，红袍上的暗纹在夜明珠下若隐若现。夏离抬头凝视着曹聂，沉声道：“曹相可有什么良策？”曹聂拱手道：“谈不上什么良策，既然北王和陛下不对付，为何不派他去应付凌霄仙朝的大军？微臣观陛下快要突破问道境，何不闭关寻求突破，届时出关，整个苍茫道域无人能敌，到时就是我大夏一统苍茫道域的时候。陛下，这个机会十分难得，你先跨出这一步，切不可因小失大。如今大夏有臣在，陛下还不放心？”夏离眸光微敛，他承认曹聂说动他了。半步问道与问道之间，看似只差半步，实则如同天堑。若是不闭关，或许连100年都难以突破；若是闭关，以他的底蕴，最快半年，最慢1年，必能突破问道，登临苍茫之巅。唯一让他担心的是曹聂这个不确定因素。曹相，夏离指尖轻扣龙案，声音冷冽：“朕能相信你吗？”曹聂神色肃然，乍然拂袖，单膝跪地，抱拳一礼：“陛下，如今强敌环伺，内忧外患，若陛下因疑失臣，无异于自断一臂。臣愿领兵出征，以战功证明臣的忠心。”夏离眼底闪过一丝错愕，跪了。当初楚东逼迫曹聂下跪，结果被他一巴掌扇飞，连命根子都被斩了。那时的曹聂何等的桀骜不驯，可今日他居然毫不犹豫地跪在他面前，以臣子之礼自证忠心。一时间，他心底的戒备打消不少。夏离可不知道，曹聂心中已经模拟出镇压他后让他跪地服侍的场面。见夏离垂眸沉吟，曹聂眼里闪过一抹凶光：“死娘们，还在怕本家主烦你的大夏不成？你放心，以后你为本家主生个儿子，大夏就是我曹家的，我没事闲得蛋疼，反自己的势力干嘛？”曹聂眼波流转，继续道：“陛下若是怀疑臣有2心，臣愿意自降修为，以证清白，但求陛下明鉴，臣一生所求不过是山河永固，军心长安罢了。”曹聂说的那么感人肺腑，每个字都好似蕴含血与泪。夏离怔住了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曹聂，那个桀骜不驯的男人，此刻的眼中居然含着泪光。难道是朕错怪他了？夏离上前，素手轻抬，指尖触碰到曹聂的瞬间，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袭来。曹聂眸光微动，表面男儿身，却隐藏不了一些女儿身的细节。曹相多虑了，朕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夏离微微垂眸，长睫掩去眼底的复杂情绪，声音柔和了几分。曹聂顺势起身，唇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：“陛下圣明。”曹聂当然知道夏离在说谎，朝堂之上哪有什么绝对的信任，不过是利益权衡下的暂时妥协罢了。夏离转身走向御案，袖中指尖微微收紧。他何尝不知道曹聂难以掌控，如今凌霄仙朝宣战在即，
大夏内忧外患，他必须稳住曹聂。至少在他突破问道境之前，需要曹聂的实力稳住大夏。一旦他突破问道境，直接把曹聂咔嚓，省得他怀疑来怀疑去，鱼尾纹都多了。曹相，夏黎突然转身，脸上不见半分猜疑。关于太虚玄宗，你知道多少？曹聂躬身一礼，回陛下，10年前太虚玄宗少宗主陨落，18位候选人再次开始争夺。100年前，这位少宗主从18人中脱颖而出，臣记得当时就有3人分属于大夏、凌霄、天眼3大仙朝，身居国师之位。可惜那一届的少宗主过于妖孽，争夺才刚刚开始没多久，他就强势突破问道，力压另外17人登临少宗主之位。陛下，如今太虚玄宗的少宗主之位争夺赛再次开启，凌霄和天眼都有国师，唯独我大夏没有。莫非这次那18人没人选择我大夏？这是在附近100座道域已经不算什么秘密。太虚道宗的少宗主争夺赛是先决出宗内年轻一辈的最强18人，再让他们下山加入任何一座仙朝，彼此征战，谁加入的仙朝赢了，谁就为少宗主。上一届是例外，凡是1000岁突破问道境的弟子，无需参加争夺赛，直接继承少宗主之位。夏黎眼波流转，似想到什么，一缕杀机一闪而逝。当年那人确实来找过朕，不过被朕给拒绝了。朕还得到消息，那人如今就在北王府。曹聂眉头微皱，拒绝了，看来这背后怕是另有隐情。夏黎眸光冷冽，脸色带着一丝傲然。当年朕拒绝了他，不过不后悔，该后悔的是他。他声音很轻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锋芒。若是他当年选择辅佐朕，等朕一统苍茫道域，再助他镇压其余17人，这太虚玄宗的少宗主之位岂不是他的？夏黎有这个自信，他为何不给徐雅宁面子？第一，徐雅宁不过是候选的棋子。第二，夏黎要让这位太虚玄宗的天骄亲眼看看什么叫半步问道。先前那一战，若是他能将凌霄皇帝斩杀，再对徐雅宁抛出橄榄枝，他相信徐雅宁为了少宗主之位，一定会离开凌霄，加入他大夏，如此也就完美。谁想现在的徐雅宁好似被曹聂给控制了。曹相，你……夏黎正欲开口，曹聂先行打断了他。放心陛下，臣一定让徐雅宁站在我大夏这方。夏黎颔首，眼里闪过一丝满意。既如此，曹相就退下吧。曹聂再次行了一礼，微臣告退。望着曹聂离去的背影，夏黎长长松了一口气。现在看来，这曹聂多半是忠心他的。来人！声音落下，执笔太监碎步进入。夏黎铺开全新的绢帛，挥笔如舞剑，敕令北王下号。次日黎明，天边刚泛起一抹鱼肚白，凌霄仙朝向大夏宣战的消息席卷整个苍茫道域，激起无数暗流。天眼仙朝御书房，天眼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，指尖轻点，悬浮在半空的金色符文骤然破碎，化作点点星辉消散。凌霄向大夏开战，灵帝的肉身被夏帝所毁。他眸光深邃，侧手看向身旁的白衣青年。黎阳，你怎么看？黎阳神色从容，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陛下心中不是已有定论。天眼皇帝收回目光，视线穿透殿宇穹顶，望向云层深处翻涌的金光。凌霄仙朝如今势弱，灵帝肉身被毁，即便开战，也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黎阳微微颔首，陛下明鉴。他话锋一转，语气渐凝。不过夏帝能一举灭杀灵帝暗中培养的18位归虚境强者，倒是出乎意料。天眼皇帝指节轻扣龙案，沉声道：朕安插在凌霄的暗探，之前只探得暗中还存在7位归虚，没想藏有这么多。黎阳低声道：陛下，凌霄势弱，3足鼎立之势已破，夏帝能毁掉灵帝肉身，其修为恐怕已经触及半步问道，我们不得不防。他略作停顿，又道：此外，据探子回报，此事起因与大夏又向曹聂有关，此人能从凌霄全身而退，实力深不可测，需多加提防。天眼帝君微微眯眼，朕已经让身处大夏的探子在查，务必摸清曹聂的底细。大夏北王府，夏浩负手而立，站在窗前，指尖的扳指在圣旨上碾出深深的凹痕。在他一旁，一名黑衣青年傲然挺立。不言，你有何看法？黑衣青年眸光闪烁，沉声开口：王爷无需担忧，灵帝肉身被毁，短时间内不会恢复到巅峰，此次开战不过是小打小闹，不值一提。夏浩眸中闪过一抹阴霾。夏历派本王迎战，这明显是想削弱我北王府的力量。杜岩眼中金芒闪烁，王爷只需固守城池，我军伤亡可控，唯经考虑的应该是夏帝为何能斩杀灵帝肉身。你的意思是？半步问道，国运加持，不输真正的问道境。夏浩低笑一声，指尖的扳指出现一丝裂纹。
当年本王与他同时突破归墟，如今……杜岩的目光扫过那道裂纹。王爷，未经之计是探明夏丽是不是女儿身？如果是，我们就能联合诸王。夏浩眸中阴云翻涌，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闭关。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让王峰他女儿以最快的速度探明夏丽的真身，已经在安排。”窗外惊雷炸响，映射出夏浩那张越发阴沉的脸，指尖的扳指不知何时已经碎落在地。曹家，曹聂从温柔乡中起身，简单整理下衣袍后，径直前往曹家大牢。比起昨天，徐亚宁看起来憔悴了许多。看到曹聂到来，他冷冷地说：“曹家主，我劝你最好想清楚，动我的后果可不是你能承受的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解除对我的控制。”曹聂打开牢门走进去：“徐姑娘，我家陛下的实力你也看到了，不如加入我大夏，如何？”徐亚宁眉头一皱：“夏帝想让我效忠大夏？”曹聂笑着摇头：“不，准确的说是合作共赢。我家陛下马上就要闭关，最多1年就能突破到问道境，到时候帮你拿下少宗主之位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徐亚宁低头沉思，他得到消息，已经有3位候选人突破到归墟9层，他现在才归墟8层，想争少宗主基本没戏。要是加入大夏的话，徐亚宁沉默片刻，终是抬眼直视曹聂：“我可以加入大夏，但你必须解除神魔印的控制。”他永远不会忘记那种痛，灵魂撕裂，生死不由己。曹聂眸光一沉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：“许姑娘，你觉得可能吗？”徐亚宁眉头紧蹙，声音微寒：“既要我效忠，又要用神魔印控制我，好处全让你占尽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曹聂不紧不慢地走近一步，语气低沉而蛊惑：“许姑娘可要想清楚，神魔印能让你的修炼速度暴涨5倍，等本家主踏入问道境，你的修行效率还会更高。”徐亚宁指尖微颤，抿了抿唇。他昨夜尝试运转功法，仅仅1晚的修炼就抵得上平时5日的苦修。若有此物相助，他必定能后来居上。见他动摇，曹聂眼底掠过一丝得逞的笑意，声音愈发温和：“许姑娘大可放心，只要你不背叛本家主，神魔印非但不是枷锁，反而是你登临绝巅的至宝。”徐亚宁深吸一口气，终究还是退了一步：“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得保证，绝不会用它胁迫我做违背本心的事。”曹聂笑意更深，缓缓点头：“自然。”徐亚宁凝视他片刻，终是低声道：“那我就信你一次。”许姑娘。曹聂话锋一转，声音带着几分蛊惑：“本家主有办法让你1日之内突破归墟境9层，可愿一试？”徐亚宁眼中闪过一丝怀疑。曹聂战力虽强，可终究只是归墟境5层，这等狂言他可不信，但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曹聂抬手点向他眉心。徐亚宁本能的想要闪避，却终究慢了一步。刹那间，一股奇异的信息涌入识海。等他看清其中内容，顿时面红耳赤，羞怒交加：“登徒子，谁准你将这等下流功法传给我的？”曹聂顺势握住他的玉手，目光灼热：“徐姑娘，这可是能让你1日破境的至宝。”徐亚宁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猛地抽回手：“你莫非是想……不错。”曹聂笑意更浓：“本家主愿意亲自帮助许姑娘突破。”休想！徐亚宁面若寒霜：“我已经有心上人，这功法我收下了，但想让我与你，绝无可能。”啪！一记耳光裹挟着凌厉掌风，将他整个人掀飞出去。徐亚宁重重撞在石墙上，唇角溢出一缕鲜血。曹聂！他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：“你竟敢打我！”曹聂俯下身捏住徐亚宁的下巴，指节在他苍白的皮肤上勒出青痕：“贱人，本家主亲自助你修炼，这是多少人都求不来的福分，你居然敢拒绝！”啪！又是一巴掌甩过去。徐亚宁两边脸都肿了起来，嘴角渗出血丝：“最后问你一次，愿不愿意？”曹聂冷冷地问：“做梦，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。”徐亚宁咬着牙说。曹聂突然笑了：“不愿意就是愿意，既如此，本家主在这里多谢许姑娘为我曹家做出的贡献，本家主将铭记于心，永不相忘。”曹家大牢门口，曹聂横抱着徐亚宁踏出牢门，月光倾泻而下，映照出怀中美人凌乱的青丝和苍白的面容。徐亚宁目光涣散地望着天空，泪水无声滑落。“别哭。”温柔的嗓音划过耳畔，徐亚宁竟觉得十分舒心。她睫毛轻颤，缓缓抬眸，月光勾勒出曹聂棱角分明的侧脸。恍惚间，他有些呆了。“为什么？”他声音沙哑，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他的衣襟。“堂堂丞相府，难道还缺侍妾不成？”曹聂脚步微顿，垂眸看他时，眼底暗潮翻涌。弱水三千。他忽然收紧臂弯，将人往怀里带了带。“唯独你这一瓢，
本家主非要不可。夜路沾湿了衣摆，远处听雨轩的灯火在夜色中明灭不定。徐雅宁眸光一颤，冷声道：“我师父太虚玄宗长老，问道境大能，你不怕？”曹孽迎着月光踏入听雨轩，本家主只知道姑娘怀中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你！徐雅宁攥紧衣袖，怒目而视：“我师父会把你碎尸万段。”曹孽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：“人生不止眼前的修炼，还有你这种人间至味。况且你嫁谁不是嫁，给谁生孩子不是生，为何不能是本家主？”雅宁，你说对吗？徐雅宁气得脸色发白：“你胡说八道！”曹孽不以为意，吱呀一声，房门自动打开，屋内灯火通明，6名气质各异的女子正在喝茶聊天。来认识一下你的姐姐们，她们和你一样，对我曹家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徐雅宁看着眼前一切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惊恐道：“你想要干嘛？”曹孽低笑一声：“当然是要你们各自熟悉一下。”他抱着徐雅宁进入屋内，身后的房门砰的一下自动关上。屋内烛光晃动，窗户上倒映出几个身影，渐渐靠近。清晨的阳光照入屋内，曹孽从温柔乡中起来，徐雅宁侧了一下身，继续睡了过去。昨晚实在是折腾得够呛，他想把曹孽碎尸万段，奈何又有些犹豫。他现在的心情极为复杂，既有曹孽夺走他清白的怨恨，又有夜晚来临前的期待。曹孽神清气爽地出了屋子，纯阴之体的确不错，让他连续突破2个小境界，达到了归虚境7层。奈何徐雅宁修为太低，不然还能让他突破。徐雅宁也如愿以偿地突破到了归虚境9层巅峰，仅次于夏离的存在。家主，您起身了吗？院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打断了清晨的宁静。曹孽推开门，见3长老曹峰正站在门外，神色激动，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喜色。3长老，何事？曹峰一把抓住曹孽的手，声音微颤：“家主，我要突破了。”曹孽眉峰微动，眸底掠过一丝惊芒：“走，本家主亲自助你破境。”多谢家主。曹峰深深一拜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归虚之境，他本以为此生无望，却不想能如此迅速触及。曹孽正欲动身，忽然眉头一皱：“曹安呢？他还没有突破。”曹峰连忙解释：“回家主，曹安在半个月前就已经突破归虚，听说在回来的途中误入一位归虚境强者的洞府，得了一部天阶下品武技，出门修炼去了。”曹孽微微颔首，吩咐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去唤大长老来，本家主有东西给他。”“是，家主。”曹峰恭敬应声，转身离去。曹孽思索着，是该把得到的100本天阶下品武技给他们了，还有在北凉王洞府得到的宝物，这些东西对他无用，倒是对其他曹家人有用。不多时，曹峰带着曹健匆匆赶回。“家主，你找我，有事吩咐？”曹健神色疑惑，拱手问道。曹孽微微颔首，掌心一翻，一团氤氲着玄妙气息的本源浮现，正是太虚剑体本源。这东西应该适合你。曹健的目光瞬间被那团本源吸引，体内的剑意居然不由自主地与之共鸣，一股源自血脉深处的渴望，让他呼吸都为之抑制。“家主，这是什么？真的要给我？”他声音发紧，有些难以置信。他有感觉，这是足以改变他武道命途的旷世机缘。曹孽直接将本源递去，沉声道：“炼化之后，你自会明白。”曹健的剑道天赋不俗，加上他又是主印之一，让曹健炼化，增加剑道修为，对曹孽而言的作用差不多。曹健没有犹豫，一双肥硕的肉掌小心翼翼地接过本源，心中已经有猜测，却感觉在做梦一样。“3长老要突破归虚，你跟着去把这东西炼化了。”曹孽拍了拍曹健肩头：“这次由我亲自给你们护法，以后其他长老突破归虚就交由你了。”“家主放心。”曹健连连点头，目光却始终不离手中的本源，恨不能立马闭关。“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了。”曹孽不再多言，袖袍一挥，虚空应声裂开一道缝隙。就在曹孽要带着2人踏入虚空时，院角青石板上沉睡的黑皇突然竖起双耳，他猛然睁眼，眸中似有血色星河轮转，周身腾起令人心悸的威压。轰！苍穹骤然裂开，一只遮天蔽日的血色树眼凭空显现，诡谲的气息瞬间笼罩八方。黑皇的浑身黑毛更显柔顺光滑，化作黑影窜到曹孽脚边。“主人，带我离开这里。”曹孽瞳孔微缩，抬头望见那轮悬挂苍穹的诡异血瞳，瞬间会意。他一把抄起黑皇：“走！”曹健带着曹峰3人一狗瞬间没入虚空裂缝。就在他们消失的刹那，血色树瞳突然溃散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数十道强横的神识扫过这片区域，却是什么都没有捕捉到。半天之后，苍穹之巅再生异变，那只灭世血眸再度睁开，
整个荒域的天空都被染成猩红。各方大能的神识迅速涌来，在荒域走！无数道撕裂虚空的身影飞速朝着荒域疾驰而去。荒域之巅，血色天穹下，曹孽负手而立，凝视着远处修炼的二人一兽，眉峰紧锁。天穹上那只血色树瞳愈发妖异，垂落的血光将整片荒域染成猩红。突然，结！一阵刺耳怪笑撕裂长空，滔天魔气自远方席卷而来。本尊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引动如此异象。周身魔气涌入体内，来人猛地将在半空。家主，曹孽同样愕然，居然是曹安，你不是去修炼武技了？曹孽眯着眼，眼底凶光流转。曹安讪笑着凑近，我就是来荒域修炼的。仔细打量间，曹孽心头微微震惊，这老家伙居然悄无声息地突破到了归虚境一层巅峰，修为反超曹健。武技练得如何？曹孽问。略有所得，不值一提。曹安嘴上谦虚，脸上已经笑出层层褶子。曹孽眼角狠狠抽了抽，这老混蛋还真会装。这时远方突然传来数道破望境的气息，唰，鬼脸面具瞬间覆面，原本平和的气息立马化作滔天魔气，恐怖的威压惊得曹安连退数步，喉结滚动。家主，你这一身魔气怎么比我这魔修还要精纯？神魔之气可分化魔气和神气，分开使用就能暴露魔气的本质，合起来使用在其他修士看来和灵气别无差别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曹孽魔威凛冽，声音冷得像冰。若是暴露了曹家二长老的身份，鬼脸面具下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轻笑。本座亲自送你上路。曹安动作极快，反手就祭出一张森然鬼面敷于脸上。霎时间，一股阴冷魔气喷薄而出，虽比曹孽稍逊3分，却在身后幻化出万千怨魂哀嚎的骇人景象。哗！刺耳的破空声响起，一杆缠绕着幽绿魔气的人皇幡赫然展开，幡面猎猎作响，数十个狰狞的骷髅鬼手在魔气中若隐若现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奸笑。曹家修炼范圣真魔功，对外以佛气示人，3000道狱中正魔之争由来已久。佛门视魔修为邪道一端，魔修则是佛门为生死大敌。其余势力虽不至如此极端，却也和魔修势同水火。毕竟魔功尽尽，往往意味着尸山血海。曹孽目光一凝，死死盯着人皇幡上翻涌的骷髅鬼手。上次见到不过寥寥数个，如今居然暴涨到数十个。1个多月没见，这老东西不知道去哪里造了杀戮。看这些骷髅鬼手生前修为，至少也是破望境。恰在此时，10几位破望境的身影浮现在不远。当他们看清场中的情形时，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我操，魔修还是2个，还是归虚境，风紧扯呼。不知是谁爆了句粗口，转身就要遁走。结！曹安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狞笑。既然来了，何不入幡一叙？他将人皇幡掷向高空，人皇幡迎风暴涨，转瞬间化作100丈巨幡，遮天蔽日。滚滚魔气如天河倒悬，瞬间将10几名破望境修士全部笼罩。幡面上数十个骷髅鬼手呼啸而出，在半空中化作浑身布满魔纹的狰狞战将。这些狰狞战将嘶吼着扑向那些破望境修士，掀起一场血腥屠杀。该死，这些东西居然杀不死！一名修士好不容易斩碎一个骷髅战将，就见那残躯化作黑雾，转眼间又在人皇幡中重生。突然，有人惊恐大叫：骷髅魔尊，你是最近在荒城附近肆虐的骷髅魔尊？现在才认出本尊。曹安眼中血光大盛，晚了。他突然咬破舌尖，喷出一滴精血，口中传出晦涩古老的咒语：宝贝，该你出来了。轰！人皇幡剧烈震颤，一道缠绕着血色魔纹的身影破幡而出。那双猩红的眼眸扫过战场，破望境9层的恐怖威压让10几位破望修士面如土色。他们只是低阶破望，在破望9层面前根本不够看。曹孽瞳孔收缩，这魔物居然和萧北一般无二。家主，曹安搓着手铲笑道。属下见那萧北根骨绝佳，就练成了主魂，谁想这小子不仅耐折腾，还是制主魂的上佳材料。属下不过略施手段，他居然在1个月内就……闭嘴！曹孽一阵恶寒，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本家主现在就让你去幡里陪他们。曹安讪笑着露出满口黄牙，这笑容让曹孽胃部一阵翻涌。到底是哪个天杀的造出他这种变态？偏偏还属于他曹家。有归虚境的来了。曹孽提醒了一声，曹安迅速发力，人皇幡血光大盛，等魔气散尽，这10几人都成为了萧北的兄弟。人皇幡上幽光暴涨，新添的10几个骷髅鬼手发出凄厉哀嚎。曹孽负手而立，
神识扫过系统空间，取出9幽冥铁颠了颠，又换成一把通体漆黑的3米长刀翁。魔气灌入的瞬间，刀身浮现出猩红魔纹，滔天煞气席卷四方。曹安不自觉摸了摸脖子，悄悄往旁边挪了几步。轰！5道龟须劲威压忽然降临，为首的青袍老者扫过曹聂2人，最后死死盯住后方修炼的黑皇，交出那条黑狗。青袍老者寒声道。曹聂缓缓抬眸，手中魔刀发出嗜血的嗡鸣。你也配！他一步踏出，手中魔刀骤然爆发出惊天煞气，3米刀身凌空斩落，7品刀意凝成千丈血色刀芒，将整片苍穹一分为2。刀芒还没到，恐怖的刀芒已经让空间扭曲。5人脸上的倨傲瞬间凝固，为首的青袍老者面如死灰。7品刀尊。曹聂的刀意来自于7长老曹仪，曹仪在几天前刚成为刀尊，曹聂自然能够使用。家主，龟须镜的复魂可遇不可求，别杀死了。曹安急忙高喊，生怕慢上一步。曹聂微微收力，有一位龟须4层的存在，你吃得下吗？曹安眼中血光大盛，只要不超过我3个小境界，再配上重伤状态，一定能炼化。好，那就给你。曹聂手中魔刀悍然压下，5道身影齐齐喷血倒飞，龟须镜的气息瞬间萎靡。结！曹安发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平时修炼不努力，人皇幡里做兄弟。人皇幡迎风暴涨，黑帆一卷，5个重伤的龟须镜强者瞬间被吸入幡中。啊！凄厉的惨叫声从幡内传出，10息之后戛然而止。幡面上顿时浮现5个狰狞的新骷髅鬼手，眼中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恐惧。就在此时，身后突然爆发出一股冲破桎梏的强大气息。曹安惊喜转头，老3突破了。话音未落，又是一道更为恐怖的气息直冲云霄。曹安瞪大双眼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曹健，老大居然连破2个小境界，登临龟须3层。唰！曹健和曹峰同时睁眼，龟须镜的磅礴威能尽数内敛。2人环顾四周，立马明悟战场局势。家主，2人来到曹聂身前，恭敬行礼。曹聂满意颔首，很好，如今我曹家拥有4位龟须，放眼整个大夏，除了皇室再无敌手。想到凌霄皇帝在暗中培养了18名龟须，曹聂不由怀疑夏黎是不是也在暗中培养了一些龟须镜，这是得警觉。恰在此时，10几道龟须威压猛地降临，数十股破望境气息紧随其后。家主是荒域的本土势力。曹安低声道，他这半月在荒域行走，对各派强者了如指掌。曹健与曹峰目光交汇，同时翻手取出森然鬼面附于脸上。轰！2股截然不同的魔气轰然爆发。曹健并指成剑，一柄清风长剑自丹田飞出，随着魔气灌注，剑身剧烈震颤，原本清亮的剑刃爬满血色魔纹，转眼化作一柄吞吐着魔气的绝世凶兵曹峰双掌结印，一尊古朴的青铜方鼎自袖中飞出，鼎身雕刻着山河日月图案，在魔气灌注下，那些纹路泛起诡异的血光。尖锐的破空声响起，数十道身影划破长空，在相隔不足100丈的远方凌空而立。为首的龟须镜8层强者扫过曹聂4人，忽然他目光骤凝，望向曹聂身后的黑皇。尔等魔道修士还不交出那头异兽？曹聂眼神微动，神识扫过全场，瞬间就将众人的修为尽收眼底。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心中已有定数，各自为战，不必留手。话音未落，又一柄通体漆黑的玄铁长剑被他握在手中，魔气灌注之下，剑身血光大盛，在曹聂身后凝聚成一道横贯天地的血色剑影。另一侧同时浮现一柄劈开万古的魔刀虚影，刀气纵横间，连空间都出现细微裂痕。家主居然是刀剑双尊！曹健瞪大双眼，忍不住爆出粗口。他也是在刚刚融合太虚剑体后，心有所悟，从剑皇提升到了剑尊境界。曹聂什么时候把剑道和刀道同时修炼到剑尊刀尊境界的？这简直匪夷所思，他握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，既有震惊又有兴奋。曹安与曹峰相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置信。20多岁成为龟须境强者已经惊世骇俗，现在还是剑尊刀尊，这等天赋简直颠覆了他们对修行的认知。有如此妖孽，何愁他曹家不兴？远处的数十人更是肝胆俱颤。2道交相辉映的刀剑虚影遮天蔽日，尚未出手，凛冽的杀意已经让一些修为较弱的修士口鼻溢血，踉跄后退。死！曹聂刀剑齐出，血光冲天，刀意与剑意交织成一张毁灭之网，瞬间将数十名强者笼罩。曹健3人见状，立刻冲入战局。他们知道自身实力，专挑同境或者更弱的对手下手。2长老曹安最为谨慎，直接杀入破望境修士人群，龟须境修为碾压之下，
如同虎入羊群，所过之处血肉横飞。突然，他余光瞥见曹健一剑斩落一名归虚境3层的敌人，惊得瞳孔收缩。老大，你居然能秒杀同境界的存在！曹健低头看了看手中长剑，猛然醒悟，狂笑出声：哈哈哈哈！我曹健有成仙之姿。他心知肚明，这一定是融合了太虚剑体的缘故。原以为只是普通体质，可真正战斗时，他才体会到这太虚剑体的恐怖。战意沸腾，他立刻锁定一名归虚境4层的存在。100招过后，对方被他斩于剑下。曹健信心暴涨，目光锁定一名归虚境5层修士，再度杀去。1000招过后，血剑长空，对手伏诛。眼见最后一名归虚6层的强者即将被曹聂斩杀，曹健战意冲霄，大吼一声：家主，让我来！说罢，他身形化作一道璀璨剑光，破空而出。曹聂见状，眼中金光一闪，当即会意曹健的意图。他身形微侧，从容让出战圈，好让曹健验证自身实力。霎时间，曹健与那名归虚6层的强者战作一团，一时间斗得旗鼓相当，不相上下。曹聂环顾战场，高阶归虚境已经全部被他击杀，余下3人足够应付。他心念一动，调出曹健的属性面板。这一看不由讶然，曹健的天赋已经从原本的伪王级提升到了神级，仅次于他的竞技天赋。战局很快尘埃落定。这场战斗收获最大的当属曹安，那感人黄幡中又增加了数十道骷髅鬼手。曹健收获也不差，他能越3个小境界战斗，归虚3层堪比归虚6层。那名归虚境6层的强者被他斩杀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老大，你怎么会这么强？难道你变成天才了？曹安满眼艳羡地打量着曹健。越3境而战，整个3000道域也是屈指可数。曹峰似有所悟，谄笑着凑近曹聂：家主，莫非是那体质本源的功劳？曹安一听是曹聂所为，二话不说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家主，我曹安对曹家的忠心天地可见，您可不能只惦记老大，忘了我这个3号。曹峰眼珠一转，顿时反应过来，越3境而战的机缘，这等造化就算当牛做马也值。他当即声泪俱下：家主，看在我为您流过血拼过命的份上，求您也赐我一份机缘吧。曹聂闻言又好气又好笑：你们当本家主是开杂货铺的？体质本源说有就有。2人依旧不依不饶：我们不信，为什么老大有我们就没有？曹聂无奈摊手：大长老专修剑道，与太虚剑体本源契合度最高，自然优先给他。见2人还要纠缠，他又补充道：放心，日后若是得到合适的体质本源，少不了你们的。曹安与曹峰对视一眼，眼中顿时迸发出惊喜的光芒。这岂不是说家主能搞到其他体质本源？只是现在没有。多谢家主，多谢家主。2人激动得连连叩首，9个想头磕的地面咚咚作响。曹聂要是能给他们搞来体质本源，那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。突然，曹聂神色一沉，目光凌厉地望向远方，有问道境强者正在逼近。曹健3人闻言，脸上变得凝重起来。问道境，怎么会把这等恐怖存在引来？家主，现在怎么办？曹健忧心忡忡地望向身后正在蜕变中的黑黄。曹聂眼中寒芒一闪：无妨，不过是问道1层的修士。听出曹聂语气中的不以为意，曹健3人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威严的声音滚滚而来：尔等是何方魔修？曹聂唇角扬起一抹玩味的笑意，向前踏出一步：本座炼魂宗宗主魂天帝。曹健3人面面相觑，面具下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困惑，还是曹健最先会意。他紧随其后站定，一柄缠绕着森冷魔气的巨剑虚影在身后浮现：炼魂宗大长老魂霸天。曹安不甘落后，周身魔气翻涌：炼魂宗2长老魂浩。曹峰也踏前一步，声音沙哑：炼魂宗3长老魂战天。来人一步跨出，远在天边的身影转瞬间已经逼近1000丈之内。魂天帝。来人嗤笑一声，眼中寒芒闪烁：区区归虚也敢称帝，今日本座就让你知道死字如何写。话音未落，他双手结印，天地灵气疯狂汇聚，一道遮天蔽日的金色掌印在后缓缓成型。恐怖的威压令方圆万里的空间都为之震颤。曹聂眼中寒光乍现，手中魔刀与血剑同时嗡鸣一声，他身形急速前冲，刀剑交错间带起一片血色残影。抽刀断魂魂欲裂，血染清风风更寒。刀剑齐出，一黑一红2道锋芒撕裂长空。来人凝聚的金色掌印被轻易洞穿，刀锋斩间，剑刃穿腹，鲜血喷涌。啊！凄厉的惨叫声中，曹聂攻势不停，他身形旋转，刀剑化作漫天寒光。魔刀出鞘惊鬼神，
一剑断尽轮回魂。刀光剑影交织成网，每一击都精准地落在对方要害。来人拼命祭出本命灵气抵挡，却见曹孽突然变招，左手魔刀上挑，右手血剑下劈，两道锋芒在空中画出完美的十字。刀光未至魂先断，万古幽冥一剑开，十字刀剑摧枯拉朽，击碎所有防御。来人胸前血肉横飞，露出森森白骨。他踉跄后退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你为何会如此？曹孽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刀剑相击，迸发出刺目火花，整个人直刺对方而去。幽冥斩轮回，这一击快若闪电，刀剑同时贯穿对方的胸膛。曹孽手腕一翻，狂暴的刀气剑气在对方体内轰然爆发。噗！漫天血雨中，问道境强者的身躯炸裂开来，连元神都被搅成碎片。曹孽收势而立，刀剑滴血不沾。他冷冷扫了一眼飘散的血雾，转身对身后目瞪口呆的三人道：知道本座为何能称帝了吧？曹见三人交换了眼神，心中暗自腹诽，这也太他妈会装了。突然，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从身后传来，四人同时转身望去，只见黑黄浑身毛发根根倒竖，凌空而起。苍穹之上，那只血色树眼剧烈震颤，瞳孔中迸发出妖异的血芒。刹那间，千里山河全都染上了一层猩红。吼！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响彻云霄，黑黄周身爆发出璀璨的金光，那血色树眼收缩，化作一道血色印记烙在他额头中央。谛听血脉，觉醒！黑黄的身躯开始急剧膨胀，原本漆黑的毛发逐渐蜕变成暗金色，晶莹剔透的玉角从额头中间缓缓生长而出，四足踏着幽冥鬼火，周身环绕着玄奥符文天地灵气突然暴动，方圆百里的灵气骤然汇聚，形成肉眼可见的青色洪流，顺着黑黄的玉角源源不断地灌入体内。下一刻，他的气息节节攀升，星辰进一层，星辰进6层，灵脉进一层。当最后一道灵气洪流被他吸收后，黑黄仰头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，笑声中夹杂着若有若无的泛唱之音。曹见三人被这股威压震得连连后退，满脸骇然。这是明明才灵脉进一层修为，却给他们一种心悸的感觉。这到底是什么异兽？曹孽眼中金光闪烁，谛听现世，可聆听三界六道之声。黑黄，试试你的新能力。黑黄那双泛着金光的眼眸突然睁开，玉角微微颤动。东南方3000里外，有个老和尚正在偷看寡妇洗澡；西北方5000里处，两个女修正在比较大小；东北方2万里处，他每说一句，曹见三人的嘴巴就张大一分。突然，黑黄耳朵一动，神色变得凝重。主人，100里外有数名问道境以及数十名归虚境强者正在往这里赶来。不用黑黄探听，曹孽已经先一步感应到。他眸中魔光一闪，转身对曹见三人道：带黑黄走，本座断后。话音未落，天穹骤然撕裂，一声暴喝自远方炸响。想逃，交出异兽！刹那间，一道横贯天地的刀芒破空斩来，所过之处云层崩散，空间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。曹孽冷哼一声，右手执刀，左手握剑，身形腾空，悍然迎击。曹见抱起黑黄，正欲撕裂虚空遁走，轰！空间突然崩裂，一名灰袍老者踏虚而出，五指成爪，令周遭空间寸寸皲裂。想走，痴人说梦！曹孽眸中杀意暴涨，回身刀剑齐斩，魔气滔天。幽冥斩轮回，刀光剑影交错，问道境一层的强者连惨叫都没能发出，就直接化作了虚无。曹见等人趁机遁入虚空，曹安急忙大喊：宗主，快走！然而那道横贯天地的刀芒已经来到曹孽头顶不足10米处，他眸中寒光一闪，刀剑收入体内，双手结印。刹那间，残影漫天，魔气翻腾。老匹夫，接招！9节焚天灭道掌！轰！掌劲与刀芒相撞，方圆千里的云层被撕碎，大地崩裂，追击者尽皆骇然止步。居然能挡住问道境3层的一击！青衣老者自云层现身，怒极而笑：好一个妖孽，今日必斩你！他双手一合，体内灵力倾泻而下，刀芒威势暴涨，似要斩断万骨。曹孽嘴角溢血，狂笑一声：第9重开！魔掌威势暴涨，刀芒轰然崩碎，掌风呼啸，直贯苍穹，将青衣老者轰飞万里，血洒长空。等他稳住身形，抬眼望去，曹孽的身影已经踏入虚空，唯有一道滔天魔影正在缓缓消散不远处，一道威严身影踏空而来，金龙虚影环绕，地威浩荡。他凝视曹孽消失的方向，眸中泛起一丝涟漪，低声呢喃：这背影为何如此熟悉？半日后，曹家听雨轩外，空间泛起阵阵涟漪，曹孽带着黑黄等人从虚空中缓步而出。
众人周身魔气尽敛，佛光流转，这要是进入佛门，必是一代高僧。黑黄已经恢复成原形，在曹聂脚边打转，虽然拥有谛听神兽血脉，但还是一副狗里狗气的样子。大长老，曹聂目光转向曹健，声音沉稳，这些资源交由你统筹分配，务必让我曹家的实力尽快得到提升。说话间，10几枚储物戒已经悬浮在半空。曹健伸出那双厚实的手掌接过，恭敬道：家主放心修炼就是，这些琐事交给我处理就行。曹聂微微颔首，对大长老的办事能力极为相信，接着又取出10几张泛着灵光的丹方。三长老，你如今已经进阶为丹皇，这些丹方好生参悟，早日助我曹家更上一层楼。曹峰眼前一亮，双手微微发颤地接过这些珍贵丹方。放心家主，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将这些丹方尽快参悟，让我曹家的实力再上一层楼。3000道域的每一张丹方，那都是万金难求，没想家主居然能拿出这么多。曹峰内心惊讶，这些资源和丹方自然是在北凉王洞府所得，前段时间忘记了，这才拿出来。曹聂满意的点点头，挥手示意3人退下。黑黄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，一人一狗进入听雨轩。刚关上房门，曹聂就倒吸一口凉气。虽然只是轻伤，但这次交手让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清晰的认知。归虚境7层到问道境3层，居然能越5个小境界战斗。他喃喃自语，眼中金光闪烁。上次和凌霄皇帝交战，他只能越4个小境界战斗，这次能越5个小境界，得益于他把9节焚天灭道掌修炼到了第9重。看来这掌法是他越级的关键。在3000道域，越级挑战简直难如登天。能越1个小境界的，那都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天才；越2个小境界的，3000道域屈指可数。至于越3个小境界的，曹聂只在古籍中看到过记载，每出现一位，那都是镇压一个时代的无敌存在。他曹聂能越5个小境界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怕是要惊掉3000道域修士的下巴。转眼间1个月过去，伤势痊愈后的曹聂只感觉神清气爽，和妻妾玩得更开了。半个月前上了一次早朝，他总觉得不对劲，女帝夏离那双凤眸总是若有若无地往他身上瞟，眼神里透着深深的狐疑。几天前边境风云突变，凌霄仙朝100万雄师压境，黑压压的军队笼罩在大夏边疆。北王夏号亲率10万精锐迎敌，两军对垒，肃杀之气直冲云霄。首日交锋，双方试探性地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。诡异的是，这战之后小摩擦不断，大战没有再发生。彼此都清楚，一旦全面开战，那必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到时候想要结束这场战争，注定要以一方势力覆灭为结局，甚至天眼仙朝也会加入进来。到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唯有胜者永存。3000道域运朝等级分为王朝、皇朝、帝朝、仙朝、圣朝、神朝。神朝必须要拥有一位劫灭境强者，10位问道境强者；圣朝必须要拥有一位问道境强者，10位归虚境强者；仙朝至少要拥有一位归虚境强者，10位破望境强者。宗门家主势力等级分为3流、2流、1流、超级、霸主、不朽，其中不朽对应神朝，霸主对应圣朝，超级对应仙朝，以此类推。半个月后，金銮殿外，曹大人，陛下要见你。一名太监急匆匆拦住刚下朝的曹聂。曹聂眉头一挑，沉声道：带路。来到御书房前，这位太监弯腰示意：曹大人，请。曹聂颔首，迈步进入御书房内。只见夏离正在批阅奏折，朱笔挥洒间尽显帝王威仪。曹聂心中冷笑，在上早朝时，他就发现这个夏离是人假扮的。至于目的，曹聂已经猜到七七八八。微臣参见陛下。曹聂躬身行礼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想玩，本家主陪你玩就是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2的叶琉璃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找个合适的机会在金銮殿镇压此女，奖励破障丹丹方；选择2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奖励3颗灵石；选择3，策反对方对抗夏离，奖励10本天阶上品武技。曹聂嘴角勾起一抹邪笑。系统，我选择1。恭喜宿主获得破障丹丹方。有了这破障丹丹方，曹家36名执事全员都能成为破望境强者，已经是破望境的10几名执事，修为都能提升一个小境界，选择他毋庸置疑。曹爱卿平身。叶琉璃模仿夏离的语调，与曹聂展开了一场看似寻常的君臣对谈。举手投足间，他将夏离的威仪模仿得惟妙惟肖，连批阅奏折时的小动作都分毫不差。曹聂心中警觉，
这叶琉璃他从来没有听过。如今想想，他猜测的8、9不离十。夏离暗中培养有归虚境，还有这模仿的几乎一模一样，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。上次不用他提，估计夏离都会找个时间闭关。半刻钟后，真正的夏离从偏殿款款而出。陛下！曹聂佯装震惊的后退半步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像是见了鬼一样。夏离见此，心中暗自松了口气，连曹聂这位实力堪比归虚境9层的强者都看不出破绽，计划就成功了一半。夏离缓步走向龙椅，叶琉璃立即起身离开。只见他摘下脖子上的玉佩，面容荡漾间，转眼变成一张娇俏可人的脸蛋。这是……曹聂难以置信地指着2人。叶琉璃盈盈一礼：“奴婢是陛下贴身宫女叶琉璃，奉旨假扮陛下，还望曹相多多关照。”曹聂脸上的震惊渐渐褪去，转而露出赞叹的神情。陛下这一手礼带桃僵，当真是妙不可言。夏离闻言，唇角微扬：“曹爱卿，朕准备于今晚闭关冲击问道境的壁垒，朝堂上的事情就交给你和琉璃了。”曹聂抱拳：“臣万死不辞。”夏离颔首：“既如此，你就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”曹聂施了一礼，转身离去。不是他不想对夏离出手。1个月前的早朝上，动手前他特意动用系统的真实之眼探查了一下，谁想在夏离身上发现一张8品破魂符。这符一旦激发，能湮灭一位问到5层以下的元神，问到5层以上的中招也会元神重伤。如此符箓足够让他魂飞魄散，他才不得不压下心底想要镇压对方的冲动。曹聂刚踏出御书房，就见楚东迎面走来。曹聂，皇后娘娘要见你。楚东冷着脸道：“每次遇见这个瘟神都没好事，尤其是上次去曹府，莫名其妙被人暗算，至今还没查出是谁下的黑手。每每想起，他就揪心的痛。”曹聂眼中带着戏谑：“楚公公，你不是太后娘娘的人吗？怎么又去伺候皇后了？啧，不愧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先伺候陛下，再伺候太后，如今又攀上了皇后娘娘。楚公公这命可真是好得很啊！”楚东指节捏得咔咔作响，恨不得立刻撕了这张利嘴。他心里也郁闷，这太后好好的，怎么就闭关了？他冷笑一声，眼中寒光闪烁：“曹聂，你的好日子不多了。”说罢，他猛地甩袖，转身离去。曹聂望着他的背影，笑意更浓。凤仪宫外，曹聂环视一圈，还别说，比江岩的长乐宫要气派许多，更显奢华。娘娘，曹相已到。殿内，楚东躬身禀报，嗓音尖细。宣。内殿传来一道清冷女声。不多时，楚东迈步而出，语气倨傲：“曹聂，请吧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入内，背影透着几分得意。曹聂望着楚东这副欠揍的模样，莫名想起了曹安。不知道2长老遇见这阉人会不会手痒。来到殿内，他站定身形，目光所及，一道凤袍加身的倩影正背对着他。曹聂微微躬身，拱手行礼：“臣曹聂拜见皇后娘娘。”话音落下，那身影缓缓转身，一张清视容颜映入眼帘，眉目如画，透着不容亵渎的威仪。王雪柔唇角微扬，声音清冷：“曹相不必多礼。”曹聂眸光微动，长得那个倾国倾城是他的菜。只见他一袭华贵凤袍曳地，金线绣制的90凤凰在衣袂间若隐若现。他身姿高挑，肌肤胜雪，莹润如玉，阳光拂过时，周身笼罩一层朦胧光辉，不似凡尘中人。一双凤眸深邃，无悲无喜，眸光流转间似有寒气交织，令人不敢直视，更不敢妄测其心。王雪柔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曹聂，眼底掠过一丝惊诧。听父亲说曹聂很年轻，他本来还不信，没想如此年轻。他收回目光，淡淡开口：“小东子，赐座。”“是，娘娘。”楚东低眉应声，心中不愿，但还是搬来一张紫檀木椅。曹聂朝他颔首一笑，温润如玉：“多谢楚公公了。”公公2字入耳，楚东面色一僵，眼底闪过一抹阴霾。碍于皇后在场，他只得强压怒意，垂手退至一旁：“都退下吧。”王雪柔的声音虽淡，却透着不容违逆的威严：“奴婢告退。”众宫女齐齐欠身，弓着身退出了凤仪宫。转眼间，偌大的殿内只剩曹聂、王雪柔以及楚东。“小东子！”王雪柔眸光微转，语气淡漠：“你也退下。”楚东身形微不可察的一颤，如此美人，每次喊他小东子，他就感觉身体某处剧疼。转身刹那，楚东眼底翻涌着怨毒，都怪曹聂这个畜生，要不是他楚东早就听从夏离的吩咐，和皇后有了鱼水之欢。听着殿门关上的声音，王雪柔拂袖轻扬，一道淡金色光幕荡漾开来，转瞬就将整座大殿笼罩。曹聂眸光微闪，他得到消息，
王峰已经加入北王势力。至于这皇后，曹孽整了整衣冠，率先打破沉寂。不知皇后娘娘叫本相前来，有何要事？王雪柔纤细的指尖轻扣凤座扶手，玉面寒霜。曹相好大的威风！本宫听闻你当众长乖家父2次，可有此事？曹孽面露冤屈。娘娘明察，这等谣言从何而起？不妨叫那造谣之人前来，本相愿当面与他对质。呵，王雪柔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曹相是要与本宫父亲当面对质吗？曹孽不慌不忙道：娘娘，虽然王相是你父亲，但你作为皇后，更应该公平公正才是。他压低声音继续说：你想想，王相为什么来告状？肯定是有人在挑拨离间。要是我们2个丞相斗起来，谁最高兴？曹孽不等王雪柔回答，就已经接话：那肯定是北王无疑。他突然提高声音：娘娘难道要为了北王，让陛下的江山不稳？若是如此，曹孽语气微顿，声音都冷了些。等下次上朝，本相一定要禀明陛下，把背后搞鬼的人都查出来，定他个灭九族之罪。王雪柔眉头微蹙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。这个曹孽还真会颠倒黑白。他要是认下这事，岂不是坐实了自己勾结北王的罪名？虽说父亲已经投靠北王，可他还在观望中。万一陛下只是因修炼功法才不近女色，他要是背叛，后果不可想象。这种事情他在书上看过，不少皇后因为皇上不宠幸他，就怀疑皇上不行，最后背叛了皇上。不久之后，皇上神功大成，要找皇后共赴巫山，发现皇后的清白没了，下旨灭了皇后9族。至于北王，在那书中就是反贼，最后被皇上送上了断头台。这种情况书中记载的还不少，他绝对不能承认。至少在没有确定夏离是不是女儿身之前，他都保持中立。想到这里，王雪柔强压怒火，挤出一丝笑容来。曹相说的有理，本宫自会劝劝家父，远离那些小人。曹孽满意的点头：娘娘明白就好。这话听着格外刺耳，王雪柔暗自咬牙。今日本想给曹孽一个教训，谁想反被他将了一军。既如此，曹相就请回吧。他迫不及待的想要送客，这个曹孽看着就烦人。曹孽纹丝不动地坐着，目光在王雪柔身上游走。他扫过那纤细的腰肢，又缓缓上移，最终定格在她被凤袍勾勒出的丰盈曲线上。王雪柔察觉到那灼热的目光，凤袍下的身躯不自觉地绷紧。她强压下心头的不适，声音又冷了几分：曹相，本宫的话你是没听清吗？本相听得一清二楚。曹孽嘴上应着，眼神愈发肆无忌惮。那还不速速退下？王雪柔玉指紧攥扶手，指节都已经泛白。曹孽抬手一挥，一道无形的屏障瞬间笼罩整座大殿。他缓缓起身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：今日见得娘娘，真乃天幸也。说话间，曹孽踏着红毯已经逼近王雪柔，声音中流露出威胁的意味：不知娘娘可否赏脸，与本相共度良宵？检测到综合评分93的王雪柔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当即镇压王雪柔，奖励镇狱魔体本源，可铸就无上魔躯。选择2，放过王雪柔，奖励中品灵脉1条。选择3，跪地求饶，狂扇自己耳光，奖励天蚕手。系统，我选择1。恭喜宿主获得镇狱魔体本源。王雪柔仰视逼近的曹孽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一倾，冷傲的面容上已经布满寒霜，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。曹相，他强撑着威仪，嗓音带着一丝轻颤：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若是本宫将这里发生的事情禀明陛下……话音未落，曹孽已经捏住他精致的下巴，眼中闪过轻蔑：本相如今已是归墟7层，还会忌惮陛下？他俯身凑近，声音陡然转冷：王雪柔，你若是识相，就乖乖从了本相，否则灭你满门没商量。王雪柔瞳孔收缩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曹孽。半年前才突破归墟，如今已是归墟7层，绝不可能。震惊过后，他就是深深的怀疑。归墟7层，王雪柔冷笑挣脱：曹孽，本宫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若是不离开，别怪。话音未落，啪的一声脆响回荡在殿内。王雪柔猝不及防偏过头去，一缕血丝自唇角滑落，右颊迅速浮现鲜红的掌印。她浑身颤抖，指节捏得发白，转头怒视曹孽：你找死！王雪柔周身灵力暴涨，下一刻，啪，又一记耳光狠狠甩在左脸，凤钗应声飞落，3000青丝轻线下垂落腰间。她猛然反应过来，自己才通幽境修为，怎能和曹孽这等归墟强者抗衡？她强忍屈辱，咬牙道：曹相有事好商量，想要什么，本宫都可以给你。曹孽重新捏住她下巴，玩味道：本相要什么？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？
王雪柔偏过头去，声音发颤：“除了本宫的清白，其他什么都可以。”曹孽轻笑一声，俯身在他耳边低语：“本相就要你的身子。”王雪柔面色骤变，猛地推开曹孽，就要往殿外逃去。才跑出几步，就被一股巨力拽了回来，整个人跌入曹孽怀中。他还没回过神来，唇瓣已经被炙热的呼吸封住，陌生而柔软的触感让他浑身僵直，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感受。反应过来后，他拼命捶打曹孽的胸膛，试图挣脱开来，可归虚境的力量岂是他能撼动的？渐渐的，抵抗的力道越来越弱，曹孽一把将他抱起，大步走向凤榻。不，曹相，不能！王雪柔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，奈何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。最终，在结界笼罩的寝殿内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凤袍被一件一件的剥落。当一切结束后，王雪柔蜷缩在被褥中，眼角还挂着没干的泪痕。曹孽已经整理好衣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：“娘娘，本相很高兴，以后会常来的。当然，你若是不怕王家以及你被灭，大可以去告诉陛下。本相由衷的相信，在治本相的罪之前，一定是你先死。”曹孽指尖凝聚出一道金红符印，直接打入王雪柔眉心。他神情一滞，双眸瞬间失焦，任由那诡异的印记冲入元神。曹孽温柔地在王雪柔额头吻了一下，十分精神地离开了这里。殿门关上的声音传来，王雪柔如梦初醒。她凝神内视，赫然发现元神上多了一道金色印记，吸收灵气的速度提升了5倍，她不禁瞳孔微缩。曹孽刚踏入府门，管家曹辉就匆匆迎上前来：“家主，有人来访，夫人正在前厅招待。”曹孽脚步一转，径直朝着待客厅走去。可知来人是谁？曹辉紧赶2步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听说是夫人的师尊。”曹孽眉峰微挑，红菱的师傅不正也是萧北的师傅？看来是为2人的婚事而来。想到已经成为曹安主魂的萧北，他眼中闪过一丝玩味。走，待客厅内。红菱正和一位紫衣美妇相谈甚欢。紫衣美妇端坐在檀木椅上，一袭绛紫罗衣垂落，将岁月精雕的曲线勾勒得恰到好处，当真是。曹孽驻足在门边，眼底映出那雍容身影，岁月不败的美人。听到呢喃声，红菱与紫衣美妇同时侧手望向门外。红菱起身迎接，亲昵地挽上曹孽的手臂：“夫君，你来得正好。”曹孽温润一笑，目光流露出疑惑：“这位是？”“这是我师父，玄阴宗宗主于天鹰。”红菱介绍道。于天鹰打量着曹孽，瞳孔中倒映出一抹惊世骇俗。刚才红菱和他说曹孽是归虚境，他本来还不相信，可现在看来远不止普通归虚这般简单。曹孽含笑点头：“既然是红菱的师父，那自然也是我曹孽的师父。师父请上座，我们慢慢聊。”曹孽带着红菱一同入座。于天鹰凝视着2人，眼中惊疑不定：“红菱，刚才不是聊到你和萧北来曹家定亲吗？怎么和曹家主在一起了？”身为2人的师父，对于红菱和萧北的事情他看在眼里，来之前还为2人能结为良缘感到开心。谁想来了之后才知道红菱已经和萧北分开，身为师父，他心中不禁有些惋惜。红菱紧紧挽住曹孽的臂膀，关于萧北的结局，曹孽已经如实告诉他。在认清真心所属后，他的一颗心全都记在曹孽身上。至于萧北如何，他已经毫不在意。不等红菱回答，曹孽接话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当初本家主对红菱和萧北进行了考验，没想萧北心里根本没有红菱，最后还入了魔，被魔道修士抓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”言罢，眉宇间掠过一丝怅然。“是这样。”于天鹰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红菱。红菱眸光清澈，坦然颔首：“师父，就是这样。我也是在那次考验过后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夫君。师父你也知道，我和夫君青梅竹马，刚好夫君也喜欢我，最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”于天鹰直察清明，眼底掠过一丝深意。女人天生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事没有这么简单。检测到气运之女于天鹰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放过对方，奖励中品灵脉1条；选择2，降服对方，奖励天顶神体本源；选择3，让对方臣服，奖励10条极品灵脉。曹孽目光微闪，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系统，我选2。话音落下，系统空间中多出了一道散发青色光辉的本源。恭喜宿主获得天顶神体本源。曹孽指尖轻轻摩挲着杯沿，对红菱传音道：“红菱，你师父资质不凡，可以为我曹家做出一点贡献。”红菱正给于天鹰斟茶的手微微一顿，他不动声色地放下茶壶，柔声问道：“师父，你关心我们的婚事，徒儿还没问你，当初你和师公是怎么分开的？”于天鹰指尖一颤，恍惚间又看见1000年前
那人立于山巅，仗剑而立的背影天鹰，这一去生死难料，但求你等我归来。我等你。记忆中自己的声音带着颤抖，一直等，一眼千年，那人始终没有出现。他心中甚至觉得对方已经死了，可他临走前留下的命牌还完好无损。每次看到这个，都给他无限等待下去的力量。一滴清泪无声滑落，在桌上荡开一片水痕。于天鹰反应过来，连忙擦去眼角的泪痕。不好意思，失态了。红菱递过去一张素白绢帕。师父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，值得你如此等待？他声音轻柔，带着掩不住的好奇。在玄阴宗修行时，他就经常看见于天鹰独自站在宗门后山之巅，一袭素白衣裙在风中摇曳，遥望远方，一站就是好几天。于天鹰接过绢帕，深吸一口气，茶香混合着回忆漫上心头。他叫楚阳，100万年前正魔大战席卷3000道域，任何生灵无一幸免，魔道猖獗，正道落败，损失惨重。为了让3000道域安宁，上百位劫灭境大能选择以自身的血肉灵魂为阵，封印了余下的魔修。自此，封魔渊成为3000道域第一禁地。10万年前，封印松动，出现一个缺口，一些低阶魔修从中逃出，祸乱3000道域。为了防止缺口继续变大，以及正魔大战再次打响，几大神朝和几大不朽道统决定联合3000道域的力量，派人前往封魔渊加固封印，同时斩杀魔修。100年一次轮换，楚阳是1000年前去的，至今未归。距离下一个100年不足10年时间，曹家主身为归虚境强者，或许这一次那些神朝或者不朽道统就会找上你。封魔渊曹孽在不久前了解过，每100年轮换一次，必须要有通幽境及以上的修为才有资格前往，通幽境以下的去，那就是妥妥的炮灰。红菱轻轻握住于天鹰的手，语气关切：师父，整整1000年，你难道就没想过师公他可能已经……住口！于天鹰猛地抽回手，从怀中取出一块泛着莹莹青光的玉佩，命牌完好无损，他一定还活着。红菱继续劝道：可是师父，1000年时间，封魔渊已经轮换了10批镇守的修士，若是师公心里还有你，怎么会？你懂什么？于天鹰厉声打断：他说过会回来，就一定会回来。红菱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忍：师父，命牌也会失灵的，你该为自己想想了。于天鹰脸色一白，声音有些哽咽：不会的，他说过会回来的。曹孽缓步上前，站在于天鹰身侧，语气温和：师父，请让我说几句心里话。他轻轻叹息，1000年时间，10次可以回来的机会，这实在不得不让人多想。于天鹰抬起泪眼：你想说什么？本家主站在男人的角度考虑。曹孽目光深邃，若是他真心爱你，哪怕只有1次机会，都会不顾一切的赶回来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低沉道：除非他心中已经有更重要的人。不可能。于天鹰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他想起离别时楚阳的誓言：此生只爱你一人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摇着头，声音有些颤抖：他答应过我的。曹孽目光深邃，轻声道：师父不信，那我问你，1000年10次轮换机会，1次都不回，有什么能够解释？是因为心系苍生，自愿留下来镇守。曹孽摇头叹息：修行1000年，师父你应该明白，真正的喜欢一个人，他是不会忍心让你等的，就算他心中有大义，也不该让你忍受1000年的相思之苦。真爱一个人，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柔和，100年已是极限，又怎会让你等待1000年？1000年10次机会。曹孽苦笑一声，他要不是另有所爱，又会是什么？于天鹰身形一晃，曹孽说的每个字都如同利刃插入他的心窝。他明白曹孽说的有道理，可他总是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在等待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曹孽轻叹一声，语气柔和：师父，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他轻轻挥手，空中浮现画卷。从前有个富家小姐，爱上了一个穷书生，她不顾家族反对，宁愿被逐出家门也要嫁给他。画卷中浮现出一个女子在寒冬中洗衣物的场景。为了让穷书生专心科考，她日夜操劳，手上全是冻疮。画面一转，书生金榜题名时，女子喜极而泣的模样栩栩如生。可后来，曹孽声音一沉，画中出现书生与公主大婚的场景。他等来的是一纸休书。不会的。于天鹰嘶吼一声，2行清泪无声滑落。这个故事和他是如此的相似，1000年等待，他会不会如同这个故事一样，已经和某座神朝的公主成婚，只有自己在傻傻的等待。红菱连忙扶住摇摇欲坠的于天鹰：师父，这样的负心汉不值得你伤心。曹孽适时握住于天鹰冰凉的手：师父，你还有我们。他温暖的手掌微微用力：天鹰，
让我来照顾你，可好？于天英怔怔望着两人，心中坚定千年的信念在这一刻轰然崩塌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痛哭起来。呜！纤弱的身躯轻轻颤抖着，曹聂顺手将他揽入怀中。于天英攥紧粉拳，无力地捶打在曹聂的胸膛上。骗子！你们男人都是骗子！曹聂轻抚他微颤的后背，声音温柔。忘了他，往后余生，我守护你。这话如同一把利刃，瞬间刺穿了于天英的心。记忆中的声音与此刻重叠。千年前，楚阳也是这样对他承诺的。呜哇！他哭得更加撕心裂肺，整个人瘫软在曹聂怀里。曹聂朝红菱使了个眼色，红菱会意，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临走前还不忘轻轻带上房门，发出咔嗒一声轻响。屋内隐隐约约传出两人的交谈声。你别这样好吗？我还没想好。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，遵从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红菱是我徒弟，他会介意的。你这是在自欺欺人，介意的话，红菱就不会离开了。我还是过不了心里这关，给我一点时间。3息时间，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。3息太短。啪的一声，还短不短？你混蛋！你才说过要守护我的！啪的一声，敬酒不吃罚酒。你出去问问，本家主给谁超过3息的考虑时间？接下来的一些时光，曹聂暗中游走在大夏文武百官的家中，名义上是去串门，实际上是去种下神魔印。这些可都是他儿子的班底，得给他留着。他已经确定让女帝夏黎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曹夏渊。同时宫里也去了好几趟，去控制禁卫军以及一些关键人物。神魔印不多，曹聂就控制这些势力的头3号人物。神魔印以后还有大用，没必要消耗在这些小卡拉米身上。一圈下来，6万多的神魔印少了数百枚，曹聂妻妾的肚子都大了起来。悄无声息间，整个大夏朝堂已经成为曹聂的人，当然王峰除外。曹聂根本没打算留着这个人。这天刚下早朝，王峰这个狗皮膏药又凑了上来。曹聂，你别得意，我收拾不了你，总有人能收拾你。王峰恶狠狠地把话落下，转身就想离开。聒噪！曹聂抬起凌厉的掌风，裹挟着神魔之力呼啸在他脸上。掌风过之处，王峰的护体玉佩还没亮起，就已经湮灭，整个人化作流星穿透云层，消失在天际。这一次，王峰注定要一去不复返。四周的文武百官当作没有看见。如今的他们都已经被曹聂控制，谁吃了雄心豹子，胆敢违背曹聂的意志？曹聂揉了揉有些发麻的手指，刚想离开这里，想了想，向着凤仪宫走去。父债子长，得好好教训一下王雪柔。凤仪宫外，曹聂刚来到这里，以他的修为，立马听见里面传来2道女人的交谈声。雪柔，这都1年多了，你怎么还没怀上陛下的龙重？娘，这事不是我说的算，是陛下不碰我。你这丫头就不能主动一点？我都脱光站在陛下面前，还不够主动？娘看你就是没有用心，不然怎么会没用？这我哪里知道，或许是陛下修炼功法的缘故，暂时不能碰女人。你说陛下不会是不行吧？娘，你可闭上你的嘴巴，这可不先说。看到曹聂走来，楚东立马迎了上去，一双饱含冷意的眸子盯着曹聂。曹聂，没有娘娘的命令，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。曹聂眸中寒光一闪，抬手间神魔之力涌动，随着啪的一声回荡在凤仪宫外。楚东倒飞出去，撞到墙柱上，狼狈地摔落在地，嘴角溢出鲜红的血液。曹聂，你敢在凤仪宫动手？楚东愤怒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大有动手的打算。曹聂冷笑着走近，一个大耳光又扇在楚东右脸上。区区阉人，胆敢质问本相？曹聂抬手间封印了楚东的修为和五感60，而后对远处的一名宫女吩咐一声：来人，给本相看好他。这名宫女欠身一礼，来到楚东面前，冷冷地盯着对方。楚东懵逼了，他盯着宫女，很想问上一句：曹聂是你爹还是你娘？你不管我的死活，还听从他的话？奈何他现在不能说话，只能用眼神询问。下一刻，啪的一声，这名宫女直接给了楚东一耳光。死太监，没了鸟还想勾引我，看打！这一巴掌既打在了楚东的脸上，又打在了他的心里。痛，太痛了！不是说穿越者必备金手指，为何我楚东没有？曹聂已经走远，对于身后的事情视而不见。他没杀楚东是有一个很棒的想法。殿内的王雪柔听到外面的动静，刚想起身出去一探，余光就看见曹聂从殿门迎面走来。他指尖轻颤，面色居然一白，又迅速恢复正常。曹聂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王雪柔强压下内心的惶恐，身旁的蓝衣美妇敏锐地察觉到话中异样，
轻拉王雪柔的手臂问道：“雪柔，又来了是什么意思？”王雪柔心头一紧，差点说漏嘴了。她急忙解释：“娘，你听错了。”蓝衣美妇面露一色，总觉得王雪柔有些异样，却又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。这位，曹聂的目光转向蓝衣美妇，唇角微扬：“应该是赵姨吧？”检测到综合评分91的赵涵雅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王峰已死，代他照顾赵涵雅，奖励3条极品灵脉；选择2，镇压，奖励9品灵宝灵雨塔，注：灵雨塔的时间流速比外界快10倍；选择3，做个好人吧，放赵涵雅离去，奖励3品菜刀1柄。系统，我选2，恭喜宿主获得9品灵宝灵雨塔，9品对应劫灭镜，要是暴露，曹家必将引来杀身之祸。10倍流速，我把红灵他们放进灵雨塔半个月，岂不是孩子就能出生了？宿主想得美，灵雨塔的时间流逝只对修炼有用。曹聂眼底闪过一丝遗憾，若是可以把曹家发展壮大，岂不是轻轻松松？娘，你先回去，本宫与曹相有事商议。王雪柔强自镇定道。赵涵雅敏锐地察觉到女儿话中的慌乱，现在见她要赶自己走，身为女人的直觉让她没有挪动脚步。什么事是娘不能听的？曹聂回过神，唇边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雪柔，你怀上本相骨肉的事，怎么不告诉赵姨？曹相修的胡言，本宫核实。王雪柔脸色骤变，声音都带上了颤音。她本能地看向赵涵雅，却被逮个正着。赵涵雅一把扣住王雪柔的手腕，指尖搭在她脉上，瞬间脸色骤然大变，厉声呵斥：王雪柔，你要害死我王家不成？王雪柔百口莫辩。曹聂这个畜生到底想干嘛？事情败露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赵姨，你别生气。曹聂柔声安慰：你放心，这事没人知道。赵涵雅怒不可遏：曹聂，本宫警告你，这里是凤仪宫，容不得你放肆。曹聂冷笑一声：本相就是要放肆，你能如何？1个时辰后，曹聂离了仙宫，带着楚东返回曹府。如今这大夏仙朝早已是他曹聂的一言堂。回到曹府，曹聂传音叫来曹安。曹安刚踏入议事堂，目光就粘在了一旁的楚东身上，四目相对，恍如隔世。曹安眼中闪过狂喜，莫非？难道说，果然还是家主最懂我？楚东被他看得毛骨悚然，不安地挪了挪身子。曹安强压下心底的激动，向首座上的曹聂行礼：家主，有事直接吩咐。曹聂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。这变态果然看上楚东了。二长老今日辛苦，这个人就赏给你了。曹安扑通跪地，行了个9叩大礼。家主的栽培之恩，曹安没齿难忘。曹聂眉梢一挑，当初赐他造化丹时，都不见如此激动。不过是个男人，至于吗？还有你心心念念的体质本源，本家主费尽千辛万苦给你搞来了。曹安双手接过，脸上却不见多少喜色。曹聂诧异：你可知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镇狱魔体本源？回家主，我知道，融合后能越3个小境界战斗，你就不激动？我激动啊！曹安说着，余光又瞟了楚东一眼。家主你看，我激动的都发抖了。曹聂一脸无语，感情在这老变态眼里，镇狱魔体还没楚东香。他没好气的挥手：滚，带着你的楚东滚远点。好嘞。曹安眉开眼笑，一把拽起楚东就往外走。楚东拼命挣扎，后庭隐隐作痛，那种不祥的预感又来了。刚出议事堂，曹安就遇见曹健和曹峰2人，他得意地捏了捏楚东的脸蛋：家主赏赐的，你们有吗？2人对视一眼，一脸黑线，抬脚就踹。曹安快速躲过，携着楚东扬长而去。风中传来他志得意满的喊声：家主最器重的终究是我曹安。2人收回目光，转身进入议事堂，朝首座上的曹聂躬身行礼：拜见家主。曹聂微微颔首，抬手间3件宝物依次悬浮在空中，天顶神体本源散发着淡金色光晕，9品灵宝灵雨塔通体流转着时间道韵，破障丹丹方笼罩一层青色光幕，其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古老文字。大长老，这是灵雨塔，现在就交由你掌管。曹聂抬手将灵雨塔送出，曹健双手接过，温润的触感传入掌心，指尖传来的一丝时间法则让他神色恍惚瞬间。只听曹聂继续道：灵雨塔是9品灵宝，里面的时间流速比外界快10倍，每次可以容纳2000人修炼。你即刻着手安排族人分批进入当中修炼，切记这是需要严守，严禁族人泄露半分。听到9品灵宝的时候，曹健就已经怔住，捧着灵雨塔的双手不自觉地微微发抖。他知道曹聂手段非凡，能得到造化丹已经十分难得，
谁想连蕴含时间法则的至宝都能得到？这种至宝想要炼制出来，必须同时满足3点：1. 九品气地；2. 掌握时间法则；3. 掌控天火。整个3000道域，地火108种，天火36种。曹家唯有3长老曹峰和4长老曹谷运气比较好，各自得到了一种地火。曹峰喉咙不自觉地滚动，双眼死死盯着曹健手中的灵雨塔，瞳孔中倒映着塔身流转的玄妙纹路，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震撼之色。身为丹皇，炼气一道略有涉足，他比谁都清楚，想要炼制这样的至宝有多么困难。曹健回过神来，深吸一口气，郑重承诺：家主放心，这是包在我身上。说罢，他小心翼翼地把灵雨塔收入怀中。曹孽点头，又将天顶神体本源与破障丹方推向曹峰。3长老，这天顶神体本源适合你，还有这张丹方必须尽快参透，帮助族人提升修为。曹峰双手颤抖地接过2件宝物。天顶神体本源入手的瞬间，他体内的地火突然沸腾起来，在经脉中欢快游走。在看向丹方时，不由惊呼一声：居然是破障丹！曹健闻言凑近一看，确认后面露喜色：家主，有了这丹方，我曹家的实力必将突飞猛进。曹峰当即保证：家主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，早日炼成此丹。曹孽沉声吩咐：炼丹堂需要吸收有炼丹天赋的族人，其他特殊堂口同样如此，大长老要全力支持，特别是炼丹、炼气2堂所需要的资源不必吝惜。曹健和曹峰对视间，恍惚看见曹家以后的辉煌。遵命，家主。2人齐声应道，声音在议事堂内久久回荡。2人退下后，曹孽也返回了听雨轩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他一直在灵雨塔内修炼。出关这天，曹孽的修为来到了归虚境9层巅峰，距离问道只有1步之遥。神魔法则已经有苗头，只要领悟成功，就能突破问道境。9节焚天灭道掌被他修炼到了第12重，威能相比以前提升了数十倍。9大长老全员归虚境，最强曹健归虚5层，战力堪比归虚8层。36名执事全员破望境。怀孕最早的沈云月距离临盆已经不足2月，曹孽有些期待，不知诞生一位子嗣能有什么奖励。次日一早，金銮殿内肃穆庄严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，在殿内洒下一地碎金。文武百官分列2侧，曹孽站在文官首位，一袭红衣官袍衬得他气度非凡。曹爱卿，端坐在龙椅上的叶琉璃好似已经习惯下帝这个身份，他朱唇轻启，声音清朗：半月后天眼先朝太子大婚，你带朕前往贺喜。曹孽出列，躬身应道：臣领旨。退朝后，叶琉璃走下玉台，向着偏殿走去。文武百官依次退出了金銮殿。曹孽看着他的背影，急忙上前：陛下，臣有要事相商。叶琉璃脚步微顿，回眸时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：去书房吧。他语气平淡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接着就准备转身离开。曹孽迅速拦在他前方：陛下，这事挺急的，臣现在就要谈。曹孽示意左右太监退下，2名太监弯腰一礼，悄无声息地退出了金銮殿。见到这一幕，叶琉璃暗自警觉，同时又好奇这2名太监为何会听从曹孽的命令。接着又见曹孽挥手间布下万重结界，将金銮殿彻底封闭。这一刻，叶琉璃心底涌起强烈的不安，风轻云淡的面容闪过一丝阴沉。他强自镇定道：曹相有事不妨直说。琉璃。曹孽忽然改了称呼，步步逼近，脚步声在空荡的大殿里格外清晰。本相想和你有羁绊，还望成全。叶琉璃呼吸一滞，不由自主地后退半步。曹相何意？他声音平稳，带着一丝冷意。曹孽停下逼近的脚步，叶琉璃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可接下来听到的话让他面色一白，玉手紧握。本相想和你有一个孩子，不知琉璃姑娘可否成全？叶琉璃眸中寒光闪烁，一字一顿道：曹相，你真以为自己能无法无天不成？曹孽嘴角浮现一抹冷笑，抬腿迈出一步。琉璃姑娘是不愿吗？叶琉璃跟着后退一步，袖袍下的玉泉缠上灵力。曹相，万事要考虑后果，不要把路走窄了。无论是多窄的路，本相都能将它走宽，不知琉璃姑娘的路让不让本相走？叶琉璃面含怒意，骤然出手，凌厉的掌风呼向曹孽。曹孽抬手握住他的手腕，他掌上的灵力迅速溃散。叶琉璃大惊失色，好霸道的灵力！曹孽，你就不怕陛下出关后治你的罪？曹孽手上用力，叶琉璃扑入怀中。你觉得他能治本相的罪？话落，他那归虚境9层的气息弥漫金銮殿角角落落。霎时间，叶琉璃眼中倒映出惊骇之色。怎么可能？
这才多久，你就已经达到归虚境9层？曹聂揽住他那细柳腰肢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本相最后问你一次，愿不愿意？叶琉璃猛然挣脱，眼中尽是傲然。凭你也配？凌厉的掌风裹挟着巨大力道落在叶琉璃的脸上，清脆的巴掌声在金銮殿内久久不散。叶琉璃倒飞至金銮殿中央，脸上出现鲜红欲滴的5根手指印。曹聂上前走近，居高临下的问道：愿不愿意？叶琉璃倔强地昂起头，休想！啪！数百次过后，眼见曹聂这掌又要落来，叶琉璃崩溃地哭喊一声：我愿意。1个时辰后，曹聂神清气爽地踏出金銮殿。殿内龙椅上，叶琉璃的龙袍凌乱不堪，他试图撑起身子，却发现双腿软得厉害，只能任由自己陷在宽大的龙椅里。他偏头望向殿外渐行渐远的身影，纤长的睫毛轻颤，眼里的春色与屈辱交织。半刻钟过去，他咬着下唇撑起身子，指尖轻颤地摸出一枚碧玉色令牌，刚催动灵力，元神上骤然传来撕裂的剧痛。他一把栽下龙椅，发丝散乱，冷汗瞬间浸透龙袍。恍惚间，他听到曹聂那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回荡：本相一直盯着你。1刻钟后，剧痛褪去，叶琉璃瘫在地上剧烈喘息，发丝粘在惨白的脸颊上，唇瓣被咬出嫣红的血痕。他眼里闪烁着倔强，再次拿起令牌准备传讯。这个念头刚升起，更剧烈的撕裂感袭来，他浑身痉挛，眼前发黑。这一次他连声音都发不出，只能蜷缩在地，任由痛苦肆虐。1刻钟后，疼痛终于停止，他颤抖着松开令牌，放空大脑，不再想传讯给夏离的事，感受到又在恢复的元神力量。叶琉璃眼中有着恨意与惧意交织，这个疯子连掌控他的手段都带着施舍一样的恩赐。曹家议事堂内，9大长老分列2侧，曹聂端坐主位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淡淡道：半月后，本家主要前往天眼仙朝为天眼太子贺喜，诸位谁愿意随行？话音刚落，2长老曹安就迫不及待地举手：家主，我。想到上次和曹聂去凌霄仙朝时，2人在厢房里各玩各的场景，曹安就忍不住兴奋地搓了搓手。他最近可是闲得发慌，除了修炼，就是和楚东那个小妾玩闹，早就玩腻了。这次说什么也得跟着家主出去，说不定能蹭点新鲜乐子。曹聂把目光投向曹安，有些犹豫。这些日子他可是听说曹安和他小妾玩得挺花的，要是跟他走得太近，万一被带歪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不行，得离他远点。曹聂假装没听见曹安的话，转头看向其他长老，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：还有谁想和本家主一起去的？机会难得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没一个人吭声。曹聂脸上有些挂不住，直接点名：大长老，你跟我走一趟。曹健连忙摆手：家主，你这一走，家族里要有人坐镇，这些年都是我在打理，实在走不开。曹聂撇撇嘴，跳过曹安，看向3长老曹峰：3长老，你最近挺闲的，要不要一起？曹峰一脸歉意：家主，我刚研究明白破障丹的丹方，正准备开炉炼丹，实在抽不开身。曹聂无语，又看向曹谷：4长老，你应该不是很忙吧？曹谷本来想答应，可突然感觉屁股一凉，转头一看，曹安正笑眯眯地盯着他的后腰，眼神意味深长。曹谷倒吸一口凉气，赶紧夹紧屁股，疯狂摇头：家主，我身为家族第一炼气师，很忙的。曹聂皱眉瞥了曹安一眼，这老变态居然还玩起威胁来了。4长老、大长老他们3个可都获得了体质本源，你当真不想要？说着，他又看向曹谷身后的几位长老：5长老、6长老，你们几个也不想要？几人闻言面露挣扎，可下一秒突然齐齐夹紧臀部，连连摆手：家主恕罪，实在是分身乏术，我们几个当中要说闲人，2长老最合适不过。曹聂转头看向曹安，这厮居然还挤眉弄眼地冲他笑。环视一圈，看来这些人都被曹安这个变态吓破胆了。曹安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：家主，要不你就带我去吧，我这一天无所事事，有些闲得蛋疼。曹聂皱眉，沉思了片刻，不情愿的颔首：去可以，一切听从本家主的安排。我发誓。曹安竖起3根手指晃了晃，保证比狗还听话。这场气氛诡异的长老会就这样草草收场。半个月后，曹聂带着曹安和黑黄撕裂空间，直奔天眼仙朝而去。天眼仙城上空，100丈大小的虚空裂缝赫然浮现，归虚境的恐怖威压倾泻而下，瞬间笼罩整座仙城。天眼御书房内，正在批阅奏折的天眼皇帝手中朱笔微顿，缓缓抬头望向殿外苍穹，目光所及之处，3道身影自虚空中踏出。为首之人
赫然与他调查的曹聂画像一模一样。终于来了！天眼皇帝轻语间，身形已经从龙椅上消失。天眼仙城上空，曹聂两人一狗刚出现，一名身披金甲的将军带着上百名士兵围了上来。来者何人？欲行何事？金甲将军厉声喝问。曹聂淡然抬手，一道赤色流光飞射而出，大夏又向曹聂特来为天眼太子庆贺。金甲将军正欲查验请柬，一道威严身影已经降临在他前方。余光瞥见金甲将军携带身后100人，连忙抱拳弯腰行礼，拜见陛下。天眼皇帝头也不回道：请柬不用查了，退下吧。是，陛下。金甲将军深深望了曹聂一眼，莫非对方真是最近威名远扬的大夏右相曹聂？当初和灵帝那一战，传出来的情况是夏帝带着曹聂等9位归墟力战灵帝带领的18位归墟，最后结果是灵帝肉身被毁，元神败逃，就连带来的18位归墟全都殒命在大夏疆域。能有如此战果，一切都源于这位存在，传言已经堪比归墟9层强者。难怪他们陛下要亲自迎接，这可是和他们陛下比肩的人物，站在苍茫道域的巅峰至强者。天眼仙城内热闹非凡，每家每户张灯结彩，天眼太子大婚临近，无数强者汇聚于此。敢像曹聂这般明目张胆的降临，独此一位。曹相行事果然与众不同。天眼皇帝扫过曹聂简朴的随行阵容，不由有些诧异。本相向来如此。曹聂神色淡然，现在客气，等他把对方儿媳妇抢走，就没这么客气了。看出曹聂不喜交谈，天眼皇帝抬手作揖：犬子大婚在明日举行，曹相请随朕来。御书房内，二人交谈间，一位蟒袍青年带着一名冷艳女子走了进来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蟒袍青年朝天眼皇帝行礼，目光却落到一旁坐着的曹聂身上。冷艳女子跟着微微欠身，目光同样落到曹聂身上。如今的曹聂可是苍茫道域的传奇人物，不过半百就已经登临苍茫至高。如此人物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两人都不由有些好奇，真人到底长得如何？现在一看，果然惊为天人。天眼皇帝面露得意：曹相，这是犬子灵颜，这位是国师高兰，也是朕的准儿媳。曹聂目光微转，淡淡扫过天眼皇帝，对方语气中掩不住的得意，他自然能够听出来。太子殿下好福气。曹聂嘴角含笑，视线扫过灵颜和他媳妇，不愧是气运之子，连太虚玄宗的准少宗主都能拿下，确实比09那小子强上不少。一道吞咽声传入曹聂耳中，他眼角微抽，余光瞥见身侧的曹安正直勾勾盯着天眼太子灵颜，眼中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光，那副垂涎欲滴的模样让他脊背发寒。曹聂不动声色的抬脚狠狠踩在曹安脚上，曹安猛地回神，连忙擦了擦嘴角，瞬间换上一副正经模样，挺直腰板站好。这一幕恰巧被天眼皇帝以及灵颜瞧见，两人还以为曹安是惦记高兰，纷纷冷哼一声。检测到气运之女高兰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镇压，奖励天宫神体本源；选择2，等他失去清白后再抢，奖励绿帽子10顶；选择3，婚礼现场的时候抢，奖励1000万灵晶。系统，我选1。恭喜宿主获得天宫神体本源，融合后能天生感知材料本源，炼器时自带天宫道运。这场友好交流因为曹安不堪的表现草草结束，两人一狗被安排在天眼仙朝专门招待客人的龙门客栈。由于身份和修为的原因，单独安排一座庭院给曹聂。夜幕降临，厢房内烛影摇曳，曹聂与一人一狗围坐在案桌前，他指尖轻叩桌面：黑皇探得怎么样？白天的时候，天眼皇帝眼中那一闪而逝的杀意，他感应到了当初那一战早就传遍苍茫道域，他归墟9层实力的事情人尽皆知，如今就想看看对方要耍什么花招。黑皇耳尖微动，突然睁眼：主人，有动静了。什么情况？曹聂眸光一凝，黑皇前爪结印，眉心泛起幽光：主人请听。一人一狗相对盘坐，眉心处灵光交汇，在虚空中勾勒出玄妙道纹。霎时间，御书房内的密谈声清晰传来，字字入耳。真没想到你会占据自己儿子的身体。其中一道声音愤怒道：要不是下帝，朕会走到如今这种地步。还有那个该死的曹聂，朕一定要将其碎尸万段。能让你不惜耗尽国库，远赴上百道域去天福宗购买2张能击杀问道境的穿神符，朕很好奇，曹聂当初在你凌霄仙城做了什么？少问，你只要助朕灭了曹聂和下帝，100万灵晶奉上，成交。不过杀子之仇，何至于此？这声音答非所问。明日婚宴后，你我联手，先诛曹聂，再灭下帝，这苍茫道域我们平分。朕答应你，不过
你现在还剩下几成实力？几成？可笑！你以为朕只买了穿神符？这是半步问道。曹聂眉心灵光收敛，缓缓睁开双眼。通过监听，另一人已经确定就是凌霄皇帝，能灭杀问道境的穿神符。他指尖轻扣桌面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。虽然不确定能不能伤到自己，但这里是不能留了。走，去太子府。曹聂起身，衣袍无风自动。曹安眼中金光暴涨。家主，这大半夜的去太子府。话没说完，他的嘴角已经不自觉地扬了起来。给你抢个妾室主母。曹聂冷笑间，五指一划，虚空顿时裂开一道幽深缝隙，迈步间抱着黑皇踏入。嘿嘿，家主英明。曹安搓着手，屁颠屁颠跟上。他就知道跟着家主准能捞到好处。二人一狗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房中。太子府偏院暗处，空间突然扭曲，曹聂三人自虚空中踏出，落地无声。分头行动。曹聂传音，带着黑皇消失在夜色当中。好的，家主。黑暗中，曹安的那双眼睛格外明亮。月色洒在太子府的琉璃瓦上。曹聂与曹安在一殿门外无声会合。家主都在里面。曹安传音时掩饰不住眼底的激动。曹聂的神识悄悄探入殿内。案桌前，红烛高照，灵颜握着高兰的柔仪。兰儿，明日大婚在即，不如今夜。高兰双颊爬上一抹绯红，猛地抽回玉手。不行，礼数不能废。有人感应到身后有虚空波动。高兰猛地回头，只见一块泛着幽光的黑铁在视野中急速放大。砰的一声，高兰软软栽倒在案桌上。修为较弱的灵颜还没来得及察觉到身后的异样，就已经昏死过去。曹聂掂了掂手里的九幽冥铁，从阴暗中走出，啧啧称奇。不愧是炼制仙器的材料，就是厉害。话落，曹聂收起九幽冥铁，余光看见曹安拿出一个粗布麻袋，3下5除2就把灵颜装了起来。那娴熟的手法看得他眼角直跳。家主，赶紧撤！曹安扛起麻袋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曹聂眼角抽搐，你真要带灵颜回去？那当然。曹安理直气壮地紧了紧麻袋。你都抢了太子妃，我讨个太子当小妾怎么了？曹聂深吸一口气，伸手道：麻袋拿来。曹安小心翼翼地放下战利品，抹了把冷汗。家主你动作快点，第一次干这么大的一票，我这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曹聂接过麻袋正要装人，却被高兰额头上鹅蛋大的肿包惊得手一抖。这本家主是不是下手重了？说着，他麻利地将人塞进麻袋。家主，你这业务不熟练啊。曹安已经撕开空间裂缝，嘴里还絮叨着，绑架太子妃这么淡定，跟逛自家后花园似的。曹聂一脚把他踹进虚空，顺手将麻袋抛过去。待黑皇和他们先回去，本家主去天眼皇帝的后宫逛逛。曹安抱着2个麻袋，瞠目结舌。一个太子妃还不够，太贪心了吧，家主。回应他的是曹聂消失在阴暗中的背影，以及轻飘飘的一句话：来都来了。天眼先朝后宫深处。曹聂的身影如鬼魅一样掠过重重宫阙，无声无息潜入每位妃子的寝殿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会短暂驻足，双眸泛起微光，真实之眼悄然窥探。能在凌霄仙朝找到3人符合系统要求，他不信偌大的天眼仙朝只有高兰一个人达标。忽然，他脚步一顿，停在一座极度奢华的寝宫大殿前，神识悄无声息地探查进去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2的风雨美妇萧媚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选择1，暗中观察后出手镇压，奖励天机神体本源。选择2，维持修士风骨，转身离去，奖励修为跌落一个小境界。选择3，直接闯进去一击毙命，奖励1条极品灵脉。系统，我选1。恭喜宿主获得天机神体本源。天机神体适合修炼天机一道，属于命运一道的分支，能窥天机，乱因果，蒙蔽天机，对阵法的亲和力达到了 99%， 非常适合5长老曹魏。曹聂收回思绪，无声无息的撕裂空间进入这间寝宫。对方破望近9层，还感应不到撕裂空间的动静。半刻钟后，曹聂声音淡漠：还不起来？萧媚闻言一怔：起来做什么？随本相回大夏。曹聂斜瞥了他一眼：给本相生儿子。萧媚面色复杂，凤眸里交织着满足与恐惧。对了，曹聂忽然想起什么，天眼皇后在什么地方？带本相去。这么晚了，找她干嘛？萧媚疑惑道。曹聂低笑一声：还能干嘛？当然是和你一样。不等萧媚反应过来，他抬手封印了她的修为，种下神魔印，带着她消失在这座寝宫内。不久，在萧媚的指引下，曹聂来到天眼皇后的寝宫外。
检测到综合评分92的李倩倩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选择1，转身离去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奖励10块零食。选择2，留下来待在李倩倩身边，奖励葵花宝典。选择3，闯进去将她掳走，回到曹家再镇压，奖励福到神体本源。系统，我选3，恭喜宿主获得福到神体本源。曹聂眼底闪过一丝喜色，他抬手划开虚空，闯入其内。李倩倩来不及反应，就觉颈后一痛，眼前一黑。他顺势揽过两女，身影一晃，消失在扭曲的空气中。翌日清晨，天眼仙城霞光映照，一派祥和，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太子大婚的喜庆之中。然而御书房内，天眼皇帝怒拍龙案，震得砚台笔墨俱颤。他死死盯着下方跪地的禁卫军统领，厉声呵斥：堂堂禁卫军让贼人如入无人之境，将皇后和太后掳走，尔等居然毫无察觉。禁卫军统领垂着头，心中暗自叫苦：您堂堂归墟9层的强者都没能察觉，还指望我们有没有天理？正在此时，一名太监慌慌张张闯入殿中，跪伏禀报：启禀陛下，太子府总管来报，太子殿下与太子妃娘娘不知所踪。天眼皇帝正欲饮茶的手猛地一顿，茶盏在他掌中轰然炸裂，瓷片混着茶水四溅，在御书房的地上蹦开一朵水花。他的声音冰冷彻骨，连他们也不见了。天眼皇帝面上不见怒色，反而透出令人胆寒的平静。若仅是皇后与太后失踪，这事还有待查。如今太子和太子妃同时消失，这分明是有人在针对他。端坐左侧的凌霄皇帝眸光微动，指节无意识地攥紧茶盏，这情形和他当初差不多。突然他瞳孔微缩，一个可怕的猜测浮上心头，难道是曹聂那畜生所做？他当即传音：眼帝，这事恐怕和曹聂有关。天眼皇帝眉头一皱，何意？就在这时，一名暗卫突兀现身，单膝跪地：启禀陛下，曹聂不见了。天眼皇帝眼中寒芒暴涨，周身气息骤然爆发，龙案在掌下应声断裂，整座大殿如坠冰窟。暗卫与禁卫军统领背后冷汗涔涔，呼吸为之一至凌霄皇帝沉声道：曹聂的实力堪比归墟9层，苍茫道域能盯住他的不超过5指之数，当务之急是商讨对策。天眼皇帝厉喝一声：滚！几人噤若寒蝉，弯着腰退了出去。他凝视凌霄皇帝：你为何如此确定的曹聂所为？凌霄皇帝眼中戾气翻涌，指节捏得嘎吱作响。这数月以来，每当他闭目修炼，脑海中就会浮现曹聂和他妻女嬉戏的迷你场景。若不是他道心坚定，怕是早就入魔。他把自己的遭遇和天眼皇帝道明。听完之后，天眼皇帝刚想嘲讽的话硬生生止住，彼此同病相怜，嘲笑凌霄皇帝和嘲笑他自己没区别。报仇！天眼皇帝眼中的杀意几乎凝成实质。凌霄皇帝豁然起身：眼帝，时机已到，全力出手。1个月后，天眼皇帝望向大夏方向，面若寒霜：朕御驾亲征，不惜一切代价覆灭大夏以及曹家，正合朕意。凌霄皇帝掌中浮现一道青光符箓，这穿神符早已饥渴难耐。两人遥望大夏疆域，道心前所未有的坚定。这战不仅关乎国运，更关乎他们身为皇帝的尊严。若是他们两人戴绿帽的丑闻传出去，他们还有何颜面君临天下？这一战，无论大夏是否灭亡，曹贼必死。就在两位皇帝谋划如何覆灭大夏之际，曹聂已经带着几人回到了曹相府。1个月后，大夏金銮殿内，群臣肃穆，正欲下朝之际，一道报贺自城门口传入叶琉璃以及群臣耳中。边关急报。不一会儿，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名风尘仆仆的传令官踉跄地扑倒进殿，一个滑铲冲到最前方，双膝跪地，双手高举一封战报：启禀陛下，边关失守，凌霄、天眼两朝共举兵1000万，短短半天已经连破我大夏72城，更有数十位归墟境强者突破边关，正朝仙城杀来。就在传令官话音落下的刹那，远方苍穹乍然浮现数十股归墟境的恐怖气息，威压所致，100万里疆域内的空气为之医治，大夏仙城的子民们顿感行动被限制，弱小者更是直接被压得跪伏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叶琉璃见此，立马从怀中拿出一枚令牌激活。下一刻，大夏仙城的防御大阵开启，大夏仙城的子民顿感身上一松，暗自庆幸捡回一条狗命。玄天御级大阵，7品顶级防御大阵。大夏建立之初，第一位下帝耗费巨资请一位顶级阵尊所布置，能抗住半步问道强者连续攻击上百次，唯有问道境强者才能一击轰破。下帝，曹聂出来受死！
天眼皇帝和凌霄皇帝的怒吼撕裂长空，在云层间激荡回响。金銮殿内，文武百官齐刷刷转身，遥望远方苍穹，54道身影踏碎虚空而来，他们周身缠绕的龟须之力，将整座大夏仙城都笼罩着。两大仙朝果真联手了，整整54位龟须，两大仙朝这是倾巢而出。眼下，恐怕只有曹相有实力力挽狂澜了。这些朝臣都受曹孽掌控，对曹孽的真实实力，他们心中多少有些揣测。因为神魔印的原因，他们当中不少人的修为都有突破。比如6部尚书，原本困在破望境8层的他们，在几日前突破到了破望境9层。大部分朝臣都突破了一个小境界，奈何天赋不够，无人突破龟须。边关失守，镇守的几位王爷恐怕早已遭遇不测。霎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大殿某处，就连叶琉璃也同样如此。夏黎暗中培养了几位龟须境强者，叶琉璃就是其中之一。和两大仙朝的底蕴比起来，终究还是要稍逊一筹。曹相，你以为如何？他口中的曹相，并非曹孽，而是曹健。在彻底掌控大夏后，曹孽上不上朝，全凭心情，不来就让曹健代劳。感受着满朝文武的目光，曹健神色从容不迫。他已经知道，龙椅上的夏黎其实是叶琉璃假扮的，对方腹中还孕育着家主的血脉，包括9大长老都已经知道大夏已经是曹家的。作为曹家认定的妾主母，他岂会坐视两大仙朝毁掉大夏这份基业？陛下无需担忧。曹健踏前一步，声音中充满自信。家主早就料到，并且命令我曹家出手，帮助大夏抵御外敌。叶琉璃秀眉微蹙，城外54位龟须强者虎视眈眈，他怎能不忧？眼下他们还没闯进来，其一是因为防御大阵，其二是忌惮他能调用大夏国运提升实力。在仙城内，一国之君可借助国运越级而战，这就是2位皇帝没有直接闯进来的原因。对方既然来了，肯定是有备而来，这样的情况肯定持续不了多久。曹相，你曹家如今有几位龟须？叶琉璃眸光微凝，心中掀起波澜。眼前的曹健居然已经是龟须6层的强者，与他同一个境界，这简直骇人听闻。半年多以前，曹家连一位龟须都没有，可如今不仅曹孽那个妖孽踏入龟须，就连这位大长老也悄无声息地攀升至龟须6层。曹健淡然一笑，陛下稍后便知。至于现在，陛下你不能出现，其他龟须强者随我出去迎敌。话音落下，曹健转身离去。2位龟须境武将走出，跟在曹健身后。金銮殿外，余下的6名龟须境以及夏黎暗中培养的4名龟须境已经在这里等候，无一例外，全都是曹孽控制的人。在曹健的带领下，13人冲向城外。曹家长老何在？出城迎敌。曹健这声震喝在曹家府邸上空响起，7道身影自曹家府邸内冲出。2长老的院落中，林岩看到远方苍穹凌空而立的熟悉身影，激动地跑出了院落。父皇，救救你的儿子吧！林岩的内心是崩溃的。这1个月，他经受了人生中最至暗的时刻，每天晚上被一个老头抱着睡觉，那种感觉别提有多么恶心。时不时还给他的后庭来一下，要不是他意志坚定，早就自杀了。身后不远，曹安躺在摇椅上，楚东在帮助他捏肩。看到林岩逃跑，曹安眼中寒芒闪过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翻来！一道黑光从曹安体内冲出，瞬间冲出院落，将远处没有跑远的林岩包裹。魔气笼罩之下，林岩发出一声惨叫，人皇幡上面再次多出一道骷髅鬼手。身后的楚东望着这一幕，浑身一颤。死了，他的好兄弟就这样死了，以后又是他一个人面对这老头。不，你为什么要逃？说好的相互鼓励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的，你为什么不讲信用？楚东的内心是悲伤的，接下来的时光又是他一个人面对。人皇幡飞回，曹安抬手接过，在幡上亲了一口。结，居然比萧北还适合当主魂，也罢，本尊就费点心血，将你也炼制成主魂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能拥有1只主魂。他曹安因为修炼范圣真魔功的原因，是2般情况，可以拥有9大本命星魂、3000主魂，副魂没有限制。曹安起身拉过楚东，在他脸上狠狠吧唧一口。楚东，你好好待在这里，千万不要跑出这座院子，不然就和林岩一样，成为本尊幡中的主魂。楚东强压下心里的恶心，笑着颔首。放心主人，我楚东这辈子跟定你了，绝不跑出这座院子。曹安脸上浮现一抹猥琐的笑意，在楚东臀部捏了一把，转身飞走。今晚洗干净，等本长老回来宠你。耳边回荡着曹安的话，抬头却见对方已经远去。楚东一个没有忍住，当场呕吐起来。我尼玛，我楚东到底造了什么孽，遇见这个死变态？大夏仙城外，
凌霄皇帝和天眼皇帝望着眼前出现的20人，脸上浮现一抹诧异。大夏有7、8位归墟已经在边关被他们解决，都是大夏王爷身份，可惜逃了一个。没想这仙城当中还有20人，最强2位归墟6层，怎么夏帝和曹聂那个混蛋不敢出来？凌霄皇帝讥讽一声，能把夏帝和曹聂引出来最好，不行再闯进去，这样也能减少伤亡。别看他和天眼皇帝现在团结一致，一旦大夏覆灭，若是有机会灭掉彼此，一统苍茫，谁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曹健没有理会2人，望向一旁的曹魏，老五布阵。曹魏眼底闪过一抹鲜红，好嘞。他抬手间拿出一个阵盘，直接打入地底，一个阵法将众人笼罩。霎时间，他们的身形消失在大夏仙城子民的眼中。见此一幕，凌霄皇帝和天眼皇帝先是一惊，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阵法，当感应过后，不由哈哈大笑。6品隐匿阵法。天眼皇帝嗤笑一声，怎么，是怕自己死得太难看，不敢让人看见？他见过杀阵、困阵、防御大阵，却从未见谁在临战时布下隐匿大阵的，当真是天下奇闻。曹魏眼底寒芒一闪，心中冷笑，笑吧，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这确实是隐匿之阵，目的是让他们能毫无顾忌的全力出手。尤其是老二。天眼皇帝身后的归墟强者们见此，纷纷哄笑出声。笑声还没落下，一道森冷的声音骤然响起，众人只感觉脊背发凉。结，很好笑。不知何时，远处走来一道黑袍身影，翻滚的魔气遮天蔽日，让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骤变。魔修！凌霄皇帝瞳孔猛缩，厉声喝道：大夏居然敢勾结魔修！感应到曹安只有归墟6层的修为后，他那紧绷的心弦不由一松。若是和他同级的魔修，他自然忌惮，毕竟同境界下魔修的战力要强上一筹。区归墟6层，好大的威风！凌霄皇帝满眼的不屑。曹安抬手一挥，手中的人皇幡迎风变长，数十位骷髅鬼手从中呼啸着飞出，在他身后站成一排，向2大仙朝的人逼近。2大皇帝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们死死盯着曹安身后凝聚的黑影。10位归墟，58位破望。这一刻，他们多多少少有些不淡定了。不过很快，2人就松懈下来。这些人再如何，最强不过归墟6层，顶天接他们3招不死。就在这时，曹健一步踏出，肥硕的身躯一颤，铮！一柄铭刻血色魔纹的长剑赫然出鞘，滔天魔气冲天起。曹家剩下的几大长老同时走出，无一例外，浑身魔气翻涌，强大的威压让凌霄皇帝和天眼皇帝的脸色一变。你们曹家居然是魔道家族！天眼皇帝眸光森寒，周身浮现金龙虚影。正好，朕的龙气能压制你们的魔气，看你们能爆发几层威力。话落，身形化作一道残影，直接冲了出去。杀！凌霄皇帝抬手在空中划出进攻的弧度，身后的归墟瞬间越过他，杀向曹健等人。大夏金銮殿内，如今唯有叶琉璃能透过阵法看穿里面的一切。曹家全族修炼魔功的事情不能泄露出去，1、2位还好，若是全族都如此，必定引来3000道域专门除魔卫道的宗门，比如佛门，传言可是有劫灭尽的存在。曹健他们想要爆发全力，不得不使出魔力，光靠佛力显然不够御敌。叶琉璃震惊地望向隐匿大阵当中的一切，曹家居然拥有9位归墟，还都是魔修。如此来讲，曹家其他人是魔修的可能性极大。如今他已经被曹孽掌控，还怀了他的骨肉，已经踏入深渊，没办法，只能一条路走到黑。可惜陛下进入深度闭关当中，至今都不知道大夏已经是曹孽一个人的大夏隐匿大阵当中，交战前所未有的激烈。一开始还信心满满的凌霄皇帝和天眼皇帝直接傻眼了。曹健和曹峰一人拦住他们一个，还打得难舍难分。这是什么鬼？越3个小境界战斗，这可是镇压一个时代的人物，如今居然出现6位。远处还有4人同样能越3个小境界，有3人归墟5层修为，居然爆发归墟8层的战力。他们这方归墟境强者是多，可归墟8层连1位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这2人把他们2个拖住，仅仅靠那3位归墟5层的曹家长老就能实现反杀。更恐怖的是，那位曹家2长老归墟6层，战力同样堪比归墟9层，甚至半步问道。还有10位归墟骷髅鬼手以及数十位破望骷髅鬼手帮助，那叫一个砍瓜切菜，无一人是他的对手。就算他们这边的人数再多，也必死无疑。灵帝，要不动用穿神符灭掉那个嚣张的曹家2长老？你看他明明有归墟9层的战力，专找修为弱的归墟欺负。就这一会儿，已经有3位归墟1、2层的修士死在他手中，
再不出手，这次的计划就要毁于一旦。天眼皇帝一边和曹峰激战，一边观察战场形势。从开始的信心满满，到现在的一张苦瓜脸，仅仅发生在一夕之间。尼玛，6位镇压万古的绝世天骄，居然被他们遇见，到底有没有天理？不用曹念和夏帝出手，他们这些人都有危险。凌霄皇帝想了想，摇头否定：不行，穿神符是给夏帝准备的，给这老头用上，多浪费。天眼皇帝急声道：穿神符你有2张，给夏帝留1张就是。凌霄皇帝沉思片刻，还是摇头拒绝：不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曹孽的恐怖，万一他修为又突破，堪比问道境怎么办？到时候给他准备的穿神符就有大用处。天眼皇帝想了想，觉得凌霄皇帝说的有理，可看着自己这方人被杀，他的心都在滴血。每位归墟的诞生，除了天赋外，还有无数资源，这可是他天眼仙朝数万年的底蕴，从第1代到他这第3代，从来没有出现如此大的损失。你心疼个掉，朕暗中培养的18位归墟全都陨落在大夏境内，朕都没有心疼，这才陨落几位，你就像死了爹娘一样。凌霄皇帝有些看不过去，太小家子气了，他心中有自己的打算。凌霄仙朝如今才10几位归墟，天眼仙朝30几位，不把对方的实力降低一点，就算最后赢了。天眼皇帝要是要对他出手，他大概率是败的。如今看到天眼皇帝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别提有多么高兴。天眼皇帝也不笨，瞧了一会儿就明白凌霄皇帝心中的小九九，他心中吐血，这老混蛋居然还在想气他。他们连夏帝和曹孽都没有遇见，都已经被拦住，还想打赢这场战争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这老混蛋不会是夺舍自己儿子身体的时候脑子出问题了吧？于是他立马把战场局势给凌霄皇帝说了一遍。凌霄皇帝听后脊背冷汗涔涔，对天眼皇帝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，接着传音道：你来拦住他们2个，朕去破掉大夏的防御大阵。天眼皇帝不着痕迹的颔首：行，你去，朕来拖住他们。一人拖住堪比同境界的2人，他还是有这个自信的。在2人的引领下，双方的战场越来越近。就是现在，凌霄皇帝猛地暴喝一声，脱离战场。曹建这一剑袭来，天眼皇帝立马接上。曹峰的这顶随风落下，他挡住曹建这剑后，立马接住这一顶。一时间，天眼皇帝压力剧增。曹建还想脱离他去追击凌霄皇帝，他死死咬住。不远的凌霄皇帝见此，转身离开隐秘大阵。他一出现，大夏仙城内的子民一下子就慌了。凌霄皇帝站在防御大阵前方，目光遥望金銮殿内的叶琉璃，嘴角浮现一抹残忍的弧度。他不再留手，灵力激荡，全力攻击。凌霄皇帝的每一击都如同轰在大夏子民的心脏上，让他们心中紧张到了极点。归墟境强者的气息可不是他们这些弱小生灵能够抵挡的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得去见阎王。1击2击，99次轰击过后，玄天玉极大阵剧烈震颤，密密麻麻的裂纹蔓延开来。哈哈哈！最后一剑给震破。凌霄皇帝面容狰狞，手中帝皇之剑绽放万丈光芒，震天龙吟响彻云霄。就在剑锋即将斩落的刹那，一道轻若鸿毛却又重若千钧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生灵耳中：够了！咔嚓，布满裂痕的防御大阵随着话音轰然破碎。凌霄皇帝的剑顿在了半空，他望着曹家上空负手而立的身影，原本平静的眸子瞬间变得戾气滔天。曹孽，你给朕死！凌霄皇帝怒喝一声，墨发狂舞，剑光呼啸，身形化作一道剑光冲了出去。曹孽面色淡然，一步踏出，想杀本家主，你也配？嗡！苍穹猛地震颤一下，杀来的凌霄皇帝突然停下，望向苍穹之上的动静，目光中先是疑惑，接着就是深深的震撼。一个布满道纹的金色大钟骤然在曹孽身后的苍穹之上凝聚，金光穿透隐秘大阵，激战的双方停了下来。他们目光透过隐秘大阵，望着苍穹之上的金色大钟，除了曹健等人外，余下的人全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。叶琉璃带着百官走出金銮殿，百官的神情和凌霄皇帝一样，呆滞中透着深深的震撼。天道金钟，曹相领悟法则，他突破问道了。1年不到，曹相横跨一个大境界，抵得上那些不朽道统天骄的千年苦修，这是人吗？听着耳边几位文臣的惊叹声，叶琉璃眼中倒映出那立于苍穹之下的妖异身影，嘴角若有若无的浮现一抹浅笑。问道境需要领悟法则，一旦成功，将会得到天道意志的认可。天道金钟显化虚空，钟声吉响，代表以后能走到何种地步？一般人若是一响，代表此生止步于问道1层；9响，代表此生止步于问道9层；超越9响，以后都是3000道玉响当当的人物。传言超过18响，
将会有成仙之资。至今，古籍记载的成仙人数不足100人，每一位都前往了上界，继续续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他很好奇，曹孽不足1年横跨一个大境界，不足半百的年纪，能让钟声吉响。咚！曹孽踏出一步，身后的天道经中响起一道钟声，声音不大，却瞬间传遍附近100座道域。归虚境及以上的修士把目光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熟悉的人轻声呢喃一声。有人突破问道：“不知是吉祥？”曹孽又一次踏出一步，咚！他缓步向着凌霄皇帝走去，每一步踏出，天道经中就发出一道钟响，可每一步却又似踩在凌霄皇帝的心头，让他的脸上越来越阴沉。1响，2响，10响过后，凌霄皇帝的内心不平静了。听到钟声的修士同样如此。钟声10响，只要不死，曹孽以后突破劫灭境不是问题。一位劫灭境，可是能在附近100座道域为所欲为。这还没完，钟声随着曹孽的踏步再次响彻100域之地。凌霄皇帝状若疯癫，不敢想象曹孽有如此天资。曹孽，死来！他怒吼一声，抬手射出一张符箓。符箓飞射出去的瞬间，化作一道青芒，瞬间冲入曹孽的识海深处。穿神符专门针对元神，物理防御无效，这也是曹孽没有阻挡的原因。突破问道境后，他的元神强度暴涨了1大截。这穿神符被释放的瞬间，他就大致知道这穿神符堪比几层问道的一击。2层问道不足为虑。叶琉璃见此一幕，却不这样想，他惊呼一声：“快躲开！”元神攻击不比物理攻击，诡异莫测，防不胜防。他这呼喊明显慢了半拍，声音刚响起，穿神符已经冲进曹孽的识海。曹孽抬起的一脚顿了一下，就继续落下，连续走了3步都没有停下。见此一幕，叶琉璃担心的心情这才放下，同时内心升起强烈的好奇。凌霄皇帝和隐匿大阵中又战斗在一起的朱强，却是感觉脊背发凉。有曹孽这位问道境强者在，他们2大先朝完了。天眼皇帝已经打起退堂鼓，现在就想离开苍茫道域。至于万年建立起来的仙朝，只得放弃。留在苍茫道域，他必死无疑。若是出去闯荡，说不定还有突破问道的机会。可惜他的心思被曹建2人看穿，2人双面夹击，不让天眼皇帝有一丝逃跑的机会。见到曹孽毫发无伤，最不可置信的就属凌霄皇帝。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，自己横跨100域前往天福宗购买的穿神符居然没用，这可是耗尽他凌霄仙朝这些年的底蕴才得到的宝贝，如今就这样没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天福宗长老说，此符能击杀一位问道境2层的存在。就算你能越级战斗，你的元神一定不似你的战力一样强大，一定是天福宗的那个老头骗阵，一定是他骗阵。凌霄皇帝险些失颠，一双眸子里闪烁着滔天恨意。曹孽平淡地向对方走去，灵帝，还有1张，一并使出来吧。凌霄皇帝闻言立马反应过来，精神有些失常道：“对，还有1张，天福宗长老一定不会拿2张假的符箓糊弄朕。”说罢，他把仅剩的1张穿神符拿出来，灵力涌动间顷刻激活，穿神符化作青色箭矢冲向曹孽。曹孽依旧不闪不避，任由穿神符冲入识海，仅是让他眩晕刹那就恢复如初。凌霄皇帝见还是无用，彻底变得癫狂，执剑直接杀来。曹孽身形一闪，出现在凌霄皇帝身后。灵帝，好好去，本家主会好好照顾云霞他们3人的。空气的破空声响起，凌霄皇帝的余光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砸来，砰！如同西瓜炸裂的声音落下，凌霄皇帝的身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望见这一幕的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，半步问道的至强存在居然如此不堪一击。隐匿大阵内的天眼皇帝见此，不惜断臂求得一线生机，转身就逃。其他龟须见此，直接乱作一团，都想逃离这里。曹安等人死死拖着，逃去哪里？眼帝，该你了。天眼皇帝刚要逃出隐匿大阵，身后乍然传来曹孽那森寒的声音。他刚准备转身反击，一块黑铁在瞳孔中放大，他的意识瞬间消失，连同元神也被一板拍碎，化作虚无，彻底消失在这方天地。曹孽转身提着九幽冥铁，如同狼入羊群，一板砖一个。远处的曹安急得直跳脚，哭丧着脸哀嚎：“家主，你下手轻点，留他们半条命，交给我处置。”曹孽手上微微收紧力道，曹安喜滋滋地跟在后面捡漏，他脸上笑开了花，嘴角几乎要咧到耳根。短短几息之间，这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落下帷幕。毫无悬念，曹安成为最大赢家。20具崭新的骷髅鬼手让他兴奋不已，以后行走3000道域，谁还敢小觑他骷髅魔尊？
只需大手一挥，即出人黄幡，问道境以下谁敢造次？可惜破望境的骷髅鬼手全灭，若是留有一丝印记，他还能让他们彼此吞噬，让少数破望境骷髅鬼手复活。好在得到了20具新的骷髅鬼手，只需回去稍加炼化，就能为他所用。天道经中的轰鸣还没有停歇，现在已经超过18响。随着隐匿大阵撤去，众人的身影显现在大夏仙城子民眼中。曹见9人周身佛光缭绕，俨然一副救世主模样，要不是怕引来佛门大能，他们完全不需要如此。还是那句话，曹家如今得狗不能浪。除却曹孽与曹安，原先的20人如今只剩下12人。曹见8人安然无恙，大夏方面陨落8人，还剩下4位重伤的存在。没有体质本源的7、8、9长老虽然也受了伤，好在曹安派了3具归虚境骷髅鬼手守护，并无大碍，只是轻伤。其余长老基本毫发无损，顶多是衣袍被剑气划破几处。大长老到6长老，你们分成2队，前往边关抵御2大仙朝的1000万大军，能收服就直接收服，不行直接咔嚓。此外，击退2大仙朝的大军后，前往2大仙城，将他们的防御大阵给毁了。曹孽明确目标后，对几人下发了命令。6人躬身一礼，遵命家主。曹安兴奋地对曹健道：“老大，我一个人去天眼就行，你带着老三他们去凌霄。”曹健颔首：“行。”曹安还有10具归虚境骷髅鬼手可用，一个人抵得上他们5人。2人商量好后，撕裂虚空，向着边关赶去。曹孽则是带着几位重伤的大夏归虚强者回到了金銮殿前。文武百官看着曹孽，眼里流露出对强者的尊敬。这一刻，不再是因为神魔印的原因，更加的是内心对强者的臣服。他们已经先一步前往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叶琉璃颔首，转身对身后2名破望境9层的将军发号施令：左将军、右将军，你们即刻领兵400万，分别前往凌霄和天眼，将2大仙朝的疆域收入我大夏的疆域当中。2人躬身抱拳：臣领旨。话落，2人快速离开了这里。如今的2大仙朝没了归虚境强者，还有曹家几位长老开路，这样的军功送到嘴边，他们若是拿不下，可以自刎归天。等2人离去，叶琉璃望向曹孽，却发现对方已经再次来到天道金钟之下，钟声已经来到了36响。曹孽成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，百域之外，无数大能惋惜。天道钟声可以听见，却探查不到对方来自何方，这也是天道的一种保护。要是有人搞垄断，看到一个天才就杀一个，这岂不是垄断这人的天下？天道之间也是要讲业绩的，不然只能被其他天道欺负。只有他所在世界的生灵越强，他们天道也就越厉害。这也是这些世界中会出现气运之子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协助天道成长。37响，40响，附近百域强者的内心受到了强烈冲击。古籍记载，天道钟声最多出现过40响。他们屏住呼吸，遥望苍穹显化的天道金钟。难道今日他们要见证奇迹？咚，41响了。这此子以后能走到何种地步，难以想象。又响了，快记录下来，让后人知道。他的话还没落下，天道钟声接连响起，整个百域之地似乎都安静了下来，安静的只有他们的呼吸声音。50响，70响，80响，81响，停止了。就在所有人以为没了时，咔嚓，朱强瞳孔骤然一缩，瞳孔中倒映出来的天道金钟出现了一丝裂纹，接着咔嚓嚓，这丝裂纹立马弥漫整个天道金钟。在诸多归虚以及问道境强者那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天道金钟轰然炸开，化作星光点点消失不见。半晌过后，有人才反应过来，吞吞吐吐道：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回应，天道金钟的极限应该是81响，此人的天赋连天道都不敢做出评价，由此天道金钟这才破碎。我好想找到他，抱紧他的大腿。我也想，对方要是女的，我为奴为婢；要是男的，我自宫变性，成为他的女人。我这种不男不女的怎么办？何意？就太监的意思，自刎归天。天道金钟破碎后，化作一缕金芒冲入曹孽体内，他才突破的修为再次突破，达到了问道境2层初期。如此情况，古籍上记载过，不过都是稳固修为，让人凭空提升一个小境界的，还没有听说过。曹孽回到了听雨轩，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，因为曹孽的突破，显得不足挂齿。半个月后，曹见6人尽数回到曹家。2道仙朝的防御大阵和大夏仙朝的防御大阵差不多，2人的攻击始终距离半步问道差上一丝丝，加上要击退1000万大军，费了一点时间。确定2大皇帝死后，1000万大军溃散，诸王并起，创建了一个个帝朝，这些都不足为虑。
只等叶琉璃派遣的大军攻入两大仙朝，这些地朝将会不堪一击。徐亚宁看到曹聂突破，问道，心中别提有多么高兴。现在看来，有曹聂的帮助，他得到太虚玄宗的少宗主之位，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加上如今的他也到了突破边缘，这场少宗主之位的争夺之战，他更加有信心。青天道域，万雷宗广场，两道身影相对而立，男子轻抚女子青丝，眸中映着温柔。素素，这一去少则1月，多则1年，宗门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女子抿唇浅笑，指尖拂过道袍褶皱。叶哥放心，宗门我会看好的。男子想到什么，手掌一顿。对了，辉老去寻找他们母子10多年，怎么还没消息传来？女子神色骤然一僵，眸光微微闪烁，这细微的变化全都落入男子眼中。他剑眉微蹙，素素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见男子目光带着审视，女子不自觉地攥紧衣角。男子轻叹一声，双手扶住她的肩膀，柔声道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放心，在我心中，你永远是第一位。当年我身中情毒，要不是遇见他，我已经命丧黄泉。素素，你懂的。女子贝齿轻咬樱唇，迟疑道，叶哥，你真的把我放在第一位？男子三指并立，肃然道，我叶璇发誓，若为此事，生死道消，永堕炼狱。女子闻言低声道，辉老死了。叶璇瞳孔骤缩，什么时候的事？这么大的事你还瞒着我？女子别过脸去，我还不是怕你有了他忘了我。叶璇摇头苦笑，你想多了，对他我是愧疚，对你才是真心。闻得此言，女子唇角不自觉扬起一抹浅笑。叶璇沉声追问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什么地方死的？辉老追随我上百年，这仇必须报。话到最后，他的声音陡然转冷，一抹杀意自眼底一闪而逝。女子低声道，10个月前苍茫道域，具体位置需要前往探查才知道。叶璇非常无奈地瞥了女子一眼，居然瞒着他10个月。他要是不问，这是怕是还会瞒得更久。就在这时，一艘战船破开云层，悬在广场上空，船上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，叶璇道友，该出发了。叶璇深深望了女子一眼，素素，派人好好查一下，应该是辉老找到了他们母子，这才遇难。等我回来去接他们母子回来，同时为辉老报仇。话音落下，人已经化作一道流光掠向战船。女子独自站在广场上，凝望渐远的战船，眉宇间尽是忧色。她这宗主夫人的位置，怕是要受到挑战了。这一日，晨曦微露，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大夏仙城上空，为整座城池披上一层璀璨金衣。曹相府听雨轩内，丫鬟们步履匆匆，手捧装有热水的铜盆和锦帕，在门口穿梭不停。屋内传出断断续续的女子对话，夫人再使把劲，吸气呼气，这孩子撑得我发慌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夫人千万撑住，已经看见头了。哇！曹聂正在院内尽力等待，周围站满了女人，她们挺着大肚子，期待地盯着屋里。听到婴儿啼哭声的瞬间，朱妾紧张的心情立马松懈下来。同为曹聂的女人，她们真心希望第一个孩子平平安安出生。恭喜宿主诞下第一子，奖励剑道法则，已自动为宿主融合。曹聂心有所悟，识海中神魔法则印记旁多出一道剑道法则印记，其上剑意咆哮，法则印记周身显化万千剑意。他身后显化万丈剑身虚影，一闪而逝。大夏仙城内，所有剑修发现手中的剑震颤了一下，接着恢复如初。系统，一个人不是只能领悟1条法则吗？曹聂心中有些疑惑。这是3000道域的常识，他如今掌握2条法则，战力岂不是再次暴涨？理论上是神魔法则作为你的本命法则，其他法则只是附属法则。3000道域无人领悟第2条法则，是因为第2条法则的领悟要比第1条法则领悟难上几倍。以此类推，后面的法则就越发难以领悟。然想要走得更远，必须领悟3000法则，后面有一个境界拦住了无数妖孽，这个境界需要将3000法则全都领悟成功才可突破。现在提前奖励你法则，在你修炼到这个境界后，将会为你省下无尽岁月，到时候你会感谢我的。曹聂心中微动，这系统挺智能的，都知道为宿主考虑。这时门内传来红绫欣喜的声音，夫君，云月生了，是个女孩。曹聂收回思绪，抬头望去，就见红绫挺着大肚子抱着婴儿跑了出来，那速度比苏神还要快，挺着的肚子一晃一晃的。曹聂看的那个心一抽，这娘们是不知道他自己也怀着孕。他急忙迈步向前走去，朱妾紧跟着曹聂的脚步，紧张又期待地看向红绫怀里抱着的女婴。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还抱着婴儿跑来跑去，也不怕伤到你？
曹聂心疼地看着红玲以及那还在微微晃动的肚子，这些孩子当中，他最期待的就是红玲和他的孩子。红玲也知道这事是他不对，略带歉意地撒娇道：“哎呀，夫君你怕什么？我等修士又不比普通凡人，这点晃动没事。”话音未落，他把怀中婴儿递给了曹聂。夫君你看，这婴儿才出生，就特别讨人喜欢。曹聂接过来一看，还别说，修士和凡人生下的孩子就是不一样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全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。看到曹聂时，还对他露出一抹微笑。夫君，去看看云月妹妹吧。红玲有些紧张地问，她可是清楚，所有女人当中，就沈云月最不受曹聂待见。曹聂看着红玲这祈求的样子，思索过后颔首。红玲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来。身为曹家主母，她还真怕曹聂带着孩子转身就走。在诸女的簇拥下，曹聂迈步进入了屋内。床榻之上，沈云月苍白的手指攥紧颈背，目光始终盯着门口。她多希望下一刻，那道熟悉的身影能出现在门口，哪怕只是来看她一眼。10个月的时光抹去了以前伤痕，连最深的怨恨都早已淡去。她已经记不清当初的恨意，只剩下一丝微弱的期盼。当门口的影子映射进来时，曹聂的身影映入眼帘，他涣散的眼神忽然亮了起来，苍白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笑意。夫君，他紧张地喊了一句，对红玲投去感激的眼神。曹聂蓦然颔首，把怀中婴儿递给了他。取一个名字吧。曹聂的声音很平静，听不出丝毫情绪。沈云月看了一眼怀中婴儿，又看向曹聂，要不夫君你给孩子取一个名字吧。面对沈云月这期待的眼神，以及红玲在一旁示意，曹聂颔首，沉思片刻，就叫曹青叶。红玲和沈云月几人无声呢喃着这个名字，他们原本平静的眼眸逐渐泛起亮光，嘴角带着赞叹的笑意。小聂。一道轻柔的嗓音忽然从门口传来，打破了屋内的安静。曹聂与众人齐齐转身望去，一名绝色女子站在门口，她一袭青衣素裙，玉手交叠于腹前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面容清新脱俗，婉约柔美，眉眼间流露出聪慧与温柔，恰似一池秋水，灵动而明媚。沈云月几人神色微正，目光中透着几分疑惑，如此倾城之姿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。在场之人除了红玲外，任何人的容貌都要稍逊对方一筹。曹聂转身的瞬间，平静的眼底瞬间掀起波澜，尘封的记忆涌来，那些深刻的回忆仿佛就在昨日。曹聂眸光微闪，从回忆中抽离，他嘴角扬起一抹温和的笑，缓步走向青衣女子，柔声道：“青柔，你出关了。”曹青柔抬眸凝视，眼底闪过一丝诧异。如今的曹聂和他记忆中的曹聂俨然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整个人看着更加妖异邪魅，浑身上下散发一种独特的魅力，让他微微失神了瞬间。红玲忽然凑上前来，挽住他清秀下的玉臂。“青柔姐，多年不见。”曹青柔有些迟疑道。“你是红玲？”红玲颔首，笑意昂然。“青柔姐，10多年没见，你长得愈发清丽脱俗了。”曹青柔刚想回夸，目光却是落到红玲隆起的肚子上。“你都成婚了，是谁的？”红玲顺手挽住曹聂的臂膀，脸颊深红。“夫君的。”曹青柔眼底微缩，目光在两人身上流转，不过转瞬，她脸上便浮现了然的笑容。除了她之外，就这个丫头和曹聂的关系最好，两人在一起，在情理之中，也在意料之外。她纤长的睫毛轻颤，掩去眸中一闪而逝的黯然，目光扫过屋内众女，轻声问道：“小聂，这些姑娘是？”曹聂坦然回答：“都是我的妻妾。”曹青柔指尖轻颤，勉强维持脸上的笑意：“那我改日再来。”3年不见，他的小聂弟弟变了。转身刹那，带起一阵香风，众女面面相觑，唯有曹聂和红玲知道为什么。红玲轻抚腹部，柔声道：“夫君，我没事的，你去吧。”曹聂揉了揉他的发丝，转身追了出去。曹青柔是曹家支脉的子弟，父母双亡，天赋极好，仅次于他的存在。当时看对方可怜，曹聂的娘亲就把他带在了身边。算起来，曹聂是曹青柔看着长大的。上一世，曹青柔出关的第一天就来找他，看到他当时的惨样时，流下了悲伤的泪水。他去找曹坤理论，甚至还动了手，可惜不是曹坤对手，还被打成重伤。因为退婚的原因，他和一个男人立了3年之约。半个月后，那个男人找上门来，两人进行约定之战，奈何伤势没有完全好，曹青柔被对方一招击败，甚至还被对方口头侮辱。曹青柔经受不住，当晚找到他云雨了一次，次日就自杀在他娘亲坟前。这些是曹聂在半年后听叶晨说的。原以为那一晚云雨之后，曹青柔离开了曹家，没想
会做得如此极端。曹聂出了听雨轩，在很远的竹林中看到了曹青柔的背影，他急忙追了上去。曹府很大，有身份的人都有一座单独的院落。听雨轩外是一座占地10亩的竹林，竹林深处细雨沙沙。曹聂快步上前，拦住了曹青柔的去路。这时的他才注意到曹青柔的眼眶有些泛红，他侧过身去，语气冷淡：“你来做什么？不去陪你的那些妻妾？”曹聂一把抓住他纤细的手腕，目光灼灼：“你当初说的话还算不算数？”“什么话？”曹青柔略显迟疑，可心里却是门清。面对曹聂这热切的目光，他最终羞涩地低下头，轻轻嗯了一声。不远处屹立在竹林中的凉亭内，曹安和楚东刚完事，起身就看见曹聂追上曹青柔的一幕幕。望着巨石后面纠缠的两人，曹安若有所思，他看向身旁的楚东。楚东被他盯得发毛，声音发颤：“主人，您这是？”曹安咧开嘴，露出一口黄牙，扬手就是一巴掌。啪！嗖！楚东化作一道弧线飞出了竹林，当场昏迷过去。曹安凝视着自己有些发麻的手掌，眼中闪过一抹奇异之光。原来家主好这口。他环顾四周，咦，楚东呢？让爷再扇一个。检测到综合评分达到96的曹青柔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遗憾本是常态，不完美才是人生，放他离去，奖励一顶绿帽子；选择2，是美人一个都不放过，当场镇压，奖励不灭神皇体本源；选择3，缘分一场，一夜情后各自离去，奖励渣男称号。系统，你来晚了，本家主事都办完了。本系统虽迟但到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选2，恭喜宿主获得不灭神皇体本源。曹聂眸光微凝，思绪从眼前的选项中回神，他指尖拨弄着曹青柔的耳垂，沉声道：“3年之约，你出关就是为了这个？”曹青柔脸颊绯红，仰首凝望着他，声音轻柔：“当年退婚，我去的时候帮助他解决了家族危机，甚至给了他100倍补偿，已经仁至义尽。没想他不知好歹，一定要立下3年之约，还说3年河东，3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当时的他才星辰境3层，我通幽境3层，彼此相差5个大境界。如今我是通幽境9层，他或许还在星辰境停滞不前。这次3年之约，他若败了，我就能正大光明的退了这个婚；他若胜，他话锋一转，变得锋芒毕露。他没有这个机会。3年横跨5个大境界，曹青柔翻越过古籍，就算是那些镇压一个时代的人物，都没有如此妖孽区区苏艳。他可不信对方能有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。曹聂皱眉沉思，如此熟悉的剧情，他好像听过。片刻之后，曹聂眼底闪过一丝精芒。青柔，答应我，不要小觑对方。别人3年或许不能达到通幽境，但他应该可以。曹聂认真道。曹青柔眼波流转，曹聂如此认真的样子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你放心，我会认真的。曹聂想了想，起身整理衣物，随我去一趟灵雨塔。灵雨塔？曹青柔眉宇间闪过一丝疑惑。他出关后直奔听雨轩，对于曹家如今是什么情况一概不知。去了你就知道。曹聂卖了一个关子。不一会儿，两人来到了灵雨塔内。灵雨塔共分9层，第9层独属于曹聂以及他的妻妾。灵雨塔下方有3条极品灵脉，这里的灵气最浓郁，时间比外面快10倍，外面半个月时间足够你在这里修炼5个月。曹聂主动解释，同时把不灭神皇体本源拿了出来。这个给你。对了，还有这个。曹聂又把破账丹拿了出来，这是当初他得到的系统奖励，剩下最后一颗。3长老曹峰如今也能炼制破账丹，和系统出品的就要略有不如。至于最后一颗造化丹，在几个月前给了管家曹辉。有不灭神皇体本源在，造化丹对曹青柔无用。至于他的孩子，拥有9成神魔血脉，不需要体质本源，天赋就和曹健等人一样，神级天赋仅次于他。曹青柔怔怔地望着曹聂手中的2样东西，前一秒还在震惊灵雨塔的时间流速，后一秒就听到更加震撼的话。他一时间完全没有反应过来，有些傻傻地问：这体质本源给我的？曹聂宠溺地摸了摸他的脑袋，语气坚定：你是本家主的女人，不给你给谁？曹青柔面露犹豫：要不你给红绫吧，毕竟他先跟的你。话音落下，他立马反应过来：家主？你当家主了？曹坤家主呢？曹聂没有解释，牵起他的玉手，把2样宝物放在他手里。红绫他不需要，至于这3年发生了什么事，等你出关，我会给你讲明白。曹青柔接过，开始融合不灭神皇体本源。曹聂盘腿坐在他对面不远，
一方面为他护法，一方面也能修炼。眨眼间，5个月时间悄然溜走。期间，苍茫道域的苍穹发生异变，似有凤凰鸣叫。听雨轩的红灵心有所感，体内的不死神凤血脉沸腾，让他修为有突破的冲动。他看了一眼灵雨塔方向，便不再理会，专心修炼。曹孽苏醒过来，亲自遮蔽这道异象。融合成功后，曹清柔的修为从通幽境9层突破到了破妄境3层。服用破障丹后，再次突破2个小境界，达到了破妄境5层。相比5个月前，曹清柔突破了5个小境界，曹孽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。如此，这次轻柔必赢。曹孽修炼了5个月，突破到问道境3层初期，1个小境界的提升还算不错。曹清柔睫毛轻颤，缓缓睁开双眼，一道凤凰虚影自眼底一闪而逝。醒来之后，他直接扑进曹孽怀里。小坏蛋，谢谢你。曹孽揽住他纤细的腰肢，沉声道：以后叫我夫君，听到没？曹清柔颔首在他脸上轻啄了一口。好的，夫君。曹孽开始为他讲解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。曹清柔一双美眸扑闪，仔细聆听。清柔，答应我，你打败苏燕后不用退她的婚。讲解完，曹孽特意叮嘱一声。曹清柔刚想询问为何，突然他想到3年前要前往坦坦城退婚的前一天。曹孽眸光一沉，有问题。曹清柔纤细的玉指绞着衣角，朱唇轻颤间吐出一个字：好。话落，他的头埋得更深，雪白的脖颈都慢慢布上了一层红霞。1个时辰后，曹孽走出灵雨塔，他神色睥睨，神清气爽。曹清柔跟在身边，俏脸上的红霞犹在，眸中水波荡漾。他双腿微颤，紧紧搂着曹孽结实的臂膀，眼角慌乱地扫视四周，生怕别人看出他现在的异样。两人刚回到听雨轩不久，坦坦城苏家，苏燕前来赴3年之约，声震云霄，传遍整个曹府，连整个大夏仙城的子民都能听到这声暴喝。如今的曹家拥有9位归墟，还有曹孽这位问道境的恐怖存在。曹家已经是霸主级势力，在附近百域都是至强势力，谁敢在曹家闹事？一些修士匆匆向曹府赶来，在距离曹府100米外站定，好奇地望向曹府门口。那里一男2女静静站立，周身气息凝练，威压而不发，让人不敢轻视。归墟境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居然有归墟境强者随行，这男子什么来头？归墟又如何？旁边修士冷笑，曹家又不是没有归墟，甚至提到禁忌的存在，他话锋立马止住，差点忘记这个了。先前那人讪讪一笑，随即转移目光落在2女身上，语气有些轻浮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2位仙子当真是绝色。曹府门前，红衣美妇听着身后传来的吞咽声，暗自皱眉。在她身旁，蓝衣女子猛地回首，眸光冰冷，大声呵斥：再看，弯了你们的狗眼！她那通幽境的气息散发出去，围观众人立马闭嘴。如此年轻的通幽境，他们属实没有见过。蓝衣女子冷哼一声，转身对苏燕鼓励道：苏燕哥哥，你别怕，我爹是问道境强者，曹家就算有归墟又如何？今日一定要把那个女人带给你的侮辱还回去。苏燕转身，目光柔和：放心小柔，有你和师娘在，我有信心。况且如今的我已经是通幽境8层，拥有破妄境的战力，他曹清柔一定会输得很惨。他不由想起3年前的一幕，当着他苏家所有人的面，曹清柔居然当场退婚，让他的面子往哪里搁？所幸之后，他发愤图强，前往其他道域历练，遇见了他这一生最爱的女人。今日他必赢，当众打曹清柔的脸，再休了对方，他要向世人宣布，他不再是3年前的那个废物。想到如此种种，他不由激动异常，余光看向手指上的指环，能有如今的成就，少不了这枚指环的辅助，加上2年前体质觉醒，修为突飞猛进，他有绝对的信心赢得这战。在他如此想着时，曹辉从府内走出，他瞥了3人一眼，沉声道：随我来。苏燕暗自皱眉，他身后的师娘可是归墟境的大能，这曹家太无礼了些。曹辉说完这话，转身就走。他在几天前就已经突破归墟，造化丹加上灵雨塔，再加上那浓郁的灵气，造就了如今的他。娘亲，这曹家也太不把你这位归墟9层的存在放在眼里了。蓝衣女子不满地嘟了嘟嘴，红衣美妇面色也有些不满。无碍，他们现在小觑我们，待会儿让苏燕把丢掉的面子挣回来。今天是苏燕的主场，她走 C 位，带着母子2人快步跟上曹辉的脚步。曹家演武广场上，曹孽和一众曹家人已经严阵以待。广场高台上，他端坐在主位，左右各有一个位置，一个位置上坐着红灵，一个位置上坐着轻柔。曹孽给了轻柔副主母的身份。下方9个位置，9大长老的腰板挺得笔直，
在下面是36名执事，四周围满了曹家年轻一辈的天骄，他要给曹清柔最坚定的后盾。恰在此时，曹辉带着3人从广场外走来，4人出现的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苏燕3人也没想到，他和曹清柔的约定之战会引来如此多的曹家人。在他的记忆中，曹清柔只是曹家的支脉子弟，不然也不会和当初的他有婚约。相较于苏燕震惊人如此多，红衣美妇的面色一沉，红袖下的玉手不由捏紧了些。蓝衣女子瞧见这一幕，不由传音问：娘亲，怎么了？你的脸色好差。红衣美妇深呼吸一口气，传音回道：曹家有40多位破望境，10位归虚境，还有那位红袍青年，我看不穿，他给我的感觉似乎和你爹一样。蓝衣女子的瞳孔猛地睁大，问道：这怎么可能？苏燕哥哥说过，3年前曹家最强才破望，短短3年时间，曹家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？红衣美妇摇头：娘也不知，你先别告诉苏燕，别给她压力。蓝衣女子不着痕迹的颔首，忧心传音：娘亲不会出什么事吧？红衣美妇给了一个安心的眼神：放心，你爹也是问道，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曹家会忌惮的。如此，蓝衣女子这才放松下来。她爹突破问道已有1000年，同境界下无惧一切。长老席位上，曹安原本正眯着眼打瞌睡，身旁的曹健拍了一下他这才不情不愿地睁开双眼。整个曹家除了曹孽外，他最害怕的就是曹健这位老大。9人属于同辈，因为是剑修的原因，曹健在他们当中战力最强。以前年轻时，曹健经常找借口和他们切磋，借机尝试他才练成的剑法，这把他们几人造得苦不堪言。几日前，他仗着魔修的身份和镇狱魔体的加持，本想给曹健一个教训，谁想差点断了传承。当时那柄剑距离他只有 0.01 公分，经此一劫，他元气大伤。这些夜里总是辗转难眠，想报仇又不敢，毕竟现在还能救，要是再去找曹健算账，真被一剑斩了，那可就真完了。这时见到曹辉带人走来，他正准备再次打瞌睡，突然唰，他双眼骤睁，死死盯着曹辉身后那名男子。原本灰暗的瞳孔瞬间迸发出骇人的金光，啪，一记肥厚巨掌狠狠扇在他后脑勺上。他缩着脖子偷瞄出手的曹健，赶紧捂住嘴，无视其他长老怪异的目光。他直勾勾盯着苏燕，猩红的舌头舔过干裂的嘴唇。尤物啊！高台上，曹孽瞥了曹安一眼，满头黑线。这个二长老还真会挑，他都怀疑曹安是不是安装有气运之子扫描仪。其他男人不感兴趣，唯独对气运之子情有独钟。眼前的苏燕还不是一般的气运之子，而是天命之子。检测到天命之子，苏燕前来完成3年之约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让他输得一败涂地，奖励修罗战体本源；选择2，选择臣服，当苏燕的半路投资人，等他成仙，许诺你3000道域第2大势力的身份，奖励补脑丸1枚；选择3，将他奖励给二长老，奖励二长老把你当成亲爹供着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4的红衣美妇韩冰冰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他来给苏燕镇场子，你就镇压他，奖励是神剑体本源；选择2，成为他的义子，奖励3000灵石；选择3，把他奖励给二长老，奖励二长老士可杀不可辱。检测到气运之女秦柔柔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镇压，奖励雷劫战体本源；选择2，成为他的天使投资人，稳固他苏燕后宫第1人的地位，奖励补脑丸10枚；选择3，把他奖励给二长老，奖励二长老我日你仙人板板。曹孽嘴角一抽，怎么哪里都有这个二长老？他再次瞥了曹安一眼，这老头居然激动的浑身颤抖，比上次遇见楚东还要激动。系统全部选择1，恭喜宿主获得修罗战体本源、是神剑体本源、雷劫战体本源。曹孽瞥了一眼7、8、9长老，这3大体质本源明显是给他们准备的。这时曹辉已经带着苏燕3人来到了广场中央，家主人已经带到。他抱拳躬身一礼，神态无比恭敬。这位神一样的男人，在短短1年不到的时间里，将家族发展到如今的地步，还让他突破归虚，这是以前的他想都不敢想的。曹孽颔首，目光扫过韩冰冰，一袭红衣，身材凹凸，肌肤似雪，一张倾国倾城的脸蛋让他欲火升腾。秦柔柔娇俏可爱，身姿挺翘，一双小酒窝煞是迷人。在看向苏燕时，眼前赫然浮现对方的信息面板：天命之子，
苏燕，修为通幽境8层，体质太古粉体，金手指，咒指环，残缺仙气，集其10枚可以找到一位混沌仙帝的传承。残缺咒指环的作用，10倍流速，其内空间随着主人修为的增长变大，最大堪比一座小世界。曹聂眼前一亮，仅仅是残缺仙气就比灵雨塔还要牛逼。若是集其10枚将咒指环恢复，不知道时间流速和内部空间能暴涨到何等地步。如今最大堪比小世界，容纳1000万人不是问题。曹聂暗自打定主意，苏燕是2长老的，但咒指环必须是他的。在曹聂打量3人时，苏燕的目光已经落到了曹青柔身上。当年就是这个女人给了他无尽侮辱，让他抬不起头来。他双拳紧握，一丝怨毒自眼底一闪而过，身上的气息有些起伏不定。3年，鬼知道这3年他是怎么过来的。今日他要一雪前耻。曹青柔淡淡的瞥了苏燕一眼，并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。在看到苏燕拥有通幽境8层的修为后，他的确有些震惊。若他的修为还处于通幽境9层，或许还真有可能输。如今他是破妄境5层，同样拥有体质，还比苏燕的要高级。这要是都能让苏燕赢，他自刎归天算球。苏燕的目光死死盯着曹青柔，他踏前一步，一柄重剑握在手中，厉声大喝：曹青柔，下来一战！话落，他那通幽境8层的气息弥漫全场。苏燕哥哥，加油！小燕，不要怕，你师父和师娘给你撑腰。秦柔柔和韩冰冰鼓励了一句，转身退到了广场边缘。秦柔柔不满地嘟囔了一句：娘亲，这曹家太没礼貌了，连一个坐的位置都不准备。韩冰冰宽心地拍了拍他的小手：放心，等你爹到了，他们会后悔的。秦柔柔颔首嗯了一声。他爹问道：秒杀全场。曹秦柔起身一步跨出，人已经来到苏燕对面100米外站立。这时他脑海中响起一道传音：二主母，苏燕别杀死，老朽我有大用，谢谢。曹秦柔下意识地瞥了曹安一眼，察觉到这目光，曹安迅速别过头去，和一旁的曹峰聊了起来。可惜曹峰不理他，他只能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。下一刻，他的脑海里响起曹青柔的传音：放心，二长老，这个男人一定给你留着。曹安一脸尴尬，他喜欢男人的事情只有几位长老知道，怎么现在连曹青柔这位闭关3年的人都知道了？曹青柔回头，他的衣袂无风自动，发间的玉簪泛着清冷的光。来吧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整个演武场瞬间安静下来。苏燕浑身赤色灵力涌动，剑身缠绕着赤色流光，他的身影在众人眼中化作一道血色残影，拖着重剑冲向曹青柔。剑锋所过之处，青石板地面寸寸皲裂，好可怕的剑意！这一剑怕是能劈开万里山河。近了，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坚持10招。听着演武场外传来的议论声，苏燕内心怒火升腾，这些人居然敢瞧不起他。10招，的确是他10招打败对方。苏燕在距离曹青柔5米开外猛然跃起，重剑划破空气，发出尖锐的笑声，剑身上的赤光在空气中拖出一道火尾。他猛然向曹青柔的头顶砸下，眼中似乎倒映出对方跪地求饶的画面。燎原百斩，他眼中闪过兴奋，大喝一声。这招过后，他将万众瞩目，受到无数曹家族人的崇拜，以及他们那震撼的惊叹声。还有曹青柔的跪地忏悔。曹青柔连眼睫毛都没有颤动一下，他抬起右手，银白的指尖凝聚一缕红色灵力，轻描淡写的向前一点。砰！看似轻柔的灵力在触碰到剑锋的刹那，爆发出山崩地裂的巨响。苏燕瞳孔骤然收缩，他感觉自己的剑意正在崩解，一股恐怖的灵力顺着重剑冲入了他的体内，在搅碎他的5脏6腑。不可能！苏燕望着手中重剑发出的哀鸣，眼底倒映出不可置信。他整个人倒飞出去，后背重重砸在100米外的青石板上，嘴角溢出鲜血，在青石板上绽放出鲜红的花。全场死寂。曹青柔收回手指，淡淡开口：你的实力如同当初你说的那句话一样可笑。苏燕怔在了原地，脑海中浮现出刚才对战的画面，他信心十足的一招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被破了，甚至曹青柔连全力都没有使出。演武广场外，韩冰冰和秦柔柔嘴巴张得老大，一脸的匪夷所思。韩冰冰连忙探查曹青柔的修为，破妄境5层，苏燕才通幽境8层，就算是那些镇压一个时代的人物，都不可能越6个小境界战。他记得当初苏燕和他说过，3年前曹青柔才通幽境3层，短短3年时间就横跨一个大境界，还多2个小境界，这天赋简直没谁了。娘亲，苏燕哥哥是输了吗？秦柔柔有些难以置信，他眼中的绝世天才
能越2个小境界而战的妖孽，居然败得一塌涂地。韩冰冰叹息一声，两人的境界相差巨大，不是一个量级，苏燕根本不可能赢。3年时光，曹琴柔一定是得到了什么足以改变她命运的宝物，不然横跨如此巨大，绝无可能。秦柔柔望着苏燕那逐渐扭曲的面容，内心一阵绞痛，她能感受到苏燕此刻在面对什么。努力了3年，原以为一切都胜券在握，谁想最后还是败给了现实。演武广场上，苏燕的面容逐渐扭曲，她突然高高跃起，重剑上骤然亮起刺目赤光，她双眼布满血丝，周身灵力疯狂翻涌。九龙焚天斩，重剑挥出的瞬间，9道火龙自剑锋咆哮而出，每一条都带着恐怖的高温。演武场地面的青石板在这恐怖的高温下纷纷炸裂，碎石还未落地就已经在空中融化。曹琴柔素手微抬，指尖绽放一缕红色剑芒，破！他轻吐一字，剑芒瞬间冲出，铮！剑鸣响彻云霄，裹挟着斩断一切的凛冽剑意破空而出。剑芒所过之处，空间震颤，在虚空中拖曳出一道红色的光痕。9条咆哮的火龙迎面撞上剑芒，刹那间鳞甲崩碎，剑气纵横间，赤色龙躯寸寸瓦解，化作漫天流火飘散，将整座演武场映照得忽明忽暗。红色剑芒去势不减，瞬间贯穿苏燕的丹田，她身形巨震，从演武场上空坠落。苏燕哥哥！秦柔柔惊叫一声，冲上了演武广场，在苏燕落地之前稳稳接住了对方。苏燕哥哥，你还好吗？秦柔柔眼中噙着泪水，疼惜的目光落在苏燕腹部的伤口上。苏燕眼中的光彩渐渐消散，她失神地望向天空，低声自语：我废了。过往3年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回现，来之前的意气风发犹在眼前，刚才交战的每一个画面都清晰浮现。他嘴角扬起一抹苦涩的笑，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这一战他输得彻彻底底。秦柔柔心疼的劝慰：苏燕哥哥，这本就不公平，你们之间差了6个小境界，要战也该同境界对战才是。苏燕轻笑摇头，眼里已经没了光。这不是失败的借口，当年已经约定过，不论修为高低，一战定输赢。曹琴柔缓步走近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。当年我救你一家，还给你100倍赔偿，你不仅不念好，还以为我来退婚是在侮辱你。他眼波流转，现在看来，当初不是侮辱，现在才是。苏燕涣散的目光骤然凝聚，突然放声狂笑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何用？退婚是吧？他笑声戛然而止，一字一顿道：我同意。下一刻，他的目光落到曹琴柔脸上，眼底闪过一丝温柔。原以为这一战能挽回一切，终究是他太过于自负。当初若是定下30年之约，这个女人一定是他的。不错，他内心深爱着这个女人，这才是他不愿意退婚的根本原因。曹琴柔救了他全家，又给了100倍补偿，他怎会不知对方已经仁至义尽？可他舍不得斩断这份牵连，所以才找借口定下3年之约。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挽回这场一厢情愿的爱罢了。曹琴柔轻轻摇头：这婚我不退了。闻言，苏燕和秦柔柔同时怔住。苏燕眼底刚泛起一丝喜色，不过转瞬她就皱起了眉来。若是曹琴柔真的对她有意，就不会废了她。为什么？她不解地问。曹琴柔平静的面容浮现淡淡的红晕，目光不自觉飘向高台上的曹聂。因为她顿了顿，她喜欢我顶着你未婚妻的名分。苏燕顺着她的视线望去，正对上曹聂意味深长的笑容。这句话犹如利剑，刺得她喉头一甜，口中狂喷鲜血。太他妈侮辱人了！她双眼一翻，当场昏死过去。苏燕哥哥，秦柔柔刚想替她稳住伤势，一道清冷女声传来：小柔，让我来。韩冰冰素手轻抬，精纯凌厉拂过苏燕的伤口，她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。秦柔柔猛地起身，剑锋直指曹琴柔远去的背影。曹琴柔，这不过是一场约战，你为何要下此毒手，废我苏燕哥哥的丹田？剑尖吞吐着森冷寒芒，代表他要出手的决心。曹琴柔恍若未闻，脚步未停。这一战已经落幕，接下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见对方如此轻视自己，秦柔柔怒不可遏，执剑刺去。曹琴柔身形停滞，回眸间玉手轻抬，一道红色灵力破空而出。秦柔柔倒飞回苏燕身侧，嘴角溢出的鲜血染红了衣襟。这就是实力的鸿沟，只有直面曹琴柔，才知道对方的强大。怪不得强如苏燕哥哥都会败得如此彻底。韩冰冰刚替苏燕稳定好伤势，一看秦柔柔被伤，她怒火中烧：伤我女儿，你找死！啪！一记响亮的耳光响彻全场，韩冰冰整个人倒飞出去，嘴角溢出的鲜血在空中画出凄艳的弧线。曹聂出现在她面前，
居高临下的扫过对方那惹人顶撞的娇躯。谁找死？本家主问你。韩冰冰艰难地撑起身子，眸中闪过愤怒的火焰。曹家主，我夫君同样是问道境强者，你当真要？啪！又一记耳光打断了他的话语。曹孽声音冷若寒霜。答非所问，本家主再问一次，谁找死？曹家主，我夫君乃是问到一层巅峰的存在，你确定？啪！曹孽又是一耳光呼去。远处的秦柔柔看得肝胆俱裂，仅仅是3耳光，她娘亲的脸已经高高肿起。一直到18掌后，韩冰冰崩溃的哭喊：别打了，我找死刑吧！就在曹孽教训韩冰冰之时，曹安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昏迷的苏燕身旁。秦柔柔立即将苏燕紧紧护在怀中，警惕地盯着曹安。你想干嘛？曹安的目光在苏燕身上游移，那贪婪的眼神与寻常男子看他的目光如出一辙。秦柔柔心头涌起一阵强烈的厌恶。曹安咧嘴一笑，满口黄牙让他胃里一阵翻腾，差点当场干呕出来。丫头，我能恢复他的丹田，你把他交给我。秦柔柔一脸审视，能恢复丹田，糊弄鬼呢。况且眼前这人属于曹家，绝不能信。不用你帮忙，我们也能帮助他恢复丹田。他把苏燕死死护住。曹安眼中闪过一丝迫不及待的贪婪，他抬手随意一甩，一道淡淡的魔气爆发。秦柔柔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整个人已经被震飞出去，重重摔在数丈之外。嘿嘿，小伙子，我带你去恢复丹田。话音落下的刹那，曹安直接将昏迷的苏燕拦腰抱起，转身就要离开。高台上几位长老互相对视一眼，无奈摇头叹息。又一位天资卓绝的年轻人要毁在二长老手里了。围观的曹家族人满脸疑惑，苏燕明明是曹家的敌人，二长老为何不杀他，反而要助他恢复丹田？就在曹安即将离去时，二长老，一道声音自他身后响起。曹安身形猛然顿住，缓缓转身，只见曹孽的目光正死死盯着某个方向。他循着目光看去，一枚青玉色的指环映入眼帘。他二话不说，摘下指环丢给曹孽。家主，没事的话我就先离开了。曹安一脸谄媚。家主也是，不能等会儿再要，非要在我兴趣最浓的时候打断我。不知我二弟现在已经天下无敌。曹孽接过咒指环，微微颔首，滚远点。好嘞。曹安脚底抹油一样离开了这里。秦柔柔刚从地上撑起身子，一抬头就看到曹安抱着苏燕的背影消失在演武广场外。他抬手哭叫：苏燕哥哥！恰在这时，天边骤然掠来一道璀璨剑芒，剑光过处，空间被生生撕裂。大夏仙城中，众多子民手中的长剑突然震颤不已，自行化作流光破空而去。紧接着，苍穹之上传来一声雷霆怒喝：贼人，胆敢对我夫人动手，今日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韩冰冰瘫软在地，脸上浮现狂喜之色，带着哭腔喊道：夫君，留他性命！这混蛋扇了我10几耳光，我要亲自动手，让他百倍奉还！不远处，秦柔柔无力地伏在地上，泪眼婆娑地仰天哭求：爹，救救苏燕，她被一个老头带走了！苍穹之上，一声震喝炸开。好！霎时间，天地色变，恐怖的威压如同天河倾泻，整个苍茫道域的修士都觉得心头一滞，修为弱小的人更是直接跪伏在地。大夏仙城内，万民瑟瑟发抖，额头紧贴地面。万剑归宗，云海翻涌间，万千利剑破空落来，凌厉剑意所过之处，空间尽数崩解，恐怖的剑道法则将天幕撕成碎片。落！随着这声落下，漫天剑雨陡然加速，袭向曹孽。韩冰冰见状，嘴角扬起冷笑：曹家主，你完了，我夫君他！啪！一记耳光将韩冰冰的话硬生生打断。他摇晃着脑袋，眼前模糊一片，找不到东南西北。曹孽抬手向天，轻描淡写地推出一掌。这掌开始不过方寸，转瞬间就化作遮天巨幕，将整个大夏仙城都笼罩。漫天剑雨触碰到巨掌，纷纷崩碎，连剑道法则也在这掌下湮灭。巨掌去势不减，直贯九霄。啊！一声凄厉的惨叫戛然而止。云层洞穿处，赫然烙印着横亘千里的掌印。霎时间，苍穹泣血。韩冰冰抚着火辣的面颊，忽然感觉有些湿润，抬手拭去，满纸猩红。她惊惶地抬头，只见苍穹破洞中，那只巨掌正在缓缓消散，属于他夫君的气息已经消散于天地之间。远处观战的秦柔柔浑身僵冷，娇躯剧颤。他那位突破问道1000年的亲爹，连一掌都没能接下，就已经形神俱灭。漫天血雨飘洒间，他僵硬地转向曹孽，眸中倒映出前所未有的惊恐。对方到底有多强？曹孽负手转身，挥袖间裹挟着二女回到了听雨轩内。他挑起秦柔柔的下巴，
冷声询问：“给本家主生一个儿子。”秦柔柔猛地甩开他的手，侧过脸去，冷声道：“给一个杀父仇人生孩子，你觉得可能吗？”啪！500个耳光后，两人答应了。曹孽出了屋子，来到练功房内盘腿坐下，开始炼化咒指环。咒指环的时间流速和灵雨塔的时间流速一样，刚好可以成为曹孽独有的灵宝，以后去哪里都可以把妻妾带上，还能让他们在里面修炼。曹孽强行抹除咒指环上面的印记时，二长老的院子内，苏燕一脸死灰地望着前方，双眼空洞，精气神全无，活脱脱一个行尸走肉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苏燕会有如此屈辱的一天。身体上的疼痛还是其次，主要是心灵上的伤痕要用一辈子去治愈。想想刚才种种，他不由流下委屈的泪水。突然，他毫无征兆地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这把一旁忙碌的曹安和楚东吓了一跳。主人，小燕子不会死吧？曹安转头看了一眼，无所谓道：“没事，死了就入人皇藩，去和凌岩还有萧北做兄弟。”楚东望着苏燕那萧瑟的背影，心中祈祷，千万不能死。好不容易来一个兄弟，他的罪也能少受一些。不久，见曹安离去，楚东连忙上前探查苏燕的气息，发现对方还有呼吸，悬着的心这才稍稍放下。兄弟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你看看我，还不是就这样过来了？他蹲下身，轻声安慰。苏燕就是他在这黑暗中唯一的慰藉，绝不能出事。苏燕涣散的目光渐渐凝聚，最终定格在楚东脸上。他干裂的嘴唇微微颤动，发出的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：“我不干净了。”这话一落，他痛声大哭起来，声音是那么的凄凉悲痛。楚东叹息一声：“兄弟，如今唯有活着，才能有其他想法。”苏燕停止哭泣，脑海中闪过曹安粗鲁的一幕幕。对，他要活着，他要报仇。平复心情后，他擦了擦泪水，主动拉近关系：“我叫苏燕，不知兄台怎么称呼？”“我叫楚东，原本是大夏太监总管，谁想在遇见曹孽后，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楚东想到以前种种，眼底闪过一丝怨毒。如若不是曹孽，他睡上了大夏皇后，早已祸乱后宫。谁想如今反了过来，他成为了真正的太监，曹孽祸乱了后宫。曹孽？苏燕有些不解。楚东解释道：“就是曹家家主，你以后得小心，曹家最可怕的人就是他，我当初就是栽在他手里的。”苏燕回想起当初曹清柔身边站着的那个男人，应该就是楚东口中的那个曹孽吧。他愤怒地一捶床榻：“可恶，我的咒指环不见了，现在连师娘和小柔他们也不知道如何，师傅现在都没有来，下落不知所踪。”楚东回想起昨日抬头见到的情形，神色渐渐凝重。曹孽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。他沉默片刻，决定将真相告诉苏燕：“你的咒指环恐怕是被曹孽夺走了。”他声音低沉，顿了顿，又继续道：“至于你的师娘和小柔，绝对被曹孽抢走了，而你的师傅……”楚东抬眼直视苏燕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已经被曹孽杀了。”“什么？”苏燕瞳孔骤缩，脸色瞬间惨白。他猛地攥住楚东的衣襟，声音发颤：“不可能！我师父是问道境大能，屹立于3000道域巅峰的存在，怎么可能会死？”楚东叹息一声：“我亲眼所见，甚至全城人都看见了，你师父被曹孽一掌拍死。”苏燕内心的那一丝期待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原以为他师父会为他报仇，谁想连曹孽的一招都接不下。听楚东的意思，他师娘和小柔怕是凶多吉少。不，他的小柔……伤及心处，他不由失声痛哭起来。楚东想要安慰，话到嘴边不知从何说起。这事迟早要知道，还不如早点度过这道坎，才能和他一起共谋接下来的大事。兄弟，你忍一下，我给你敷点药，有助于你恢复。他起身拿来一盒专门治疗撕裂的药，涂在苏燕的伤口处。苏燕疼得龇牙咧嘴，愣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。与此同时，曹孽这边经过一番炼化，这枚咒指环终于认主。他心念一动，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，进入了咒指环的内部空间。这里自成一方天地，山川河流，草木妖兽，应有尽有，宛如真实的世界。唯一的缺憾就是这里的灵气稀薄了些。问题不大，等以后寻得几条极品灵脉植入其中，这里的修炼环境就能得到大幅度改善。忽然，曹孽想到了一件事情：系统，我曹家已经从原本的超级势力成为霸主级势力，奖励呢，是不是被你给黑了？面对曹孽的质问，系统的声音有些心虚：“恭喜宿主将家族势力从超级提升到霸主级别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 ，100条极品灵脉；选择2，造化丹100颗；选择3，100本天阶上品武技。”曹孽摸索着下巴思索起来：
首先排除选项3，他曹家是缺天阶上品武技，上次得到了天阶下品武技，暂时够用。造化丹能让家族当中100人的天赋提升到伪王级，听起来不错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也不太靠谱。曹家需要的是整体提升，同样需要顶尖高手。曹聂在选项1和2上犯了难，他2个都想要，奈何系统上次补丁后只能选择一个。3秒后，宿主不做出决定，一个都得不到。曹聂满头黑线，这是明摆着抢他的东西。系统，我选1，恭喜宿主获得100条极品灵脉。望着眼前消失的选项面板，曹聂有些不舍。100颗造化丹，这东西3000道域有没有炼丹师能炼制出来都不知道。罢了，既然已经选择，后悔也没用。就算他选择造化丹，同样会后悔没有选择100条极品灵脉，都是贪心惹的祸。曹聂从系统空间中拿出50条极品灵脉，动用大手段打入地底。紧接着50条极品灵脉和咒指环融为一体，周遭的灵气浓度开始暴涨。如果说原本的灵气浓度是1，现在的灵气浓度就是50。他逛了一圈，发现咒指环现在的内部空间和苍茫道域差不多大，花了1个时辰就把这里的空间逛完。当曹聂从当中出来的时候，外界才过去10几分钟。曹聂接着找到7、8、9长老，把体质本源给了他们，最后又找到5长老曹魏，联合他将50条极品灵脉打入灵雨塔地底。如今的曹家俨然成为修炼圣地，整个大夏仙城的子民都能感受到空气中增加的灵气浓度，这仅仅是从曹家溢散出来的。等过一段时间，相信整个苍茫道域的灵气浓度都能提升好几倍。这时门外传来红灵的声音：夫君，宫里有人找你。曹聂起身整理好衣物，打开房门，就见除了红灵外还有一个宫女。这个宫女他认识，是太后姜颜身边的，十分能信任。看到曹聂，宫女激动道：曹相，太后要生了。曹聂眸光微动，一抹欣喜自眼底一闪而逝。走，带本相去。曹相请随我来。宫女转身带起路来。曹聂对红灵嘱咐了几句，跟着宫女离开了曹府。长乐宫内，这里的宫女已经被他早早控制，看到曹聂走来，纷纷恭敬地行了一礼。曹聂问道静：陛下才归虚境，最近大夏风云变幻，就算没人说，他们也能观察出来，整个大夏俨然已经是曹聂的大夏。就算是陛下都要听从曹相的命令。曹聂刚进入长乐宫的大门，就听见一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：恭喜宿主诞下第2子，奖励刀道法则，已自动为宿主融合。曹聂的脚步一顿，接着加快了许多。刚进入屋内，就看见姜颜抱着一个婴儿，露出慈爱的笑容，四周还有几名忠心的宫女伺候。姜颜余光看见曹聂走来，欣喜道：曹郎，是个女孩，你给取一个名字吧。曹聂走近，小心翼翼地将襁褓中的婴儿接过，他凝视着这张粉雕玉琢的小脸，沉吟片刻，唇角微扬，就叫曹清月。姜颜轻声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底渐渐漾起柔光。好。他抬眸望向曹聂，眼角尽是掩不住的欢喜。就叫曹清月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在姜颜的示意下，四周的宫女很快就退去，整个长乐宫内只剩下他和曹聂。两人的目光无声交汇，暗流涌动。曹郎，大半年了，你知道阿姨家是怎么过的吗？姜颜纤纤玉指轻抚曹聂的侧脸，眼底闪过一汪春水。曹聂握住他柔弱无骨的仙指，产后的姜颜更添几分成熟风韵，举手投足间尽是撩人风情，连发丝都透着撩人的幽香。曹郎，他朱唇轻启，指尖勾住曹聂的衣襟，答应我，今晚留下来。嗓音里带着令人心颤的渴求。曹聂低笑一声，俯身将他笼罩在阴影里，眼底暗火涌动。如你所愿。1个时辰后，曹聂离开了长乐宫，孩子没有带走，反正整个大夏他说的算，大夏太后为他生孩子很正常。曹聂返回听雨轩后，立即潜心修炼。9节焚天灭道掌和神魔镇世经好久没有认真参悟，趁这段时间好好修炼一下。1个月后，大夏彻底掌控苍茫道域。苍茫道域外，一艘战船破空而来，带起长长的灵气尾焰，一眨眼就消失在天际。战船甲板上，素裙美妇与白衣女子迎风而立，罡风卷起两人的衣袂，素纱罗裙与雪白剑袍在风中交织翻飞，偶尔露出裙下惊鸿一瞥的玉腿弧线。远处大夏仙朝的万里山河在云层间若隐若现。杨青真的要把他们母子2人找回来。白衣女子玉指扣紧剑柄，清冷如玉的面庞闪过寒意。她不在乎多2个吃饭的闲人，但绝不能容忍有人动摇他们母女的正式地位。素裙美妇望着翻腾的云海轻叹：娘也不想，可你爹离开前叮嘱过，
一定要把他们母子二人找回来。若是那人生的是女孩还好，若是男孩……他顿了顿，语气微凝：你想要继承万雷宗，成为青天道域的域主，怕是要过你爹那道坎。从小你就雄心壮志，可惜是女儿身，都怪娘，要是把你生成男孩就好了。白衣女子眼里闪烁着不屈的光芒。女儿身又如何？我叶双寒偏不服。若是那人生下的是男孩……一缕猩红的杀意掠过他冰冷的眸子，女儿不介意让父亲体会一番丧子之痛。素群美妇瞳孔微缩，眼底闪过一丝犹豫，到底要不要帮助女儿除掉他们母子？想了想，他决定先找到他们母子看看。若是生的女孩，就留他们一条命；若是生的男孩，就别怪他狠心。妻妾之争向来如此。数百息后，大夏仙城的轮廓清晰可见。一名老妪从船舱内缓步而出，恭敬行礼。启禀夫人小姐，根据命牌所示，辉老最后的气息是在曹家府邸内消散的。素群美妇扫过下方绵延上千里的宏伟巨城，红唇轻启。曹家的实力探查得如何？老妪躬身道：曹家家主曹孽前段时间刚刚突破问道境，族中还有10几位归虚境的长老。素群美妇眸光微闪，才突破问道，不足为虑，直接降临在曹家上空。遵命。老妪倒退3步，转身没入船舱之中。战船的速度极快，大夏仙宫内的叶琉璃发现时，想要开启防御大阵已经来不及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战船降临在曹家上空。战船的巨大阴影将小半个曹家笼罩。一道声音自战船中传出，震得四周瓦砾簌簌作响。曹家主何在？还不上来一见？大夏仙城内，无数子民驻足仰望，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。那是万雷宗的旗帜。一名中年修士眯起眼睛，突然倒吸一口凉气。没错，100年前他们来苍茫道域招收弟子时，就是这面雷纹战旗。旁边卖灵药的摊主手一抖，手中的灵药掉在地上，点名要见曹家主。曹家这是招惹到什么不该惹的人了？听说万雷宗新任宗主手段通天。一个老者压低声音说，随手一击就能打破空间，若是全力出手，打沉苍茫道域都有可能。听完这话，周围的人已经面色煞白。胆小的修士已经开始悄悄后退，向着城外逃去。整条街道突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紧张地望向曹家方向，心中暗自祈祷，可千万别打起来。这种级别的冲突，光是余波就足以让整座仙城灰飞烟灭，到时候受罪的还是他们。3息过后，战船甲板上，老妪神色冰冷，躬身对眼前的素群美妇禀报道：夫人，无人理会，要不直接动手。素群美妇眸光流转，居高临下的俯瞰着曹家府邸，在望向府邸内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以及小山竹林，眸中闪过一丝不满。不过才突破问道，居然敢如此不给他面子。忽然他眉头深深皱起，这从曹家泄露出来的灵气，为何比他万雷宗的灵力还要精纯？还有阵法格当，仅仅是泄露出来的灵气都堪比他万雷宗，那这曹府内的灵气岂不是还要精纯许多倍？就在他沉思之际，叶双寒不满的声音从侧方传来：娘亲，直接动手吧，有你在，还怕他曹家才突破的问道境家主不成？他万雷宗在附近都是响当当的存在，区区曹家不足挂齿。素群美妇眸光微动，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叶双寒的话倒是点醒了他，以他问道境的修为，在这苍茫道域确实不需要如此谨慎。你说的对，这位曹家主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一股浩瀚威压骤然爆发，素群美妇衣袂翻飞，问道境的恐怖气息如天河倒卷，朝着曹家倾泻而下。就在这毁天灭地的威压即将碾碎曹家众人之际，轰！听雨轩内一道璀璨光柱冲天起，瞬间撕裂苍穹。那突破的气息摧枯拉朽的碾碎漫天威压，余波震的素群美妇踉跄后退。娘亲！叶双寒慌忙上前搀扶，俏脸煞白。刚才那一瞬间的恐怖气息让他如坠冰窟，连思维都为之冻结。旁边的老妪更是不堪，枯瘦的身躯剧烈颤抖，冷汗早已浸透后背。恍惚间，他仿佛看到一尊亘古神魔正蓦然俯视，那冰冷的眸光令他灵魂战栗。有强者！素群美妇面色煞白一片，仅仅是靠突破的气息就让他受了轻伤，此人的实力比他夫君还要恐怖许多。战船上的万雷宗等人闻言，纷纷面露凝重之色。夫人，现在该如何？老妪的语气不似开始那般倨傲，刚才那股气息，怕是宗主来了也不一定是对手。话说曹家家主不是才突破问道，为何会比他们的宗主还要恐怖？莫不是曹家有其他强者相助？就在他们如此想着时，素群美妇也在做着天人交战。听雨轩内，曹孽从练功房内走出，1个月的修炼
他的修为突破到了问道境4层，这还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是九劫焚天灭道掌修炼到了第14重，神魔阵噬金也到了第8层巅峰，加上3大法则齐聚于身，如今他的战力必定超过以前。曹孽的目光透过院子，看到了门口站着的曹健等人。家主，这万雷宗不凡，听说宗主叶璇乃是一位问道境3层的存在，曹家发展越来越大。曹健身为曹家大长老，忙活的事情自然多。这1个月里，他已经安排曹家的探子乘坐传送阵前往了附近百域。这万雷宗刚好在这次收集到的情报当中，宗内有3位问道，宗主叶璇、宗主夫人柳素素以及大长老李擎苍，后2人都是问道境1层，唯独宗主叶璇是问道境3层的强者。宗内还有归虚境20几位，破望境上百位，这还只是10几年前流传出来的消息。这10几年里，这3人有没有人突破，不得而知。曹健拿不定主意，这才带着一众长老来此请示曹孽。曹孽负手而立，衣袍无风自动，他缓缓抬眸，目光穿透云霄，声音虽轻，却似惊雷炸响。大长老，你且记住，自此劫灭之下。他嘴角微扬，露出一抹令人心悸的弧度，周身骤然迸发出令天地变色的恐怖威压。本家主当世无敌。9大长老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你家吗？要不要这样牛批？曹孽负手而立，眸中寒芒闪烁。去吧，灭了闲杂人等，把那2个女人抓来。曹健等人相视一笑，心领神会。不用看都知道，一定是战船上最漂亮的2个女人。遵命，家主。9道同时躬身，刹那间化作9道撕裂长空的惊鸿冲向云霄。他们周身佛力沸腾，战力最弱的都堪比归虚境8层。曹健、曹安、曹峰3人的修为虽然才归虚境7层，可战力已经堪比问道境1层的强者。收拾上面这些人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曹峰手中的阵盘瞬间激活，将整片天地封锁。预想中的惊天大战没有出现，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后，遮天蔽日的战船消失不见。9大长老带着修为封印的柳素素几人来到了听雨轩外，全城观望的大夏子民全都僵在了原地。这就结束了？那可是问道境大能啊！说好的毁天灭地呢？街道上的人群面面相觑，不少人甚至揉了揉眼睛。他们预想中足以摧毁仙城的旷世大战，居然就如此草草结束了。御书房内，叶琉璃站在窗口，望着天边消失的战船，紧绷的心弦终于松了下来。他的目光不自觉地穿过重重宫阙，望向下离闭关之地。若是陛下出关得知，那个男人不仅助他一统苍茫道域，如今更要剑指四方疆域。叶琉璃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。就算知道了又如何？他低声呢喃。曹孽的强已经超过所有人的预料，他突破得太快，1年修炼抵得上普通人千年万年的修炼。一般人就算有天赋，突破到问道也需要万年岁月，这和曹孽比起来简直没有可比性。下离闭关之地，8品禁制符箓构筑的结界流转着晦涩的法则纹路。这位女帝早在闭关前就未雨绸缪，连寻常问道境都难以撼动的禁制，现在却成了隔绝真相的屏障。眼见四下无人，叶琉璃素手轻挥，卸去了伪装，轻视容颜流转着惊心动魄的光彩。她垂眸轻抚隆起的小腹，一声叹息在寂静的御书房内格外清晰。这个混蛋！1个月前，长乐宫中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现在他肚子里的孩子不出几月也要降生。这个杀千刀的曹孽处处留情。更荒唐的是，王相才死，他夫人的肚子也大了起来。还有凤仪宫里的皇后。叶琉璃忽然觉得可笑，陛下闭关前还是95至尊，出关后就是绿帽至尊。要是知道这万里江山已经易主，不知会不会昏死过去。听雨轩内，曹孽的目光落到一名长老身上，不是曹安，是9长老曹雷。这家伙怀里抱着一个银发老妪，那老妪正涨红着脸拼命扭动身子，耳垂都羞得通红。放开老身！银发老妪有些恼羞成怒。9长老，你这是干啥嘞？曹孽望向躲在几人后面的9长老，有些疑惑。9长老脸色涨红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曹安看不过去，上前一步道：家主，你不知道这老9就是一个变态，非常喜欢这种上了年纪的女人，说是陈娘最是罪人。曹孽闻言一个踉跄，差点把怀里的柳素素和叶霜寒摔了出去。他难以置信地打量着曹雷。曹雷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老头，其实身体机能相当于普通人的17、18岁，到了归虚境，他完全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。奈何眼前9人就是死心眼，愣是不改变他们的容貌，专门以老者形象示人，说什么这样有助于展露他们的威严，还能帮助他更好地打理家族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快要入土，知道的人才清楚，这9人还有7万多年寿命。
曹聂眼角抽搐地看着曹雷，九长老，你该不会真看上这位前辈了吧？他打量着银发老妪，这可不是曹健他们装出来的老态，而是实打实活了几万年的岁月痕迹。如果说曹健几人是17、18岁的年轻小伙，这银发老妪就是50、60岁的老 baby。曹聂只觉得头皮发麻，这九长老的口味着实令人费解。曹雷紧紧搂着挣扎的银发老妪，理直气壮道：家主，你不是说要为家族发扬光大吗？这不好不容易看上一个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曹聂满脸嫌弃，年轻女人多的是，你偏挑个老祖宗级别的。他压低声音，再说了，这年纪还能生养吗？曹雷拍着胸脯保证，枯瘦的老脸泛起红光。家主放心，我对这方面颇有研究，就前辈这身子骨，保准3年抱俩。银发老妪闻言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口银牙咬得咯咯作响。老不死的，老身当年挣到龟墟的时候，你祖宗都还没出生呢。他只觉得天崩地裂，老伴虽死，身为一方势力的老祖，身后还有上万的族人，如今被曹雷抓来传宗接代，若是让玄孙知道他这张老脸往哪搁，他只得将哀求的目光投向曹聂怀中的柳素素身上。夫人，老身膝下子孙都已经过万，求求您发发慈悲救救我。柳素素和叶霜寒都被封印了修为和五感60，根本听不得银发老妪在说什么，就算知道他们也没有办法，没看见他们也在劫难逃。曹雷见银发老妪不安分，抬手就给了一耳光。安静些，没看见家主在这里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，为我曹家开枝散叶，听到没？银发老妪捂着红肿起来的脸，满眼的委屈。她堂堂一族老祖，更是柳素素这位问道境大能的贴身侍女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谁想看到她这样？曹雷又给了她一耳光。怎么还想哭？你哭一个试试。曹聂见状微微皱眉，劝道：九长老温柔一点，毕竟他以后还要为你生孩子。曹雷闻言眼中闪过喜色，这么说家主是同意了？曹聂摆了摆手，漫不经心道：你的私事自己拿主意，以后不用来问我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眼神微冷，你得注意，若是降服不了他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曹雷抬手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，家主放心，他要是不安分，老夫亲自送他上路。曹聂满意的点点头，对9人挥了挥手，都退下吧。9人躬身行礼后纷纷离去。9长老曹雷跑得飞快，一溜烟就消失在听雨轩外的竹林深处。曹聂则是看着怀中的2个美人，抬手在他们后背轻轻一拍。柳素素与叶霜寒娇躯一颤，五感60瞬间恢复。柳素素美眸寒霜，冷冷盯着曹聂：你就是曹家主？我夫君是问道境3层的强者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曹聂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，莫说你夫君是问道境3层，就算是问道境9层，本家主又何曾放在眼里？无耻之徒，放开你的脏手！叶霜寒剧烈挣扎，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。曹聂充耳不闻，一手揽着一个，转身往屋内走去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4的柳素素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跪地求饶，自杀谢罪，奖励曹家覆灭；选择2，臣服柳素素，陪他演戏，骗过他夫君叶璇，奖励影帝演技；选择3，降服，奖励荒古神体本源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3的叶霜寒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跪地求饶，自杀谢罪，奖励曹家覆灭；选择2，臣服叶霜寒，成为他的舔狗，奖励手法36招；选择3，降服，奖励10亿灵晶。系统都选3，恭喜宿主获得荒古神体本源，获得10亿灵晶。日落时分，夕阳的余晖为曹府铺上了一层金衣。房门打开，一位身着轻纱罗裙的丫鬟正垂手恭候。见曹聂出来，她微微欠身，衣襟间不经意露出一抹雪白，又迅速掩去。家主，红绫主母和姚夫人要生了。丫鬟抬眼开口，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羞怯。曹聂颔首带路，晚风拂过，轻纱贴着丫鬟婀娜的身姿，在暮色中勾勒出曼妙的轮廓。曹聂紧紧跟在身后，他目光清明，区区90分以下的女人岂会让他乱了道心。1个月前，想到他的女人多了起来，曹聂就安排了50名丫鬟伺候红绫他们，姿色都是一绝。按照系统评分，至少80分以上。在知道曹聂要招丫鬟的时候，整个苍茫道域沸腾。如今谁不知道，曹聂就是苍茫道域域主的不二人选。出门在外，苍茫道域的人谁不叫他一声域主大人？这域主可不是随便能当上的。除了当域无敌外，在苍茫道域的生灵遇到危险时，就需要他挺身而出。曹聂对此没有拒绝，也没有直接答应。为了当他的丫鬟，一些家族的小姐以及宗门内的天之娇女
都踊跃报名，最终入选的无一不是才貌双全的佳人。对于这些女子的心思，曹聂心知肚明。她们眼波流转间暗藏的期盼，行礼时刻意放缓的动作，还有那若有似无的幽香，无一不在诉说着攀附之意。这不，招揽完没有几天，总有丫鬟找借口接近她。更有大胆者故意穿着宽松的丫鬟服饰，这微风轻轻一吹，露出一大片雪白，还是真空上阵。好在曹聂不近女色，没有被这些丫鬟勾引上，不然可要遭老罪了。丫鬟见曹聂迟迟没有动作，眼底闪过一丝失落，她腰都快扭酸了，家主居然无动于衷，心里不由一阵叹息。在丫鬟引路下，曹聂来到产房外，刚一进门就听见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划破寂静。恭喜宿主诞下第3子，奖励荔枝法则。看见曹聂大步走来，产婆连忙将襁褓中的婴儿小心抱起，恭敬地上。家主，是个小公子，主母诞下了一位小公子。曹聂伸手接过，目光落在婴儿红润的小脸上，不由朗声大笑。好，好，好，红玲，辛苦你了。他转身来到床榻边，俯身凝视红玲略显苍白的脸庞，眼中满是疼惜。为了诞下这孩子，他着实吃了不少苦头。夫君，让我看那孩子。红玲虚弱又期待地伸出手，曹聂连忙将怀中的婴儿轻轻递到他面前，转身端坐在床沿上。红玲低头凝视，指尖轻抚婴儿脸颊，略作沉吟。夫君，不如就叫曹天霄如何？曹聂眸光微亮，含笑点头。天霄，好名字，就听你的。红玲闻言，苍白的脸上浮现一抹满足的笑意，轻轻依偎进曹聂怀中。恰在此时，不远处的床榻上骤然响起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。曹聂与红玲同时转头望去，瑶瑶也顺利分娩了。恭喜宿主诞生第4子，奖励5行法则。夫君，去看看瑶瑶妹妹吧。红玲柔声道。在曹家，不论年岁长幼，众女都以红玲为尊，称一声大姐，轻柔排第2，视为2姐，其余人则按照怀胎先后排序。好。曹聂颔首，起身朝另一侧的床榻走去。还没靠近，产婆已经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迎了上来。恭喜家主，又添一位小公子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婴儿递来，曹聂伸手接过，动作轻柔，转身来到瑶瑶床沿前坐下。夫人，辛苦了。瑶瑶苍白的脸上浮起一抹温柔笑意。这几个月，她已经渐渐接受前夫死亡的事实。至于萧北，已经被魔道修士杀死，现在她的全身心都在曹聂和才出生的这个孩子身上。瑶瑶轻抚怀中婴儿，抬眸柔声道：夫君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曹聂将孩子递还给他，负手而立，眸光沉凝。他在床榻前3步之间来回踱步，衣袂微扬。蓦地，他转身定目，声音铿锵：崭新如何？瑶瑶闻言，唇边漾开一抹浅笑，低头轻点婴儿鼻尖。曹崭新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叫曹崭新了。襁褓中的婴儿似有所感，不再哭泣，露出治愈的笑容。夫君，你看，崭新笑了。曹聂微微一笑，一转眼，他都有4个孩子了。几天后，曹聂正在听雨轩内和妻妾玩闹，就听院门口传来曹辉的声音：家主，有人找。融合荒古神体后，曹辉的修为达到了归虚境4层，仅次于9大长老他们。有如今这种环境，36执事的修为突飞猛进，来到了破望境巅峰。由于天赋不够，领悟不了归虚真意，止步于此。见曹辉找来，他起身来到院门口，沉声问：谁？曹辉面色凝重，缓缓开口：他们自称来自天剑山庄，一行10几人，为首的一名美妇气势惊人，大长老已经带人前去试探虚实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愈发低沉：刚才大长老暗中传音说，那美妇的修为深不可测，至少是问道境5层以上的强者。曹聂垂眉沉思，嘴里轻念着天剑山庄4字。突然，他脑海中闪过一道唯美的绝色倩影。当初在凌霄仙朝占据赵灵霜肉身的洛神音，不就是威胁他来自天剑山庄？经过前段时间的调查，这天剑山庄可不得了。庄主赵萧几年前刚突破半步劫灭境，还是一位活了20万年的老怪物。问道境的寿命有30万年，剩下的10万年想要成为真正的劫灭境大能，想必也是指日可待。传闻万年前，他迎娶过一位18岁的绝色佳人，乃是附近百域第1美人。这是不知真假，不过却让这个老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加上以他如今的修为，方圆百域之内能和他抗衡的不足3人，活脱脱的百域之王。此外，赵萧还有一个恐怖的身份，乃是附近百域唯一的一位弃帝，比肩丹帝的存在。以曹聂如今的战力，自然不怕这位半步劫灭境的弃帝。只是让他奇怪的是，当初的洛神音放下狠话，会降临苍茫道域教训他，
如今怎会如此客气的上门？怀着这个疑惑的心情，曹聂带着曹辉向着曹家迎客堂走去。此时的迎客堂内气氛有些沉寂，看到曹聂带着曹辉从门外走来，曹健急忙上前迎接，同时传音道：家主，他们好像是为了你手里的九幽冥帖而来。曹聂目光微敛，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视线缓缓扫过众人，一位问到7层，4位归墟，余下的全是破望。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为首的2人身上，其中一人赫然就是当初的洛神英。他端坐在下位，四目相对的刹那，洛神英眸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诧。本来他们是准备强取豪夺，从曹聂手中夺取九幽冥帖，谁想在进入苍茫道域后，偶然听到曹聂成为了苍茫道域的域主，能成为一域之主，至少也是问道境的存在。洛神英清楚地记得，上次相见时，曹聂不过归虚境3层修为，这才多久就有如此恐怖的提升？要知道他王级天赋，这几个月也才提升了一个小境界。他不信邪，在临近大夏仙城的时候，还特意打听了一下。当听到曹聂不久前轻描淡写的一掌镇杀问道境强者的传闻后，所有强取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。他和师娘抉择过后，改为先礼后兵，这才特来拜访。毕竟能一掌轻松灭掉问道5层强者性命，修为至少要高出对方3、4个小境界。不知怎么的，当初那位问道1层的存在，在传闻中已经被夸大为问道5层的存在。更有甚者，还流传着一个更为夸张的说法，称曹聂早就已经是劫灭境的通天大能。所幸洛神英没有打听到这个传言，不然当即就要转身离去。曹聂的目光从洛神英身上移开，落到一旁的高冷美妇身上。她身姿高挑修长，一袭黑金长袍勾勒出丰满的曲线，凤眼凌厉，唇薄色淡，眼尾缀着一颗红痣，更添几分凌厉。乌黑长发用玉簪慵懒挽起，气质冷艳逼人，既有成熟风韵，又有不可冒犯的威严。整个人端坐在那里，就像一柄出鞘的利剑，美丽又危险，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姓名：白凝冰，修为：问道境7层，体质：玄刹冰体，身份：天剑山庄庄主夫人，曾经的百域第1美人。性格：外冷内热。最近状态：寂寞空虚冷。曹聂嘴角浮现一抹淡笑，眼底一闪而逝的金光。此女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都长在了他的心坎上。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疯狂生长，征服他，让他成为你一个人的痉挛。曹聂在首位落座，目光不经意间掠过白凝冰那曼妙的身姿，他率先打破沉默，不知2位怎么称呼？白凝冰微微蹙眉，曹聂的目光让他有些不适，但想到此行的目的，他还是压下心头的不快。在下白凝冰，天剑山庄庄主夫人，这位是我的爱徒洛神英。曹聂颔首，沉声道：“2位不远万里前来，所为何事？”一旁的洛神英暗自咬牙，他清楚记得，在凌霄仙池时，曹聂的目光是如何在他身上流连，如今与师娘待在一起，对方只看了他一眼就移开目光。他承认师娘确实风姿绰约，可这样的差别对待让他心生不忿。洛神英忍不住用余光打量身旁的师娘，心中暗自比较。白凝冰那曲线玲珑的身段确实无可挑剔，臀部线条比他更为饱满挺翘，纤腰不盈一握却更显成熟风韵，胸前起伏的弧度更是比他傲人几分。更别说那张清丽绝伦的容颜，眼角眉梢不经意流露出的妩媚风情，连她这个女子看了都心头微颤。洛神英咬了咬下唇，不得不承认，无论是身段还是容貌，自己确实要稍逊一筹。不对，洛神英猛地反应过来，她在想些什么？自己怎么能为曹聂不看她而感到不忿呢？应该感到庆幸才是，至少这个色狼不会再惦记他。白凝冰感受到洛神英打量他的目光，不由心生疑惑。曹聂看他还能理解，毕竟他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存在。可洛神英一个女人，居然也盯着他看个不停，甚至那眼神比曹聂还要直勾勾许多。一时间，他不由对曹聂的好感大增。曹聂要是知道白凝冰心里的想法，说不定会自我怀疑，难道他也是气运之子？曹家主，听小英所说，当初你们在凌霄仙池地底得到一块九幽冥帖，不知真假。曹聂看出对方在试探，颔首应答：不错，本家主手里的确有一块九幽冥帖。白凝冰内心一喜，表面不动声色。曹聂没有隐藏他得到九幽冥帖的事实，这是有得谈。他直接开门见山道：是这样的，我夫君准备炼制一柄九品灵剑，奈何差一件主材料，刚好曹家主手里的九幽冥帖满足要求。若是曹家主愿意割爱，我愿意用1亿灵金购买，当然若是不够还可以谈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5的高冷少妇白凝冰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选择1，不答应把他们轰出曹府，奖励荒阶下品硬气功。
选择2，双手奉上九幽冥铁，守护在他身边，奖励绿帽子白顶。选择3，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卖出去，前往天剑山庄，俘获他的芳心，再镇压他，奖励36颗造化丹。曹聂那骨节分明的手指轻扣桌面，1亿灵晶也就一般九品炼器材料的价格。九幽冥铁号称能炼制仙器的材料，价格自然不可能如此少。其次，炼制九品灵剑，一般的九品铁矿足够，对方不远万里前来开出如此高价，其中必定有他不知道的缘由。他思索瞬间想到了一件事情：1000年前传出天剑山庄庄主赵萧炼制出第一柄九品灵剑，此后1000年就再也没有炼制出来过。莫非对方是一位半吊子弃帝，想要用九幽冥铁提高炼制成功的概率？如此也就说得过去。毕竟一位真正的弃帝可是受3000道域无数势力追捧，赵萧这样容不得他怀疑是一位半步弃帝。当初能炼制出来九品灵器也是侥幸，九幽冥铁在他手中作用不大，这只是一件炼器材料，威力和8品灵器差不多，除了硬度外，某些方面还要不如。要是赵萧能炼制出九品灵器，曹聂内心涌起一个坏坏的想法。白宁冰的内心也有些紧张，若是能得到九幽冥铁，他夫君就能成为真正的弃帝。曹聂的猜测基本没错，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夫君要借助这次炼器，成为真正的劫灭境大能，站在3000道域的顶峰。曹聂停止轻扣桌面，目光注视着白宁冰那张绝美面容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系统，我选3，恭喜宿主获得36颗造化丹。曹聂缓缓起身，枣色衣袍无风自动，声音带着几分玩味。白夫人想让本家主答应此事倒也不难。他故意拖长尾音，目光在白宁冰曼妙的身姿上游走一圈。只是这代价恐怕要重新商议一下。白宁冰藏在袖中的玉指微微收紧，不知曹家主想要如何。他强压下心头的不安，声音比平时更加冷了些。曹聂收回目光，面色严肃道：10亿少1亿没得谈啊。白宁冰略微有些诧异，纤长的睫毛轻轻颤动。他刚才分明从曹聂的眼中看到了那种占有欲，恨不得吞了他一样。本以为曹聂提出的条件会与他的身体有关，没想只是加价。他暗自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不由对曹聂的印象大为改观。男儿本色他能理解，像曹聂这种能控制心理欲望的人少之又少。至少他在天剑山庄的这些年遇见的每个人都想把他吃掉，要不是忌惮他夫君，这些人早就动手了。怎么，莫非白夫人觉得价格不合适？曹聂见对方垂眉思索，不由再次疑问。他修长的手指继续敲击着桌面，发出富有节奏的声响。白宁冰从刚才的思绪中回神，略加思索道：行，我答应你。曹聂嘴角微微上扬，继续道：夫人别急着答应，本家主还有一个条件。白宁冰面色一沉，内心闪过一丝失望，看来他还是看错曹聂了。这家伙估计和其他人一样，想要占他的便宜。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曹家主请说。除了10亿灵晶外，本家主还要前往天剑山庄，从你山庄内挑选一柄8品灵剑。曹聂淡然道。听闻这话，白宁冰不由高看曹聂一眼。一般人可不敢前往天剑山庄。以曹聂问道境4重的修为，若是他夫君出手，恐怕对方难逃人财两失的下场。白宁冰略作思忖，坦言道：曹家主，实不相瞒，10亿灵晶我们身上拿不出来，就算你不前往我天剑山庄，我们也要派人回去取来灵晶。曹家主想要前往天剑山庄，倒可以一同前往，省得要等些时日。曹聂目光平静，看不出丝毫邪念。也好，正好见识一下天剑山庄的风土人情。他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一旁的洛神音，曹聂眼底闪过一丝暗芒。上次让他侥幸逃脱，这次一定要让他插翅难逃，永远留在曹家。扫过洛神音那优美的曲线，曹聂嘴角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检测到气运之女洛神音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让对方现在臣服，奖励暗影魔核。选择2，当对方晚上臣服，奖励降低宿主一个小境界。选择3，放过对方，奖励降低宿主一个大境界。曹聂望着眼前唯有他看得到的选项面板，整个人一下子都有些懵了。这是什么鬼？这不就是单选题？2、3要是选了，他这几个月的修炼不就白费了？奇了怪了，这系统突然不按套路出牌，打得他措手不及。本以为就算吃不到白宁冰，吃掉洛神音应该没有问题，谁想现在给他加上了这个限制。系统，这暗影魔核是什么？暗影魔核，暗影大帝的兽核，俗称妖帝丹，黑黄吞服后能快速提升修为。曹聂内心微微一惊，一般的劫灭境都不敢有帝号，唯有距离红尘仙只有一步之遥的劫灭境巅峰存在才配得上。
这等强者经受9重天劫洗礼，仅仅是一个眼神都能让千万弱小生灵覆灭，号称肉身不朽，寿命达到100万年。系统，我选择1。这还犹豫什么？黑皇那预知危险，聆听万里的本事是不错，奈何修为太低，他平时都不敢带出去，生怕人家一个威压就将他压死。现在有了暗影魔核，总算能让他的修为快速提升起来。恭喜宿主获得暗影魔核。这时，只听白宁冰又道：“曹家主，不知这位可是炼气师？”他的目光落在4长老曹谷身上，眼中闪过一丝探究之色。曹孽闻言回神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嘴角微扬。不错，他心念一动，打开曹谷的属性面板，瞳孔微微一缩，又迅速恢复正常。还是一位8品气圣。曹孽语气平淡，却暗自心惊，不愧是天宫神体，天生就是炼气的料。短短几个月，曹谷的炼气造诣就已经提升到气圣境界。现在只要有材料，曹谷也能为他曹家炼制出8品灵气。曹孽再看看其他几人，无一例外，全都有很大的提升。他曹家站在3000道玉之巅，指日可待。是这样的，我夫君要炼制的这柄9品灵剑非同一般，需要9位气圣协助，来之前还差2位，不知可否请他出手？我天剑山庄愿意出1000万报酬感谢。他眸中流转着惊诧，没想在这里会遇见一位气圣，如此想要开鼎炼气，又能提上些日程。曹谷的目光落到曹孽身上，眼里流出期待之色。曹孽瞬间会意，颔首道：“可以，能近距离观看一位气帝炼气，对他也有莫大的好处。”白宁冰闻言，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，现在就差一位气圣了。来之前，他夫君离开了附近百域，前往其他域寻找气圣帮忙，也不知找到没有。为了这次炼制，他天剑山庄可是筹备了500年，炼气材料就多达上万，且每一种在3000道域都十分难寻。不知曹家主什么时候启程？曹孽笑道：“等几天吧，本家主需要安排一下，这些天各位就住在我曹家吧。”听闻这话，白宁冰才想起一件事情，这曹家的灵气精纯度比他天剑山庄浓郁了不知道多少倍，堪比那些不朽道统的修炼之地。趁着这几天，他也能好好稳固一下才突破的修为。既如此，这几天就叨扰了。曹孽笑着颔首：“哪里？”说罢，对一旁的曹辉吩咐道：“曹辉，你带他们去安排一下。”曹辉走出，躬身一礼：“是，家主。”话落，他朝着白宁冰等人拱了拱手：“各位，请随我来。”白宁冰起身，洛神音紧随其后。两人朝曹孽施了一礼后，转身跟随曹辉出了迎客堂。接下来的一连几日，曹孽都在安排曹家的事宜。这次前往，时间必然不会太短。除了把得到的36颗造化丹给36名执事外，其次就是把暗影魔核给黑皇，最后更是在咒指环内建造了一座可以容纳100人的院落，打算带上所有妻妾以及丫鬟同行。次日清晨，朝阳初升，一艘战船自曹家广场上腾空而起，眨眼就冲破云层，消失在天际。除了收入咒指环的妻妾丫鬟外，随行的还有黑皇、曹安、曹峰、曹谷3位长老。本来不准备带上曹峰，他身为炼丹师，正是曹家需要他的时候。谁想这老小子主动请缨，说炼气一道和炼丹一道如出一辙，想要去看看，于是就带上了他。云海翻涌间，飘扬剑自旗的战船划破长空，凌厉伟焰在身后拖出绚烂的轨迹，防护阵法笼罩着整艘战船，让战船上的人如履平地，丝毫感受不到颠簸。甲板前端，曹孽与白宁冰并肩而立，微风中，白宁冰青丝飞扬，轻声道：“曹家主，此行要横跨上百座道域，需要月余时间。曹家主若是无事，可以进入房内修炼。每间房都有聚灵阵，虽比不上你曹家那等修炼圣地，不过满足日常修炼没问题。有劳白夫人挂怀。”曹孽目光掠过他那精致的侧颜，意味深长道：“这般云海风光倒是难得一见。每座道域的疆域范围都不一样，有大有小。附近最大的一座道域堪比苍茫道域10几20座，小的才苍茫道域的一半。”白宁冰耳尖微红，他自然知道曹孽所言的风光指的是什么，那目光带着欣赏，却时刻围绕在他身边。要不是那日在曹家亲眼见过曹孽眼底翻涌的占有欲，他都以为对方是位正人君子。察觉那目光再次掠过自己曼妙的娇躯时，白宁冰终于招架不住，找个借口匆匆返回了仓房。房门关上的刹那，背靠门板的曼妙身躯微微发颤，指尖无意识抚上心口。可恶的登徒子，老是盯着我看。白宁冰望着铜镜中双颊泛红的倒影，微微失神。这等容颜堪称绝世，她被誉为百域第一美人，引得无数男子倾慕。可谁又知道，她不过是赵萧的工具罢了。在她出生后，命运就已经不受自己掌控。轻叹一声，
白凝冰收敛心神，转身走向床榻开始修炼。夜色如墨，战船在云层中急速穿行，月光倾泻而下，为船身披上一层凝纱。白凝冰盘坐在房内的软床上，眉头紧锁。他体内的灵力运转突然变得不顺畅起来，一道刺骨寒意从丹田处蔓延开来，游走于四肢百骸。怎么会提前发作？他咬紧下唇，冷汗顺着他光洁的额头滑落，在接触到空气的瞬间凝结成细小冰晶。白凝冰强撑着继续运转功法，试图调动体内灵力压制寒毒，可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冰茶，肺部传来一股撕裂的疼痛。噗！一口鲜血喷出，在半空中化作血色冰晶，叮叮当当地散落在地。白凝冰的脸色惨白如纸，长发上已经结出细密的霜花，整个人好似冰封的雕塑。他颤抖着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红色丹药吞下，丹药入腹，他的气色好了瞬间，眨眼又变得煞白。怎么可能？白凝冰瞳孔微缩，炎阳丹居然已经没用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寒毒正在向心脉蔓延，一旦侵入心脉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当场陨落。房内的温度急剧下降，墙壁上已经结出厚厚的冰层，连空气都散发刺骨的寒意。白凝冰的意识开始模糊。就在他即将陷入昏迷之时，门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2道人影直接闯了进来。师娘，白夫人。白凝冰艰难地抬起眼帘，这才看清门口的曹孽和洛神音。出去！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艰难地挤出2字，接着昏了过去。曹孽和洛神音刚进入屋，就被屋内的寒气刺得皮肤生疼。寒毒？你师娘怎么会身中寒毒？曹孽转头向洛神音投去询问的目光。洛神音神色凝重道：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好像和师娘的体质有关，每隔一段时间她体内的寒毒就会发作一次。洛神音走近，目光突然落到白凝冰手中紧握的炎阳丹瓶上，他的面色骤然一变。师娘已经吃了炎阳丹，还是昏了过去，这丹药怕是对师娘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抗性。曹孽眉头紧锁，他以前服药后有没有昏过去？洛神音摇着头，没有，以前只要服用炎阳丹，撑过3天，寒毒就会退去。曹孽走近，一把捏住白凝冰的手腕，小心，师娘身上的寒。洛神音失声开口，话音未落，刺骨的寒气已经窜到曹孽的手臂上，眨眼间结出厚厚的冰晶。神魔之力在经脉中奔涌，冰晶寸寸崩裂，化作细雪飘散。洛神音瞳孔骤缩，你的灵力居然能逼退师娘体内的寒气，这寒气连他都不敢碰。寻常破望境修士在这里待上半个时辰，必定会因为经脉冻结而亡。在白凝冰突破问道后，他师父赵萧都需要小心对待，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曹孽沉声道，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。你出去。洛神音担忧道，你有没有办法？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曹孽抬眸，你只能相信我。洛神音紧咬下唇，犹豫过后向后退去。这里唯有曹孽这位问道境，要是他都没有办法，其他人更是无能为力。关上房门，洛神音在门口守护起来。师娘要是出事，师父不会饶过他。曹孽看了一眼门上倒映进来的倩影，抬手间设下了一个结界。白夫人，医者仁心，得罪了。时光匆匆，一转眼3天过去。白凝冰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眸，迷茫地望着前方。他没死。师娘，你终于醒了。声音传来，白凝冰歪头看去，是洛神音正端着一碗大补药从屋外走来。神音，我昏睡几天了。洛神音急忙靠近，柔声道：刚好3天。师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你这次的寒毒比以往爆发还要强烈，那恐怖的寒气都能穿透这屋里的阵法，席卷整个战船。要不是曹家主，你这次能不能挺过来都不一定。师娘，来喝点补药。神音舀起一勺汤药，仔细吹凉后递到他唇边。见白凝冰无动于衷，神色有些呆，他不由再次呼唤：师娘！啊！白凝冰猛地回神，脸颊上闪过一抹绯红，他张嘴把眼前的汤药喝了下去，一抬头却见洛神音皱着眉，眉宇间有着一丝疑惑，还盯着自己的唇看个不停。神音，怎么了？师娘，你这嘴怎么比平时喝药的时候张得更大了？洛神音有些疑惑，以前每次寒毒发作后，白凝冰都会陷入一段虚弱期，都是他服侍对方，久而久之，他对白凝冰的樱桃小嘴极为熟悉，平时都是微微张口喝药，刚才的樱唇比平时张大了4-5倍还多，恨不得把他的整个手吞下去，看得他心里发毛。白凝冰指尖轻触唇瓣，这才想起他刚才的喝药方式好像和平时有些不一样。神音，曹家主是怎么救我的？他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试探性的轻声询问。洛神音摇了摇头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当时把我赶了出去，
不到1个时辰，他就出来了。然后师娘你的寒毒就稳定了下来。白凝冰眸光微动，一抹欣喜自眼底一闪而逝。师娘，该喝药了。洛神英望着有些呆的白凝冰，再次舀起一勺汤药放到他唇边，心里叹息，这次寒毒都把师娘毒傻了，希望不严重吧。南斗道域比苍茫道域要大上10倍，拥有的强者数量也更多。天剑山庄庄主赵萧，半部劫灭境大能，更是南斗道域的域主，旗下管辖成百上千的运朝势力以及宗门家族势力。每100年，这些势力都会拿出一定的资源上供给天剑山庄，加上天剑山庄相当于一个炼器宗门，来这里求他们炼器的自然不少，这欠下的人情自然就多。所以方圆100域之内无人敢招惹天剑山庄，说是附近100域第一势力也不为过。战船穿梭在云层之间，飞行的修士见到那飘扬的剑字旗，纷纷避让。是天剑山庄，快让开！你们看战船前方，那是不是号称100域第一美人的白夫人？就是她，不过站在她身边的红袍男子是谁？此人太大胆，除了剑主大人，谁还敢和白夫人并驾齐驱？战船很快就消失在这些修士眼中。剑主大人正是白凝冰的夫君赵萧。曹孽和白凝冰迎风而立，经过1个月的接触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加上曹孽那无赖的性格，让白凝冰这位高冷美人实在招架不住。到了天剑山庄，你拿到灵晶和灵剑就离开吧。白凝冰一脸的寒意，到了南斗道域的地界，他必须和曹孽保持距离。你舍得本家主离开？没有彻底拿下白凝冰前，曹孽可不会直接离开，至少要走也得一起走。已经猜到赵萧养着白凝冰不吃的打算，他就不会坐以待毙。加上他还希望赵萧帮助他炼制出一柄9品灵器，就更加不能离开。你不是赵萧的对手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白凝冰一狠心，为了让曹孽死心，只得如此。他却不知道赵萧已经成为曹孽死亡名单上面的人。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本家主不是赵萧的对手？见曹孽不死心，白凝冰凝重道：赵萧不仅是半部劫灭境的存在，他身上还有9柄8品灵剑、18柄7品灵剑、36柄6品灵剑组成的剑阵。他活了20多万年，身上的底牌远不是你能想象的。甚至有传言，他依仗这套剑阵堪比真正的劫灭境大能，就连太虚玄宗的那位半部劫灭境老祖都不是其对手。唯有那位羽化圣朝的太上祖皇，依靠国运之力才能和赵萧打成平手。见白凝冰面露忧愁和担心，曹孽知道这个女人的心已经是他的了。听我的，拿到灵晶和灵剑后就离开。白凝冰担忧道。曹孽道：若是本家主能让你摆脱赵萧的控制，你跟不跟我走？白凝冰眸中刚亮起一抹光芒，一道声音从身后不远的船舱内传来：师娘，快到了。曹孽和白凝冰同时一惊，急忙分开。洛神英一踏出舱门，就看见曹孽和白凝冰有说有笑，他没有怀疑的靠近。听到动静，曹孽这才和白凝冰转身，两人已经恢复正常，完全看不出一点不正常的地方。神英，既然到了，就控制战船下降吧。白凝冰吩咐道。是，师娘。洛神英浅笑应声，转身刹那，眼底掠过一丝疑虑。师娘的腰臀曲线左右怎么不对称？带着这个不可能解开的疑惑，他款步走向战船中枢。战船自苍穹缓缓降落，穿云破雾间，天剑山庄的巍峨轮廓渐渐清晰。天剑山庄坐落于山脉的绝巅之上，四周云海翻涌，宛如仙境。山庄背靠陡峭的断崖，崖壁光滑，隐约可见古老的剑痕纵横交错。最摄人心魄的是山庄中央那柄直冲天穹的巨型石剑，石剑高达1000丈，通体青灰，剑身布满岁月侵蚀的斑驳痕迹，却难掩其冲霄锋芒。剑锋所指之处，云层退避，即便相隔万里，都能感受到那股令人心悸的凛冽剑意。石剑底部深深嵌入山体，周围地面均裂出蛛网一样的裂痕，整座山脉好像被这剑震封于此。现在正是旭日初升之时，石剑折射出森冷寒芒，为整座山庄披上一层肃杀剑气。传言这柄石剑之下镇压着一位绝世魔头，乃是天剑山庄开派祖师的师妹。当年他为情入魔，弑杀一域之地的100亿生灵，如今这域的生灵更是少得可怜。因为魔气侵蚀，这座道域已经不适合正常修士修炼，唯有一些魔道巨擘在其中开宗立派，依仗地理优势猖狂至极。还好有佛门大能时常会进入其中斩杀魔头，这才让附近的几域生灵没有远离此域。当然，这些魔道宗门也不是好惹的，佛门也损失了不少高僧。战船向着一处广场落去，看到的人纷纷驻足，躬身行礼。恭迎夫人回归。声音穿透云霄，震撼四海八荒。
白宁兵虽是赵萧养的工具人，这些人却不知道，都把白宁兵当成真正的天剑山庄夫人对待。战船稳稳落在天剑山庄的广场上，数十人迎了上来。为首一人身材高大，面貌英俊非凡，在他身边还有一位绝色美妇。两人带着身后众人，对战船甲板上的白宁兵行了一礼。孩儿拜见白姨娘。绯色见过姨娘，我等见过夫人。白宁兵微微颔首，目光扫过高大男人时，眼底闪过一抹厌恶。曹聂饶有兴趣地望着这一切，他传音给白宁兵：这些人是谁？白宁兵不动声色道：这男的是赵萧的大儿子赵宇，如今的天剑山庄少宗主，是赵萧的第一位夫人所生。似乎生怕曹聂误会，白宁兵还特意解释了一下，这个是赵宇的妻子殷绯色，两人在天剑山庄的地位都不低。至于他们身后这些人，都是天剑山庄的长老。曹聂不着痕迹的颔首，目光掠过赵宇的妻子时，眼底似有金光浮动。经过这几个月的观察，他已经大致明白什么相貌的人能被系统评为90分以上。这殷绯色他给92分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0的殷绯色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0的殷绯色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放过他，奖励绿帽子一顶。选择2，直接镇压，奖励圣体本源1枚。选择3，镇压后再还给赵宇，奖励一剑捅死你。系统，我选2，恭喜宿主获得圣体本源1枚。白宁兵带着曹聂等人从战船上下来，赵宇的目光这才落到曹聂等人身上，他主动询问：白姨娘，不知这几位是？看向曹聂时，他心里升起一抹厌恶感，没有由头，就是厌恶。白宁兵介绍道：这位是曹家主，10亿灵金加上1柄8品灵剑，曹家主就会把9幽冥铁卖给我们。赵宇闻言微微吃惊，9幽冥铁的确值这个价格，可他天剑山庄的灵金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这白姨娘也是不懂得以势压人。不等他多想，白宁兵继续开口：这位是曹家4长老，是一位气圣，按照你父亲的要求，请来一位气圣帮忙，赋予1000万灵金作为报酬。姓曹，都是一伙人。赵宇不动声色的传音给身后的几名问道境长老。当得知曹聂是问道境的修为后，不由一阵心惊。曹聂望向赵宇身后那名灰袍老者，这个老东西居然用神识探查他，还真以为他发现不了。曹聂那恐怖的神识疯狂涌出，一众长老呼吸一滞，额头上冷汗涔涔。修士的强大可以从各方面体现，神识、威压、气息、元神等等。曹聂的神识给他们一种面对庄主的感觉。灰袍老者内心直呼不可能，神识和元神挂钩，如此强悍的元神，岂不是说在元神强度上，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曹家主已经堪比庄主？他连忙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赵宇。赵宇在知道后喉咙滚动了一下，他刚才就差点仗势欺人，想要白嫖，所幸大长老传音及时，不然平白无故惹到一位强者，他爹非得抽死他不可。赵宇压下内心的心思，面露和善道：二位放心，白姨娘的话就是我爹的话，灵金和灵剑会如数奉上。曹聂心中不屑，不露手段倒被小觑了。若非赵萧能练9品灵剑，他根本不会来。赵宇，你爹呢？什么时候回来？白宁兵再问。赵宇刚想回答，一道爽朗的大笑从苍穹传来：哈哈哈，夫人，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，同一天回来。众人闻声望去，只见3道光芒划破苍穹，降临在广场不远。为首一人身着灰白道袍，无风自动，银发用木簪随意挽起，长须垂胸，尽显沧桑，面容消瘦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枯瘦的手掌布满剑剪与丹火痕迹。在他身后跟随2名年过半百的中年男人。3人来到众人面前，赵宇带着身后一众长老深深一拜：见过父亲，见过庄主。白宁兵面露笑容，上前几步，柔声道：夫君，你回来了。赵萧轻抚长须，正准备搂住白宁兵的杨柳细腰，却被白宁兵抬手挡住。他不动声色地挽起他的手臂，指着曹聂等人介绍起来：这位是曹家主9幽冥铁。赵萧平静地听着，内心阴沉如水。白宁兵的小动作岂会瞒过他？以他20万年阅女无数的资历，一眼就看出白宁兵有事瞒着他。以前的白宁兵虽然也会拒绝他搂腰，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驳回他的面子。赵萧扫过曹聂几人，直觉告诉他和眼前这些人有关。他心念一动，白宁兵侃侃而谈的脸上露出一丝痛苦，眨眼就消失不见。见此一幕，赵萧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还在控制当中，原因还在。他伪王级天赋，突破问道时天道金钟18响，只要不死，在寿命到达终点前，他有望成为劫灭境巅峰的存在。他要成仙，伪王级天赋的他
有这个希望。加上万年前游历附近千域，遇见白宁冰这位炉鼎体质，这让他成仙的概率再次加大。没想万年不到，白宁冰的修为就快追上他。这次若是不能突破劫灭，他准备提前动用白宁冰；若是突破，还能留白宁冰一些时日。听完白宁冰介绍完后，赵萧眉头一皱，望向曹聂身边的曹谷：“夫人，你也请来了一位气圣。”他盯着曹谷，眼里流露出一丝怀疑。曹谷才归虚境修为，怎么可能成为气圣？气圣对应问道境，莫非对方和他一样，都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？炼气境界要高于自身修为，这种情况唯有元神比自身修为强大才能办到。他是气圣，骗鬼的吧？赵萧身后，一名黑袍中年跨步走出，眼神里流露出一抹轻蔑。另一名中年也道：“区区归虚境7层的蝼蚁，能成为气尊就已经不错，年纪还这么大，真以为自己是老天才？”语气里的讥讽谁都能听出。赵萧眉头一皱，曹聂是问道境4层的存在，他不能完全不给面子，可他只需要9位气圣辅助，如今算上曹谷就多出1位，多拿1000万灵金作为报酬，算下来很亏。曹谷闻言，面色不喜不怒，他把决定的目光落到曹聂身上。曹聂对1000万灵金倒是不在乎，让曹谷借助这次机会加深自身炼气造诣才是目的。就在赵萧想着如何婉拒曹谷时，却听曹聂淡然开口：“比试一场，败者退出。”听完这话，赵萧身边的2位气圣更加不屑鄙视：“就他也配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我让他一只手都能虐他如土狗。”面对2人肆意的讥讽，曹聂负手而立，淡淡道：“四长老可有信心？”曹谷缓步上前，枯瘦的身影在地上投下一道森然阴影。2位既然如此自信，不如我们赌命，败者自决于此。2位气圣闻言，顿感受到了侮辱。赌命？区区归虚，岂有资格和他们2位问道境的气圣赌命？见2人犹豫的样子，曹谷嗤笑一声：“我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没想连命都不敢赌，还是说你们怕输给我？”果然，面对这样的激将法，2人立马忍受不住。区区归虚，赌又如何？老头，你想好埋的地方，可不要横尸荒野。赵萧暗自皱眉，他本不想让曹谷帮忙，就算曹谷真是一位气圣，又岂能和他请来的这2位相提并论？眼见2人都已经答应，他也不能驳了面子。这样吧，你们3人炼制一柄6品灵剑，谁先炼好，谁的品质高，谁就获胜。若是谁炼制的灵剑品质又低，速度又慢，谁就自裁。面对赵萧的提议，3人欣然答应。8品炼器材料难寻，自然不会拿来比试。炼制6品灵器虽然不能直接表明气圣身份，不过却是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。加之他本就是一位气帝，虽然是一位半吊子气帝，从3人的炼器中就能看出3人的水平如何。来人，去取3份炼制6品灵剑的炼器材料来。在赵萧的吩咐下，一名长老很快就去而复返。长老把3份炼制6品灵剑的材料放在广场的3个位置。赵萧抬手示意：“3位，请。”一名气圣不屑地一挥衣袖：“区区6品灵剑，我只需1天即可炼制成功。”另一名气圣冷哼一声：“老头，待会儿不要求饶才是。”说罢，2人已经就位。曹谷走向最后一个位置，曹聂等人则是找到一个好的位置等待起来。赵萧望向3人，朗声开口：“开始！”话音刚落，3道巨响落下，3人前方赫然出现一个气鼎。赵萧扫视一眼，目光瞬间落到曹谷前方的气鼎之上，他暗自皱眉，脸色阴沉如水。还没等曹谷开始炼制，左边就传来2道嘲笑：“马德，我就说被骗了吧，区区7品气鼎，还说自己是气圣，简直一点常识都没有。老头，你用7品气鼎炼制6品灵剑没问题，你说你是气圣，糊弄鬼呢？就你这气鼎，承受得住炼制8品灵气带来的高温吗？”面对2人的嘲讽，曹谷的脸色毫无变化。他是行动派，奉行的是用行动打脸2人。在2人那傻眼的目光中，他把所有炼器材料一股脑地塞进炼器鼎内。2人看到曹谷这操作，直接笑得前仰后合。我就说他不会炼器，现在实锤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那一股脑塞炼器材料的样子很拽。远处观看的天剑山庄等人也是一脸黑线。赵萧更是感觉受到了侮辱，他冷冷地盯着曹聂：“曹家主，你曹家这位4长老真是一位气圣，由不得他不怀疑。先是7品气鼎，现在又闹出这样一场笑话。曹谷这是把自己当成气帝了。就算是他，也只能一股脑熔炼200种炼器材料，每炼制1份材料，就需要多分出1份心神，需要极为强大的元神力量支撑。曹谷若是能炼制成功，岂不是比他还要厉害？”曹聂负手而立，淡然开口：“
赵庄主在担心什么？就算他输了，对你也没有造成损失。见曹聂如此自信，赵萧冷哼一声，转头看向场内，他笃定不出半刻钟，曹谷必定炸顶。另外2位气圣见曹谷不理他们，也都开始炼制起来。起火，气鼎顿时被熊熊大火笼罩，两人各持有一朵地火，开始往气鼎里面放入炼器材料。每次都只熔炼10几件材料，时间缓缓流逝，3人都进入全神贯注的状态。半刻钟后，眼见曹谷的气鼎还没有炸，赵萧的内心有些不平静。天剑山庄的长老同样如此，他们当中不乏炼器师，让他们一股脑熔炼如此多的炼器材料，绝对炸顶。1刻钟过去，现场响起倒吸凉气的声音。只见曹谷的鼎内，那1000多种炼器材料已经熔炼完成一半，且相互之间十分平衡。时间再次过去1刻钟，原本平静的天剑山庄众人瞪大了双眼，1000多种炼器材料就这样水灵灵的熔炼完成。接下来是提纯材料，去除杂质，这一步曹谷用了2刻钟完成。第3步，神识控制上千种材料融合成为剑胚。恰在此时，一声得意的狂笑从不远传来，哈哈哈哈，上千种材料已经熔炼完成，我也完成了，不知道某人。这道声音戛然而止，他顶内一片沸腾，差点因为他的粗心而炸顶。当他稳定后，望向曹谷，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。剑胚，他不信邪地再次揉了揉眼睛，一眨眼又是好几种熔炼提纯好的材料融入剑胚当中。另一位气圣回过神来，他咽了咽唾沫，看向身旁还在揉眼睛的气圣，不动声色间，他强压下内心的震撼，开始全神贯注继续他手里的事情。好一会儿过去，揉眼睛的气圣这才不得不相信，这次踢到钢板了。他用余光扫过另一位气圣，下一瞬他直接慌了，对方已经提纯了数十种熔炼后的材料。他急得再次开始接下来的步骤，不再理会外界的一切。输了可是要丢命的。1个时辰后，曹谷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步，起灵。他逼出一滴精血，混合着佛力灌入鼎中的剑胚中。刹那间，天穹骤然阴沉，滚滚雷云翻涌汇聚，刺目的雷光在云层间游走，好似天道震怒，要将这逆天生的剑胚彻底抹杀。这一幕瞬间引起了整个天剑山庄的注意。这是什么？莫非有人突破劫灭境，引来了雷劫？雷劫锁定在广场上，一众天剑山庄的弟子纷纷向着广场赶来。天剑山庄深处，一道道流光闪烁间出现在赵萧身边，正是赵萧请来的另外几位气圣。赵庄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正在熔炼血晶，这材料差点就废了。你们看那里，雷劫锁定的地方，是不是那柄快要成型的剑胚？听着耳边的声音，赵萧双拳紧握，浑身小幅度颤抖，眼底闪过一丝嫉妒。他压低声音道：当剑胚的威力远超同级，就会降下雷劫洗礼。围观弟子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太理解这话的意思。赵萧身边的一位气圣解释道：此人用6品材料炼制出了7品灵剑，故而有雷劫降临。这道声音很轻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位天剑山庄弟子耳中。他们瞪大双眼，惊骇莫名。3000道域的常识，用什么等级的材料就能炼制出什么等级的灵气？炼丹同样如此，用6品炼器材料炼制出7品灵气，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。雷劫的出现惊到了正在炼气的2位气圣，身为气圣，他们的见识自然不凡。此刻2人鼎中灵力暴涌，眼看就要炸顶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们强横的神识骤然压下，硬生生稳住了鼎内的狂暴灵力。虽没有炸顶，可2人的内心已经不平静。从他们那细微的颤动以及额间流下来的大片汗珠，都足以表明2人承受着莫大压力。轰！第一道天雷悍然劈落，银白色的雷光重重轰击在悬浮在半空的剑胚之上，剑身巨颤，灵光迸溅，剑刃上铭刻的符文疯狂闪烁，硬生生将雷劫之力吸纳转化，淬炼己身。紧接着，第2道、第3道雷光接连劈落，一道比一道狂暴。剑胚在雷光中不断震颤，剑身逐渐由赤红转为银白，隐隐有雷纹浮现，剑气越发凌厉。咔嚓！最后一道劫雷轰然砸下，剑胚猛然爆发出一声清脆剑鸣，剑光冲天起，主动迎向雷霆。刹那间，雷光与剑芒交织，狂暴的灵力风暴席卷四方，连天地都为之一静。待雷云散去，剑胚已经完全蜕变为银白色，静静悬浮于空，通体流转着莹莹紫电，剑锋所向，连空间都隐隐扭曲。渡劫成功，7品灵剑已成。一位气圣见此，原本安静的鼎内骤然沸腾，他的鼎轰鸣一声，一股浓郁的黑烟从中冒出。炸鼎！围观众人齐齐望向这位气圣。气圣炼制6品灵剑，居然炸鼎，这还真是一大稀奇。这位气圣咽了咽唾沫，
眸光暗淡下去。曹谷手持才炼制的7品灵剑，目光森冷地望着对方。自裁吧。这名气圣强压下复杂的心情，冷哼一声。自裁？什么自裁？他不屑地望着曹谷。输了又如何？他乃是问到近一层的存在，只要赵萧战在他这边，谁敢杀他？曹谷面无表情，抬手轻弹手中长剑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。这剑才练成，就有人为他献祭，不错。说罢，他的身影在空中划过一道凌冽的剑光。见此一幕，这位气圣冷喝一声：区区归墟7层的蝼蚁，也敢杀我？他收起眼前的气鼎，抬手一柄8品灵剑握在手中，身形化作一道剑光杀向曹谷。锵锵锵，灵剑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。直到啊！这位气圣捂着断掉的一臂，惊恐地望着曹谷。为观众人惊骇莫名。越3个小境界战斗，这是一位镇压一个时代的人物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半刻钟后，这名气圣浑身浴血，踉跄着朝远处的赵萧嘶声喊道：赵庄主，救我！赵萧目光一冷，厉声喝道：住手！然而曹谷却是充耳不闻，手中长剑寒芒暴涨，杀招更盛。见曹谷竟敢如此无视自己，赵萧勃然大怒：你找死！话音未落，他身形一晃，冲向场中。可就在这一瞬，一道身影比他还快，唰！那人已经拦在赵萧身前，截断了他的去路。赵庄主，这位气圣输了，按照要求，理当自裁。赵萧望着挡在前方的曹聂，冷哼一声：他是我的至交好友，给我一个面子，放他一次。半步劫灭尽的气息骤然爆发，这赤裸裸的威胁已经不言而喻。曹聂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：你的面子很值吗？全场哗然，他们惊讶于曹聂敢说出这样的话，又不得不佩服对方敢驳赵萧的面子。赵萧眼眸微眯，那一身恐怖的威压瞬间将曹聂笼罩。本庄主的面子不值。眼见曹聂在他的威压下无动于衷，赵萧面色一沉。曹聂冷笑一声，悍然踏前一步，单手虚抬：想动本家主的人，就凭你！赵萧眼中杀机暴涨，身形骤然化作一道刺目流光，直逼曹聂而来。年轻人，你太狂妄了！面对赵萧这裹挟着恐怖威压的一掌，曹聂周身骤然爆发出滔天神魔之力，衣袍猎猎作响，同样一掌迎击。不狂，还叫什么年轻人？是吗？赵萧怒极反笑：先接下本庄主这掌再说。轰！两股毁天灭地的力量轰然相撞，狂暴的气浪瞬间席卷整片广场，地面寸寸皲裂，飞沙走石。咔嚓一声，两人周身的空间瞬间化为虚无。远处观战的白宁冰死死攥紧衣袖，指甲几乎嵌入掌心。虽然曹聂说过不怕赵萧，可他真正的实力他始终没有见过。白宁冰终究不敢看，猛地偏过头去，生怕下一刻就看到曹聂被轰成血雾的惨状。一声惨叫骤然响起，白宁冰心一抽，他悲痛的转头，眼中含着泪光，看到的却是曹聂和赵萧同时退后5步不远的地方。那位气圣被曹谷一剑劈死，他拍了拍傲人的胸脯，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全场一片哗然。问到4层战半步劫灭，势均力敌，越5个半境界战，这已经不是镇压一个时代的人物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。赵萧眼中的杀机一闪而逝，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死死盯着曹聂，内心做着天人交战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虽然只是随意一掌，可也有一般问到9层的实力。眼前的曹聂似乎同样没有动用全力，就已经能和他打成平手，简直匪夷所思。整个广场安静无比。另一位气圣已经停止练气，一脸的心有余悸。好在他没有炸顶，也不算输，不用害怕曹谷杀他。曹聂和赵萧两人周身的空间开始恢复。良久，赵萧哈哈大笑一声，上前给了曹聂一个大大的熊抱。曹兄弟，你我有缘，不如结拜如何？曹聂平静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。能成为赵大哥的兄弟，是我的荣幸。既如此，我们现在就结拜吧。曹聂笑眯眯道：好呀。两人面朝一方，开始结拜。所有人望着这一幕，心中猜测应该是庄主看上曹聂这恐怖的天赋，想要攀附。至于两人心中究竟是何想法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结拜仪式很快完成。小雨、绯色，你们过来。赵萧招手唤道。赵宇和殷绯色闻言快步上前。来，见过你们曹叔叔。赵宇面露难色，要让他称呼这个比自己年轻不知多少岁的曹家主为叔叔，实在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倒是殷绯色从容许多，盈盈一礼道：绯色见过曹叔叔。他微微欠身，一双美目好奇地打量着曹聂。眼前之人如此年轻就拥有这般实力，
以后程先想到刚才曹孽眼中闪过的那抹邪异光芒，他不禁轻咬朱唇，眼底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春意。察觉到赵萧不悦的目光，赵宇只得硬着头皮行礼：“见过曹叔。”曹孽朗声笑道：“贤直席，不必多礼。”天剑山庄大殿内，赵萧与白宁冰端坐在高台首座，右侧依次坐着曹孽、曹安等人，左侧则是赵宇、殷飞色与天剑山庄诸位长老分列而坐。殿中央，一对舞姬正在翩翩起舞，他们身着轻纱，修长的玉腿若隐若现，纤腰款摆间尽显曼妙姿态，眼波流转间顾盼生辉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摄人心魄的魅惑。赵萧与曹孽推杯换盏，见曹孽目光微凝，不由朗声笑道：“贤弟如何？”这些舞姬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处子，个个冰肌玉骨，媚骨天成，还怕曹孽这血气方刚的男子不动心。曹孽收回视线，举杯浅笑：“大哥好眼光，如此绝色，也唯有天剑山庄这等钟灵毓秀之地才能寻得。”他哪是在看那些舞姬，根本是在欣赏殷飞色。赵宇见殷飞色双颊绯红，只当是酒意上涌，低声关切道：“夫人少喝些。”殷飞色垂眸轻应：“是，夫君。”他眼波微转，余光悄悄瞥向曹孽，见对方已经收回视线，心中稍安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酒杯边缘，幸好没人察觉。另一侧，咕咚一声吞咽在耳畔响起，曹孽眉梢微动，余光扫向身旁，就见曹峰和曹谷两人目光灼灼，直勾勾地盯着殿中舞姬，确切地说是在那领舞的娇小女子身上。女子约莫28年华，杏眼阴唇，腰肢纤细，舞姿灵动。曹孽心中暗评82分，其他舞姬在75到80之间。他唇角微勾，饶有兴致地收回视线。原以为这两个老家伙清心寡欲，如今看来是没遇上合胃口的罢了。不过他目光在曹峰与曹谷之间扫过，指尖轻扣桌案，两人居然同时看上了那丫头，倒是有些难办。在他思索间，赵萧举杯笑道：“贤弟，10亿灵金不日我会让人奉上，至于你要的8品灵剑。”他略作停顿，抚须道：“需前往剑冢自取，3日后开启剑冢，当中有8品灵剑3柄，贤弟可任选其一。只是灵剑通灵，能否得剑认主，全凭机缘。”赵萧意味深长地看向曹孽：“若是没能如愿，贤弟可不要怪为兄示好。”曹孽故作迟疑，沉声道：“大哥，这剑冢是你天剑山庄的重点，我这个外人进入，怕是不合适。”赵萧大手一挥，佯装微怒：“贤弟说什么话？既然我们已经结拜，那这天剑山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进。”曹孽面露感激，拱手道：“既如此，谢过大哥了。”哈哈哈，都是兄弟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赵萧爽朗大笑，举起酒杯：“来，贤弟我们再干一杯。”曹孽笑着举杯，两人隔空一碰，一饮而尽。至于是不是真情流露，不得而知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每个人都喝得满脸通红。“大哥，不能再喝了。”曹孽装作醉醺醺的样子，身子晃了晃，差点没坐稳。赵萧见状，赶紧朝外面喊道：“来人，带贤弟他们去离骚院休息。”很快，几名弟子快步进来。曹孽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抱拳道：“大哥，我先告辞了。”临走时，他似有若无地瞥了殷飞色一眼，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了勾。见到曹孽等人远去，赵萧脸上的醉意瞬间消散，眼神锐利如剑。都退下。转眼间，大殿内只剩赵萧与大长老2人。庄主真要让他进入剑冢？大长老忧心道：“剑冢可是我天剑山庄的根基，若是稍微有些损失，得不偿失啊。”赵萧抬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，冷哼一声：“那也得他有命出来才行，敢让我没面子，我就让他没命子。”他猛地捏碎酒杯，眼中杀意凛然：“我赵萧纵横百域数十万年，谁见到本庄主不尊称一声剑主？区区一个毛头小子，仗着有些天赋就不把老夫放在眼里，就算是贤弟也得死。”大长老眼前一亮：“庄主，您是说？”赵萧阴冷一笑：“到时候把他传送到剑冢最深处，有老祖在，他必死无疑。今天他展露出来的实力，怕是不输于庄主您。要是他活着出来又如何？身为天剑山庄的大长老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打理，为了万无一失，这些他都得考虑清楚。”赵萧信心十足道：“老祖可是真正的劫灭境大能，还是入魔状态，就算是我遇见老祖，也唯有一死。他要是能活着出来。”他语气一顿，眉头紧皱，想到今天曹孽给他的那种不凡感觉，沉思后道：“放心，进去前我会和他说清楚，随机传送，不要进入剑冢深处。以他那年轻茂盛的气性，必定会忍不住好奇去一探究竟。若是死了，与我无关。就算侥幸逃出来，我已经提前说过，
这也不能怪我们。若是他真能从老祖手中逃走，把他当成亲兄弟又如何？大长老赞同的点点头，如此总算万无一失。若是能从老祖手中逃走，那他天剑山庄绝不是曹孽的对手。提前说过，不能怪他们，还能凭空得到一位天才的庇护。不得不说，庄主考虑得很周到。却不知，你把人家当兄弟，人家早把你当死敌了。炼气大会准备得如何？赵萧突然问道。大长老回道：7日后举行，附近百余的炼气师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赵萧眼中金光闪烁，放出消息，这次的前3名不仅会成为本座的徒弟，还会让他们观看这次炼制9品灵剑的全过程。大长老正要领命，赵萧又补充道：让雨儿把那几个武姬给曹孽送去，他若活着出来算是投资，若是出不来也能消除他的戒心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大长老躬身退下，殿内重归寂静。赵萧走出大殿，负手而立，望向远处翻涌的云海。他那宽大的袖袍无风自动，周身隐隐有剑气流转。快了！他低声自语，眼底金芒暴涨。距离劫灭境只差最后一步。忽然，他右手并指成剑，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剑气激射而出，将1000丈外的一座山峰拦腰斩断。轰隆！山体崩塌的巨响传来，赵萧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等我突破劫灭境。他缓缓收回手指，嘴角勾起一抹森然笑意。附近百域，我将是唯一的王者。孤峰院，夜里的寂静划破暗沉的天空，屋内的2道身影正准备纠缠在一起。恰在此时，外面传来吓人的喊声：少爷，庄主让你把刚才的武姬给曹家主送去。赵宇闻言摇了摇昏沉沉的脑袋，不满地嘟囔了一句：他曹孽配得上我天剑山庄的女人？父亲真是瞎了眼。他接着吩咐道：你代替本公子去，外面的人很为难。少爷，庄主特意吩咐过，必须要你去。赵宇对曹孽十分不满，根本没有心思去。他眼珠子一转，望着殷飞色道：夫人，要不你替我去？殷飞色摇头道：父亲点名要你去，况且我去不合适，我们是夫妻，你代替我去，父亲不会说什么的。殷飞色很无奈，只得答应。好，我去就是。想到刚才宴席上曹孽那灼热的目光，他双腿有些发软，连忙扶住梳妆台。铜镜里映出他泛着红晕的脸颊，加上喝了不少酒，此刻的他显得魅惑众生。一转身，却见赵宇已经躺回床上，酒意袭来，完全醉了过去。他面若冰霜，这个废物！离骚院内，殷飞色领着几名武姬款款来。曹叔叔，这是父亲让我送来的。他盈盈一礼，露出一抹深褐。曹孽随意扫了眼武姬们，兴致缺缺地收回目光。倒是他身后的曹峰和曹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其中一个娇小可爱的萝莉武姬，恨不得用眼神把人家扒光。萝莉武姬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不满地扫了2人一眼。家主，这女人……曹峰传音道。经过这些天的接触，他们都知道曹孽喜欢给美人打分，非90分以上的绝不下手。眼前的萝莉武姬绝对达不到曹孽的要求。家主，这女人你要不要？曹谷也传音了过来。曹孽看出2人眼里的意思，除了他，其他人都退下吧。其他武姬闻言脸色难看。殷飞色愣住了，这些可都是精挑细选的美人，居然入不了曹孽的眼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殷飞色摆摆手，只留下那个萝莉武姬。曹孽对曹峰2人道：你们自己商量，他属于谁？家主，真给我！曹谷激动的声音都颤抖。曹峰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：废话，你见过家主收过90分以下的女人吗？曹谷立马表忠心：家主放心，以后遇到90分以上的，我一定给您绑来。您吃肉，我们喝点汤就行。曹孽不耐烦地挥手，2人嘿嘿笑着，拽着满脸懵逼的萝莉武姬就走。小萝莉欲哭无泪，说好的伺候曹家主呢，怎么变成2个糟老头了？他可怜巴巴地看向殷飞色，眼里写满拒绝。离骚院内，曹安和黑皇站在院子内，一阵凉风吹过，让2人的背影显得孤寂。曹安转头看向身旁一同守门的黑皇，道：黑皇，你寂寞吗？黑皇咧嘴一笑：二长老，你先替我守着，我出去一趟。话音未落，他已经转身窜出院子。曹安抬眼望去，不禁心生羡慕。院外10几只母狗正摇尾翘首，眼中满是渴求欢愉的光芒。眼看黑皇就要带着他们跑远，曹安急忙喊道：黑皇！黑皇刹住脚步，回头问：怎么了？曹安劝道：你已非凡犬，怎能还去找狗？黑皇满不在乎地甩甩尾巴：主人的志向是睡遍天下90分以上的美人，我的抱负是征服世间万兽，怎么狗就不能睡了？他歪头打量曹安，突然压低声音：二长老，你这话
莫非是在歧视我狗族佳丽？曹安一时语塞，黑皇正要离开，又忽然转身，要不一起，我分你条狗族佳丽。察觉到那些狗族佳丽看他那不同寻常的眼神，曹安打了一个哆嗦，连连摆手，算了，我曹安向来只爱须眉，实在无福销售你狗族的绝色天香，可惜了。黑皇摇着头，在一众狗族佳丽的簇拥下离开了这里。曹安仰天叹息，命苦，还没一条狗活得滋润。厢房内，曹叔叔，人家该离开了，把心神放开，让叔叔种下神魔印。神魔印是什么？神魔印能控制你的生死，还能让你的修炼速度提升10倍。突破问道尽后，神魔主印的提升速度达到了20倍，神魔副印达到了10倍。如今的曹家灵气氤氲，浓郁程度已经不逊于那些传承10万载的不朽道统。短短数月，家族实力突飞猛进，底蕴深厚，令人惊叹。曹聂抬手一指点在殷绯色的眉心处，种下神魔印后，殷绯色惊奇地发现，他修炼的速度真提升了10倍。曹叔叔，我感觉要突破归虚9层了。殷绯色声音里带着惊喜，他在归虚8层已经停滞了上百年，按照正常修炼速度，至少还要苦修数年才能突破。可现在，他清晰感觉到，最多再有几个月就能水到渠成地踏入9层境界。3天后，天剑山庄剑种传送阵前，几道身影矗立。贤弟，这传送阵随机传送，若是将你传送到剑种深处，切记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逃出那里。曹聂微微颔首，似笑非笑。这几天和殷绯色聊过，他知道剑种深处镇压有天剑山庄开派祖师的师妹，不仅是劫灭境的大能，还是入魔状态。这种秘辛常人不得而知，殷绯色恰好是知道的人之一。加上系统的真实之眼，他已经知道赵萧是什么打算。反正迟早要闹掰，曹聂显得无所谓，只等赵萧炼制成功，就是他的死期，更是天剑山庄覆灭之时。赵萧挥手启动阵法，爽朗一笑：“贤弟，请。”曹聂抱拳：“多谢大哥。”他转身迈入传送阵的瞬间，赵萧朝大长老使了个隐晦的眼神。大长老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，袖中手指暗暗掐诀。曹聂刚在阵中站定，一阵刺目白光爆发，他下意识抬手遮掩，强光中似乎有数道符文悄然缠上他的衣角。当刺目的光芒消散，曹聂猛然发现，他站在一座由累累白骨堆砌而成的祭坛前，放眼望去，四周上百具森森白骨以诡异的姿态匍匐在地，跪拜祭坛。一条暗红色的石阶蜿蜒向上，通往那座布满皲裂纹路的古老祭坛石台身后有一道开着的石门，通道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死寂。又来个送死的，500年了，本地都快忘记鲜血的滋味了。沙哑的魔音从石台顶端传来，声音中蕴含诡异的韵律。曹聂只觉元神一阵恍惚，石海中掀起惊涛骇浪，然后化为平静。这魔音居然带着摄人心魄的魅惑之力。曹聂眉头微皱，毫不犹豫地踏上台阶。哒哒哒，脚步声在这死寂的空间里格外刺耳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尖上。随着距离拉近，石台上的景象逐渐清晰。一个披头散发的红衣女子被4道黑色锁链死死禁锢，锁链上爬满了诡异的金色符文，散发磅礴佛力。更骇人的是，4条锁链的另一端连接着4座沸腾血池，血池上方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大神兽的虚影狰狞咆哮，被某种力量束缚，只能在那方寸之地张牙舞爪。曹聂瞳孔微微一缩，以4大神兽为阵眼，好大的手笔！血池之中，4大神兽的白骨森然矗立，即便死去多年，骨骼上仍残留着劫灭境独有的威压。劫灭境，肉身不朽，万劫不灭，能让他们陨落，唯有这座大阵。红衣女子猩红的双眸微微眯起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。她的实力虽不及巅峰时期的1/1000，可也有普通劫灭境的战力，单凭魔音就足以让寻常问道境修士心神失守。眼前这人居然丝毫不受影响，你居然没事？他声音沙哑低沉，带着一丝不可置信。曹聂神色不变，眸光微敛，真实之眼悄然运转。气运之女叶罗刹，修为劫灭境9层，身份气运之子剑无涯的师妹。注意，实际战力不足巅峰时期1001，堪比劫灭境1层的存在。检测到气运之女叶罗刹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以魔制魔，镇压他，奖励造化丹丹方；选择2，帮助他挣脱阵法束缚，奖励他送你上西天；选择3，成为他的魔奴，奖励永生永世为他服务。系统选1，恭喜宿主获得造化丹丹方。见曹聂沉默不语，
叶罗莎眼中血芒暴涨，轰！滔天魔气自他体内喷涌而出，整座石台剧烈震颤，仿佛随时要崩塌。4条锁链上的古老符文疯狂闪烁，金光大盛，只能勉强压制一半魔气。残影闪过，禁锢他的锁链叮当作响。叶罗刹已经瞬移至曹聂面前，修长玉腿横扫而来，所过之处，空间寸寸碎裂。曹聂纹丝不动，只是缓缓抬手。嗡！5道法则锁链骤然浮现，缠绕在手臂上，周围空间瞬间支离破碎。5种法则，叶罗莎瞳孔巨震，攻势不由一滞。就是这瞬息之间，曹聂已经反手扣住他的脚踝，冷笑道：“劫灭一层战力，也配在本家主面前放肆？”额间神魔印记骤然亮起血光，魔气冲天起。曹聂长发狂舞，双眸彻底化作血色，周身魔力精纯得令叶罗刹都为之骇然。砰！一记重拳狠狠轰在叶罗刹腹部，他整个人倒飞出去，在石台上离出深深沟壑。再来！曹聂如影随形，拳锋撕裂空间，发出刺耳尖笑。叶罗刹擦去嘴角抹血，怒极反笑：“好，很好，本帝定要将你练成。”废话真多。曹聂的拳头已经来到面门，今日镇压你。就在两人激烈大战之际，整个天剑山庄地动山摇，不，更为准确的说，附近百域都在震颤。以天剑山庄为中心，东南西北4个方位，千万里之地，地底10万里，4根金色巨柱爆发璀璨金光，4大神兽虚影齐齐咆哮。巨柱尽头连接着布满滔天魔气的锁链，延伸的方向赫然指向天剑山庄。风魔渊，数十位大能盘坐虚空，周身阵纹流转，以自身为基构筑起一道横贯魔渊的金色光幕。下方千万魔修冲击着封印，嘶吼声震的山岳颤动。突然，南方天际传来一阵诡异的魔气波动。剑无涯猛然睁眼，心眸中剑意迸射，师妹又在冲击封印。身旁的佛门佛主手中念珠一顿，佛光荡漾。阿弥陀佛，剑施主，天剑山庄的封印该加固了。呵，一声轻笑传来，黑袍男子把玩着手中玉牌。轮回9世的9劫半仙，居然舍不得对昔日师妹下手。当年他血洗战域时，可没有丝毫手软，甚至连你的妻女都差点死在他手中。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或许如今的天剑山庄已经是一片死地。剑无涯，听大家的，这次冲击一过，回去斩了你师妹。他造成的杀孽，不比下方这些半仙魔头少多少。其余人也纷纷劝道：“无涯见地，刀弟说的有理，叶罗刹不杀，总是一个隐患。魔修之道，以杀正道。尤其是叶罗刹这等绝世魔头，每突破一个小境界，就要血祭千万生灵。魔渊下这些老魔若要成仙，更是需要屠戮亿万苍生。正因如此，他们这些本是对手的强者，才不得不联手镇压。”吼！突然，风魔渊底部传来震天龙吟，一头鳞片漆黑的魔龙腾空而起，猩红的龙目中满是疯狂。剑无涯，老秃驴，你们拦不住我们！龙爪撕扯着封印光幕，他狞笑道：“本帝已经感应到3000道域有绝世魔头降临，他一定会。”聒噪！剑无涯冷声打断，骤然起身。争！一柄横贯天地的巨剑虚影在他身后显现，剑芒未出，四周山岳已经开始崩塌。他一步踏出，身影化作流光，直坠魔渊。诸位，替我镇守3息。声音还在回荡，人已经杀至魔龙面前。本帝先斩了你这长虫。3道剑光过后，魔龙已经遍体鳞伤，漆黑的龙血洒落他，猛地扭动万丈龙躯，撕裂虚空就要遁走。想逃？剑无涯并指成剑，一袭白衣在魔风中猎猎作响，指尖亮起一点寒芒，刹那间化作万丈剑虹贯空而去。魔主救我！魔龙发出绝望嘶吼，巨大的瞳孔中倒映着死亡的剑光。争！一柄缠绕着滔天魔气的巨剑自魔渊最底层破空而来，剑身所过之处，无数魔修化作漫天血雨。两者相碰，风魔渊剧烈震荡，两侧崖壁轰然坍塌，滚滚魔云中传来沙哑的狂笑。剑无涯，你还是如此的优柔寡断。剑魔！剑无涯眸光一寒，杀意凛然道：“他日仇，今日结。”天剑山庄剑冢之外，赵萧和大长老刚站稳身子，脸上就乐开了花。大长老，你看见没？老祖发怒了，曹念那小子必死无疑。赵萧眼里闪着大仇得报的快意，整个天剑山庄都在震动，足以见得老祖有多么愤怒。大长老忧心道：“庄主，老祖发怒，这更加证明曹孽的非凡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失去一个结交天才的机会？”赵萧无所谓的摆摆手：“活下来的才叫天才，死了的算个屁。况且曹孽得罪了我，必须得死。好了，
准备炼器大会的事宜。半个月后，本庄主要正式开炉。赵萧转身就要走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对了，那些材料处理的怎么样？大长老连忙跟上。庄主放心，500年来上万种材料全都已经熔炼好，还提纯完毕。现在就等您用天火把九幽冥铁炼化，就能正式开始。天剑山庄剑冢之内，曹聂蹲下身，浑身魔气内敛，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。前方，叶罗刹浑身染血，红衣破碎，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，脸上写满匪夷所思。问道境4层的曹聂居然轻轻松松地碾压他，你到底是谁？如此天骄，纵使他活了30万年都不曾见过。就算是他那位号称3000道域第一天才的剑无涯师兄，都没有如此恐怖的战力。曹聂一把捏住叶罗刹的下巴，冷声道：啧啧，堂堂劫灭境9层的魔道巨擘，不是说控制不住魔性吗？我看你现在清醒得很啊。叶罗刹倔强地别过脸，冷声道：要杀便杀，何必羞辱本帝？曹聂一把扣住他的下巴，强行扳正：明人不说暗话，本家主想和你生个小魔头，你考虑一下，同意的话我救你出来。叶罗刹嗤笑一声，眼中满是不屑：就凭你也配染指本帝？啪！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寂静的空气中炸响。请重新组织你的语言。曹聂甩了甩手腕，语气微冷。叶罗刹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他堂堂罗刹魔帝，何时被人抽过？当1000个耳光甩下去后，叶罗刹终是不堪受辱的点了点头。寂静的祭坛石台上，曹聂盘腿坐下，双目紧闭，周身流转着浓郁的神魔之力。与叶罗刹修炼后，加之他本就到了突破边缘，顺利突破问道5层，现在更是在冲击问道6层。轰！恐怖的神魔之力自曹聂身上激荡开来，这也代表着他再次突破，达到了问道境6层之境。呼！曹聂睁眼，长长呼出一口浊气。他起身拿出一件衣物丢给叶罗刹，冷声道：我救你出去。叶罗刹四肢被锁链捆住，只能在这祭坛上移动，加上这个阵法压制他的缘故，这才让他这些年消耗的魔力得不到恢复，这才只有劫灭境1层的战力。叶罗刹接过，冷冷道：救我？你不怕我恢复后杀了你？曹聂冷笑一声，一把捏住他那雪白精致的下巴：我有自信，你恢复的速度赶不上我突破的速度。叶罗刹眸光微凝，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狂傲不羁的男人。他活了数十万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睥睨天下的气魄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他红唇轻启，声音里带着强者的威严：如果你能胜过巅峰时期的我，本帝就跟你；若是不能……曹聂轻笑一声，自信开口：我这里如果2字从来不存在。他负手而立，衣袍无风自动。凡是败在我手中之敌，永远只能仰望我的背影。话音落下，曹聂转身朝血池走去，池中血水突然沸腾，一道愤怒的龙吟回荡在耳边。残留的青龙虚影感应到威胁，张牙舞爪地拦在曹聂面前。区区残魂也敢拦我？曹聂冷笑一声，足尖猛踏地面，身形爆射而出。青龙虚影有着劫灭境3、4重的威能，在曹聂狂风骤雨的攻势下，终是发出不甘的哀鸣，化作漫天光点消散。血池重归平静，一具泛着青光的完整龙骸缓缓浮现。他毫不犹豫地收了起来。这东西是炼器的，不是材料，以后说不定有用。一处阵眼消失，叶罗刹顿觉锁链的压制减轻了几分，想要彻底挣脱还需要漫长时日。他望向曹聂的目光中掠过一丝讶异，能消灭青龙虚影，曹聂的实力怕是已经堪比劫灭境4层的强者。恰在此时，一道雪白倩影从曹聂尸海中掠出。主人，这些青龙精血能否让我炼化？正是许久没现身的月无暇，若他元神能突破至劫灭境，就可直接渡劫，借天地本源之力重塑肉身。若境界不足，需要找蕴含生命之力或者造化之能的天地奇物，才能凝练真身。这些残存的青龙精血应该可以助他的元神境界达到劫灭境。在月无暇期待目光的注视下，曹聂微微颔首。可月无暇眸中泛起盈盈笑意，欠身行礼：多谢主人。话音落下，他正要转身掠向青龙血池，却听曹聂忽然道：以后叫我夫君。月无暇纤柔的元神之体微微颤动，雪白的脸颊泛起一抹嫣红，他轻咬朱唇，朝着曹聂盈盈一礼：无暇见过夫君。声音细若蚊音，却掩不住羞意。曹聂嘴角含笑，此女的元神已经完全臣服于他，只差一具完美的肉身，就能真正成为他的女人。等你重塑肉身，也该为我延续血脉。他顿了顿，视线扫过祭坛上冷若冰霜的叶罗刹，就差你和罗刹还没有怀上本家主的孩子。月无暇耳尖通红，低垂着眼帘，轻轻点头。他最后偷瞄了曹聂一眼，
元神化作一道月华，没入翻腾的青龙血池之中。祭坛上的叶罗刹听到这话，心里冷哼一声，越强的修士就越难怀孕，想要他怀上曹孽的种，绝不可能。曹孽的目光转向另外3大神兽朱雀、白虎、玄武，经过一番激战，朱雀虚影最终在滔天烈焰中溃散。曹孽挥手收起那具赤红如玉的朱雀骸骨，心念一动，将红绫与轻柔从咒指环中放出。夫君，两人出现就柔声唤道。当看到那沸腾的朱雀血池时，美眸中迸发出惊喜的光芒。朱雀和他们的体质同源，若是能在当中修炼，修为必定能有很大的提升。曹孽笑道：进去修炼吧。谢夫君成全。两女相视一笑，化作2道流光没入血池，沸腾的朱红血水自动环绕他们旋转起来，形成2个璀璨的火源漩涡。叶罗刹望着这一幕，气得咬牙切齿。这个该死的曹孽到底有多少女人？还有这4大血池，若是他能吸收，修为必定能在短时间内恢复。曹孽不理会叶罗刹那杀人的目光，接下来如法炮制，击杀白虎和玄武虚影，收起他们的骸骨，同时把其他女人全都放了出来。你们去玄武血池吸收里面的精血能量修炼。众女闻言，眸中绽放异彩。传说中的神兽玄武精血，即便只是残存的力量，对他们这些孕妇而言，不仅能够提升修为，还能滋养腹中胎儿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多谢夫君。众女纷纷踏入血池，霎时间，池中精血之气化作万千细流，缠绕在他们周身。叶罗刹已经挣脱锁链，穿好衣物，厉声质问：混蛋，你到底有多少女人？曹孽若是能打败巅峰时期的他就跟曹孽，前提是曹孽独自一人。谁能想到他有如此多的妻妾？曹孽收起白虎血池，准备将这精血带回去给9大长老吸收。除了几个不在的，其他人都在这里了。封魔渊，阵法破碎的刹那，剑无涯与佛主同时睁眼，目光交汇，神色凝重。封印被解开了。佛主沉声道，面色阴沉如水。剑无涯，若是你师妹逃脱后再造杀孽，休怪本佛主不留情面，将她彻底镇杀。剑无涯沉默，算是默认。当初从这些人手中救下叶罗刹，他作为师兄已经仁至义尽。若师妹还是执迷不悟，他也无能为力。在诸女有条不紊的炼化中，1个月时间过去，期间林夕、苏云霞、赵凌霜、徐雅宁4女为他诞下3男1女。曹孽获得了杀戮法则、吞噬法则、情欲法则、封印法则，诸女的修为都有很大的提升。月无暇的元神已经恢复如初，青龙血池还没有吸收完，曹孽收入咒指环，让他继续在其中提升元神之力。收获最大的就是红绫和轻柔，两人独占一座朱雀血池，修为都提升到了归虚境。他如今的全部女人修为最低通幽，最高截灭。该出去了，你们都去咒指环里面待着。看着曹孽把一个个女人收起来，叶罗刹皱眉道：我也要进去。曹孽颔首，自然，现在的你还不能暴露。叶罗刹心有不甘，却只能顺从曹孽的安排。当他进入咒指环后，瞬间被这里的灵气精纯度所震撼，在这里修炼一定能迅速恢复巅峰实力。他眸中寒光一闪，到时候一定要让曹孽血债血偿。话罢，叶罗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，扶着墙干呕了几声，却什么也没吐出来。红绫缓步走近，唇角含笑，伸手轻抚他的后背。罗刹妹妹，恭喜你怀上夫君的骨肉。什么？叶罗刹瞳孔骤缩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慌忙内视己身，果然在腹中察觉到一缕微弱生命气息在孕育，那小小的灵胎已然开始成型。居然真的！他声音发颤，指尖不自觉地发抖。才几十次救，突如其来的事实太过冲击，叶罗刹眼前一黑，直接昏倒在红绫怀中。红绫摇摇头，他夫君可是百发百中，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想杀我？曹孽嘴角微扬，眼底掠过一丝玩味。等你恢复，我早就踏入劫灭境，到那时你依旧逃不过被我镇压的命运。收回神识后，曹孽向着祭坛下方的石门走去。穿过通道，他来到一处石台上，这是一个凹下去的山谷，四周的墙壁上刻满了古老剑痕，每一道都残留着凌厉的剑意。中央矗立一座黑石剑台，台上斜插着一柄柄饱经岁月的古剑，穹顶垂落9条玄铁锁链，死死禁锢着剑台，锁链上符文闪烁，以强大禁制镇压这些灵剑。曹孽大致一扫，有上万柄，最低5品，最高8品。剑台最高处斜插着3柄铁骑斑斑的袖剑，角落里几具身披铠甲的枯骨保持跪姿，骸骨手中紧握断剑，似在至死守护着什么。来之前赵萧和他说过，用心感受，
若是能得到灵剑认可，灵剑自会飞出剑台，不会惊醒四周的枯骨守卫；若是强行取走灵剑，则会惊醒他们。八具枯骨还会合击阵法，加上无惧疼痛，联合在一起，能爆发问道境9层的战力。曹聂眸光一凝，心念间引动剑道法则，争！剑台之上，万剑齐鸣，无数斑驳的锈迹剥落，露出森冷寒光。剑身震颤越来越烈，仿佛沉睡万年的凶灵在苏醒，凛冽剑气纵横交错，在四周掀起一阵刺骨罡风。最后一块锈铁脱落，万柄灵剑终于显露真容。有的剑身缠绕龙纹，剑锋带着风雷之音；有的通体赤红，有的剑刃透明，有的散发割裂虚空的锐意。万剑拔地而起，悬空齐齐朝曹聂一拜。最中央那3柄剑突然爆发炽烈血芒，9条玄铁锁链应声崩断，万剑齐飞，化作剑气长河冲向曹聂。曹聂抬手间将万剑收入咒指环中，角落里的8具枯骨守卫双眼中骤然亮起血光，在3息后又沉寂了下去。显然连8具枯骨守卫都想不到，有人领悟剑道法则，能号令万剑。赵萧虽然是天剑山庄的庄主，并没有领悟剑道法则，他是以气道法则突破的问道。剑道法则的领悟尤为困难，就连叶罗刹这位天剑山庄的老祖，都是以魔道法则突破的问道。唯有天剑山庄的开派祖师剑无涯，才是以剑道法则突破问道，攻击力在同级中都是数1数2的存在。他不会想到，当初发扬剑道的初心，在宗门后辈的发扬下，会成为炼气师的圣地，更是连他当初留下来的剑道秘籍都少了一部分。譬如这剑种，听叶罗刹所说，当初的剑种连9品灵剑都有8柄，每一柄9品灵剑背后都代表着一位纵横天下的劫灭境强者。可惜这些绝世剑修最终都败亡在剑无涯的剑下，他们的佩剑也被永远禁锢在此。盛极必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内乱，让这座剑道圣地就此没落，成为炼气师的圣地。且天剑山庄的炼气师只练剑。曹聂望着8具枯骨守卫，摸索着下巴，思索着怎么弄走。突然他眼中金光一闪，挥手将叶罗刹从咒指环中唤出。刚一现身，叶罗刹就用杀人的目光死死盯着曹聂。这个该死的混蛋，他原计划是恢复修为后取其性命，如今怀上他的骨肉，让他陷入两难境地。畜生！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。现在是打又打不赢，逃又逃不了，气死他了。小罗刹，在不惊动外面的情况下，这8具枯骨守卫你有办法收起来吧？叶罗刹反驳道。你的岁数连我零头都没有，也配叫我小罗刹？曹聂低笑一声，达者为先，我现在比你强，想怎么叫就怎么叫，快说怎么收服他们？叶罗刹冷哼一声，表达不满，转而凝视那8具枯骨守卫，秀眉紧蹙。当年这些守卫可是拥有劫灭境的实力，岁月流逝，如今只剩下问道境的实力。这是控制秘术。一道灵光自他眉心射出，没入曹聂的识海。曹聂闭眼参悟片刻，就掌握了其中奥妙。不错的秘术，居然还有炼制方法。曹聂满意地点点头。快送我回去，等我恢复修为，一定要阉了你这个淫贼！他恶狠狠道。通过和红灵他们交谈，他已经大致了解曹聂的为人。现在他必须尽快恢复修为，即便杀不了曹聂，也要让他再不能祸害其他女人。曹聂不以为意，挥手将他收回咒指环，随后来到1具枯骨守卫前，开始施展秘术。不到1日，8具枯骨尽数被他收服。有了这8具堪比问道境的枯骨守卫，我曹家的底蕴又能更上一层楼。曹聂走向远处的传送阵台，灵力注入，阵法光芒大盛，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。刚出剑冢，曹聂就在不远处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嘴角微扬，缓步上前，轻拍对方肩膀。贤侄，你在这里？熟悉的声音入耳，赵宇身形微颤，转身时眼中闪过一丝讶异。曹叔叔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曹聂笑眯眯地问。怎么，我不该出来吗？赵宇脸上连忙堆起笑容。侄儿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没想到曹叔叔会如此快出来，想来已经得到灵剑的认可了吧？那是自然。曹聂话锋一转，你爹在干嘛？我爹他们已经开始练气，估计需要不少时间。行。曹聂意味深长的又拍了拍他的肩。那我就先回离骚院了。赵宇弯腰点头。曹叔叔慢走。等曹聂的背影消失在远处，赵宇这才长舒一口气，不自觉地抬手擦拭额间并不存在的汗珠。他瞳孔深处映出一抹惊惧。当初那道震动惊动整个天剑山庄，知晓内情的人寥寥无几，他恰好就是其中之一。曹聂居然从老祖手中逃脱了，即便是他父亲赵萧也绝无把握在老祖手下全身而退。这曹聂竟然做到了，此人太过可怕，必须立刻告知父亲。赵宇心中一紧，
当即转身朝着天剑山庄深处疾驰而去。他守在此处本就是赵萧授意，只为确认曹聂能否活着走出剑冢。可谁能想到他真的出来了。不多时，赵宇就抵达山庄深处的一间炼气室。他推门而入，炽热的气浪扑面而来。室内，赵萧正立于一座4-5米高的炼气炉前，炉火熊熊，灼烧的四周空气都扭曲翻腾。9位气圣围坐四周，其中就有曹谷。此外，角落里3名年轻人正屏息凝神，痴痴盯着赵萧那翻飞变幻的炼气手法，眼中满是敬畏。经过半个月的日夜炼化，9幽冥铁在天火淬炼下已经变得通体赤红，如血玉般晶莹透亮，距离完全溶解最多不过半月。爹，曹聂从剑冢出来了。赵萧耳边突然响起这道传音，他指尖猛地一颤，炉内灵力骤然暴走，鼎身剧烈震颤，隐隐有炸顶之威。其余9位气圣反应极快，几乎同时出手，磅礴灵力灌入，浩瀚元神之力镇压而下，这才堪堪稳住鼎中暴乱的灵流。赵萧面色阴沉如水，凌厉的目光望向门口的赵宇。赵宇自知险些酿成大祸，连忙低头认错。等炉火重新稳定，赵萧收回视线，眉宇间都凝成了一股绳。他沉默片刻，终是传音道：好生伺候你曹叔叔，从今往后他就是你亲叔叔，无论他要什么，天剑山庄倾尽所有也要满足。这话说的不喜不怒，赵萧心头莫名发紧，左眼皮突突直跳，一股不祥的预感在心底蔓延。赵宇瞬间会意，如今天剑山庄必须牢牢抱紧曹聂这棵参天大树。孩儿明白，这就去办。赵宇躬身一礼，转身退出炼气室。炽热的炉火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在青石地面上摇曳。离骚院，曹聂刚踏入院门，就见一道妩媚倩影款款而来。那人身姿婀娜，红裙如火，行走间自带一股勾魂摄魄的风情。殷绯色，你消息倒是灵通。曹聂眉稍微挑，语气带着几分玩味。殷绯色眼波流转，未语先笑。他快步上前，直接扑入曹聂怀中，双臂缠上他的脖颈。曹叔，他嗓音酥软，带着几分委屈。你可知道这1个月绯色有多难熬？曹聂低笑，掌心抚过他纤细的腰肢，声音低沉。哦，有多难熬？殷绯色耳尖泛红，扬起脸时眸中水光荡漾。他咬了咬唇，似嗔似怨地贴近他耳边，吐气如兰。难熬到夜不能寐呢。曹聂指尖挑起他的下巴，似笑非笑道：这般想我。殷绯色眼尾微红，指尖在他胸口画着圈。曹叔明知故问。曹聂将殷绯色拦腰抱起，转身往厢房走去。他抬脚踹开木门，门扇砰的一声撞在墙上，两人身影引入厢房深处。不多时，阵阵旖旎之声自房中传出，在寂静的离骚院内回荡。赵宇刚踏入院门，就听见令人面红耳赤的声响。那声音婉转低吟，时而如泣如诉，时而欢愉难抑，在寂静的院落中格外清晰。赵宇脚步一顿，他环顾四周，发现院内空无一人，那暧昧之声正从厢房深处传来，房门还大敞着。奇怪，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？赵宇眉头微皱，下意识朝声源处走去。距离拉近，他惊呆了，这声音绝对是殷绯色。鬼使神差的，他朝声源处挪动脚步，在看清厢房内的景象时，整个大脑一片空白。那是赵宇脑中轰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。他踉跄后退2步，胸口闷痛，喉间涌上一股腥甜。他和他时可没有如此主动。屋内动静愈烈，赵宇双拳紧握，指甲嵌入掌心，却浑然不觉的疼痛。他想要冲进去，可最终他松开了双拳，转身迅速逃离这里。赵宇跌跌撞撞地冲出离骚院，在转角险些与来人撞个满怀。师兄，洛神英扶住他的手臂，却被他通红的双眼惊得松了手。你这是？赵宇甩袖挣脱，喉结滚动，却说不出话，最终化作一声压抑的呜咽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远处。洛神英蹙眉望向离骚院方向，迟疑片刻，他决定继续向前查探。刚踏入离骚院，一阵旖旎之声随飘来。洛神英脚步一顿，循声望去，发现厢房门扉大开。他连步轻移靠近，在看清屋内的景象时，猛地捂住红唇。怔了瞬间，他急忙逃离这里。洛神英刚转身逃出没几步，就在院门口撞见曹聂斜倚着门框看着他，那眼神让他娇躯一颤。神英妹妹，这是要去哪儿呀？殷绯色的嗓音从身后传来，余光里他已经悄然贴近身侧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师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洛神英强行让自己镇定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两人纠缠在一起的画面。把他看好，我待会儿回来镇压他。曹聂丢下一句，转身向赵宇追去。他不确定赵宇会不会告诉赵萧，他们正在为他练气，可不能被打扰。
放心，曹叔，这丫头，我替你先调教调教。殷飞色打量着洛神英的娇躯，来，丫头，师姐教你怎么伺候男人。他一把扣住洛神英的手腕，将她朝厢房拖去。师姐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可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。洛神英死命反抗，他脑海中闪过一道风神俊朗的人影，正是这次练气大会的冠军林北，已经成为他师弟。两人彼此有意，他准备等这次练完气后，找机会和他接触接触。谁想遇见这档子事？神英，你是不是喜欢赵萧才收的那个叫林北的弟子？师姐可告诉你，他被曹家二长老盯上了。以师姐这些年的阅历，估计是这位曹安长老看上他了。现在林北跟在赵萧身边，他不好下手，一旦被他逮到机会，你喜欢的林北必定后庭不保。洛神英闻言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瞬间僵在原地。什么意思啊？一个男人竟然对另一个男人有那种心思？见他满脸不可置信的模样，殷飞色眼唇轻笑：“傻丫头，你这般大惊小怪，看来是没见过世面。若是和魔修打过交道，就该知道这根本算不得什么稀奇事。”他突然贴近洛神英耳畔，吐气如兰：“等曹叔回来，看到你这么放不开，肯定会很失望的。”洛神英这才回过神来，拼命摇头：“师姐，看在我是你师妹的份上，你就饶过我吧，我保证不把你们的事情告诉任何人。”殷飞色伸手抚上洛神英的脸，突的用力，啪的一声，洛神英脸上立刻浮现5道红印。洛神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曹叔这种绝世男人，要不是他想要得到你，谁想和你分享？老娘巴不得一个人占有他，你居然还敢拒绝！洛神英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连什么时候被拖进房间都不知道。另一边，赵宇怨毒地瞪着曹聂，不甘地倒了下去。二长老，曹聂轻唤一声。不远处，在炼气殿外游离的曹安立马出现在曹聂面前。家主有事吩咐。他正琢磨怎么把林北给引出来呢，结果一抬头，就看见曹聂斩杀赵宇的一幕。从现在起，谁也不准打扰赵萧他们炼气。他冷声下令：“你就在这儿守着，敢放一个人进去，后果自负。”曹安立刻挺直腰板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家主放心，别说人了，就是一只蚂蚁，我也不会放进去。”曹聂满意的点点头，随手一挥，赵宇的尸体瞬间化作飞灰消散。他转身就朝另一个方向赶去。此时，白宁冰正在修炼室修炼，忽然院外传来一阵异响，他眉头微皱，心中疑惑，起身推门走出。刚一开门，他就看到曹聂单手掐着一个丫鬟的脖子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那丫鬟软绵绵的倒了下去。你疯了！白宁冰脸色大变，快步上前，看着他脸上沾染的鲜血，焦急道：“赵萧他们可都还在，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”曹聂随手丢开丫鬟的尸体，一把搂住白宁冰的纤腰，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：“今天我就要让你成为我的人。”说完，他直接将他打横抱起，大步朝离骚院走去。白宁冰又惊又怒，拼命捶打他的肩膀：“你这个疯子，快放我下来！”曹聂毫不在意，冷笑道：“怕什么？赵萧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要不是留着他练剑，我早就送他上路了。”前往离骚院的途中，天剑山庄的弟子看到这一幕，皆是面露难以置信，有忠心的人前来询问，曹聂当场送他上路。有人去找赵萧报线，直接惨死在曹安手里。不多时，曹聂已经来到离骚院门口，他抬手一挥，将叶罗刹放了出来。混蛋，你有完没完？又把我放出来干嘛？叶罗刹气急败坏道。突然看见他怀里抱着的白宁冰，他下意识地问道：“这是？”曹聂道：“你妹妹。”叶罗刹顿感脑袋一阵眩晕，他认识曹聂才多久，现在又带一个女人回来？你叶罗刹气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个畜生又找女人。白宁冰望着叶罗刹，有些不确定地问：“您是叶师祖？”他在天剑山庄的祖师堂内看到过开派祖师剑无涯和他师妹的画像，叶罗刹虽和画像有些出入，不过他还是认了出来。叶罗刹皱眉道：“你是谁？认识我？”白宁冰解释道：“我是天剑山庄第7代宗主夫人。”叶罗刹猛地瞪圆双眼，不可置信地望向曹聂。白宁冰俏脸一红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，傻傻地问：“师祖，你是这混蛋的女人？”叶罗刹无言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好了，除了炼气殿和这院子内的人不能杀之外，整个天剑山庄的人随你处置。话罢，曹聂转身进入离骚院。叶罗刹望着曹聂远去的背影，气得咬牙切齿。畜生！他低骂了一句，转身一步踏出，身形飞出离骚院，化作漫天血雾，几息之间就将整个天剑山庄笼罩。炼气殿外的曹安听到曹聂的传音，立马在炼气殿外布下一个结界，和外界隔绝开来。霎时间，天剑山庄内响起一声声惨叫。
感受到体内迅速恢复的力量，叶罗刹立在实践之巅，舔了舔鲜红的下唇。曹孽，你个混蛋又找女人，有这30多万生灵，我的实力应该能恢复到劫灭境4层，到时候阉了你。如此信心十足地想着，他迅速杀向几位问道境长老。这恐怖的景象立马惊醒离骚院内教导洛神鹰的殷飞色。他刚踏出房门，就见曹孽抱着白宁冰大步走来。然后眨眼1个月过去，王雪柔和于天鹰为他诞下一男一女。曹孽再次掌握2种法则，战力再次暴涨1截。吸收白宁冰万年的元婴寒毒，曹孽的修为再次提升2个小境界，达到问道境8层。叶罗刹刚吸干天剑山庄最后一丝精血，手中提着黑黄找上了曹孽。这是你养的畜生。他冷着脸将黑黄往地上一扔。曹孽挑眉，不错，有问题。问题？叶罗刹眼中杀意翻涌。管好你的狗！这畜生把山庄的母狗全糟蹋了。最可恨的是，他咬牙切齿道，我找他算账时，这狗东西居然翘着2郎腿，左拥右抱。黑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抱着曹孽的大腿哭嚎，主人，您可得为小的做主啊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，小的正和爱妃们恩爱，这疯女人冲进来就要阉了我，要不是我机灵报出您的名号，这会儿怕是已经变太监了。说着还伸出爪子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最可怜的是，我那上百位狗族美人全被他辣手摧花。主人您看。黑黄突然从他骚包的红色裤裆中掏出一本厚厚的后宫名册，翻开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爪印，声泪俱下。主人您看，这些可都是和我有过露水姻缘的家里，现在全被这女人杀光了。曹孽抬脚就是一个飞踹，满脸嫌弃，滚远点！这死狗不知跟谁学的，整天穿着条大红裤衩晃悠，看得他尴尬症都犯了。黑黄又屁颠屁颠跑回来，正要开口，主人，您忘记那年？曹孽眼疾手快，一把捂住他的狗嘴，打住！小黑，她是我女人，给个面子。这样，下次带你去龙族地盘转转。黑黄耳朵瞬间竖起，真的，主人不骗狗。曹孽一本正经，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？狗眼滴溜溜一转，黑黄伸出爪子，我要4个，一个捏肩，一个捶腿，一个喂葡萄，一个跳舞。曹孽嘴角抽搐，好家伙，他都还没搞到龙族美女，这色狗倒先惦记上4个了。不过为了封住这畜生的嘴，只得咬牙应下。行，别说龙族，只要综合评分90分以下的，什么种族的都给你弄来。黑黄一听，狗眼瞬间放光，尾巴摇得跟螺旋桨似的。主人，这可是你说的，睡友不坑睡友，这是行业规矩。可嗨嗨！曹孽被这不要脸的话呛得直咳嗽，额头青筋暴起。你这死狗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现在就阉了你？黑黄立马夹紧后腿，狗脸上还挂着贱兮兮的笑容。别，主人我错了。他搓着爪子谄媚道，那什么，龙族美女记得要肤白貌美大长腿的，您看我这发型在即。滚！曹孽抬腿就是一脚，直接把这色狗踹飞出去。叶罗刹望着这一幕，总算明白过来，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狗，人是色人，狗是色狗。突然他瞳孔猛地一缩，失声惊呼，你又突破了。曹孽收回目光，抬手间11道法则在指尖浮现，问道境8层的气息一闪而逝。小小突破不值一提。叶罗刹刚拾起来的信心瞬间荡然无存，本想着阉了他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叶罗刹，你居然还敢再次逗留！突然一声怒喝震荡九霄，曹孽与叶罗刹同时抬头，只见天穹之上佛光普照，一位身着素袍的尼姑凌空而立，手持念珠，眉目间尽是肃杀之气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3的尼姑范心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选择1，当即镇压，奖励圣体本源1枚。选择2，遁入佛门，奖励无垢佛骨。选择3，成为舔狗，奖励大慈大悲掌。系统，我选择1，恭喜宿主获得圣体本源1枚。佛门的人，叶罗刹瞳孔骤缩，周身杀意暴涨。当年正是他那师兄联手佛门之人将他封印，找死！他厉喝一声，血色长裙无风自动，眼看就要冲天杀去。曹孽突然抬手拦在他身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叶罗刹眼中血芒暴涨，周身魔气翻涌，要阻止我报仇？曹孽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，急什么？他抬眸望向空中那尼姑，意味深长道，你不觉得她很适合给你当妹妹吗？什么？叶罗刹瞬间愕然，杀气都为之医治。他难以置信地瞪着曹孽，你连佛门尼姑都不放过？曹孽颔首，尼姑怎么了？
还不是能生孩子？话音一落，他一步踏出，虚空震颤，周身神魔之力疯狂涌出，刹那间就盖过漫天佛光。落！曹孽抬手一按，整片苍穹骤然塌陷，一只遮天巨掌凭空凝聚，携着毁灭之势朝范兴狠狠拍下。范兴面色骤变，手中念珠瞬间崩散，化作一道金色佛杖护在身前。大悲梵天咒！他厉喝一声，佛光暴涨，身后浮现一尊千手观音法相，千臂齐出，试图硬汉曹孽这一掌。然而，咔嚓，佛杖仅仅支撑一瞬，就轰然碎裂，千手法相的手臂寸寸崩断。范兴闷哼一声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，身形被这一掌硬生生从空中拍落。轰隆，大地龟裂，烟尘四起。等尘埃散去，范兴半跪于深坑之中，素袍染血，佛光暗淡，哪还有刚才的肃杀之气？他抬头，眼中浮现一抹惊骇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曹孽负手而立，踏步走向他，每一步都仿佛踩在范兴的佛心之上，令他元神震颤。“我是谁？”他低笑一声：“是你未来的夫君。”话音落下，曹孽再度出手，他指尖一点，11道法则锁链破空而出，瞬间缠绕范兴周身。风！范兴瞳孔骤缩，只觉一身佛力瞬间被禁锢，他挣扎无果，面露绝望。曹孽居高临下，淡淡道：“佛门女人，倒还没尝过。”叶罗刹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才喃喃道：“劫灭境3层，就这样败了。”曹孽回头冲他邪魅一笑：“如何？这妹妹，你要不要？”叶罗刹。不多时，离骚院内传出叶罗刹兴奋的叫声：“快说，你到底愿不愿意？”啪！范兴死死咬住嘴唇，羞愤欲绝。他可是佛门最年轻的长老，刚上任就接到佛主的重要任务，谁曾想这次下山不仅任务没完成，反倒把自己给搭了进去。盯着忘我的两人，叶罗刹偷偷收起流影石，眼中闪过狡黠的光芒。数日后，天剑山庄上空乌云密布，轰隆，一道银色雷霆劈下，整个炼气殿瞬间被雷光吞没。烟尘散去后，赵萧手持一柄血色长剑冲天起，他准备借助9品灵气替他抗住雷劫威力，以此渡劫，一举突破劫灭境。哈哈，雷来！他疯狂大笑，周身气势节节攀升。有意思。曹孽站在远处冷笑。可惜啊。这时曹安屁颠屁颠的跑来，腋下还夹着个鼻青脸肿的俊秀青年。家主，您看我又找到个新欢，我曹家一定会壮大的。他得意的挤眉弄眼。曹孽嘴角抽搐，真实之眼一扫，得，又是个还没成长起来的气运之子。二长老，听说你还没有孩子是吧？那你如何壮大我曹家？曹安嘿嘿一笑，听说有秘法能让男人变成女人，我估摸着是该找找了。曹孽嘴角狠狠一抽，不由向俊秀青年投去一个悲催的眼神。这一届的气运之子，估计是最可怜的。苍穹之上，赵萧一袭灰袍在空中猎猎作响，他一低头，眸光微微一缩，整个天剑山庄一片死寂，无数骸骨布满整个大地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他脑中闪过2字：魔修。目光再次一扫，就看见曹孽等人，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奈何雷劫已经引出，他不能退，只得渡过雷劫后再找曹孽问清楚。远处8位气圣轻抚长须，感叹道：剑主大人即将步入劫灭境，以后就是3000道域真正的大能。是啊，庆幸能认识这等大能，还是一位弃弟，以后剑主大人的前途不可想象。其实能跟随在剑主身边也不错，他们的天赋不足以突破劫灭，气圣加上问道境的修为，让他们在3000道域很吃香。奈何实力为尊，他们已经年迈，得找个靠山平安过完接下来的时光。轰！咔！一道一道雷劫轰然砸落，赵萧拼死抵挡。若只是9品灵剑渡劫还好，如今还有他自身的雷劫，双劫齐至，恐怖的威能让他黝黑的皮肤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。好在有9品灵剑在，不然光靠他一个人承受此等雷劫，万不可能度过。轰！第81道雷劫轰然劈落，赵萧手中9品灵剑爆发出刺目血光，剑身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，在雷光中凝聚成一道血色屏障。给我破！赵萧须发皆张，周身毛孔都在渗血。他猛地将长剑刺向劫云，剑尖迸发的锋芒将雷龙从中劈开，漫天雷蛇四散游走，将10万里内的山峰尽数夷为平地。成了！远处观战的8位气圣激动大喊。劫云中心突然裂开一道缝隙，七彩霞光如天河倒灌。赵萧沐浴在霞光中，焦黑的皮肤寸寸剥落，露出新生的皮肤。原本卡在瓶颈的修为开始暴涨。劫灭境！
成！哈哈哈！20万年努力，我赵萧终是踏入劫灭境。至此以后，我赵萧就是附近百域的无冕之王。恰在此时，远方袭来一位为问道境的身影，他们正是附近百域的问道境强者。在感应到这雷劫的方向后，就从其他地方赶了过来。没想如今的百域真会出现一位劫灭境强者。剑主，恭喜了！一位老者现身苍穹，对剑主抱拳施礼。赵萧紧握长剑，目光微凝，接着大笑：“虚阳子，我已突破劫灭，你可服气？”虚阳子沉默片刻，叹息一声：“服气。”闻言，赵萧更显猖狂：“恭喜剑主，贺喜剑主，登临大能之境！”一道身披龙袍的老者凭空出现在不远，当看见赵萧手里的九品灵剑时，眼皮微挑。若没有这柄九品灵剑，他羽化圣朝或许还能拼死抵抗。有此剑在，反抗唯有一死。只可惜，若是知道赵萧在暗中炼制九品灵剑，还要以此渡劫，他断不可能让赵萧成功。赵萧看见来人，更加得意忘形。羽化天，我天剑山庄要统御附近百域，你没有意见吧？羽化天抿了抿唇，望向虚阳子。身为附近百域最强的3人之一，他是不想臣服的。无奈实力差距在这里，他躬身拱手。羽化圣朝愿意臣服。赵萧跃跃欲试的心思压了下去，他还期待羽化天不愿意，想着杀人立威，谁想这羽化天是个软蛋。他又望向其他赶来的问道境存在，你们呢，可否臣服于我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最终只得低头抱拳。我等愿意。赵萧听完仰天狂笑，笑声震得周围山石簌簌掉落。好，很好。远处8位气圣互相使了个眼色，齐齐上前跪拜。剑主大人，我等愿效犬马之劳。赵萧眼睛一亮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本来还愁怎么收服这几人，没想他们会自己送上门来。要知道这几位炼气师的背景错综复杂，能让他们低头可不容易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天剑山庄炼气殿的8大长老。赵萧大手一挥，豪气干云。8人连忙躬身抱拳，多谢剑主赏识。赵萧志得意满，放眼100万年来，能一统百域的强者屈指可数，而他赵萧今日就要创造历史。这时，他余光瞥见漫山遍野的尸骨，这才想起正事。贤弟，告诉我到底是谁干的？老子非把他碎尸万段不可。赵萧咬牙切齿地问。曹孽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：我杀的。什么？赵萧瞳孔猛地收缩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他死死盯着曹孽，怎么也不愿相信。眼前这尸山血海，分明是魔修手笔，曹孽身上可连半点魔气都没有。曹孽负手而立，一步步踏空走向赵萧，慢悠悠道：你儿子死前问我为何杀他，我说他故意拖长声调，我看上你女人了，还有你爹的女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，你找死！赵萧瞬间暴怒，浑身灵力疯狂涌动，手中九品灵剑绽放出刺目寒光，朝着曹孽当头劈下轰。九品灵剑展出的万丈剑光撕裂长空，方圆万里的空间再次化为虚无。围观的问道境们纷纷后退，生怕被余波波及。这一剑下去，此人连尸骨都找不到。有人惊呼。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，曹孽不躲不避，脚步不停，仅仅是在周身凝聚出一个血金色的护体光罩。轰！万丈剑光劈在护体光罩上，发出震动天地的金铁交鸣之音。恐怖的余波扩散出去，附近数十域都跟着颤动。天剑山庄附近的生灵死伤无数。待剑光散去，曹孽的身影毫发无伤地显露出来。围观的问道境修士大惊失色，怎么可能？居然没事！此人是谁？剑主称呼他为贤弟，为何会比剑主还恐怖？这防御应该堪比劫灭境3、4层的强者，剑主危险了。赵萧亦是同样震惊，这一剑不说全力，至少也有7、8成。赵萧，你的攻击太弱，连本家主的防御都破不了。这柄剑在你手中简直暴殄天物。这剑加入了九幽冥铁这等炼制仙器的材料，远比普通九品灵剑要恐怖许多。在赵萧手中，连1/10的威能都爆发不出来。赵萧面含煞气，举剑杀来。我不信，再来，再来！曹孽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。你配吗？话音未落，曹孽的身形骤然消失。赵萧瞳孔骤缩，本能的横剑格挡。当！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传遍四海八方，九品灵剑剧烈震颤，剑身上流转的符文瞬间暗淡下去。赵萧整个人更是倒飞出去，接连撞碎10座山峰，才勉强停下。他哇地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惊骇地发现持剑的右臂已经扭曲变形，骨头寸寸碎裂。这怎么可能？赵萧声音都在发抖，他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下。
远处围观的问道竟修士们倒吸凉气。徒手硬汉九品灵剑，薛阳子和羽化天对视一眼，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一抹惊喜。赵萧若是死了，那附近百域就没人能够压制他们。至于曹孽，在他们看来，如此逆天之资应该不屑在这百域内称王，这等天骄应当前往附近千域，只有那里才是他大放异彩的地方。曹孽踏空而来，每一步都让虚空泛起血金色涟漪。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那柄九品灵剑，九幽冥铁果然名不虚传，倒是把好剑。赵萧面目狰狞，突然咬破舌尖，一口精血喷在剑身上，以我精血祭剑诛魔。九品灵剑顿时血光大盛，剑身上的符文重新亮起。赵萧狂笑着挥剑，去死吧！一道横贯天地的血色剑芒斩出，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塌，垂死挣扎罢了。曹孽冷哼一声，右手成爪凌空一抓，轰！那毁天灭地的剑芒被他生生捏碎，余波未散。曹孽已经瞬移至赵萧身前，从他手中夺过了九品灵剑。剑不错。曹孽轻抚剑身，原本剧烈震颤的灵剑顿时安静下来，发出沉浮的嗡鸣。剑身上的血色符文渐渐转变为血金色，居然在主动认主。曹孽嘴角含笑，以后你为名誉。剑身轻颤，似在欢呼。赵萧傻眼了，他不能爆发这剑的全部威力，就是因为这剑还不真正的属于他。谁想一转眼，这剑居然主动认主。不，曹孽，我要你死！赵萧不知从何处拿出一张传讯符捏碎，轰！苍穹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，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方圆10万里，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。一个身穿黑袍的中年男子从裂缝中缓步走出，每踏出一步，脚下就自动凝结出剑气莲台。赵萧，何时换我？男子声音冰冷，藐视一切。赵萧见到来人，顿时狂笑起来。九霄剑圣，当年我送你那柄剑的人情，现在该还了。给我杀了这个小畜生！九霄剑圣目光扫向曹孽，当看到他手中那柄泛着血晶光芒的灵剑时，瞳孔猛地一缩。身为剑圣，他一眼就看出这剑的非凡。剑身上流转的符文，比他手里的九品灵剑还要玄奥数10倍。可以，九霄剑圣冷冷道。不过他手中的剑归我，你若是能抢来，自然是你的。赵萧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只要能弄死曹孽，付出什么代价都值。现在的他可是真正的弃帝，只要有材料，大不了再炼制一柄。小子，交出此剑，本剑圣留你一个全尸。九霄剑圣居高临下的俯视曹孽，曹孽轻抚剑身，喃喃低语：斩杀劫灭尽5层，你需要动用几剑？他将身上的所有法则灌入其中，明玉剑血晶光芒大盛，争！剑身剧烈震颤，主动挣脱曹孽的掌控，化作一道血色闪电，直射九霄剑圣而去。噗嗤，利剑穿胸而过，带起一蓬血雾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明玉剑已经冲入虚空裂缝，消失不见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瞪大眼睛，下巴都快掉到地上。这……赵萧脸色煞白，双腿不自觉地发抖。直到这时，众人才发现，九霄剑圣的身形逐渐虚幻，最后化作一缕剑光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居然是剑气分身！与此同时，相隔365域的一座山脉上空，2位劫灭尽5层的强者正在激战，恐怖的威能让附近万里一片虚无。突然，2人上空射来一道血色剑光，一眨眼就穿透其中一人的身体。另一人正在蓄势，陡然看到这一幕，吓得浑身一哆嗦。只见那抹血色剑光撕裂虚空，直接消失不见，和他对战的九霄剑圣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他望向血色剑光消失的方向，顿感后背冷汗涔涔。何方前辈？居然相隔数百座道域，一剑斩杀一位劫灭尽5层的存在。天剑山庄上空，一切都恢复平静。一抹血色剑光自虚空中射出，落入曹孽手中。众人瞳孔一缩，明玉剑间一滴鲜红的血液坠落，其散发的气息和刚才的九霄剑圣一般无二。众人吞咽了一口唾沫，莫非那位九霄剑圣死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就算能灭掉九霄的剑气分身，也绝无可能斩杀九霄剑圣。赵萧发出不可置信的嘶吼：赵萧，你对本家主的实力一无所知。曹孽一剑挥出，剑光撕裂长空，在赵萧的瞳孔中瞬间放大，血光乍现，头颅高高飞起，赵萧的气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没想在这下千域能发现如此了不得的天才。不合时宜的声音自四面八方传来，众人疑惑地扫向四周，却不见一人。曹孽目光微凝，望向虚空某处，淡淡道：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？众人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只见空间微微扭曲，
一道黑袍青年缓步踏出，来人相貌英俊，气息内敛，无一人能察觉其深浅。黑袍青年微微一笑，语气温和：“道友，借一步说话如何？”“你是谁？我们认识。”曹聂警惕道。眼前这人给他一种如渊似海的感觉，他不是对手。若是开启疯魔状态，那就另当别说。九曜神朝隐龙阁阁主风啸天。黑袍青年淡然一笑。曹聂暗自皱眉，记忆中没有这个势力的印象。倒是不远处传来一声骇然惊呼：“九曜神朝，不会是3000道域位列前3的那个无上神朝吧？”曹聂见对方神色从容，心中了然，多半就是那人所说的庞然大物。可以。曹聂颔首应答。风啸天没有恶意，这一点他能看出来。离骚院内，凉亭中，曹聂与风啸天相对而坐。风啸天开门见山：“道友想必在疑惑，我为何会找上你？”曹聂点头，确实有些好奇。风啸天微微一笑：“隐龙阁专为陛下网罗天下奇才，刚才路过，恰巧见到道友斩杀9霄剑圣的一幕，于是就跟了过来。没想道友如此年轻。”虽无法看透曹聂的真实骨龄，但那股澎湃的血气足以证明，曹聂的修行岁月绝不超过万年。对问道境修士而言，这样的年纪其实和3岁娃娃差不多，这也是他以同辈相交的原因。你想让我加入九曜神朝？曹聂道出风啸天的目的。风啸天含笑点头：“以你的天赋，将来必成半仙。若是加入我朝，可得一株轮回花。”轮回花，劫灭境巅峰想要突破红尘仙，需要历经10世轮回，积累红尘气。风啸天解释道：“每完成1世，就离红尘仙更进一步，集满10世即可成仙。每世轮回需满足2个条件：1是自然老死，2是至少修到劫灭境。满足任意条件，都能积累1世红尘气，并在元神上留下轮回印。”说着，风啸天元神出窍，只见其眉心处5道首尾相连的神秘印记闪烁着幽光，这就是轮回印。5道印记代表我是5劫半仙，在普通劫灭境修士眼里，我还是劫灭9层，在拥有轮回印的强者眼中，我就是5劫半仙。每多1道轮回印，实力都会暴涨。轮回不易，若2个条件都达不到，就不再有轮回机会，当场死亡。在极阴环境下，这些失败者体内会孕育出轮回花，炼化后可抵1次轮回。轮回花极为罕见，不巧，我九曜神朝掌握了培育之法。风啸天目光灼灼：“加入我们，你就能省去1世轮回，所有劫灭境9层的成员都能免费获得1株轮回花。想要更多轮回花也很简单，要么立功换取，要么为我朝效力10万年，每10万年可得1株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：“对你这样的天才来说，这可是难得的机缘。”曹聂略作思索，在这百域待着也无趣，不如出去闯荡一番。我若答应，你们准备怎么安排我？他直截了当地问。风啸天闻言一喜：“具体要看陛下的旨意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朝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否则也不会派我们隐龙阁四处招揽人才。”“好，我答应。”曹聂干脆的点头。风啸天立即取出一枚古朴令牌：“这是我朝的招贤令，等你到了九曜神城，持此令前往隐龙阁，自会有人接应。记住，必须在半年内报到，否则令牌失效，就再无机会。”他顿了顿，又笑道：“当然，像道友这样的绝世天才，随时来投，我们都欢迎。我会将你的情况禀明陛下，相信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悦。”两人又寒暄片刻，风啸天才告辞离去。通过这番交谈，曹聂对3000道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3000道域分为下千、中千、上千3个层次，他所在的苍茫道域不过是下千道域之一。中千道域的面积是下千道域的10倍到100倍不等，上千道域又比中千道域大上10倍到100倍。人族以6大势力为尊，分别是不朽佛门、不朽秦族、不朽苏族、九曜神朝、星河神朝和天书神朝。世人称之为一门2家3神朝。妖族则以4大神兽族群为首：龙族、凤凰族、白虎族和玄武族。见风啸天离去，曹安几人走了进来。“家主，刚才那人是？”曹安兴奋地搓了搓手，眼睛直往门外瞟。曹聂神色一动，连忙朝远方要撕裂空间离开的风啸天丢一个真实之眼。天命之子的字眼刺得他神情一震，他表情古怪地瞥了曹安一眼。风啸天，九曜神朝隐龙阁阁主，5劫半仙修为。刚才两人的交谈，他们也听见了。曹安听完之后，非但没有沮丧，反而眼中金光更盛。以他的天赋，成仙都轻轻松松，想得到这个风一样的美男子，还不是迟早的事情。曹安望向风啸天离开的地方，下意识舔了舔嘴唇。曹聂感觉一阵胆寒，不由为风啸天祈祷。这时
院外走来一群上百人，正是附近百域的问道境修士。他们刚才没有走运，曹孽和风啸天的交谈没有避人，他们都清晰地听了进去。原以为劫灭境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巅峰，没想之上还有半仙。商量之后，他们都一致的想要追随在曹孽身边。除此之外，曹孽这逆天的战力让他们敬畏，这样的人以后成仙绝对不是问题。前辈，请允许我们追随在你左右。虚阳子作为代表，在院门外恭敬行礼。曹孽扫视众人，对他们的心思一清二楚。他指尖凝聚出一道神魔印记，淡淡道：想追随可以，但需要种下此印。这印可长生死，还能提升10倍修炼速度。人群中顿时响起窃窃私语，不少人面露迟疑，显然不信这印真能提升修炼速度。曹孽也不强求，不愿意的可以离去。很快，一个胆大的修士抱拳告退。见曹孽没有阻拦，其他人也陆续离开。他们只想抱大腿，可不想将命交给别人。不一会儿，院外只剩下40人左右，虚阳子就在其中。既然你们愿意，那就过来接受控制。不到半刻钟，这些人全都种下了神魔印。感受到体内暴涨的修炼速度，众人又惊又喜，暗自庆幸选择正确。在他们看来，以曹孽的修为控制他们，不过是为了防止背叛，绝不会让他们做无谓牺牲。你们回去准备一下，1个月后来，大夏先朝曹家找本家主。众人躬身一礼后，纷纷告退。曹孽准备把女修留下来保护红绫他们，男修进入大夏为官，为他那还没有受孕的儿子提前打好班底，为以后一统3000道域做好准备。1天后，曹孽带着曹安等人回到了曹家。刚一回来，曹健就找了过来：家主，陛下出关了。曹孽眉头一皱：夏离什么时候出关的？曹健道：1个时辰前。另外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叶琉璃夫人怀孕的事情，陛下已经知道，现在正在审问当中。刚才宫里的太监来过，说是陛下要见你。那太监刚走不久，估计还没到宫里。曹孽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话说，这下礼是该吃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去一趟宫里，让他为我曹孽添上一子。曹孽高兴地向着宫里走去。夏离的真面目，他着实有些好奇。这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女人。大夏御书房内，曹孽刚接近，就听见夏离那不满的质问：琉璃，朕是让你监国，不是让你怀孕。叶琉璃毫不退让，声音带着委屈：陛下，这监国和怀孕不冲突，我为什么怀不得？夏离一怔，叶琉璃怎敢反驳他？以前的叶琉璃可是非常听话的琉璃，你再说一遍，朕没有听清楚。夏离面露煞气，今天必须让叶琉璃吃苦头，不然谁是主子都搞不清。叶琉璃冷哼一声：怀孕了又怎样？怀孕阻碍我一统苍茫道域了，怀孕阻碍我成为归虚境8层的强者了，怀孕阻碍我让大夏国力提升数10倍了。他叶琉璃已经不是以前的叶琉璃，他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曹孽的女人。夏离是万万想不到叶琉璃敢如此硬刚他。待他反应过来，刚想动怒，可转眼就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他神识笼罩叶琉璃，这才惊讶地发现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叶琉璃已经从原本的归虚6层提升到了归虚8层。如此恐怖的提升速度，简直匪夷所思。你刚才说我大夏的国力提升了数10倍，还一统了苍茫道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夏离端坐在龙椅上，怎么做都感觉浑身不舒服。叶琉璃傲娇地叉着腰，挺着个大肚子。这里没有其他人，他已经恢复成原来的面貌。至于夏离，还是男儿面貌。哼，大夏在我的带领下，朝中人才济济，归虚境强者从以前的8人暴涨到了20人。另外，让你头疼的几位王爷已经去见你太奶了。凌霄仙朝和天眼仙朝皆已覆灭，如今苍茫道域36州，我大夏说的算。此外，我已经着手准备吞并周边的其他几座道域，安排的差不多，准备将这几域拿下，纳入我大夏版图。至于现在的大夏，应该改名大夏圣朝。既然你已出关，我也该离开，回到曹家养胎去了。说罢，叶琉璃准备转身离去。夏离猛然起身：站住！叶琉璃瞥了这位妹妹一眼，无所谓道：你还有事？夏离强压怒火，一字一顿道：其他的先别谈，朕问你，这孩子是谁的？叶琉璃翻了一个白眼：陛下，你闭关闭傻了吧？我去曹家养胎，你说还能是谁的？夏离瞳孔一缩，脱口而出：曹孽！叶琉璃指尖轻抚隆起的肚子，眼里流露出幸福。陛下也该找个男人嫁了，我夫君就很不错，你怕是还没尝过男人的滋味吧？你……夏离踉跄跌坐回龙椅，眼前的叶琉璃让他感到陌生。突然，他瞳孔一震：你知道朕是女儿身？叶琉璃点点头。现在整个大夏子民都知道你是女儿身，陛下无需担忧，因为无人威胁你的地位。当然，
我夫君除外，两大先朝之所以覆灭，都是他的功劳。夏黎闻言，下意识选择不相信。不可能，他曹孽就算再怎么妖孽，也不会如此逆天。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天赋，定能先曹孽一步突破问道境，这才毅然选择闭关。谁能想到，短短数月，外界已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夏黎，这世间万事皆有可能。一道慵懒的嗓音突然响起，比如本家主要让你替我生孩子，听着荒唐，却是你逃不开的宿命。曹孽负手而入，嘴角噙着势在必得的笑意。今日夏黎必须怀上他的孩子，谁敢阻挠，唯有一死。曹孽！夏黎惊讶的起身，他居然看不透曹孽，神识探查更是无果。在曹孽温柔目光的注视下，叶琉璃消失在门口。当他转身，就看见一脸不可置信的夏黎。想想也是，值得理解。夏黎面色涨红，手足无措地僵在原地。这两人竟敢当着他的面说这些不知羞耻的话。曹孽，你该当何罪？他怒拍龙案，周身灵力暴涌，整个御书房都在震颤。曹孽不慌不忙地勾起嘴角，臣确实有罪。夏黎凤眸微眯，没想曹孽居然主动承认了。那你说说，所犯何罪？曹孽一步步逼近龙椅，低沉的嗓音带着戏谑：冒犯龙颜之罪，不如陛下就罚臣。放肆！夏黎愤怒至极，抬手打出毁天灭地的一掌。曹孽随手一挥，那足以覆灭万里疆域的一掌瞬间烟消云散。眨眼间，他已经逼近夏黎。陛下何必动怒？曹孽轻笑着扣住夏黎的手腕，将他逼退，坐回龙椅。夏黎瞳恐惧震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他9成实力的一掌，居然如此轻易地被曹孽化解。曹相，有话好好说。此刻的他已经看清形势，问到近一层的他，绝不是曹孽的对手。也不知这个乱臣贼子是如何修炼的，短短数月，实力已然超出他一大截。曹孽突然伸手，一把扯下他脖子上的玉佩。刹那间，夏黎周身光华流转，一袭火红龙袍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，修长玉腿在衣袂间若隐若现，纤腰不盈一握，衬得身段愈发玲珑。雪肤红唇，凤目含微，绝色容颜在褪去伪装后更显凌厉冷艳。曹孽微微失神，就见夏黎突然拿出一张符箓引动，一眨眼，一道魂光冲进了曹孽的识海。曹孽的元神微微一痛，转瞬便恢复如常。这死娘们！啪！一记耳光毫不犹豫落在这张令他心动失神的脸蛋上。你居然没事！夏黎捂着脸，眼中满是惊骇。这破魂符可是他的底牌，不会轻易动用。曹孽玩味地看着夏黎，陛下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问道境8层，就算是一些劫灭境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就你那破魂符也就让我痛了一下。若能得陛下垂怜，臣愿以万里山河为聘。夏黎羞怒交加，这江山本就是朕的。曹孽呵呵一笑，陛下还是考虑一下接下来的100玉要不要？你这话是何意？夏黎不解。曹孽道，附近100域已经有一半的霸主级势力臣服于我，若是陛下愿意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，不出半年，这附近100域都可以姓夏。夏黎想起曹孽刚才所言，劫灭境的战力征服附近100域轻轻松松。曹孽，带着你的曹家离开，凌霄仙朝和天眼仙朝的疆域还你。曹孽冷笑，陛下这是要向我曹家开战吗？突然，夏黎周身迸发出耀眼星辉，一股亘古苍茫的气息自他体内苏醒，整个御书房都在震颤。曹孽神色骤变，连退数步。这是……他连忙丢去一个真实之眼。夏黎受到宿主刺激，正在觉醒前世记忆。曹孽傻眼了，这都能觉醒，莫非是进入轮回的劫灭境9层强者？可千万不要是什么超级大佬，不然他这个号要重开了。夏黎浑身轻颤，凤眸中金芒流转，声音忽然变得空灵悠远。怎会如此快就？原来如此。一袭龙袍猎猎作响，恐怖的地威弥漫，一些碎片记忆涌来。神界之巅的琼楼玉宇，统御9重天的无上威仪，那场震动寰宇的旷世之战。夏黎回过神来，原来他的前世是一位无比恐怖的大能。那一战没有赢家，这一世他一定要成为那至高无上的存在。他望向曹孽，目光中带着审视，刚才的记忆袭来。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他连男人的手都没有碰过，谁想这个无耻混蛋给他看那东西？夏黎眸中金芒流转，目光复杂地凝视着曹孽。他朱唇轻启，声音带着几分不自然的颤抖。朕答应你。曹孽瞳孔微缩，陛下说什么？朕说。夏黎满脸羞愤，朕答应宠幸你。曹孽还是不敢相信。在他的真实之眼中，夏黎觉醒了前世亿万分之一的记忆。
天赋从原本的王级提升到了半步晋级。如此恐怖的提升，难道他也有系统？系统为什么无法探查到更多？真实之眼受宿主修为限制，当前权限不足。他眯起眼睛，缓步上前。陛下突然转变，倒是让臣受宠若惊。3天3夜后，曹孽刚回到曹府，曹健又找了上来。咦，家主，你腿怎么瘸了？曹健外表严肃正经，一张胖乎乎的脸显得敦厚老实。曹孽总觉得他眼里藏着嘲笑，这老小子不会是大老远就看见他瘸着腿，故意在这里等着看他的笑话吧？大长老，你很闲啊。曹孽眯了眯眼，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曹健顿感后颈一凉，赶紧干笑2声。家主说笑了，我向你汇报一下我曹家这1年多以来的发展状况。曹孽点点头，抬脚往前走。说吧，如今家族的情况如何？曹健连忙跟上，伸手就要扶。曹孽脚步一顿，斜眼瞥过去。怎么，大长老是觉得我走不动道了？曹健赶紧缩回手，陪笑道：家主莫怪，我这不是怕您摔着，您可是我曹家的顶梁柱，是万不可能出一点事的。说完，他又压低声音，挤眉弄眼道：不过家主啊，陛下虽好，您也得悠着点儿，老朽可在这儿等您3天了。曹孽神气道：你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夏离这1个月都下不来床，要不是他跪地求饶，我会放过他。曹健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曹孽还在打颤的双腿，连连点头。家主说的是，他夏离算什么？家主神威盖世，对付那丫头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曹孽满意的点点头，抬腿向前走去。说吧，家族的情况怎么样？曹健跟在曹孽身后，连忙端正态度。家主，从实力上说，如今我曹家算上家主，一共有4位问道境，43位归虚境，179位破望境。如今的情况是，家族修炼环境可以，就是族人的天赋不行。曹孽认真听着，想要壮大，他一个人壮大是不行的。有危险时，他修为再高，也有顾不来的时候。这时候，家族整体强大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。另外，截止3日前，新生儿的数量达到了7000人左右，这些孩子的天赋基本都在中等、上等天赋的也有几人。第2批怀孕的人目前有3000多人，加上如今的环境，相信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不会差，质量或许还会高于第1批。家主，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曹孽微微点头，说白了就是天赋差。归虚境以下的境界，只要天赋不是太差，都能用资源慢慢堆起来。归虚境需要领悟归虚真意，这需要很强的领悟力。中等天赋的人几乎很难突破这个境界，长此以往，曹家的实力必将2极分化严重。这是圣体本源，你交给对家族功劳最大的人。曹孽把得到的圣体本源拿了出来，同时嘱咐道：还有，你们9大长老还有曹辉，如今天赋都已经达到神级，生出来的子嗣必定不差，这生孩子的重任你们也必须加入进来。曹健拍着胸脯保证：家主放心，这是我早安排下去了。他又得意道：其实不瞒家主，我的那些妻妾全都已经怀上，不出半年就会有孩子诞生。曹孽满意的拍拍他肩膀：还是大长老靠谱，不像2长老那老光棍，白瞎了我给他的本源。他话锋一转，好奇道：对了，你纳了多少房小妾？曹健顿时支支吾吾起来。怎么，对本家主还想隐瞒？曹孽脸色一沉。曹健缩着脖子道：其实也不多，也就3、4、500个。曹孽一个踉跄，差点栽倒。多少？就499个。曹健有些心虚。曹孽嘴角一抽：尼玛，原以为他已经取得够多，结果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。大长老，你不会是什么歪瓜裂枣都收吧？曹孽狐疑道。曹健立即挺起胸膛：家主，您这就小看人了。他们虽然比不上几位主母，但个个都是美人坯子。曹孽有些傻眼了。好家伙，意思是这400多个全是7、8、10分的美女？等等，你从哪儿搜罗来这么多美女的？曹健嘿嘿一笑：这不是我曹家日夜壮大了吗？大夏那些宗门家族都赶着巴结，这其中就不乏送女儿的。我看他们家的闺女怪可怜，就都收下了。曹孽的脸都绿了。你确定他们是想巴结你，而不是冲着我来的？曹健信誓旦旦道：家主放心，那些女人虽漂亮，但绝对入不了您的眼。曹孽盯着曹健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见对方没有心虚的表现，这才作罢。传下去，以后遇见90分以上的女人都给我交出来，谁敢染指，休怪本家主翻脸不认人。曹健颔首：这事家主你无需担心，我早已经传下去，90分以上的归家主你，80分到89分的归我，80分以下的他们才能选择。曹孽意味深长地盯着曹健，这老小子也是不安分的主，连汤都不给其他8位长老尝尝。好了，至于族人天赋的问题，
你直接去找三长老配合。曹聂说完，转身就走。早在回来前，他就把造化丹的丹方交给了曹峰，连赵萧的天火也给了他。现在就等曹峰晋升9品丹帝，到时候就能搜集材料，把全族人的天赋都提升到伪王级。遵命，家主。曹健恭敬行礼，目送曹聂离开。这时，曹辉匆匆跑来：“大长老，又有人来巴结我们曹家了。”曹健眼睛一亮：“带闺女了吗？”“带了。”曹辉酸溜溜地说：“还是一对双胞胎呢。”“哈哈，快带路！”曹健笑得见牙不见眼，肥硕的身影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曹辉郁闷地跺脚：“这老色鬼都纳了400多个，也不知道分我们几个。”说着赶紧追了上去。在曹家，小事找大长老，大事才找家主。曹聂离开后，慢悠悠往听雨轩走去。经过2长老院子时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怒吼：“服不服？呸！死变态！打死老子也不服！”曹聂好奇地凑到门缝往里看，只见楚东和苏燕压着个鼻青脸肿的年轻小伙，曹安正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扇他。曹聂记得这个年轻小伙，赵萧才收的徒弟，好像叫林北，是一位气运之子。院子里，曹安喘着粗气停下动作，盯着面前肿成猪头的林北，一脸难以置信。真是邪门，家主最多打1000下就能收服，老子都打了3天3夜，这小子怎么还不服软？曹安越想越气，抬手又是一记耳光，说：“到底愿不愿意？”林北耷拉着脑袋，气若游丝：“打死我吧，我死也不会屈服的。”见曹安又要发飙，楚东赶紧上前主子：“要不直接来硬的，再打下去怕是要出人命了。”林北浑身一颤，恶狠狠瞪着楚东，心里把这混蛋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个遍。他本想激怒曹安求个痛快，谁想这混蛋居然敢拦他求死。一旁的苏燕面无表情，看向林北的眼神里带着同病相怜的同情。想当初他可是熬了1个月才认命，到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毛。不行，曹安摆了摆手：“家主能把女人打服，本长老就不信收拾不了这小子。小东子，先带他下去养伤，伤好了继续打。”“是，主子。”楚东和苏燕刚要架起林北，等等！曹安突然叫住苏燕：“你留下！”苏燕顿时浑身僵硬，哭丧着脸：“主子，要不然我送他回去，换楚东留下，谁都别想跑。”曹安邪恶地笑着，转头对楚东道：“去给他喂点疗伤药，然后你也给我出来一起。”楚东已经习惯，没怎么抗拒，但心里时刻盘算着怎么逃走。好的，主子。等2人离开，曹安一步步逼近苏燕，苏燕连连后退，面如死灰。院门外，曹聂赶紧转身离开，这画面实在太辣眼睛了。穿过层层竹林，曹聂在听雨轩外看到2道僵直的人影。问道近5层的强者，曹聂一个真实之眼丢过去。姓名：叶璇，修为：问道近5层，身份：叶晨亲爹，何洁的一夜情人，青天道域域主，万雷宗宗主，柳素素丈夫，叶霜寒亲爹。姓名：肖战，修为：问道近5层，身份：瑶瑶丈夫，萧北亲爹，萧家家主。他连忙收敛气息，向着2人走去。这2人能瞒过曹健，手段必定不差。叶璇回来后，去找柳素素问问查得怎么样。谁想听宗门长老说柳素素至今未归，担心的他直接来到苍茫道域，根据辉老死前留下的位置找到了这里。谁想一出现就看见柳素素和女儿叶霜寒2人坐在凉亭内有说有笑。让他无法想象的是，2人都挺着个大肚子，周围还围满了其他女人。他无法想象，当场待在原地。就连肖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都不知道。肖战同样一脸懵逼。100年前他掉入一个遗迹，本以为必死无疑，不曾想造化弄人，他不仅得到一位问道境巅峰大能的传承，还得到一株奇特的果实，在吃下后，他的天赋直接提升到王级。如今100年已过，他好不容易逃出哪个遗迹，本来还担心家族出事，谁想还真的出事了。原本的萧家早已经荡然无存，失去线索的他只得在附近几域游荡起来。就在1天前，他突然感受到遥遥的气息，于是就循着气息找了过来。没想一出现就看见他心心念念的夫人怀中居然抱着一个婴儿。他已经不在100年，这婴儿绝不可能是他的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瑶瑶改嫁了，可为何没有他儿萧北的气息？凉亭内，红林最先注意到院外的2道陌生身影，他眉头顿时紧蹙。这可是曹家禁地，除了核心成员，外人根本不可能踏足。能悄无声息潜入此地，连曹健都没能察觉，这2人修为怕是深不可测。他顺着2人呆滞的目光看向身旁的柳素素和瑶瑶。素素、瑶瑶，这2人你们可认得？
红绫轻碰两人手臂，同时暗中向曹聂传音。得知曹聂就在院外，红绫紧绷的神经这才稍稍放松。柳素素和瑶瑶循声望去，原本平静的神色骤然凝固。柳素素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手指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角。瑶瑶更是瞪大双眼，满脸难以置信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叶双寒突然起身，声音发颤地望着叶璇。听到几人的声音，叶璇和肖战这才回神。叶璇瞥了一眼身旁的肖战，一双眼睛已经变得通红一片。肖战脸上阴晴不定，100年时间而已，他就等不得要抛弃家族，抛弃儿子，改嫁到这曹家。二位，不如进去一叙。曹聂那如同幽灵的声音骤然在两人身后响起，惊得他们本能的就要出手反击，可还没等他们有动作，一只手掌已经轻轻按在了他们肩上。刹那间，恐怖的威压让两人几乎窒息。劫灭境强者，两人惊恐的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置信的神色。曹聂若无其事地收回威压，信步走向凉亭。红绫，带他们下去，素素、瑶瑶、双寒留下。是，夫君。红绫欠身行礼，带着其他姐妹退下。柳素素三人身形微晃，只能忐忑地站在原地。尤其是柳素素根本不知该如何面对叶璇。都坐下吧。曹聂从容地坐在三女中间。有些事终究要面对。三女迟疑片刻，终究还是温顺地坐到了曹聂身旁。看着曾经在自己面前任性娇蛮的女人，如今这般乖巧听话，叶璇和肖战心如刀绞。请用茶。曹聂为二人斟茶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叶璇和肖战的目光久久不曾从柳素素和瑶瑶身上离开，直到曹聂再次呼唤，两人这才惊醒过来。他们端坐在曹聂对面，恶狠狠地盯着曹聂。若不是忌惮曹聂的实力，他们早已经抱起杀人。二位的目的，本家主已经知道。曹聂抬起茶轻抿一口，道：世间万物都讲究你情我愿，不巧的是，他们成为本家主的女人都是自愿的。二位若是要怪罪本家主便是。几人闻言，神色各异。柳素素三女不约而同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蛋，想起当初第一次遇见曹聂时的场景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，这个变态的嗜好还真是让人无语至极。叶璇和肖战看到他们脸上怀念的神情，顿时火冒三丈。砰！叶璇第一个忍受不住，起身怒拍石桌。柳素素，你就不打算解释一下，这才几个月你就已经怀上了？柳素素轻抚腹部，冷声道：事实你已经看见，是非对错我已无心解释。她也是无可奈何，女儿和她都怀上了曹聂的孩子，加之曹聂实力比叶璇强大，甚至那方面都比叶璇强大了好几倍。经过这几个月的接触，她已经离不开这个强势镇压她的男人。至于叶璇，她内心是希望对方死在秘境中回不来的。谁想命大，不仅活着，刚才给他的感觉修为都有提升。叶璇闻言，双拳紧握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素素，他嗓音沙哑，当年新婚之夜，可还记得我们发过的誓言？柳素素冷着脸，叶璇，那些已经成为过去，人要学会往前看。你说过等我从秘境回来的。叶璇内心冰凉，他声音发颤，猛地一拍石桌。曹聂轻咳一声，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敲击着石桌，打断了叶璇的话。前夫老弟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素素现在是我的夫人，腹中是我的骨肉，你这样纠缠，有失风度。闭嘴！叶璇周身骤然爆发出一股凌厉剑气，石桌上的茶杯应声而碎。你到底用了什么邪术迷惑素素？她不可能是自愿的。肖战也按捺不住，猛地站起，目光冷冷射向瑶瑶。瑶瑶，你说话，是不是这厮强迫你的？瑶瑶咬了咬下唇，偷偷瞥了曹聂一眼，这才轻声道：肖战，夫君对我极好，每3天都会宠幸我一次，不像你，半个月都不一定能让我快乐一次，和你在一起真的很遭罪。你离开吧，请不要来打扰我和夫君的美好生活。肖战如遭雷击，踉跄后退半步。这才100年不见啊！叶璇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女儿，悲痛道：双寒，你打掉他的孩子，跟我走。叶双寒犹豫不决，感受到手背上传来柳素素的温度，他一咬牙：爹娘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叶璇闻言，血压飙升：你当真不走？叶双寒看了曹聂一眼，坚定点头。夫君虽不完美，但他是真的好。噗！叶璇没有忍住，一口鲜血喷出。他最疼爱的2个女人居然都不站在他这边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自问没有做错什么。看见2人吃瘪的样子，曹聂内心说不上来的开心。他伸手将柳素素和瑶瑶揽入怀中，在2人额头亲吻了一口，然后拍着胸脯保证：2位放心，我曹聂在此发誓，绝不会亏待他们。曹聂，你找死！叶璇和肖战同时抱起，
抬手猛然轰出，直袭柳素素和瑶瑶面门而去。他们自知杀不了曹孽，但绝不会让柳素素和瑶瑶活下去，侮辱他们的名声。这一掌，他们动用了全力，加上还是突然出手，如此近的距离，他们绝不信曹孽能同时救下两人。柳素素和瑶瑶浑身一僵，望着在眼中急速放大的手掌，瞳孔中倒映出一抹难以置信。他们想过种种，唯一没有想到他们的前夫会动手杀他们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曹孽迅速抬手，快如闪电般一拳轰在两人胸口。就在两人的手掌距离二女的面门还有不到5厘米时，他们的身形猛地倒飞出去，一口鲜血在空中喷出优美的弧度，两人轰然倒地，面露难以置信。如此近的距离，曹孽居然都能反应过来。曹孽走出凉亭，目光前所未有的森寒：“二位，伤我妻，动我儿，死！”话音未落，他抬手便是一掌凌空压下，虚空震颤间，两道身影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在这遮天掌印下爆成血雾，连逃逸的元神都被掌风余波搅得粉碎，彻底魂飞魄散。柳素素三女正立原地，衣裙被劲风掀起涟漪，望着地面刺目的两滩鲜红，三女显得不知所措。曹孽抬手一挥，仅剩的鲜红也消失不见。他走到三女面前，柔声开口：“本打算放过他们，谁想他们竟敢对你们动手。”他伸手轻抚叶双寒的脸颊：“在我面前，就算是你们的亲生父亲，也别想动你们一根头发。”瑶瑶将脸埋在曹孽肩头，声音闷闷的：“夫君，他毕竟是……”曹孽用食指抵住他的唇瓣，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：“敢对我的女人出手，就要做好神魂俱灭的准备。”柳素素睫毛轻颤，忽然抓住他的衣袖：“那万雷宗。”“放心。”曹孽把三女搂入怀中：“本家主会派人去铲除。”叶双寒靠在曹孽怀里，望向叶璇消失的地方，沉默不言。叶璇就算再怎么不对，都是他亲爹，让他一时间接受这个事实，十分勉强。柳素素看出叶双寒的悲伤，轻拍他的肩膀安慰：“对于叶璇的死，他有悲伤，但不多。2个月后，曹孽刚开完长老会回来，才靠近听雨轩，就听见3道婴儿的啼哭。他连忙迈步进院：“家主，3位夫人生了。”丫鬟前来禀报。曹孽迈着高兴的步伐踏入屋内：“恭喜宿主，曹清柔为你诞下第11子，奖励生死法则。恭喜宿主，赵涵雅为你诞下第12子，奖励太阴法则。恭喜宿主，叶琉璃为你诞下第13子，奖励太阳法则，已自动为宿主融合。恭喜宿主，子嗣数量超过10个，奖励法则塔。法则塔能让曹家族人快速领悟法则。”屋内，曹孽怀中抱着3个婴儿，眼中满是欣喜。他低头看向第一个孩子，柔声道：“清柔，我们的孩子就叫曹九霄，取凌云九霄之意，愿他未来能翱翔天际，志存高远。”转向第2个孩子时，他目光炽热如火：“涵雅，我们的孩子就叫曹焚天，取焚天逐海之志，愿他勇猛精进，无惧无畏。”最后，他凝视着第3个孩子，眼中泛起温柔涟漪：“琉璃，我们的孩子就叫曹青离，取清如琉璃之心，愿他纯净通透，明澈无瑕。”床榻上的3女闻言相视一笑：“我们都听夫君的。”这天，曹孽来到大夏御书房内，他娴熟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下：“夏离，我要前往九曜神朝，你要不要一起？”夏离依旧是一袭火红色龙袍，精致的面容多了一丝母性的光辉，平坦的小腹虽还不明显，但那里的确孕育了一个小生命。夏离前世身为超级强者，自然知道强者怀孕极为困难，谁想在曹孽这里好像没有这个限制。他抬眸扫了曹孽一眼，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：“有话直说。”他可不相信曹孽是来叫他一起离开的。曹孽低笑一声，起身逼近：“走之前来找你叙叙。”夏离眼尾微挑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。曹孽一把扣住夏离的纤腰，转身稳坐龙椅，将他牢牢禁锢在怀中。“放开！”夏离冷声喝道。曹孽搂得更紧了些：“我要是不放呢？你敢违抗圣命？”夏离凤目含煞，周身骤然爆发出凛冽的威压。问道进5层，2个月突破4层，不愧是超级强者转世重生，这修炼速度简直没谁了。啪！空气瞬间凝固。夏离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女人。夏离眼中寒芒爆闪，玉掌划破空间，带起音爆声。啪！曹孽，你也给朕记住，你只是朕的男宠。曹孽舔了舔嘴角血渍，眼底燃起滔天战意。有意思，那就用实力说话。问到9层的气息骤然爆发，几天前刚刚突破，正合朕意。9天9夜后，曹孽离开了御书房，身后
传出夏琳娜得意忘形的嘲笑。曹聂听到这声音，气愤不已。他还没踏入曹家大门，就被2道气息给惊动。他眉头一皱，循着气息来到一处院落外。院内9大长老齐聚于此，气氛凝重。谁允许在族中肆意释放威压的？曹聂冷着脸踏入院中，红色衣袍无风自动。拜见家主。10道身影同时躬身行礼。曹聂这才注意到，除了9位长老外，还站着一位娇小女子，正是天剑山庄那位萝莉舞姬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曹聂把目光锁定在3长老曹峰和4长老曹谷身上，2人支支吾吾，不敢直视曹聂的眼睛。曹安不嫌事大，上前几步，启禀家主。2长老曹峰2人异口同声地打断曹安的话。曹安不以为意，反而提高声调：事情是这样的，这2个畜生把小五姑娘的肚子搞大了，如今分不清是谁的种，正要靠拳头决胜负，谁赢了谁就当爹。曹聂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什么叫谁赢了当爹？查一下血脉不就知道是谁的种了？曹安凑过来，挤眉弄眼地说：家主，您忘记在离骚院的时候了，这2老变态居然和小五姑娘，结果现在查血脉，孩子居然跟2人都有关系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最绝的是，这俩还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……曹安做了个恶心的表情，摆摆手道：算了算了，反正他俩的关系乱得很。曹聂总算明白过来，脸上的神情越听越是精彩。等等，大长老种马，2长老喜欢男人，3长老和4长老喜欢一起，9长老喜好年纪大一点的。至于5、6、7、8长老，曹聂狐疑地眯起眼睛，目光在几位长老身上来回扫视。5、6、7、8长老，你们几个应该没这种癖好吧？几位长老立刻挺直腰板，拍着胸脯保证：家主明鉴，我们9人里就他们5个不正常。当真？曹聂一脸不信。4人异口同声：千真万确，不搞断袖之癖。4人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：绝对没有，不多人，深恶痛绝。4人义正言辞，就差指天发誓。曹聂颔首，勉强相信这9人要全是奇葩，那就稀奇了。这时，曹安举起手来，高声道：家主，我要举报，他们都是骗你的，特别是8长老，他8长老曹奋一把捂住了曹安的嘴巴，眼神示意下，曹魏、曹武、曹仪3位长老一同上前架着曹安离开。家主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离开了。曹奋陪笑了一下，余光看见曹健一动不动，上前一把拽住他的手臂：老大，你来一下，我有事和你谈。曹健那肥硕的身躯被曹奋一点一点地拉了出去。片刻间，院子里只剩下曹峰和曹谷以及萝莉舞姬小舞。小舞低着头玩弄衣角，裙摆下微微隆起的小腹若隐若现。他忽然抬头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向曹聂：家主，求您给我做主。曹聂的目光在曹峰与曹谷2人之间来回扫视，他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2人居然你们2个。家主请说。2人连忙挺直身躯站好。曹聂揉了揉太阳穴，一脸无奈：算了算了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俩再生一个，到时候1人养1个。话落，曹聂转身离去。2位长老，遵命，家主。小五，9药心玉，作为9药神巢的主域，这里的灵气浓度几乎是苍茫道域的100倍。一路走来，归虚境强者不说随处可见，可也遇见不少。9药神巢掌控附近100座道域，且都属于上千域范畴，每一域之大，堪比100倍的苍茫道域。当今的9药女帝于1000年前继位。1000年前，封魔渊的魔修全体出动，冲击封印，3000道域有名的势力出动，强者镇压。这其中不乏各大势力的主宰者，9药神巢的帝君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一战，9药帝君带领朝中强者前往封魔渊镇杀魔修大战，持续了10年之久，无数强者陨落，9药帝君就是其中一位。在得知9药帝君身死后，平平无奇的9药9公主毅然发动政变，亲自斩杀监国的9药太子，无数宗亲死在他手中。最终，他身披龙袍，登上了至尊龙位。这些都是曹聂在踏入9药神巢的疆域时所了解到的。短短3个月，他就横跨上1000域，抵达9药星域。现在的他，修为已经达到问道境巅峰，距离劫灭境只有1步之遥。不知为何，他的境界陷入了瓶颈，最近1个月都没有丝毫进步。临行前，9大长老炼化白虎血池的精血，纷纷突破至问道境。曹健、曹安、曹峰3人更是达到问道境3层。当初臣服他的100域强者，女修成为照顾红绫等女的丫鬟，男修归下里掌管。这女人来历神秘，前世不知道是何等通天大能，
居然在短时间内将大夏圣城的灵气浓度提升了20倍。同时，大夏的千万大军已经向周边岛屿开拔，以他的估计，不出半年，百域疆土将会落入夏黎手中。他还顶着大夏丞相的位置，平时都是曹建替他上朝。这一次，曹聂只带了曹安与黑皇以及诸位妻妾相伴。苍穹之上，2道流光划过天际。家主快看，那个穿白裙的绝对够90分。曹安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。这几个月看到女人就琢磨着有没有90分。开始曹聂还有兴趣，谁想这些女人都差上一些，最高也就89。若是曹建在这里，一定会收入房中。眼前只有他和曹安以及肩上缩小的黑皇。曹聂只对90分以上的角色感兴趣，曹安好美男子，黑皇痴迷各类妖兽，因此他对这些女子实在提不起兴致。救命啊！突然左侧传来女子的呼救，曹安循声望去，家主，要不您瞧瞧，这回说不定真有90分。曹聂连头都懒得转。行了，距离9曜神城已经不足1000万里，加快速度。恰在此时，一道白光从2人面前掠过。姑娘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曹安随意一瞥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家主稍后，我去就回。话音未落，曹安已经闪身拦在那名白衣男子面前。白衣男子身形一顿，眼中满是警惕。他对眼前这人毫无好感，明明听见远处白裙女子的呼救声，却是无动于衷，现在还拦着他救人。老头，你什么意思？还不速速让开！白袍男子冷声道。这位公子风度翩翩，当真是人间绝色。曹安双眼放光，目光不曾移开半点。白袍男子脊背一凉，心中莫名发颤，这眼神让他浑身不自在。老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拦我救人！他焦急地瞥向万里外被围攻的白裙女子，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。曹安嘿嘿一笑，闪身上前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。不知公子愿与我同席共枕否？白袍男子闻言面色一白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这是遇上变态了。前辈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要不您换个人？他强忍不适，试探道。开始他没将曹安放在眼里，可刚才那一瞬间泄露的气息让他心惊胆战。这老家伙至少是未问道尽的大能。曹安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泛黄的牙齿。无妨无妨，强扭的瓜虽不甜，但扭一扭至少解渴。满脸皱纹，一口黄牙，再加上眼底闪烁的邪光，白袍男子顿感胃里一阵翻涌，差点把胆汁都吐了出来。修士踏入修行后，体内的污秽将会清除干净，这老家伙能修到问道尽，按理说不该有这般邋遢模样才对。可眼前的事实告诉他，这老变态根本就是个奇葩。前辈，其实女人才是世间至美，要不您改改口味？白袍男子硬着头皮劝道。曹安摇头道，不，真正的美人不分男女。白袍男子终于绷不住了，操！老变态，你给本世子滚远点！他一把挣脱，眼底杀机一闪，举起手中大刀朝曹安头顶劈下。他堂堂9曜神朝药王之子，何时受过这等气？若不是身边没有带护卫，他一巴掌呼死曹安。曹安不怒反笑，世间美男千万，像阁下这般，当真是独一份。话落，他悠闲地逗弄起对方来。远处，黑皇一脸嫌弃：“主人，你看二长老这德行，见到美男就走不动道。”曹聂没有理会，直接施展真实之眼扫了过去。好家伙，他都怀疑曹安是不是自带反派系统。这白袍男子还真是个气运之子，而他要救的白裙女子，赫然是位气运之女。突然，黑皇眼睛一亮，死死盯着白裙女子脚下那头100丈大小的星月狼王，兴奋道：“主人，我要这头星月狼王！”正驮着白裙女子激战的星月狼王莫名一颤，浑身发毛。他总感觉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盯上了自己。检测到气运之女李沁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英雄救美，享受气运之子的待遇，奖励圣体本源1枚；选择2，掉头就走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奖励天阶上品游龙步；选择3，放气运之子姬子明过去英雄救美，奖励绿帽子10顶。系统，我选1，恭喜宿主获得圣体本源1枚。曹聂唇角微扬，身形瞬间出现在围杀李沁等人的上空。轰！滔天威压骤然降临，围杀李沁的10几名破望境修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瞬间被碾成血雾。李沁瞳孔一缩，当看清那道凌空而立的身影时，眸中泛起异彩。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。曹聂凌空而立，衣袍无风自动。李沁呼吸一滞，眼前之人气度超然，刚才那一瞬间展现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
他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绝艳的男子，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，双颊染上一抹绯红，举手之劳，姑娘无需放在心上。曹聂语气淡然。李沁咬了咬唇，鼓起勇气上前一步：“公子大恩，妾儿无以为报。”他的声音逐渐变小，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。公子若是不嫌弃。话还没说完，脚下的星月狼王突然低吼一声，警惕地盯着曹聂。李沁这才发现自己有些失态，连忙改口：“妾儿是说愿意追随公子，效犬马之劳。”他悄悄抬眼，见曹聂神色平静，心头不免有些失落。莫非是他太平庸，入不了公子的眼？曹聂内心十分诧异，这就是气运之子的待遇，女人都主动送上门。看李沁这样子，怕是连以身相许的心思都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我要前往九曜神城，为九曜女帝效力。曹聂饶有兴趣地等待他的回答。李沁的修为不如他，真实之眼看到的自然更多。这李沁居然是九曜神朝丞相李悦唯一的女儿，可惜现在的李悦似乎正在九曜神朝的天牢内。刚才那些人正是九曜神朝的隐龙卫，专门缉拿在逃之人。至于这位丞相为何会被打入天牢，具体原因不明。李沁沉默良久，终是应下：“小女子愿意追随在公子左右。”他答应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其一，他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若是没有强者庇护，迟早会被隐龙卫找到。其二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躲在他身边应该更安全。其三，他是真的心动了。曹聂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玩味，他负手而立，打量着眼前这位倔强又带着几分天真的少女。要追随可以。他话锋一转，不过我身边从不留无用之人。李沁抬眸对上曹聂直白的目光，心都快跳了出来。他一咬牙，坚定道：“公子若是不嫌弃，我愿意以身相许。”曹聂唇角微勾，抬手一招。李沁深吸一口气，缓步上前。曹聂揽住他纤细的腰肢，带着他向下方郁郁葱葱的山林掠去。正在戏耍姬子明的曹安见状，眼中金光一闪，他扛起姬子明，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。山洞外，听着从里面传出的声音，曹安异常兴奋。他抬手，磅礴魔力涌出，在岩壁上轰出一个简陋的洞府。正要迈步时，脚边传来熟悉的触感。老黑，有事。黑黄昂起脑袋，眼中闪烁着野性的光芒。二哥，你把他修为封印了，我要壮大狗族。曹安看去，还别说，有些眉清目秀。星月狼王浑身毛发倒竖，声音发颤：“放肆！本座乃是高贵的月狼王族，岂容你这土狗亵渎？”黑黄义正言辞道：“我主人正在宠幸你主人，我宠幸你，这不是天经地义。”星月狼王一时语塞，碧绿的眸中闪过一丝慌乱。曹安咧嘴一笑：“老黑说的在理。”他指尖凝聚一道黑光，射出：“二哥，今天就成全你。”不要！星月狼王来不及反应，那道黑光已经没入体内，顿时澎湃的妖力瞬间退去。黑黄兴奋道：“多谢二哥，去吧去吧。”曹安摆摆手，转身走向自己的洞府，记得动静小点，别吵到家主了。星月狼王绝望地看着步步逼近的黑黄，转身就要逃跑，黑黄直接扑了过去。几日后，山洞外，曹聂搂着李沁缓步走出，清晨的光芒洒落，映照在二人身上。主人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星月狼王一个滑跪，精准停在李沁脚边。李沁诧异道：“小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我不干净了。星月狼王抬起前爪，指向不远。那条黑狗，它玷污了我。李沁循着星月狼王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块平坦的巨石上，一条油光水滑的黑狗正翘着二郎腿晒太阳。李沁看了看自家灵宠，又瞥向身旁的曹聂，突然轻咳一声：“小月，要不你就从了他吧。”星月狼王怀疑是他听错了，一双眼睛瞪得滚圆。“主人，您怎么能这样？”这时，巨石上的黑黄翻了个身，露出红裤衩上绣着的金色曹字。他打了个哈欠，慢悠悠道：“小娘子，跟狗爷混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”星月狼王气得浑身发抖，银白色的毛发根根竖起。“你这无耻黑狗，我跟你拼了！”黑黄突然翻身跃下巨石，身形在半空中暴涨，眨眼间化作3丈高的谛听神兽。恐怖的神兽威压让冲来的星月狼王立马杀脚。“现在还觉得委屈吗？”黑黄神气道。星月狼王直接看呆了，刚才的怒气瞬间消散，狼尾巴不自觉地摇了起来。原来是谛听大人。在传承记忆中，他听过先祖对谛听外貌的阐述，和黑黄展露出来的本体一模一样。曹聂捏了捏李沁的纤腰：“你这灵兽倒是识时务。”李沁俏脸微红，轻咳一声：“小月，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。走吧，该启程去九曜神城了。”曹聂揽着李沁向前走去，
身后一狼一狗你侬我侬的跟在后面，哪还有半点剑拔弩张的气氛？家主，你是不是忘记我了？曹安从另一座山洞里冲了出来，身边还带着生无可恋的姬子明。九曜神城，通体由九曜玄金浇筑而成，在日光下泛着暗金色的金属光泽。城墙高达1000丈，占地万里。城门处18根盘龙柱擎天立，来往的修士需要经过照神镜检验才可进入城内。镜光一扫，能照出元神本源，任何邪祟夺舍之人都无所遁形。曹孽已经把李庆收入咒指环内，带着曹安和黑皇踏入城内。照神镜一扫，没有探出曹安体内的魔气。两人穿过人潮汹涌的街道，来到一座9层高的楼阁前。金色的牌匾高悬，上面烫印着3个大字隐龙阁。走！曹孽神色从容，与曹安一同大步迈入其中。古香古色的隐龙阁大厅内聚集了10几人，他们都是隐龙阁寻找的强者。看到门口映射进来的2道人影，他们都把目光投了过去，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。在九曜神朝这个庞然大物面前，不踏入劫灭境都不够看。曹孽的目光从这10几人身上收回，最强2名问道境9层，最低归虚境。对于隐龙阁招揽人才的条件，曹孽从李庆口中了解到些，只招揽归虚境及以上的修士，至于归虚境以下的修士，在九曜神朝这个地方，不说多如牛毛，其实也差不多。他带着曹安走向一旁的柜台，柜台后的中年管事见他过来，立刻堆起笑脸：“这位公子，请出示你的招贤令。”进入隐龙阁的陌生人，10个有9个都是来报道的，剩下1个是来找死的。平时10天半个月都不见一个人，今天倒好，一下子来了10几个。曹孽正欲拿出招贤令，恰在此时，一只粗壮的手臂砰地砸在柜台上。先给老子登记！一个彪形大汉直接把曹孽挤到一边，手里晃着一块金光闪闪的令牌。中年管事的眼睛都直了，态度立马变得恭敬起来。原来是劫灭境的前辈。不远处的修士们一听，全都围了过来。金色招贤令，还真是劫灭境大佬。听着周围人的惊叹声，壮汉显得十分得意。他修炼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装逼？壮汉斜眼瞥向曹孽，眼中满是挑衅之色。这小子居然还能沉得住气，真是个窝囊废！拜见前辈！10几名修士强压心中激动，纷纷向壮汉躬身行礼。以后他们都是九曜神朝的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能结识这样一位高手，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壮汉摆了摆手，看在你们这么客气的份上，以后有事找我王莽。说罢，他又看向曹孽，得意一笑：“小子，叫声爷爷来听听，往后在这九曜神朝，爷爷我罩着你。”曹孽眼角微抽，这又是气运之子的待遇。按理说都过了好几天，不该出现这种状况才对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宿主稍安勿躁，气运之子的特殊效应将持续1个月，之后会逐渐消退。曹孽收敛心神，既然对方不识趣，那就别怪他不留情面。先登记我的。曹孽将招贤令重重拍在柜台上，突如其来的声响惊得中年管事浑身一颤，他面含怒意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不成？况且按规矩应当先来后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中年管事的目光落在曹孽手中的招贤令上，脸色顿时凝固。转瞬间，他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，腰也不自觉地弯了几分。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？中年管事直接把壮汉晾在一边，转头拿出一本登记册，围观的10几人十分不解。这小子才问道境修为，中年管事为何会如此恭敬？难道就因为这紫金招贤令？壮汉不满地拍了拍柜台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信不信老子把你隐龙阁给拆了？”中年管事冷冷道：“拆我隐龙阁，就算你是半仙也得死。”闻言，壮汉立马暴怒，伸手捏住中年管事的衣领：“你小子再说一遍！”话罢，他又把目光移向曹孽：“还有你小子，管你是什么令牌，这世界实力为尊，要登记给我排后面去。”曹孽冷冷看着对方，这一刻他已经给壮汉打上了死亡的标签。在我隐龙阁动手，阁下好大的威风！这时，从2楼位置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，众人转头看去，就见一位身穿蓝色旗袍的女子迈着修长雪白的玉腿走来，那美艳的气质，前凸后翘的身材，让众人微微失神。中年管事见此，连忙挣脱壮汉，躬身一礼：“见过副阁主。”旗袍女子来到曹孽面前，拿起桌上的紫金招贤令，她抬起冷艳的美眸，诧异地看着曹孽：“阁主亲自招揽的妖孽？”中年管事闻言，内心无比惊讶。他刚才看这枚紫金招贤令就感觉非同寻常，没想是那神出鬼没的阁主亲自招揽的人才。曹孽打量着对方，嘴角微微勾起：“检测到气运之女不飞烟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
选择1，成为步飞烟最忠实的舔狗，奖励媚骨天成。选择2，让步飞烟与风啸天终成眷属，奖励葵花宝典。选择3，镇压步飞烟，奖励圣体本源1枚。系统选3，这1、2都不用考虑。媚骨天成给女人倒是不错，至于葵花宝典，那还是算了，他配不上。恭喜宿主获得圣体本源1枚。我若是要杀他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曹孽突然语出惊人，众人面露惊讶。步飞烟同样也是。紫金招贤令理论上地位还要在金色招贤令之上，这种令牌只有阁主和他手里有。想要满足紫金招贤令，唯有满足2个条件：第一，至少能越2个小境界战斗的妖孽；第二，有成仙之姿，也就是说以后的成就至少也是半仙。让他惊讶的是，就算曹孽能越级战斗，可眼前这位壮汉可是一位劫灭境3层的修士，就算曹孽再妖孽，也不可能斩杀掉对方吧。众人看在紫金招贤令的份上，才没有出口嘲笑，不然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曹孽喷死。壮汉更是猖狂大笑：小子，别说杀我，老子就是在这里站着让你杀，你也不可能破掉老子的防御。他双臂环抱，一脸不屑，就算是妖孽又如何？曹孽不语，一双眼睛盯着步飞烟，见对方垂眉沉思，他咧嘴一笑。下一刻，一抹血色剑光自曹孽身上闪过，众人骇然地盯着曹孽。就在那瞬间，他们都感觉命已经不在自己手中。他好像死了。有人发现壮汉的生机已经消逝，惊恐地退后几步。步飞烟抬头死死盯着曹孽，他没想曹孽会如此果决，更没想到曹孽真有实力斩杀一位劫灭境3层的存在。轰的一声，壮汉那庞大的身躯应声倒地，鲜红的血液流出，五脏六腑洒落一地，脸上还带着死前的嘲笑。步飞烟扫向曹孽手中这柄血红灵剑，瞳孔微微一缩，这剑不似普通9品灵剑那么简单。你，步飞烟的面色很难看，这可是一位劫灭境。曹孽收起明玉，淡淡道：这样的蝼蚁加入9曜神朝就是浪费资源。步飞烟看了看手中的紫金招贤令，无奈地对中年管事吩咐道：收拾一下。然后对曹孽道：公子请随我来。刚才那一瞬间，连他都感觉呼吸一滞。如此恐怖的妖孽，怪不得啸天会把紫金招贤令给他。步飞烟在前，曹孽在后，曹安紧紧跟随，3人向着2楼走去。围观的人见此，好几种情绪在脸上来回交替，十分精彩。忽然，步飞烟感觉背后传来一道灼热目光，他蓦然回首，撞见曹孽毫不掩饰的目光正肆无忌惮地流连在他曼妙的身姿上。公子身为强者，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吗？他面容寒煞，语气森寒。曹孽不慌不忙地收回视线，姑娘此言差矣，在下本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何必装模作样？步飞烟指尖微颤，背齿紧咬。哼！他脚下一踏，瞬间出现在2楼。曹孽见状，脸上的笑意更浓，身形一晃，紧随其后。厢房内，步飞烟亲自为曹孽沏好茶。不知公子怎么称呼？曹孽欣赏着对方的身姿，淡淡道：曹孽。步飞烟闻言眉头一皱，随即恍然，原来你就是曹孽。曹孽诧异：姑娘认识我？步飞烟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师兄交代过我，让我注意你的到来。你师兄？风啸天阁主。我和师兄本就是一个宗门的人，当初宗门被仇家覆灭后，就加入了9曜神朝。曹孽似笑非笑：是加入9曜神朝，还是加入当初的9公主殿下？李庆在得到他后，就将他隐藏的身世秘密都说了出来。他的岳父大人李岳身为3朝元老，只因在朝堂上经常与女帝针锋相对，就被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全家锒铛入狱。也幸好李庆当初在外历练，不然现在肯定在天牢内待着。1000年前，9曜女帝暗中积蓄的力量不够，他又不想失去登上帝位的机会，这才发动了宫变。后面虽然成功坐上了龙椅，可诸王对他始终是阳奉阴违。若不考虑李岳3朝元老的身份以及和各大王爷的关系，他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，当场宣布死刑。步飞烟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。公子是觉得当今的9曜神朝不是陛下的9曜神朝？曹孽摇头：我可没说。他抬起桌上的茶轻抿一口，赞叹道：好茶。步飞烟起身道：公子就在这里休息，我将你的情况禀明给陛下，至于陛下何时见你，还是直接让我引龙阁安排你，不久便知。话音落下，他转身离去。对于曹孽，他谈不上厌恶，相较于那些伪君子而言，和曹孽待在一起还是很舒服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曹孽就好像被晾在了这里，一个人都没见到。家主，
这九曜女帝欺人太甚，这都3天了，还没消息传来。曹安显得有些急躁，期间他还进入人皇藩找姬子明大战过几次，不然现在已经急不可耐。二长老，你为我护法，我修炼一下。这3天曹聂没闲着，经过反复琢磨，他终于发现修为陷入瓶颈的问题所在。他这几个月光顾着提升修为，神魔阵噬经没怎么修炼，导致功法一直停滞在第8重巅峰，这才成了突破的最大阻碍。他盘腿坐下，开始全神贯注地修炼神魔阵噬经。眨眼1个月过去，这天九曜神城上空，原本晴朗一片的苍穹忽然暗了下来，一朵雷云开始凝聚，逐渐向四周扩散出去。九曜神朝的金銮殿内，九曜女帝正与朝臣商量大事，突然被远方苍穹之上凝聚的雷云所吸引。来人，速速去查，谁胆敢在我九曜神城渡劫？九曜女帝厉喝一声，不能在神城渡劫已经是明令禁止的事情，如今出现这样的事情，简直就是对她的挑衅。隐龙阁，步飞烟看着头顶悬浮的劫云，面色十分难看。他隐龙阁就在劫云中心，问题是他隐龙阁没有人要突破劫灭境。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道人影，难道是他？他心头一紧，不敢迟疑，身形一闪便来到曹聂所在的厢房外。还没等他站稳，就见曹聂猛地冲出门来，头也不回地甩下一句：我去渡劫。话音未落，人已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。步飞烟见此，连忙跟上。距离九曜神城100万里的一座山峰上，曹聂脚踏虚空，负手而立。苍穹之上，3大雷劫漩涡呈现3角之势，将他死死锁定。除了本身突破劫灭境的雷劫外，还有神香的9天神劫以及魔像的9幽魔劫。距离他站在这里已经过去大半天，苍穹之上的劫云还在凝聚，覆盖范围已经达到方圆1000万里。不远处，一些强者纷纷驻足观望，步飞烟就在其中。他的四周还有一些九曜神朝的强者。步阁主，他就是风阁主找到的那位妖孽。说话之人乃是九曜神朝的禁卫军统领，他奉命调查此事。正是他。他这劫云为何是3朵？步飞烟摇头，我也不知。3000道域的常识，劫灭境的雷劫只有1朵劫云。曹聂这种3朵劫云覆盖范围还如此大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而且这劫云的笼罩范围还在继续扩大。数十股恐怖的神识将这方空间笼罩，相隔数百座道域都能看见远方涌来的劫云。突然，几人身旁裂开一道虚空裂缝，一道曼妙身影缓步走出。他身披玄金龙袍，9条金龙虚影在衣袂间游走，身段婀娜，腰肢纤细，衣摆翻飞间，浑身散发女帝独有的霸气。步飞烟等人连忙躬身行礼，拜见陛下。女帝轻点下巴，目光落在远处凌空而立的曹聂身上。他就是风阁主说的那个曹聂。回陛下，正是此人。步飞烟恭敬答道。女帝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啸天这次倒是给朕找了位了不得的天才，以他的眼力自然看出曹聂的不凡。就在这时，轰轰轰，天空突然炸响3道惊雷，围观众人骇然发现3道不同颜色的雷劫化作3条雷龙，同时朝曹聂砸下。金色神劫、紫色天劫、血色魔劫交织缠绕，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裂，一幅末日景象。曹聂负手而立，红袍猎猎作响。区区雷劫也敢阻我？他双眸一凝，神魔阵噬经在体内疯狂运转，身形如同炮弹般直接迎向3条雷龙。他疯了！步飞烟失声叫道。就算是他这样的强者，面对1道雷劫也要全力应对，何况还是3道雷劫齐至。九曜女帝眼中金光暴涨，有意思。3条雷龙同时轰在曹聂身上，刺目的雷光瞬间将他吞没，狂暴的雷霆之力肆虐开来，空间出现一道道漆黑的裂缝，附近一切都湮灭在这雷劫当中。完了，此等雷劫就凭他区区问道境巅峰修为，万不可能活下来。有人叹息。就在众人以为曹聂必死无疑之际，一声爽朗的大笑响彻苍穹，哈哈哈哈，痛快！众人惊骇望去，只见曹聂浑身沐浴在雷光之中，浑身毫发无损。轰轰轰，砸在曹聂身上的雷光还未散尽，又是3道雷劫劈来，一道接着一道，前赴后继，势必要将曹聂轰成碎渣。曹聂一就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，任凭雷劫轰在他身上。围观诸强直接惊呆了，渡劫还能这样渡？这也太轻松了吧！九曜女帝指尖轻颤，眼底晦暗不明。如此妖孽，若是不能为他所用，那就是一大祸害。所幸他九曜神朝先一步找到曹聂，要是被另外2大超级神朝找去，多年以后对他九曜神朝就是一大威胁。
曹聂双臂一震，将再次轰来的3条雷龙生生撕碎，漫天雷光被他吸入体内，化作精纯能量。不够，再来！他仰天怒吼，挑衅雷劫。3朵劫云暴怒，翻滚得更加剧烈，无数雷霆在其中酝酿。轰！轰！轰！这一次，余下的27道雷劫同时降临，每9道雷劫为一组，分别呈现金、紫、血3色，威势比之前强上数十倍不止。曹聂双手掐动法诀，神魔之力在经脉中奔腾咆哮，最终汇聚于掌心。9劫焚天灭道掌，一道遮天蔽日的巨掌骤然凝聚，由下往上逆天而起，掌印之上，经文与血纹交织，好似神魔共舞，镇压万古。给我破！曹聂怒喝一声，巨掌悍然拍向27道雷龙。轰隆隆，天地震颤，虚空崩塌。金色神龙最先崩溃，紫色天龙次之，血色魔龙最后。还不够！曹聂眼中神魔之光暴涨，巨掌余威不减，直接轰入3朵劫云之中。砰！3朵劫云漩涡在这一掌之下轰然炸裂，劫云开始崩散，雷光逐渐湮灭，漆黑的苍穹恢复万里晴空。咔嚓！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。神魔阵势经第9重突破，劫灭境突破远处，所有观战之人全部骇然失色。一掌拍碎天劫，这怎么可能？步飞烟娇躯微颤，美眸中满是震撼。禁卫军统领面色苍白，喉结来回滚动。女帝眸中异彩连连，双拳紧握。若是能得曹聂辅佐，他想要彻底掌控9曜神朝，简直是信手拈来。就在这时，苍穹之上，劫云再次汇聚，一只巨大的树眼缓缓睁开，冰冷无情地俯瞰而下。这是天罚！女帝惊呼一声，脸上不复往日淡然。朱强闻言，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此子刚才能度过3劫，已经是祖宗保佑，这天罚降临，必死无疑。禁卫军统领摇头叹息，难道天罚真的无人度过？步飞烟有些惋惜。9曜女帝脸上露出一抹无奈，天罚将士所度之人必死无疑，可惜了，如此天才，天道不容。曹聂仰天凝视天罚之眼，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。天罚，今日就斩了你！神魔阵是经突破第9重后，曹聂就掌握了一门超级大杀招，如今正好一试。他缓缓闭眼，体内的神魔之力犹如奔腾的河流，向双眼汇聚而去。苍穹之上，天罚之眼中射下一道天罚劫光。围观朱强见曹聂闭上双眼一动不动，不由心生疑惑，他这是干什么？莫非是自知必死无疑，放弃抵抗了？肯定是了，古籍记载，还从来没有人从天罚中活下来过。如此天骄，真想见识一下他登临红尘仙的那一天。就在天罚劫光距离曹聂头顶不足10米时，他猛然睁眼，左眼绽放神圣金光，右眼迸发滔天血芒，2道光芒在他眼前交织，化作一道血晶交织的光束，直射苍穹。神魔劫光，光束所过之处，天罚劫光瞬间湮灭。神魔劫光于是不减，直接轰入天罚之眼当中。轰隆隆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，天罚之眼直接被洞穿。曹聂凌空而立，周身神魔之力环绕，气息浩瀚如渊。阳光洒在曹聂身上，将他衬托得如同天神降世。天罚之眼开始消散，天地重归平静。步飞烟等人早已经目瞪口呆，他们这是亲眼见证了一个奇迹，一个传说。自此，古籍中当有曹聂浓厚的异彩。检测到宿主突破劫灭境，曹家晋级为不朽势力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 ，100本荒阶下品武技；选择2 ，100兆灵晶；选择3 ，100柄9品灵器。100本荒阶下品武技虽好，奈何曹家目前强者不多，能修炼这等武技的人极少，这项选择不是最需要的。至于100柄9品灵器同样如此，目前就他和9大长老能勉强使用9品灵器，这东西选择出来，对曹家的整体实力提升不大。曹家最需要提升族人的天赋，造化丹方有了，材料没有，这需要极为庞大的材料，光是靠曹家目前的财力，连一颗造化丹的材料都购买不齐，况且炼制丹药有失败的概率，需要的材料就更多。思考过后，曹聂决定先提升曹家族人的天赋。系统，我选2，恭喜宿主获得100兆灵晶。曹聂看着系统空间中多出来的100兆灵晶，神色一喜，有了这笔资源，满足全族人的造化丹材料必定足够。曹聂，恭喜你突破劫灭境。突然，一道威严且清冷的声音打断了他。他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英姿飒爽、身材婀娜的女子走来，对方身后还跟着10几人，步飞烟就在其中。一袭龙袍，浑身蕴含帝皇之气，加上这是在9曜神朝的地盘，
无疑，这位应该就是九曜神朝的主宰，九曜女帝。曹孽不卑不亢，抱拳道：“见过女帝陛下。”九曜女帝嘴角含笑：“无需多礼。”两人相互打量。步飞烟见曹孽敢如此无礼，不由心生不满。这曹孽明目张胆地盯着他看也就罢了，如今连陛下都不放过，简直放肆至极。对此，九曜女帝只是微微一笑。天才向来与众不同，若是能得到曹孽的全力支持，看一眼又何妨？况且曹孽刚才使出的最后一招，其实力已经堪比一般的劫灭境9层强者。若是等他真正达到劫灭境9层，堪比一般的半仙都不是问题，甚至有机会成为第一位逆凡伐仙的凡人。届时他九曜神朝一统3000道域都有可能。曹孽，御书房一叙。九曜女帝的语气不容置疑，这曹孽他要定了。曹孽对此自然没有意见，欣然点头：“可以。”九曜女帝颔首，抬手示意：“请。”步飞烟等人的内心掀起惊涛骇浪。就算曹孽再妖孽，始终只是一位劫灭境修士，女帝居然对他如此客气。然步飞烟等人不知，九曜女帝本身就是一位天才，自然知道曹孽这类人的重要性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他不想和曹孽为敌。陛下请。曹孽神色平静道，实则内心已经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苍茫道域，大夏御书房门口，夏离望向远方散去的劫云，眸中闪烁金光。不愧是天赋比朕还要恐怖的妖孽，这个时代或许他有机会成为那等存在。想到什么，他得意一笑：“可惜啊，可惜，你这一生都是朕的人，注定要为你儿子打一辈子工。”说着，夏离轻抚腹部，脸上露出一抹得意至极的笑容：“任你天赋再强又如何？就算有朝一日能成为那等强者又如何？你这一生的努力都将为你儿子做嫁衣。”夏离仰望苍穹，一抹凶光一闪而逝。这一世有曹孽这个打工夫在，他一定能灭杀其他几位帝皇，一统寰宇。九曜神朝御书房内，九曜女帝端坐于龙椅上，左边分别坐着步飞烟和曹孽，右边坐着他的几位心腹。曹孽，丞相一职空缺，朕命你担任丞相一职，如何？九曜女帝语出惊人，在场之人皆是震惊。曹孽何德何能，对九曜神朝连一点功劳都没有，岂能坐上这个位置？他们心里是这样想，却无一人站出来阻止。身为九曜女帝的忠臣，就算不同意，也只会在私下里找女帝道明心中疑惑。检测到综合评分96的姬如雪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择1，答应女帝姬如雪的要求，奖励100本荒阶下品功法；选择2，拒绝女帝姬如雪的要求，奖励永生永世被囚禁；选择3，镇压女帝打脸药王，成为九曜神朝丞相，奖励元神攻击型武技荒阶上品千魂万破针。千魂万破针修炼至圆满，可无声无息击杀红尘仙境的元神。曹孽内心十分惊讶，荒阶上品的功法武技在3000道域都是无比稀有的存在。有传言这种等级的功法武技不超过10本。不过打脸药王是什么鬼？这名字为何有些熟悉？就在曹孽思索时，一名太监来报：陛下，药王求见。姬如雪听到药王2字，眉头一皱，他来何事？莫非？他看向曹孽，难道和他有关？就在他思考要不要召见药王时，一道爽朗的声音已经从门口传来：侄女，叔叔不请自来，还请见谅。众人转头看去，只见门口走来3人，为首一人身穿白色蟒袍，玉冠束发，眉目如画，鼻梁高挺，一手负于身后，一手执扇，通身透着清贵之气，眉宇间带有几分儒雅，仿佛天上谪仙。在他身后跟着一名身着玄袍的青年，以及一位身形魁梧的白发老者。药王叔客气了。九曜女帝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。她不能彻底掌控九曜神朝的最大阻碍就是药王姬耀，表面风度翩翩，实则是一个伪君子。曹孽抬头望去，在姬耀身上看了一眼，就瞬间锁定在玄袍青年身上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同时愣住。当初就听说有一位王爷逃走了，没想到居然是夏浩。仔细感应，好家伙，对方居然突破到了问道境。夏浩心头同样一震，九曜星域与苍茫道域相隔千域之遥，怎么还会在这里遇见这家伙？霎时间，夏浩双眼燃烧熊熊怒火。在逃离前，他娘将言为何闭关，他探查得清清楚楚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曹孽这个混蛋，居然把他娘的肚子搞大了。本想着报仇的他，在听到凌霄仙朝和天眼仙朝打来后，二话不说就和军师逃离苍茫道域，本是想加入太虚玄宗的。
谁想后面听说太虚玄宗的老祖虚阳子臣服了大夏，这把他吓得够呛。虽然不明白太虚玄宗为何会臣服于大夏，但他别无选择，只能继续逃亡。历经数月奔波，辗转数十座跨域传送阵后，他终于抵达九曜星域，本打算在此潜心修炼，一展抱负，却不料遭遇生死危机。所幸天无绝人之路，危难之际得遇一位绝世高人相救。这位高人不仅收他为徒，更将他带到了药王府。现在站在他身旁的这位身形魁梧的白发老者，正是他的师尊杨宇，同时也是药王府的首席客卿。再次看向曹聂时，报仇的想法一发不可收拾。两人这一幕清晰地落入几人眼里。曹聂，你们认识？姬如雪暗自皱眉，莫非曹聂是药王的人？曹聂收回目光，叹息一声，认识。说罢，他起身向着夏浩走去。夏浩突感不好的预感袭来，下一刻，曹聂居然张开双臂，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熊抱。夏浩当场僵在原地，眼中闪过一丝错愕。曹聂松开怀抱时，已经热泪盈眶。浩儿，爹总算找到你了。你可知道，自从你离开后，你娘日日以泪洗面，夜不能寐，每每依偎在为父怀中，总是念叨着你的名字。说着，他抬手拭去眼角泪痕，语重心长道：回来吧，孩子。如今我曹家今非昔比，足以支撑你修行。女帝陛下还要请为父做当朝丞相，往后你无需再为修炼资源担忧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，为父就是倾尽所有俸禄，也一定要将你培养成为劫灭境的大能。这一幕把所有人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唯有夏浩脸色铁青。若不是眼前这些人的实力地位远超于他，他早就怒发冲冠，捅死曹聂了。白发老者疑惑的传音：浩儿，你不是说你爹已经死了吗？现在怎么回事？夏浩正欲开口解释，曹聂已经抢先一步站了出来。他整了整衣冠，朝姬如雪郑重抱拳行礼：陛下，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一下。说罢，他侧身让出半步，右手引向夏浩，声音洪亮道：这是我那丢失几个月的孩儿夏浩，大夏先朝北王。不错，正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是他的继父，他是我妻儿，我们亲如父子。可惜因为某些误会，让他对我有误解。浩儿，你娘想你了，待会随爹回去见见你娘吧。夏浩浑身一抖，他分明从曹聂眼里看到了一丝杀机。他要是真去，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好说。好在有师傅在，他定了定心，往杨允身边靠了靠。有安全多了。师傅要我跟随他修行，暂时就不回去了。夏浩委婉拒绝。曹聂皮笑肉不笑：是吗？可你娘真的很想你。夏浩一脸便秘，恨不得给曹聂一耳光。众人听闻这话，恍然大悟。相较于其他人暗中吐槽曹聂和夏浩的关系，姬耀敏锐地捕捉到曹聂话语中的关键。丞相，他眼中寒光一闪而逝。这些年来，他多次举荐心腹出任九曜神朝丞相之位，却都被姬如雪以各种理由婉拒。如今居然要曹聂担任丞相一职，简直可笑。他整了整蟒袍，上前3步，朝姬如雪拱手行礼：陛下，这位是杨允，臣想举荐他当我朝丞相。曹聂嘴角微微勾起，打脸药王，想来就是阻止他的人成为九曜丞相。系统，我选3。恭喜宿主获得荒阶上品千魂万魄针。姬如雪闻言，面色毫无变化，心中还有些感谢药王。若是就这样把丞相之位给曹聂，他心里不免有些担心。如今药王横插一脚，倒是让他想到一个办法考验曹聂。药王叔，朕已经让曹聂来担任我九曜神朝的丞相，你现在提出来，让朕很难办啊。他尾音刻意拖长，女帝威严尽显。姬耀笑得温润，拱手道：陛下，自古有能者居之，若是随便让人担当我朝丞相，那是对历代先帝的不负责，还望陛下多多考虑。况且曹公子还年轻，这丞相一职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，臣觉得杨允很合适。是吗？姬如雪望向曹聂：曹聂，你以为如何？曹聂负手而立，淡然道：年轻人就像是初升的太阳，充满活力，充满无限希望。这德高望重之人，不就是半只脚踏入棺材的人？他无意识地瞥了杨允一眼：陛下，你放心将一国丞相之位交给随时可能入土的人。药王，你如此作为，难道是在诅咒我九曜神朝走下坡路？难道药王想让九曜神朝成为历史中的一页？曹聂语气铿锵，不容半点质疑。杨允眉头深深皱起，饶是他活了数十万年，听到这样的话，内心也差点没有忍住动手。这小子一张嘴抹了敌敌畏一样，毒得很。药王云淡风轻的脸上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，目光在扫向曹聂时多了一丝杀机。这小子是真准备站在姬如雪那边，和
和他作对不成。曹公子，你这话未免有些细了些。他冷冷道，一丝若有若无的威压直逼曹聂而去。曹聂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笑道：是儿细了些，不如交给陛下决断如何？姬耀和姬如雪几乎同时一怔。姬耀没想曹聂不主动把握，反而让姬如雪决断。姬如雪觉得曹聂在惧怕姬耀，一时间他对姬耀更加忌惮。这姬耀当着他的面还敢威胁曹聂，简直岂有此理。还有刚才那一丝威压，身为六节半仙的他岂会不知？曹聂的表现让他有些失望，更多的是惊讶。他要曹聂登上丞相之位，就是要敢于和药王势力作对，如今面对威胁，未免有些胆怯了些。惊讶的是，曹聂面对半仙威压，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。要知道姬耀的实力可是比他还强上几分，这小子果真不简单，可为何有些矛盾？既如此，这样吧，上一任丞相李悦还在天牢内关着，若是你们谁能先一步找出他通敌叛国的证据，谁就担任丞相一职。让杨允当丞相是不可能的。曹聂若是找不出李悦通敌叛国的证据，他就给他送证据。就目前来说，曹聂担任丞相一职是最合适的。孤身一人，朝堂上基本分为两派。曹聂若是不傻，就会选择他。至于曹聂上不上道，就看认不认他给的证据了。曹卿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！曹聂对上姬如雪的目光，平静的颔首。我愿意一试。姬耀暗自皱眉，他已经调查过李悦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人家就是一位忠臣良臣，根本没有通敌叛国，甚至连一丝违法都没有。这姬如雪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无奈曹聂已经答应，他若是拒绝，倒是显得不合群，于是朝杨允使了使眼色。杨允微微颔首，上前一步抱拳：多谢陛下，臣一定找出李悦通敌叛国的证据。这丞相之位，他势在必得。曹聂敢说他是半只脚入土的人，等他坐上丞相之位，有他好受的。曹聂脸上始终带着笑，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无关。姬如雪朗声道：曹聂、杨允，朕赐你二人巡查使之职，这是巡查令，可自由进入天牢提审犯人，3日之内，朕要看到李悦的供状。话音未落，他拿出2枚银光闪闪的令牌，丢给曹聂和杨允。曹聂抬手接过，抱拳道：多谢陛下。杨允紧随其后，臣定当为陛下排忧解难。二人目光相对，一人无喜无悲，一人针锋相对。曹聂刚才的话着实伤到他了。好了，都退下吧。姬如雪挥了挥手，又对步飞烟道：步飞烟，你留下。曹聂和姬耀等人退出了御书房。浩儿，你真当不回去看看你娘亲？曹聂再次对夏浩提出邀请。这小子居然是一位气运之子，还有姬耀居然是天命之子。这气运之子和天命之子聚集在一起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曹安若是看见二人，估计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。夏浩面色阴沉道：曹聂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出了御书房，夏浩不装了。姬耀和杨允听闻这话，也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似刚才曹聂说的那么简单。两人暗中传音询问夏浩。夏浩犹豫一番后，把一切都和盘托出。听完之后，两人的面色多多少少有些古怪。这曹聂心理不健康，居然喜欢别人玩过的女人。浩儿，你这是说什么话？我和你娘两情相悦，你不祝福也就罢了，居然还对爹有敌意，好人难做啊！曹聂仰天长叹。夏浩听完一脸气，抬脚就想踹曹聂。杨允连忙拦住，这可是御书房门口，夏浩若是动手，必定逃不了问责。况且曹聂刚才渡劫的一幕幕，他们相隔遥远，可是亲眼所见。曹公子，3日时间，你可得加油了。姬耀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，然后转身离去。为了杨允一事，他特意从封地赶来。杨允得到丞相之位后，他又得返回封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那不省心的儿子来到九曜神城后，就偷偷摸摸地跑了出去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真是让人头疼。夏浩和杨允冷冷看了曹聂一眼，转身跟随姬耀离去。曹聂望着3人远去的背影，低声自语：二长老真是令人羡慕。他正欲转身离去，脚步突然一顿，目光落在姬耀的背影上，瞳孔微缩，突然想通什么，轻声惊叹：药王，父子，我操，牛逼！曹聂，你在惊叹什么？步飞烟从御书房内走出，就听到曹聂一惊一乍的话，他走过来问道：什么父子？曹聂收回内心的想法，浑身一个机灵，他已经不敢再想，太辣眼睛了。没什么。曹聂笑问道：正想问你，天牢怎么走？你现在就想去搜查李悦通敌叛国的证据？步飞烟有些诧异，这人挺积极的，不过转眼一想，也是无可厚非。
毕竟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，在地位上比一些王爷都还要高一截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自身的修为和实力，不然就算给你再高的官，没有相应的实力，一位9品芝麻官的地位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碾压你。就在刚才，姬如雪已经告诉他，让他陪在曹聂身边，帮助曹聂取证。若是曹聂找不到证据，就帮助他伪造证据。自然3天时间太短，不争分夺秒，这丞相之位可就和我无缘了，是吗？步飞烟可不信。那为何刚才陛下问你是否愿意，你还在犹豫？曹聂摊了摊手，那不是犹豫，那是被震撼到了。步飞烟盯着曹聂的眼睛，眼里透着好奇。入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他刚才所见，总感觉这一切都是曹聂所希望的。曹聂丝毫不怯，眼神转换间变得满眼欲望。步飞烟脸颊一红，慌忙移开目光。这混蛋目光里全是欲望，连一丝杂念都没有，盯得他浑身汗毛倒竖。你既然要查，就先去看看李月的卷宗。步飞烟转身，神色有些不自然。曹聂这样的人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以前那些看他的男人，眼里除了欲望还有其他。曹聂这混蛋眼神转换自如，特别是那满眼欲望，让他都无言以对。曹聂几步上前，与他并肩行，随意地问：风阁主还没回来？步飞烟点头，我和师兄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去一次，这次刚好轮到师兄，等下一次回来，就该我出去寻找你这样的天才了。曹聂微微诧异，引龙阁差人。步飞烟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我和师兄专门负责寻找你这种有成仙之姿的天才，自陛下登基以来，至今找到的不过5人。当年一战，你应当有所了解，陛下杀了很多人，造成9曜神朝急需人手。一些底层的官员修为低，镇不住场子，其他王爷举荐的人才陛下不敢用，至少在一些重要官职上。像你这种招揽的人才，陛下又不是很放心，这就造成9曜神朝内部松松垮垮，始终拧不成一股绳。曹聂轻笑道，你9曜神朝不是有培育轮回花的方法，时间一久，其他王爷肯定不敢造次。步飞烟摇头道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般简单，培养有失败的概率，最为主要的一点，整个9曜神朝有多少人能修炼到劫灭境9层？曹聂沉默，算是认可这话。就算轮回花再多，若是没有劫灭境9层的强者，这轮回花就只是一朵好看的花。至于一些半仙吞服轮回花，积累红尘气，自然不会如此简单。不然姬如雪早就成仙了。到了，两人一路闲谈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一座宫殿门前。殿前禁卫森严，每一位禁卫军至少都有破网修为。你的巡查令，可以进入里面。曹聂取出令牌，禁卫目光一扫，当即推开让路。进入大殿后，入眼的是一排堆满架子的玉简。步飞烟走到一处木架前，取出一枚玉简对给曹聂，神识探入，就能知道关于李月的一切信息。曹聂照做，当看完后笑道，这样的好官真是少见。步飞烟拿过玉简放回原位，转而似笑非笑地盯着曹聂，你真觉得李月是一位好官？曹聂眸光深邃，淡淡道，哦，不是吗？李庆当初就把李月的情况给他道明，这位岳父大人对得起9曜神朝，不过这一切都和他无关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成为9曜神朝的丞相，再借此机会得到姬如雪。步飞烟审视着曹聂，这小子有些不上道啊。对于陛下来说，他需要的是忠臣，忠于他的臣，而不是和他作对的好臣，哪怕这是一位把一生都献给9曜神朝的3朝元老。卷宗已经看了，去天牢看看吧。曹聂颔首，可以。两人各怀心思，经过重重阻碍，来到天牢最深层。这里有10几间牢房，每一间都关满了人，守卫10几人，每人的修为不低于归虚境。当经过一处牢房时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检测到综合评分92的杜媚娘、杜小小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。选择1，镇压2人，奖励圣体本源2枚。选择2，拯救2人，奖励五雷天星诀。选择3，杀死2人，奖励一本黄阶下品功法。曹聂望向这间牢房，里面关着2男2女。真实之眼发动，4人的身份信息出现，是李庆的大哥大嫂以及弟弟弟妹。这次果然没有来错，他扫了2女一眼，居然是对双胞胎。曹聂打量他们的同时，4人也在打量他和步飞烟。2人没有停留，继续向深处走去。真实之眼发动下，这些人的身份信息全部显露，都是李家人。来到最深处时，曹聂见到了一男一女。男子一身正气，头发散乱不堪，他靠着墙躺着，一脸迷茫。这就是他的岳父大人李月。在他身旁
一名风姿卓越的美妇人看到曹聂两人出现，眼里闪过一抹激动。她起身上前祈求道：“不阁主，求你告诉陛下，冤枉啊！我夫君他没有叛国。”步飞烟对他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曹大人，关于你们叛国一事，他是负责人之一。”李月依旧紧靠在墙边，眼神更加迷茫。美妇抬眸望向曹聂，眼中含着一丝凄寂与哀婉。他盈盈下拜，素白求一下掩不住傲人身段：“妾身拜见大人，求大人明察秋毫，还我李家一个公道。”曹聂目光微顿，肃然道：“夫人放心，本官廉政清明惯了，定会还你们李家一个清白。”检测到综合评分94的囚服美妇宋潇潇，请宿主做出如下选择：选项1，秉公执法，彻查真相，奖励；荒阶下品，正气功。选项2，借机要挟，一清方泽，奖励；圣体本源一枚。选项3，冷眼旁观，任由局势发展，奖励；九幽玄天神功。这位岳母大人长得实在妖娆，一对傲人峰峦几乎要把素白囚衣撑爆。如此美人，死了倒是可惜。曹聂按照流程对宋潇潇进行了一系列的盘问，得到的答案唯有冤枉2字。他自然知道这一家子人都是冤枉的，可这一切重要吗？季如雪能忍受李月1000年时间，已经很给面子。若曹聂是九曜帝君，这种人活不到现在。在对李月进行盘问时，他依旧靠在墙上一动不动，整个人好似失去灵魂一样。宋潇潇非常无奈地解释道：“曹大人，还请见谅，我夫君他怎么都想不通，陛下为何会这样对他，精神有些失常。”曹聂笑着颔首：“理解，我本人也相信李大人是不会背叛九曜神朝的，毕竟他的为人有目共睹。”这话传入李月耳中，让他缓缓回神，看向曹聂时也没有说话。经过这些天的思考，他已经猜到姬如雪为何会容不下他，奈何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性格所致，改不了。曹聂含笑示意，算是问好，接着转身离去。就这样，你也没问出什么？步飞烟快步跟上，要不抓去刑讯室，那里各种刑具都有，一番严刑拷打下，不信他们不招。曹聂摇头：“你放心，他们会招的，你可要把握好时间，3天时间，很短的。”曹聂顿住脚步，歪头看向他：“你似乎比我还急。”步飞烟故作镇定道：“我只是不愿看你输给杨允，他若上位，对陛下的大业不利。就算我得不到丞相之位，陛下也不会让杨允上位的。”曹聂低语一句，转身离去。步飞烟紧紧跟随你，好像很了解陛下。曹聂不语，迈步离开了这一层的牢房。身旁的步飞烟并未察觉异样，在关押李月的牢房内，他猛地从地上站起，冲到牢门前，竭力向外张望，却连曹聂的背影都没能捕捉到。见他举止反常，宋潇潇走近问道：“夫君，你怎么了？”李月咬牙尝试，却是毫无作用。这牢房的木栅由特制铁积木制成，表面还刻有阵法符文，加之他修为被封，根本撼动不了分毫。切儿！李月轻声呢喃了一句，转身走到刚才的位置坐下。宋潇潇疑惑地靠近：“夫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李月抬起头来，传音道：“刚才那人传音说是切儿的夫君。”女婿！宋潇潇惊呼一声，连忙捂着自己的红唇。他激动地蹲在李月身边，欣喜道：“这么说，女婿是来救我们的？”李月摇头否定：“陛下把我当成眼中刺，想要救我出去，何其困难！再说了，就算能救我，李月也不会出去。”他不满地冷哼一声：“这要是逃走，岂不是正是我通敌叛国的罪名？到时候陛下就能名正言顺地派人追杀我。”宋潇潇刚想劝李月不要这么固执，听完这话沉默了下去。他深深一叹：“难道我李家真的要覆灭？都怪你！陛下既然已经登基，你怎么还和陛下作对？这些年你没看出陛下根本不想动你？要不是你上次在朝堂上提到陛下得位不正，陛下岂会狠心对我李家动手？他这位夫君什么都好，就是不懂得变通。若是他识趣一点，依靠他辅佐过2位帝皇的功劳，这一生都将屹立在3000道狱的巅峰。可如今因为一次小小的任性，葬送了一切。”李月冷哼一声：“妇人之仁，你懂什么？若是太子殿下登基，我李月有自信能辅佐他登上新的高度，甚至成为3000道狱第一神朝也不一定。他姬如雪一介女辈，篡位不说，还如此的心狠手辣，整个九曜神朝除了那些已经封王的王爷外，余下的姬氏族人全都葬送在他刀刃下，连宗族都被他连根拔起，这直接让我九曜神朝的实力降低了好几个层次。若不是有封魔渊里面的魔头在，其他神朝早就腾出手来攻打我九曜神朝。”宋潇潇不这样想，他反驳道：“陛下也许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点，才决定篡位，这难道不能说明陛下的眼光独到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帝？”
李月闻言冷眼相看，宋潇潇还想说些什么，张了张嘴还是咽了回去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无用，他只希望曹聂能想办法救他们出去。曹聂和步飞烟回到了隐龙阁，他暂时没地方去，只能留在这里。看到曹聂出现，曹安和黑黄迎了上来。家主怎么样？曹聂神色平静，放心，一切无事。次日，初升的阳光恭送曹聂踏入天牢的大门，他的身影很快就融入黑暗，消失不见。九曜御书房内，姬如雪遣散了太监宫女，独留下步飞烟。情况怎么样？姬如雪停下手中朱笔，凤眸微抬。步飞烟神色恭敬，昨日去看了卷宗，询问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刚才他又去了。你觉得他能想到那一层吗？步飞烟摇头，不能，他还坚定李月就是被冤枉的。姬如雪指尖轻扣龙案，想起当初朝堂上的一幕，眸中寒光乍现。朕给过他太多机会，他不知进退，那就得死。三朝元老又怎样？他要打造一个属于他的盛世神朝，等他彻底掌控九曜神朝，就是九曜神朝改名的时候。步飞烟望着意气风发的姬如雪，内心更加坚定，一定要辅助她成为万古唯一的女帝。对了，事情安排的怎么样？姬如雪收回思绪，问出心中的担忧。步飞烟颔首，陛下放心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只是曹聂那里不知道他会不会配合。姬如雪指尖微缩，敲击龙案的声音停止。他只要不傻，就会认下这个莫须有的证据，到时候昭告天下，李月一死，着手对付药王。可惜了李月，本以为能把他拉到朕的阵营来，没想他冥顽不灵，这种人死有余辜。姬如雪忽然长长一叹，若是朕能再提升一个小境界，又何须费尽心思和药王他们博弈？步飞烟不语，这种事情他不敢妄言，听听即可。天牢刑讯室内，曹聂端坐在主位上，一名天牢狱卒来报，大人，人已经带到。曹聂抬眸，在这名狱卒身后站着三男三女，他挥了挥手，出去吧。是，大人。狱卒行了一礼，转身离去。他还懂事地关上了刑讯室的大门。李月和宋潇潇盯着曹聂，上下打量着。他们修为已经被封，看不穿曹聂的具体修为，以李月的眼力能看出曹聂的不凡。女婿，你是来救我们的？宋潇潇刚想冲过来，却被李月一把拦住。身后的两男两女盯着曹聂，一脸惊讶。女婿，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儿子李岩有些不解，记得他二妹没有心上人吧？宋潇潇解释道，她就是你妹夫妾儿的夫君。几人闻言都是一脸的诧异，李岩更是难以置信。身为大哥，他比谁都了解他那位心比天高的妹妹，连那些将军王爷的子嗣都看不上，岂会看上眼前这位看着一无是处的男子？几人不由议论起来，这里只有他们，也不怕影响。哼，他说是妾儿的夫君，那就一定是吗？我还没承认他的身份呢。李月不满道，昨夜想了一晚，越想他就越气，好不容易呵护大的女儿，现在倒成了外人。他又提了一句，况且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谈，不可信。曹聂抬手一挥，一道倩影出现在六人面前。夫君，你叫我出来干嘛？曹聂指了指李庆身后，你看后面。李庆疑惑地转身，当场愣住，继而迅速转喜。他扑进李月和宋潇潇怀里，激动地喊，爹娘，我还以为这一生都见不到你们了。李庆尝试过拯救宋潇潇他们，可惜连宫墙都进不去，最后只能放弃。李月和宋潇潇拍着李庆的肩膀，激动又难以置信。妾儿，没想有生之年娘还能见到你。宋潇潇很是激动，在进入天牢后，他每天都在担心李庆被抓，现在不仅没被抓，还给他找了一个优秀的女婿。李月面色复杂，望向曹聂的眼里透着一丝感激和震撼。能存放活人的空间灵宝，整个3000道域都十分稀有。他九曜神朝好像就姬如雪手里有一件，当初能快速夺得地位，这件空间灵宝帮助姬如雪大忙。聊了一会儿，李庆带着李月和宋潇潇来到曹聂身前。爹娘，这是曹聂，你们的女婿。宋潇潇满眼含笑，看来他们有希望出去了。夫君，这是我爹娘，这是大哥大嫂弟弟弟妹。曹聂起身拱手抱拳，见过岳父岳母。李月没有好脸色，冷这个脸。倒是宋潇潇眼中燃起希冀的光芒，女婿乃人中龙凤，可有什么法子救我们脱困？这话立马让所有人打起精神来。在他们心底，曹聂能让李庆来见他们，应该是有把握救他们出去。曹聂眉头深锁，面露难色。李庆见状，急忙挽住他的臂膀轻晃。夫君，当真救不得爹娘吗？曹聂重地摇头，声音压得极低。陛下诛杀岳父之心坚如磐石，这事不是我能左右的。
几人闻言，面如死灰。李庆看了看二老，转眼扑通一下跪在曹聂身前：“夫君，我知道你神通广大，求你救救我爹娘他们。”李悦等人无比感动，他上前扶起李庆：“庆儿，你别为难曹聂，这里是九曜神朝神都，一些半仙来到这里也必死无疑，何况还是救人。”李庆并未起身，期待地盯着曹聂：“夫君。”曹聂一叹：“你先起来，我回去想想。”李悦见此，略微诧异，难道曹聂真的有办法？谢夫君。李庆还想磕头，却被曹聂一把拉了起来：“倩儿，为夫只能说尽力。”曹聂严肃道。李庆眼中含着泪花：“我相信夫君一定能行。”曹聂颔首：“时间够久了，你回去吧。”不等李庆说什么，他已经回到了咒指环中。几人见此，一脸希冀。曹聂摇头苦笑：“岳母大人，我若是把你们收入这件空间灵宝内，还没走出神城就会被发现，到时候谁都走不了。”宋潇潇闻言，眼底闪过一抹失望，其余几人才升起的希望之火瞬间熄灭。沉默片刻，曹聂把姬如雪要自己当丞相一事说了一遍，几人闻言神色诧异，不过并没有多少激动。不一会儿，几人回到了各自的牢房中。曹聂去了一趟御书房，而后回到了隐龙阁，在房内修炼九节焚天灭道掌。神魔阵势经已经突破第9重，这掌法可不能落下。次日清晨，天牢刑讯室内弥漫着血腥与腐朽的气息。曹聂端坐案前，指尖无意识地轻扣着桌面。当沉重的镣铐声由远及近时，他猛地抬头，李悦被2名狱卒架着拖了进来，囚衣早已经被鲜血浸透，每走一步都在青石板上留下暗红痕迹。退下！曹聂声音冷峻。铁门哐当一声闭合，他疾步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李悦：“岳父大人，你这是？”李悦喘着粗气靠在刑架上，血沫从嘴角溢出。一个白发老者来过，对我进行严刑逼供。曹聂眉头一皱：“岳母他们没事吧？”李悦摇头：“他们没事，就我一个人。”曹聂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放松：“幸好他们没事，不然还怎么玩？”岳父，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会一一对你们进行审讯。他说着挥手放出李庆。见到李悦的样子，李庆顿时红了眼眶，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。等二人情绪稳定，曹聂压低声音道：“陛下不会放过岳父大人，我有个冒险的办法，或许可以让几人活下来。”2人闻言都把目光投了过来。“夫君快说。”李庆期待道。他担心是只有爹娘以及大哥大嫂还有弟弟弟妹，至于其他族人没办法就只能放弃。曹聂神色凝重：“岳父是救不了，不过其他几人倒是可以救。夫君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李庆急得攥紧了衣袖。曹聂沉声道：“若是我能当上丞相，到时候就有机会成为监斩官，如此就有机会偷梁换柱。”李庆和李悦已经明白过来。曹聂不语，给2人考虑的时间。“夫君，当真没有其他办法？”李庆声音哽咽。曹聂摇头：“除非我的实力超过姬如雪。”现场沉默了片刻。李悦突然开口：“我考虑一晚，明天给你答案。”曹聂颔首，叫人把李悦送回了牢房。李庆就算有万般不舍，只得再次进入咒指环。曹聂端坐在主位上，继续等待起来。不到一会儿，一位身穿素白囚服的美妇走了进来。狱卒转身把门带上。曹聂看着对方，眼角带笑：“宋潇潇。”